青州顾家，古色古香的房间中传来一阵犹如地狱魔鬼般愤怒的咆哮声。无极宫、天剑宗、圣灵学院，老子日你们的仙人板板！如果不是你们，我踏马又岂会沦落至此？若有机会，我必然将你们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少年面容俊俏，但是头发却有些凌乱，尤其是那双血红的眼睛，让人触目惊心，后背发凉。他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3年前那场腥风血雨之中。那一天，4个所谓的名门正派联合杀来，顾家数万子弟被无情屠杀，哀嚎遍野，血流成河。原因竟是顾长歌的天赋太过于妖孽，使得4大势力心生忌惮。顾长歌于16年前穿越到了仙域青州，出生之日大道轰鸣，异象横生，诞生出了大荒神体。原以为顾家会因此崛起，却不料引来了4大势力的围杀。4大势力虽然自诩为名门正派，但是却在暗地里收买圣灵学院，将正在学院里修炼的顾安澜给抓了起来，用以威胁顾家投降。顾安澜乃是家主顾元宏的亲生女儿，也是顾长歌的妹妹。顾长歌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于是走出城门，以自废修为作为代价，救出了顾安澜，平息了这场战事。最后，无极宫的神子柳平剥夺了顾长歌的大荒神体，使他彻底沦为废人。顾家割舍了大量的土地，并且被4大势力长期打压，已经不复之前的荣光。顾长歌紧握双拳，指甲已经戳进了血肉，鲜血滴落在地，他却浑然不知。此生若能复仇，纵然死后入九幽地狱，我也愿意。顾长歌双目血红，咬牙切齿地说道。这3年他过得生不如死，只要一闭眼便会出现3年前那血腥的一幕。柳平剥夺了他的神体，用脚踩在他血淋淋的身上，嘲笑他是废物。顾长歌怒意滔天，若是能够复仇，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叮，检测到宿主强烈的复仇欲望，魔神系统正在激活中。魔神系统已激活，恭喜宿主获得无上功法神魔涅槃诀，地阶高级武学魔神掌。宿主顾长歌，杀戮值0，魔道修为5，功法神魔涅槃诀尚未修炼，武学神通魔神掌尚未修炼。清脆的电子音在顾长歌耳边响起，随后脑海中更是浮现出一道信息面板。魔神系统，我的系统到了。顾长歌双眼放光，语气激动地说道。作为一名穿越者，他自然知道系统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了系统，就算是废柴也能逆袭为绝世强者。到时想要复仇，不就有希望了吗？顾长歌压下心中的激动，迫不及待地问道。系统，快说说你的功能。魔神系统是专为宿主复仇所提供，遵循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原则，赐予宿主魔道力量。宿主只要屠杀仇人，便可获得杀戮值，从而提升魔道修为，最终化身为太古狂魔，屠戮诸天。很快系统便有了回复，顾长歌双目越发的火热，心中更是激动无比。屠杀仇人获得杀戮值，然后提升魔道修为，看来魔神系统是要让我成为一名魔修啊。虽然魔修的名声不太好，但是魔修敢说敢做，有仇必报，比起4大势力那些伪君子不知道要好了多少倍。如果能够复仇，就算是成为魔修又如何？顾长歌双眸微眯，眼中再次闪过锐利的锋芒。既然上天给了他一次复仇的机会，那么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把握住。请宿主选择是否立即修炼神魔涅槃诀。一旦开始修炼，宿主的丹田将会被修复，并且这3年积压在体内的灵力也将转化为魔力，从而提升宿主的魔道修为。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顾长歌的心脏砰砰直跳。他废掉3年的丹田竟然能够被修复，并且这3年因为丹田破碎积压在体内的灵力也可以转化为魔道修为。这魔神系统也太香了吧，才刚绑定就给他送了那么一份大礼。系统，开始修炼神魔涅槃诀。顾长歌盘腿坐在床榻之上，对着系统命令道。正在为宿主领悟神魔涅槃诀。嗡嗡，顾长歌体内突然有着一道魔气流转，而后浓郁的魔气充斥了整个房间。一头顶天立地的狂魔仰天咆哮，演化涅槃众生之道。魔道一途，从最初的入魔到人魔、地魔、天魔、玄魔、真魔、魔王、魔皇、魔尊、魔圣、魔帝、太古狂魔，一共12个境界，与5道境界相对应。问鼎魔道之巅，便可化身为太古狂魔，从而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屠戮诸天。轰！顾长歌的丹田如同有着烈火在燃烧。啊啊！刺痛传来，顾长歌发出一声惨叫，但是他紧咬牙关，死死地支撑着。不知过了多久，顾长歌的丹田发出了刺眼的神芒，竟然真的恢复了，而且积压3年的灵力快速转化为魔力，储存于丹田之内。轰！顾长歌双目漆黑，全身散发着狂暴的魔气，如同一头原始真魔。他
他的魔道修为也开始疯狂攀升，入魔、人魔、地魔、天魔入门，天魔圆满。眨眼时间，顾长歌便突破到了天魔圆满，狂暴的魔力充斥在体内，使得四周的空间都是扭曲变形。顾长歌猛地拍出一掌，魔神掌之威爆发，魔气浩荡，肆虐九霄。轰扑！整个房间瞬间化为齑粉，余威横扫而出，硕大的庭院瞬间变得狼狈不堪。顾长歌双眼放光，面色大喜，力量在握的感觉终于回来了。从今天开始，我顾长歌正式踏入魔道。天剑宗、风清门、无极宫、天涯阁，还有罪该万死的圣灵学院，你们都给我等着，迟早我会灭了你们，杀得你们片甲不留。顾长歌双目血红，全身被魔气笼罩，如同一头灭世大魔。大公子，发生了什么？您没事吧？管家福伯察觉动静之后，神色慌张地跑来。顾长歌赶紧将气息收敛，那股狂暴的魔威这才消散。在没有把握灭掉四大势力前，顾长歌绝对不能暴露魔修的身份，否则就会给顾家带来灭顶之灾。福伯别担心，我没事。顾长歌轻松地笑道。福伯愣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在大公子脸上看到过笑意了。今天这是发生了什么？大公子竟然笑得那么开心。福伯在心里疑惑地问道。当福伯的目光落在满院的废墟上时，整张老脸都是凝固了下来，语气惊讶地问道：大公子，这院子……嗨嗨，地震了而已，不要惊慌。顾长歌轻咳一声，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搪塞道。闻言，福伯眉头一皱，他向着其他庭院望去，发现皆是风平浪静，唯有大公子的庭院化为了废墟。福伯疑惑的目光再次落到顾长歌身上。局部地震罢了，有什么好奇怪的？顾长歌眼珠轻转，脸部红心不跳地回道：局部地震，还有这个说法？看来还是老奴读书太少了。福伯眉头紧皱，感觉有些匪夷所思。福伯，你找人重新修缮一下我的庭院。算一算时间，今天应该是家宴的日子吧？顾长歌似是想到了什么，随后抬脚向着庭院外走去。顾家主殿此时大摆宴席。顾家有个规矩，那就是每年举办一次家宴，家主顾元宏以及妻子骆颖彤都要参加，而顾元宏的3个孩子也要赴宴，其次便是3位长老以及他们的子嗣。首位上，家主顾元宏身穿一袭长袍，头戴华冠，整个人不怒自威。顾元宏身旁有着一位美妇人，她肌肤如玉，容颜精致，正是顾长歌的母亲骆颖彤。其次便是3位长老，而后才是顾家小辈。顾家小辈以2公子顾长卿、3小姐顾安兰为首。大哥今年会来吗？顾安兰身着一袭紫罗纱裙，虽然年纪尚小，但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此时她望着店门口，美眸之中充斥着愧疚与期待。3年前，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话，大哥也不会自废修。为了骆颖彤察觉到女儿的眼神后，脸上同样浮现一抹悲伤。他的大儿子顾长歌原本是万人瞩目的天之骄子，但是现在却沦为一名废人，被各大势力嘲笑。作为母亲，她自然知道这3年顾长歌是怎么熬过来的。骆颖彤鼻尖发酸，双眸湿润，心间如同有着针扎一般。颖彤，别想那些了，只要孩子们平平安安的就好了。顾元宏将骆颖彤揽进怀里，这3年下来，他也沧桑了不少，两鬓之间已是布满白发夫君。等到家宴过后，我准备回骆家一趟，也许家族有办法修复长歌的丹田。骆颖彤美眸坚定地说道。顾元宏眉头一皱，以骆家的绝情，又怎么可能帮助长歌修复丹田呢？但是不让骆颖彤去的话，他绝对会不甘心。家主、夫人，还望保重身体啊！我们顾家如今处境堪忧，若是你们再倒下了，那顾家就真的危险了。3位长老对着顾元宏和骆颖彤劝说道：父亲、母亲，都怪我，如果不是我的话，大哥也不会这样了。顾安兰脸颊湿润，心痛如刀绞。三妹，你不必太过自责，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相信大哥不会那么轻易便倒下的。2公子顾长卿身穿白衣，举目文雅，满是书卷气地说道。对于顾长卿，众人也是一言难尽。在这武道昌盛的荒天仙域，顾长卿却偏偏喜欢读书，踏。就在这时，大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众人的目光顿时望去，刚好看到迎面走来的顾长歌。顾长歌面带笑意，身穿华服，腰间束着香囊，步伐从容地走进了大殿。大哥！顾安兰愣住了，以为自己在做梦。宴席上所有人的表情皆是凝固，吃惊地望着顾长歌。大公子竟然来参加宴会了，而且还满面笑意。时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3年前。小兰，都多大人了，还哭鼻子？顾长歌摇了摇头，随后宠溺地上前帮顾安兰擦去脸颊上的泪水。大哥，顾安兰满脸愧疚，有些不敢面对顾长歌。顾长歌却是淡淡一笑，
随后揉了揉顾安澜的脑袋，好了，都过去了，只要你平安无事，大哥就满足了。顾安澜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顾长歌，他发誓一定要好好修炼，绝对不会再让大哥受到半点伤害。如果可以的话，他还要寻找天地神物，用以修复大哥的丹田。一旁顾长青笑着说道：哈哈，我就说了嘛，大哥肯定没那么容易变倒下的。啊，对，你小子最聪明了，但愿你等下不会被我灌醉。顾长歌咧嘴笑道：将进酒，杯莫停。这次谁把谁灌醉还不一定呢。顾长青一脸豪爽地回道：是吗？我记得谁小时候被我灌醉，然后躺在猪圈里不省人事，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满身猪屎，那个臭的哟，我现在还历历在目呢。顾长歌笑着调侃道：大哥，小时候的囧事咱能不能不提了？顾长青脸色涨红，尴尬的快要抠脚。哈哈哈哈！顿时哄堂大笑。3年前那种轻松温馨的氛围仿佛又回来了。宴席上，顾元宏喝得酩酊大醉，他已经很久没有那么高兴过了。他好像有种错觉，那就是之前那个自信、骄傲的顾长歌又回来了。家宴结束，众人满意的离去。顾长歌的庭院还没有修缮好，所以临时换了个院子。房间内，顾长歌盘膝而坐，体内散发着狂暴的魔气。呼！某一时刻，顾长歌呼出一口浊气，双眼猛地睁开，闪过2道黑芒。天魔境巅峰了，只差一步便可突破到玄魔境。既然上天给了我一次复仇的机会，那我一定会把握好。这一次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然后让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也体会一下我当时的绝望。顾长歌穿上一件黑袍，整个人包裹在黑袍之中。随后，顾长歌化为一道黑影，从顾家后门溜了出去。顾长歌准备出去实战一番，而最佳的地方便是云雾山脉。云雾山脉是青州最大的一座山脉，几乎横贯了1/3的青州地界。山脉内一处密林之中，顾长歌一掌拍出，魔神掌被催动到了极致，魔气浩荡，天魔之威爆发，使得大地都在颤抖。对面的一头5级入门妖兽直接被轰成了血雾，丝毫没有拖泥带水。妖兽分为1到12级，5级妖兽比肩玄魔境。顾长歌催动地阶5穴，以天魔境修为越级，抹杀了5级妖兽，足以看出魔道力量的恐怖。顾长歌将兽核收下，嘴角挂着满意的笑容。不错，魔力果然比之灵力要更加的狂暴。若是同等境界的武修，绝对不是我的对手。4大势力的强者最高境界是轮回境，等同于魔尊境界，而我只要达到魔皇境，便能与他们一战。4大势力，圣灵学院，你们都给我等着！顾长歌双目血红，体内的魔气冲天而起，有着屠灭万物之威。5道境界分为淬体、地元、天元、结丹、涅槃、神藏、造化境、飞升境、轮回境、生死境、大地境、圣地境。顾长歌要想对付4大势力，必须拥有比肩轮回境的实力。以魔道力量的狂暴，顾长歌的修为达到魔皇境便可。大家快点，刚才那道打斗的声音就是前面的山林所传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那道气息应该是一头5级妖兽。我们现在赶过去，正好渔翁得利。山林外，10几名身穿统一服饰的青年快速跑来，他们全部都是结丹境修为，与顾长歌所处的天魔境相对应。无极宫的人，顾长歌突破到天魔境之后，感知也变得极为灵敏，当下直接就认出了10几名青年的身份。无极宫乃是4大势力之一，而且无极宫的神子柳平还夺走了顾长歌的大荒神体，这笔血账，顾长歌岂能忘记？叮，发现复仇目标，宿主将他们屠杀后，可以获得840杀戮值，同时获得额外奖励。宿主，顾长歌，杀戮值0，魔道修为，天魔境圆满，突破至玄魔境需要700杀戮值。杀！顾长歌双目血红，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狂暴的力量几乎快要失控。12道身影快速掠来，沿途发出刺耳的破风声。天元境5修便可御空飞行，结丹境5修在空中已是如履平地，瞬息千米。面对无极宫弟子，顾长歌不避不闪，血红的双眼怒视着他们。这股气息，你是魔修？那头5级妖兽难道也被这个魔修所杀？能够击杀5级妖兽，难道这个魔修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玄魔境？无极宫弟子赶到之后，全部都愣在了原地，面色颇为凝重。他们都是结丹境修为，仅仅相当于魔道的天魔境，比之玄魔境要低了一级。魔修嗜血成性，人人得而诛之。我们既然身为名门正派，就绝对不能放任这个魔头离去。更何况我们12个人联手，即便是玄魔也能一战，何必怕他呢？只要杀了这个魔头，我们便是屠魔英雄，到时回到宫内，自然少不了奖励。为首的那名弟子手握大刀，体内的结丹境修为气息爆发，使得周遭的虚空都是发生爆炸。师兄说的对，只要杀了这个魔头，我们都能获得丰厚奖励。剩下的11名弟子也纷纷召唤出武器，
随后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将顾长歌团团包围。名门正派，呵呵，一群伪君子。黑袍下，顾长歌声音冰冷的讥讽道：四大势力都自诩为名门正派，然而当初围攻顾家时，却不惜以9岁的小女孩作为人质，逼迫顾家投降。这便是所谓的名门正派，实则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敢侮辱无极宫，找死！给我上！为首的弟子一步跨出，结丹境威压猛地轰来，刀光血影向着顾长歌劈下。其余的无极宫弟子也纷纷出手，恐怖的攻势笼罩而来，使得整个山林都在颤抖。你们今天都得死！顾长歌双目血红，魔道力量猛然爆发，魔气肆虐而出，瞬间充斥整个山林。咣！12名无极宫弟子的攻势竟然凝滞在了半空。顾长歌爆发出来的魔威太过于恐怖，虽然只是天魔境，但是却达到了玄魔境的威力。这怎么可能？他的魔气为何能够如此恐怖？就好似一头远古大魔。青州什么时候有血脉如此纯正的魔修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快撤！回去禀告公主，让宗门出手来剿灭他。无极宫弟子使出了全身力量，但是却根本奈何不得顾长歌。迫不得已之下，无极宫弟子准备先行撤退。想走？呵呵，我说了，无极宫的人都该死。顾长歌突然出手，双爪凌厉，快若闪电。啊！爪芒落下，为首的那名弟子发出一声惨叫，只见脖子竟然直接断裂，而后人头分家。顾长歌一步跨出，那名弟子的人头瞬间被踩成了血雾，至于身体则是被顾长歌硬生生撕成2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结，无极宫的人都该死！顾长歌体内的魔气肆虐，一发不可收拾，沐浴着鲜血再次杀出。师兄死了！魔鬼，你是魔鬼，快跑啊！剩下的11名弟子吓得脸色铁青，纷纷转身落荒而逃。魔神掌！然而顾长歌一掌拍出，魔气肆虐九霄，幻化为一头绝世大魔，随后滔天魔掌从天落下。咣！一声巨响发出，整个山林瞬间化为齑粉。11名无极宫弟子瞬间被碾压成了血水，甚至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叮！恭喜宿主击杀12名结丹境仇人，获得84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杀戮值840。魔道修为天魔境圆满，突破至玄魔境入门需要700杀戮值。请问宿主是否立即突破至玄魔境入门？顾长歌全身上下沾满了鲜血，但是这种复仇的快感让他极为享受。入魔又如何？只要能够复仇，就算以死为代价他都愿意。而且即便是魔修，也比那些道貌岸然的正道伪君子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系统立即突破至玄魔境入门。顾长歌目光凌厉地吩咐道。轰！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方圆数十里的空间皆是扭曲变形。与此同时，顾长歌的魔道修为开始攀升，一跃突破到了玄魔境入门。顾长歌从毫无修为到玄魔境，仅仅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力量暴涨的感觉让顾长歌颇为享受。叮！鉴于宿主第一次完成系统复仇任务，所以此次奖励大爆发。恭喜宿主获得极品仙器。干将莫邪，不断完成复仇任务，武器等级可进行升级。恭喜宿主获得天阶高级剑道武学，一剑定生死。恭喜宿主获得天阶高级身法武学，魔浪断魂步。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随后2柄散发着血红魔气的宝剑出现在了身前，竟然是干将和莫邪2柄魔剑。起步品级便是仙器，要是后面有所升级的话，岂不是就能达到神器了？顾长歌面色激动，武器一共有6个品级，分别是法器、灵器、宝器、仙器、神器、地器。仙器已经极为稀少，即便是4大势力中也只有核心长老才能拥有。至于神器，已经是一流势力的镇宗之宝，而地器只存在于超级势力之中，如同顾家也只有1柄神器，也就是家主顾元宏手中的大荒神枪，而地器只存在于超级势力之中。顾长歌压下心中的激动，随后查看另外2道奖励。系统已为宿主自动修炼新得到的2项武学神通。顾长歌刚打开信息面板，系统的声音便是传来：给力啊老铁！顾长歌满意的笑了笑。随后顾长歌将体内的魔气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干将莫邪之中，干将莫邪2柄魔剑如同觉醒了一般，血红魔威冲天而起。就在这时，顾长歌将手中双剑猛地劈出，一剑定生死。血红剑斩肆虐而出，足足有着上千丈，前方一座山岳瞬间便被轰得粉碎。这一剑足以秒杀一切同境界武修，即便是涅槃境之上的神藏境，顾长歌都有自信一战。天阶高级剑道武学果然霸道。顾长歌满意的笑道。自从踏入魔道以来，
他的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着。这样下去的话，很快就能找四大势力报仇了。这般想着，顾长歌眼中闪过2道凌厉的杀芒。随后，顾长歌催动魔浪断魂步，只见双脚之上魔纹衍生而出，魔浪滚滚。顾长歌迈动脚步，身形顿时消失在了原地，如同鬼魅一般，并且沿途爆发极为恐怖的魔威，杀伤力极大。这魔浪断魂步作为天阶高级身法武学，除了身法上的增幅以外，竟然还能爆发这般恐怖的攻势。试想一下，如果遇到强敌追杀，这股攻势绝对会让他棘手不已。而且顾长歌要想偷袭刺杀对手的话，也能轻而易举做到。这魔浪断魂步简直就是个 bug 啊！无极宫，你们等着吧，很快我就会让你们感到绝望。顾长歌面带杀气地说道。有魔神系统在，复仇之日很快便能到来。山脉内，顾长歌手握2柄魔剑，脚下乃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都是天剑宗的弟子，来到云雾山脉历练，但是却被顾长歌遇到，而后惨遭屠杀分尸。这3个月时间，顾长歌有空便来到云雾山脉，只要发现4大势力的弟子，便出手屠杀。不过4大势力在云雾山脉历练的弟子，修为大多都在涅槃境以下，重复屠杀同等修为的仇人，魔神系统只是象征性的给几个杀戮值。3个月时间，顾长歌杀了不下200名4大势力的弟子，但杀戮值却只有1200个。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玄魔境入门，突破至玄魔境小成需要900杀戮值，杀戮值134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一剑定生死，魔浪断魂步，魔神掌。武器：干将，莫邪。看来想要快速提升魔道修为，就必须屠杀4大势力的内门弟子或者长老执事一类才行。顾长歌收起2柄魔剑，在心里沉思道。随后，顾长歌对着系统吩咐道：系统，将魔道修为提升至玄魔境小成。轰！顾长歌丹田内的魔气开始暴涨，随后直接突破到了玄魔境小成。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玄魔境小成，突破至玄魔境大成需要1200杀戮值，杀戮值440。每个大境界又分为4个小境界，分别是入门、小成、大成、圆满。顾长歌要想突破到真魔境，还需要跨越2个小境界真魔境比肩武道的神藏境，而神藏境武修已经可以称为强者，在一流势力中足以担任外门长老或者内门执事。继续杀戮吧，兴许能够遇到4大势力的内门弟子或者执事呢。顾长歌身形一闪，顿时消失在了原地。与此同时，山脉深处，一道倩影独自走来，正是顾家3小姐顾安澜。顾安澜仅仅只有12岁，但武道修为却已经达到了涅槃境大成。当初在圣灵学院修炼时，顾安澜因为天赋突出，被奉为准圣女，乃是圣女的最佳人选。但是圣灵学院为了一己私欲，竟然在暗中收取了4大势力的好处，不惜将顾安澜交出，用以威胁顾家投降。据说云雾山脉深处有宝药出世，我一定要为大哥找到。顾安澜美眸坚定，步伐飞快地向着深处走去。云雾山脉深处有着5级以上的妖兽盘踞，一般4大势力的弟子都不敢轻易闯入。顾安澜独身前来，可谓是凶险万分。一路上，顾安澜斩杀了3头5级妖兽，最终才来到一处洞穴前。洞穴内散发着鲜血一般的赤红光芒，还有一股宝药的清香味扑鼻而来。这股气息，难道是黄血仙脂？顾安澜美眸之中闪过一抹火热。传闻黄血仙脂乃是由凤凰之血灌溉，吸收天地精华，5000年才诞生一株，对于重伤顽疾有着很好的治疗效果。若是大哥炼化了黄血仙脂，兴许丹田能够被修复。顾安澜越想越激动，如果能够得到黄血仙脂的话，那他这一趟就没有白来。但是他知道，一般这种宝药附近都有强大的妖兽镇守，所以才没有贸然进入洞穴。顾安澜召唤出一柄宝剑，品级已经达到了宝器。而后，顾安澜调动体内灵力，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宝剑之内，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做完这一切之后，顾安澜方才踏进洞穴之中。洞穴内充斥着鲜血一般的红芒，而一颗浑然天成的黄血仙脂生长在灵池之中。真的是黄血仙脂！顾安澜面色大喜，他连步轻移，当即来到了黄血仙脂的前方。嗷吼！就在顾安澜伸手去抓黄血仙脂的同时，背后却传来一声愤怒的狮吼。顾安澜快速转身，黄血仙脂被他死死地握在手中。一头足足有着10米之高的紫翼狮王出现在了顾安澜身前。六级大成修为的紫翼狮王。顾安澜面色惨白，他没有想到这黄血仙脂竟然是6级的紫翼狮王在镇守。顾安澜仅仅是涅槃境修为，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是6级紫翼狮王的对手。无耻的人类，还不速速放下本王的黄血仙脂！紫翼狮王口吐人言，对着顾安澜咆哮道。
顾安澜狠狠一咬牙，这黄血仙芝是我的，你休想夺走，你找死！紫翼狮王怒声咆哮，一爪子拍来，爪风凌厉，整个洞穴瞬间爆炸轰隆，恐怖的余威横扫而出，巨大的动静即便是在百里之外都能清晰听到。山脉中围，正在小憩的顾长歌突然被惊醒，这股气息，6级的紫翼狮王。顾长歌站了起来，双目变得火热。他的魔道修为并不仅仅只有屠杀仇人才能升级，如果炼化了天才地宝或者强大妖兽的兽核，同样能够突破。只不过在山脉的外围或者中围，妖兽的等级最高不超5级，所以即便炼化了他们的兽核也很鸡肋。但是这6级的紫翼狮王对顾长歌而言绝对大有裨益，以我玄魔境实力，足以对付6级妖兽了。杀！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爆发，双目变得血红，而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云雾山脉深处，废墟之中，一道嵌影吐血飞出，全身上下鲜血淋漓，衣衫褴褛。人类，你现在知道本王的厉害了吧？区区涅槃境也妄想染指本王的黄血仙芝，真是不自量力！待本王生吞了你，想来也是大补。哈哈哈！紫翼狮王展开双翅，天穹瞬间被遮蔽，一股恐怖的尸威碾压而来。顾安澜被强大的尸威笼罩，周身的空间扭曲变形，就连他的四肢百骸都在收缩，好似要被碾压成血水。顾安澜脑袋昏沉，意识逐渐模糊，但是双手却紧紧抓着黄血仙芝不放。大哥，对不起，是小兰没用，没能把黄血仙芝给你带回去。顾安澜美眸湿润，泪水打湿了脸颊，在他模糊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大哥顾长歌和煦的笑脸。嗷吼！紫翼狮王快速飞来，庞大的双翅遮蔽了整个天空，狂暴的尸威降下，顾安澜脸色煞白，口吐鲜血。卑微的人类，乖乖成为本王的口粮吧！哈哈哈哈！紫翼狮王张开血盆大口，欲要将顾安澜吞入腹中。吃吃！一道鬼魅般的身影突然出现，沿途的虚空皆是爆炸。来者身穿一袭黑袍，正是顾长歌。小兰，这怎么回事？孽畜，尔敢！顾长歌直接愣住了，因为那倒在血泊之中的身影正是他的亲妹妹顾安澜。又一个蝼蚁！呵呵，待本王吞了这小女孩，再来对付你。紫翼狮王压根没把顾长歌当回事，血盆大口向着顾安澜噬咬而去。你找死！轰！顾长歌双目血红，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而后幻化为一头绝世大魔。干将莫邪两柄魔剑顿时飞出，被顾长歌握在了手中。魔气肆虐，源源不断地灌输到两柄魔剑之中。什么？竟然是一位魔修！好恐怖的魔威！你到底是什么来路？紫翼狮王面色大变，因为顾长歌爆发出来的魔威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一剑定生死！顾长歌愤怒咆哮，手中的两柄魔剑被他猛地斩出血红剑斩，肆虐天地，足足有着上千丈。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此时被血红色所笼罩。轰隆隆，空间开始扭曲，而后猛然崩塌，方圆数百里都笼罩在血红剑斩之中。紫翼狮王周身的攻势瞬间土崩瓦解，而后被死死碾压。不，人类，放过本王，本王愿意臣服于你。紫翼狮王发出凄惨的叫声，他坚硬如铁的身躯竟然如同蜘蛛网般皲裂而开，血肉模糊在了一起。你不配活着，死！想到顾安澜满身鲜血淋漓的模样，顾长歌便怒火中烧。随后千丈剑斩猛地落下，如同天地崩碎了一般。轰隆，震耳欲聋的轰响声发出，方圆数百里的山脉皆是颤动不止。叮！紫翼狮王伤害宿主亲妹妹，因此被列为复仇目标。宿主成功斩杀紫翼狮王，获得1500杀戮值，奖励天阶高级肉身武学。神像镇狱境。紫翼狮王被抹杀之后，系统的声音便响彻在了顾长歌的脑海。这紫翼狮王竟然也被列为了复仇目标。顾长歌将其击杀后，直接获得了1500杀戮值。这是顾安澜身受重伤，双眸难以睁开，模糊的视线中好似有着一道身穿黑袍的背影。他只感觉这道背影有些熟悉，最后顾安澜再难支撑，直接昏迷了过去。顾长歌收起紫翼狮王的兽核，随后快速转身来到顾安澜身前。小兰！顾长歌的目光落在顾安澜身上，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让他心口如同有着挣扎。他要再晚来一会的话，那么顾安澜就会被紫翼狮王吞入腹中。这是黄血仙芝，难道小兰是为了我才深入山脉的？顾长歌眉头一皱，他紧紧地盯着顾安澜手中的黄血仙芝。黄血仙芝乃是疗伤圣药，三妹顾安澜肯定是为了修复她的丹田才深入山脉寻找。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三妹顾安澜都死死地握着黄血仙芝不放。顾长歌很是感动，但又非常心疼。这3年顾安澜一直都没有原谅自己，活在愧疚之中，
而且还担负着顾家的重任。你这丫头怎么那么傻？大哥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不就修为被废，神体被夺吗？大哥没有那么容易被击垮，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始终都别想得到，终有一天大哥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顾长歌狠狠一咬牙，眼中闪过冰冷的杀意。随后顾长歌拿出一枚丹药给顾安澜服下。作为顾家大公子，顾长歌手里还是有着不少丹药资源的。给顾安澜服下丹药之后，顾长歌又给顾安澜灌输内力，帮助他炼化吸收丹药。做完这一切之后，顾长歌方才松了一口气，顾安澜的命算是保住了。踏。就在这时，上百道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胡闹，简直就是胡闹。小兰不过才涅槃境，怎么能够自己进入山脉深处呢？找，快给本家主找！若是小兰出了什么事，本家主就算豁出这条老命，也要让山脉内的这群畜生付出代价。顾元宏焦急愤怒的声音传来。顾家3位长老、10位执事，还有上百名核心弟子全部来到了山脉，开展地毯式搜索。顾长歌眉头一皱，察觉到是父亲顾元宏后，他便松了一口气，随后不再停留，当即施展魔浪断魂步，向着山脉外掠去。顾元宏可是轮回境的大能，一旦等到他靠近，那么顾长歌的身份便有可能暴露。在没有绝对的把握灭掉4大势力前，顾长歌不会轻易暴露自己魔修的身份，否则一旦传出去，必然会给整个顾家带来灭顶之灾。家主，3小姐在这里。一名顾家的执事发现了顾安澜，随后顾元宏等人慌忙跑来。顾家古色古香的房间中，顾长歌盘膝而坐，信息面板浮现在身前。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玄魔境小城，突破至玄魔境大城需要1200杀戮值。杀戮值1940。见到杀戮值已经足够升级，顾长歌也不犹豫，当即对着系统命令道：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玄魔境大成。轰！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而后快速增强，直接突破到了玄魔境大成。突破到玄魔境大成之后，顾长歌并未停下，而是拿出这3个月以来搜集的所有兽核，整整30多个兽核，其中等级最高的便是紫翼狮王的兽核。顾长歌运转神魔涅槃诀，恐怖的魔气直接将兽核吞噬。炼化4级铁角蜥兽核，获得12杀戮值；炼化5级长臂猿兽核，获得33杀戮值；炼化6级紫翼狮王兽核，获得9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玄魔境大成，突破至玄魔境圆满需要1500杀戮值。杀戮值1640。顾长歌炼化了30多个兽核之后，总共获得了900杀戮值，加上之前剩下的740杀戮值，就拥有1640杀戮值。继续提升魔道修为。顾长歌没有犹豫，当即吩咐道：实力才是最为重要的，只有修为实力提升上去了，才能去肆意屠杀。轰！顾长歌的魔道修为再次攀升，直接突破到了玄魔境圆满，距离真魔境仅差1步之遥。修为稳固之后，顾长歌便开始查看新得到的肉身武学神象镇狱境。顾长歌现在已经拥有了剑道武学、身法武学，唯独缺一道肉身武学。这神象镇狱境乃是天阶高级武学，顾长歌修炼以后，肉身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到时无论是身法，亦或是肉身，顾长歌都能完美碾压同境界武修，就算是跨境界战斗也不在话下。顾长歌意念一动，体内顿时便有一股狂暴的力量觉醒。嗷吼！顾长歌身后凝聚出一头体型庞大的巨象，在巨象周身环绕着一道道神环，狂暴的力量自巨象体内爆发。顾长歌体内充斥着恐怖的神象之力，肉身之上闪烁着刺眼的神芒，时不时发出噼里哗啦的爆炸声响。轰！顾长歌双拳一握，神象之力顿时爆发，空间皆是扭曲破碎。巨象之力面前，整个房间都是摇摇欲坠，已经有着支离破碎的征兆。神象镇狱境一共分为4个阶段，最初的阶段便是巨象之力，其次是元象之力、玄象之力、神象之力。顾长歌如今便停留在巨象之力，不愧是天阶肉身武学，仅仅是最初的巨象之力便如此恐怖，若是修炼到了神象之力，只怕能够达到排山倒海的效果吧。顾长歌的嘴角微微上扬，颇为满意的说道：踏。就在这时，房间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大公子，不好了，3小姐出事了。房门外，福伯神色慌张的说道。顾长歌面无表情，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好在他及时为小兰处理了伤势，后面父亲等人赶到，小兰的伤势应该很快便会被治愈。咯吱，顾长歌推开房门，刚好看到了焦急的福伯。福伯，小兰怎么了？顾长歌故作疑惑地问道。回大公子，3小姐独自前往山脉历练，因此身受重伤。
福伯眼神变幻，险些没有说漏嘴。福伯之所以不说出实情，应该是父亲嘱咐过，怕的就是顾长歌知道了实情后会感到愧疚。毕竟小兰是因为给他寻找宝药才深入云雾山脉的。我去看看。顾长歌面无表情，脚步匆匆地离去。福伯松了一口气。然而就在他转身准备追上顾长歌的时候，背后的房间却猛然坍塌。轰隆！雾草！又是局部地震。看来大公子所说不假，这世间真有所谓的局部地震。福伯转过身子，老脸惊讶地看着化为废墟的房间，嘴里嘟囔道：小兰所在的庭院。此时母亲骆颖彤、二弟顾长青以及3位长老都神色焦急地围在房门外。长歌来了。大长老顾元成开口说道。随后众人皆是向着顾长歌看去。大哥！顾长青面色凝重地喊道。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走上前来，对着3位长老行礼。长歌不必多礼。3位长老神色复杂，他们都不敢把实情告诉顾长歌。母亲，3妹她现在怎么样？顾长歌来到母亲身前问道。骆颖彤虽然心里很着急，但是依旧用柔和的语气回道：长歌，你不用担心，你父亲在里面为小兰疗伤，小兰不会有事的。是啊，长歌，小兰在山脉应该是得到了高人相助，我们发现她的时候，她体内有着一股真气，还有几股药力，这才护住了她的经脉。说来真是幸运啊，小兰遇上的可是一头6级的紫翼狮王，要是没有那位高人相助，只怕就真的凶多吉少了。大长老感叹道。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个所谓的高人其实就是顾长歌。众人在房门外等待了6个时辰，小兰的房门才打开。两鬓发白，脸色有些憔悴的顾元宏走了出来，对着众人挤出一抹笑容道：小兰没事了，大家不用担心。见到这般憔悴的父亲，顾长歌心里很不是滋味。这3年发生了太多变故，先是顾长歌修为被废，神体被夺，随后顾家又被4大势力打压，边界地域被不断蚕食，顾家的整体实力已经快要跌出青州一流势力的范畴了。所有的压力和重担都落在了顾元宏的身上。顾长歌眼中闪过一道坚定的光芒，他要尽快成长起来，然后为父亲分担。众人走进房间，小兰躺在床上，手里紧紧握着黄血仙枝。好在小兰的脸色已经没有那么苍白，而且呼吸也变得很平稳。顾长歌望着小兰手中的黄血仙枝，心里很是感动。他发誓这辈子要保护好自己的妹妹，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受到半点伤害。咳咳。突然小兰发出一声轻咳。不，我不能死，大哥还在等我。小兰猛地睁开双眸，骆颖彤、顾长歌等人映入眼帘。母亲，大哥，我还没死。不对，有人救了我，是那位黑袍人。顾安澜一下子回想了出来，他原本以为自己在做梦，但是现在看来那都是真的。黑袍人，为父见那紫翼狮王是被一剑斩杀，那黑袍人的实力最少也在神藏境，若是能够知道他是谁就好了，老夫也好重谢于他。顾元宏语气郑重地说道。顾长歌面色平静，没有露出任何端倪。大哥，这黄血仙枝给你，这是我历练的时候偶然发现，大哥应该会需要。顾安澜第一时间递出了黄血仙枝，为了不让顾长歌感到愧疚，他也刻意隐瞒了真相。顾长歌也没有拆穿，而是摸了摸顾安澜的脑袋，傻丫头，以后不可以一个人跑去历练了。知道了，大哥抽空就把黄血仙枝炼化，也许丹田会有起色呢。顾安澜期待地说道。看着兄妹2人，众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如果不是4大势力使出阴险手段的话，顾长歌的丹田又岂会破碎。随后众人皆是离去，只留下骆颖彤一人照顾小兰。房间中，顾长歌拿出黄血仙枝，而后运转神魔涅槃诀开始炼化。这黄血仙枝蕴含一丝凤凰之血，乃是有价无市的天地宝，要顾长歌炼化之后，必然可以转化不少杀戮值。定，炼化黄血仙枝获得18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玄魔境圆满，突破至真魔境入门需要1900杀戮值。杀戮值1940。炼化完黄血仙之后，顾长歌也不犹豫，当即对着系统命令道：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真魔境入门。轰！顾长歌丹田内的魔气顿时暴涨，而后开始快速增强，短短片刻间就突破到了真魔境。修复丹田不到4个月，顾长歌便一路突破到了真魔境。真魔境比肩武道的神藏境，而神藏境强者即便是在一流势力也能当上外门长老。跨入真魔境，顾长歌便称得上一位强者了。神藏境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强者，那是因为达到这个境界之后便能诞生4大神藏，分别是心之神藏、肝之神藏、肺之神藏、肾之神藏。在神藏境，身体的5大重要器官都会得到强化，无论是体内亦或是体外都将变得非常强悍。顾长歌虽然走的是魔道，但是真魔境同样也要修炼出4大神藏，
从而才能够突破到魔王境。现在顾长歌处于真魔境入门，也就是锤炼心之神藏的环节。等到心之神藏锤炼完成，便可一举突破到真魔境小成。一晃半月过去，顾长歌都在锤炼自己的心之神藏。他的心脏比之以前跳动的慢了很多，而且明显感到活力更加旺盛，即便是遭受重创也很难被波及。大哥，你在休息吗？房间外传来了顾安澜的声音。小兰。顾长歌赶紧退出修炼状态，随后起身打开房门。顾元宏和顾安澜站在门外，脸上皆是挂着笑意。父亲。顾长歌躬身行礼。顾元宏赶紧搀扶，随后笑着说道：跟为父就不要讲究这些礼数了。顾长歌笑了笑，随后带着顾元宏和顾安澜进入了房间。刚才父亲接触他的一瞬间，顾长歌感到有着一股力量涌入体内，好似在查看他的状态。不过好在系统将顾长歌的修为气息隐藏了起来，即便是圣地强者都难以发现顾长歌拥有魔道修为。在顾元宏的感知中，顾长歌依旧毫无灵力，与普通凡人无异。顾元宏老眼之中闪过一抹失望，但很快就被他掩饰。看来黄血先知也无法修复长歌的丹田啊。顾元宏在心里失望地说道。大哥，黄血先知你炼化了吗？顾安澜一脸期待地问道。见到小兰那一脸期待，顾长歌有些于心不忍，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那好吧。顾安澜的美眸也暗淡了下来，但很快就恢复了光彩。没事，我会好好修炼，等我成为大帝乃至圣地强者时，就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天才地宝，到时就能想办法治愈大哥的丹田了。闻言，顾长歌心里淌过一阵暖流。顾元宏见到兄妹这般，心里也非常欣慰。不管长歌能否修炼，只要他平平安安的当个凡人又如何？三人畅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顾元宏便带着顾安澜离开。而这段时间，青州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乎人尽皆知，那就是四大一流势力在云雾山脉历练的弟子惨遭神秘黑袍人屠杀，其中树无极宫伤亡最为惨重，已经死了上百名弟子。这瞬间就轰动了整个青州。四大势力在青州的地位不容置疑，几乎没有人敢在青州招惹四大势力。但是那神秘黑袍人却专门屠杀四大势力的弟子，这般行为实在是太过于疯狂了。四大势力震怒不已，扬言要将黑袍人抓捕，然后当众处死，以解心中之恨。青州无极宫作为一流势力，无极宫占地数万亩，全宫上下有着108座山峰，主峰之上恢宏的宫殿之中，此时宫主柳南杰脸色阴沉，下方10大核心长老100名普通长老皆是低头不语。最近黑袍人屠杀无极宫弟子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青州，这让无极宫脸面尽失，真是岂有此理！在这青州境内，竟然还有人敢杀我无极宫的弟子，而且连续屠杀上百名弟子，这分明就是针对我无极宫。柳南杰强忍着怒气，周身的气息若隐若现，使得所有人都看不清他的真容。柳南杰同样是轮回境的大能，实力相当恐怖。公主息怒，区黑袍人也就只敢动我宫内弟子，实力肯定不怎么样。以老奴看来，不妨派出几名普通长老到山脉内为历练的弟子护法，若是再遇到那黑袍人，也好出手捉拿。大长老司空庆上前一步说道。闻言，柳南杰点了点头，而后看向100名普通长老，对着为首的周明吩咐道：周明，你率领10位普通长老即刻前往云雾山脉，一旦发现那黑袍人，务必捉拿回宫。本宫主要让青州所有人都看看得罪我无极宫的下场。那名为周明的长老拱手回道：谨遵公主法旨。云雾山脉一处山谷之中，顾长歌身穿黑袍，正在炼化身前的10几个兽核。这段时间他要么在顾家锤炼心之神藏，要么就在山脉猎杀妖兽。若是遇到4大势力的弟子，那就开始疯狂的屠杀。短短10天，顾长歌就收获了800杀戮值，但是想要突破到真魔境小成，则是需要2300杀戮值，还差1500杀戮值，看来必须得加大屠杀力度了。顾长歌周身魔气肆虐，声音冰冷地说道。由于这段时间的屠杀，4大势力弟子都变得非常谨慎，几乎不敢再踏入山脉试炼，这让顾长歌头疼不已。快，前方有一头5级风速豹，我们把它逼进山谷，然后再包抄。山谷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顾长歌眼中顿时闪过2道金芒。猎物既然送上门来了，今天有些反常啊！无极宫的弟子竟然敢这么肆无忌惮。顾长歌疑惑地喃喃道。定，发现11位长老级杀戮目标，其中1人达到了造化境入门，其余10人皆是神藏境，宿主若是全部屠杀，最高可获得5000杀戮值。系统的声音在顾长歌的脑海响起，怪不得无极宫的弟子敢如此肆无忌惮，原来暗中有长老护法。造化境吗？有意思。顾长歌目光变得火热，战意盎然的喃喃道。他现在是真魔境修为，比肩武道境界的神藏境，而造化境比之神藏境要高了一个大境界。
但是顾长歌拥有变态的肉身力量以及变态的身法，即便是造化境也能一战。如果是造化境大成，或者是造化境圆满，顾长歌还有点压力。但是区造化境入门，顾长歌还不放在眼中。无极宫的长老们，好久不见了。3年前你们带给我的绝望，现在也该让你们感受下了。顾长歌咧嘴一笑，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他施展魔浪断魂步，恐怖的魔气沙芒环绕在周身，随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所到之处，虚空猛然破碎。10几名无极宫弟子向着山谷快速飞来，在他们前方有着一头落荒而逃的风速豹。孽畜，你今天是跑不出本公子手掌心的，快把他逼进山谷。就在10几名弟子兴高采烈的时候，一道黑影瞬间袭来，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也在这时突然变得昏暗。吃吃，黑影掠过，魔气沙芒肆虐天地。无极宫的弟子发出一道道凄惨的叫声，下一秒直接被魔浪绞杀成了血雾。这便是魔浪断魂步的恐怖，杀人只在一瞬间。不好，黑袍人出现了，他竟然是个魔修，明明只有真魔境修为，为何魔气能够这般恐怖？周明率领10大长老快速杀出，当他们感受到顾长歌体内散发出来的魔气时，全部都被吓了一跳。真魔境修为相当于神藏境，然而顾长歌体内散发出来的魔气却如同一尊灭世大魔般恐怖，而且顾长歌的身法实在是太快了，即便是造化境修为的周明都没有反应过来，因此才只能眼睁睁看着无极宫弟子被屠杀。不管你是哪里冒出来的魔修，胆动我无极宫弟子，今日就必须死！一起出手将这魔修活捉。周明面带杀气，手中出现一柄宝器品级的长剑，被顾长歌当面击杀无极宫弟子，他早已怒不可遏。周明，黑袍下，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周明。周明乃是无极宫普通长老之首，昔日无极宫攻打顾家，这周明可是杀了不少顾家子弟。好恐怖的双眼，为何感觉这般熟悉？周明与顾长歌对视之后，感到后背有些发凉。那血红的双眼就如同一尊地狱修罗刹。顾长歌猛然掠出，干将莫邪出现在了手中，魔剑一出，血红剑气肆虐天地。轰轰！魔剑之威势不可挡，冲在最前面的几位神藏境长老顿时便被轰飞了出去。好强的魔剑，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魔修？为何之前从未听过？周明感觉头皮发麻，他不敢犹豫，当即施展出剑道神通，而后向着顾长歌劈去。天地被剑芒充斥，整个山谷开始剧烈颤抖。来吧，唯有杀戮能解我心中之恨。顾长歌催动神象镇狱境，巨象之力猛然爆发，而后与魔气一起灌输到干将莫邪之中，一剑定生死。血红魔气冲天而起，即便是周明的攻势也瞬间被湮灭。千丈血红剑斩落下，天空仿佛被劈成了2半。噗嗤！10大神藏境修为的长老竟然直接被屠，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神藏境圆满修为，比肩魔道修为的真魔圆满。然而面对真魔境入门修为的顾长歌，却丝毫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噗！周明拥有造化境入门修为，4座神藏齐出，方才挡下这一剑。然而他本人也身受重伤，被猛地轰飞出去，身后的一座高山都被他砸得粉碎。轰隆！周明重砸在地，整个人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踏！顾长歌手握双剑，向着周明缓缓走来，这脚步声如同夺命钟声。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有真魔境修为，为何力量却这般恐怖？周明目光恐惧地望着顾长歌，脸上布满了绝望。一位造化境联合10位神藏境，然而依旧被面前这尊魔修吊打，这让周明简直怀疑人生。轰！顾长歌突然出现，一脚落下，直接踩在了周明的身上。周明骨骼破碎，身上直接出现一道血洞。顾长歌这一脚洞穿了周明的身体，锥心的疼痛传来，周明感觉生不如死。你绝望吗？顾长歌声音冰冷地开口道。你是？轰！周明眼中满是恐惧，他全身都在颤抖。然而话还没说出来，恐怖的魔气便是侵入他的体内。紧接着4座神藏快速破碎，全身上下的血肉也被直接吞噬。短短几秒钟时间，周明便化为一具枯骨。叮！恭喜宿主击杀长老级仇人，总共获得5000杀戮值。恭喜宿主解锁5连绝世荣誉，额外奖励1500杀戮值，并获得一具混沌剑体。神象镇狱境已成功修炼至元象之力。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真魔境入门，突破至真魔境小成需要2300杀戮值，杀戮值7300。体质混沌剑体，等待觉醒。系统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神象阵愈境修炼到元象之力后，顾长歌感到自己的肉身力量再次迎来了暴涨，虽然只有真魔境入门，但是肉身力量却足以比歼魔王境。当然，此次最大的奖励还是混沌剑体。剑体已经非常牛逼了，但是系统却奖励了顾长歌一具混沌剑体。混沌剑体诞生于混沌时期，在如今的仙域几乎已经绝迹。一旦觉醒了混沌剑体，那么顾长歌便可爆发混沌剑气，而且剑道也将更加炉火纯青。即便是比起他出生时觉醒的大荒神体，都只强不弱。系统觉醒混沌剑体，顾长歌双目火热，迫不及待地命令道：“轰！”突然，混沌剑气自顾长歌体内爆发，干将和莫邪两柄魔剑自动飞出，恐怖的魔气剑芒洞穿9天10地。混沌剑体面前，一切剑体都要臣服。哈哈，柳平，昔日你夺了我的大荒神体，如今我却觉醒了混沌剑体。若再次相见，我一定会狠狠地将你踩在脚下。以前你不是我的对手，现在你更不是我的对手。顾长歌仰天大笑，黑袍无风自动，魔气笼罩整个山谷，混沌剑气直冲云霄。方圆数百里的妖兽全部落荒而逃，不敢靠近山谷半步。系统开始提升魔道修为。顾长歌压下心中的激动，而后对着系统再次吩咐道：“有着7300杀戮值，顾长歌的魔道修为将会再次突飞猛进。”轰！顾长歌丹田内的魔气快速暴涨，恐怖的魔气幻化成一头灭世大魔，肆虐9天10地。紧接着，顾长歌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真魔境小成。然而这还没完，顾长歌还剩下5000杀戮值，突破到真魔境大成只需要3000杀戮值。于是顾长歌继续提升魔道修为，短短片刻间就再次突破，达到了真魔境大成。1日之内，顾长歌连升2个小境界，从真魔境入门直接突破到了真魔境大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顾长歌拥有魔神系统，只要疯狂屠杀，完成杀戮任务，便可快速提升魔道修为。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真魔境大成，突破至真魔境圆满需要4000杀戮值，杀戮值2000。望着信息面板，顾长歌面色激动。照这个速度成长下去，不出10年，在这青州我便再无敌手。顾长歌嘴角微微上扬，眼中闪过2道嗜血的杀芒。他屠灭4大势力的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这段时间虽然魔道修为提升得很快，但是4大神藏都还没有锤炼好。想要突破到魔王境，4大神藏就必须锤炼到位，看来接下来得花些时间了。顾长歌沉思道，从来没有任何一位魔修或者武修境界突破的像他这般快。一名武修要想锤炼好4大神藏，起码需要不下10年的时间，而彻底越过神藏境这个门槛，则需要15到30年。但是顾长歌却等不了那么久，好在顾长歌拥有魔神系统，又修炼了神魔涅槃诀，锤炼神藏的速度将是普通武修的数百倍，因此几个月内便可锤炼完毕。顾长歌收了气息，随后化为一道即引出了云雾山脉。顾家大堂内，3位长老、10大核心执事以及100名执事全部到齐。元成，消息属实吗？顾元宏面色激动地对着大长老问道。顾元成点了点头，这是我们顾家密探在第一时间传回的消息，相信要不了多久，那名黑袍人屠杀无极宫10几位长老的事情便会传遍整个青州。哈哈，真是解气啊！无极宫这些年嚣张跋扈，作恶多端，私下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如今被报复倒也正常。顾元宏放声大笑，心里很是舒服。无极宫的神子柳平当初剥夺了顾长歌的大荒神体，作为父亲的顾元宏自然铭记在心。如果不是为了大局着想的话，顾元宏早就杀去无极宫了。在场的长老、执事全部面色大惊，没想到在这青州境内，竟然还有人敢这般肆意屠杀无极宫的长老。但不得不说，这个做法确实很让他们感到解气。这些年顾家被4大势力联手打压，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每个顾家子弟心中都憋了一口气。家主，您说那黑袍人会不会就是当初出手救小兰的那位高人？大长老顾元成似是想到了什么，语气激动地问道。闻言，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大长老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而且我顾家也有弟子在山脉历练，但是却从未遭遇屠杀，看来这黑袍人跟我顾家有些善缘啊。只是这样一来的话，4大势力恐怕会更加针对我顾家了。2长老顾元昌、3长老顾元明也纷纷说道。守卫上，顾元宏面色凌厉，哼，他们早就恨不得我顾家灭亡了。既然那黑袍高人对我顾家如此友善，那我们也不能冷落了人家，若是在外遇到，可以暗中帮扶一下。顾元宏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既然黑袍人救了顾安澜，那么顾元宏就一定要还这份人情。顾长歌所在的庭院房间中，顾长歌双眸紧闭，盘膝坐在床榻之上。顾长歌运转神魔涅槃诀，
体内的魔力正在锤炼四大神藏。如今心之神藏和肝之神藏已经被锤炼完毕，顾长歌已经开始锤炼肺之神藏了。大哥你在吗？就在顾长歌锤炼神藏的时候，房间外传来了顾安澜激动的声音。小兰。顾长歌双眸睁开，房间内的魔气被他快速吸入体内。做完这些之后，才起身打开房门。顾安澜身穿紫罗纱裙，灵动而又可爱。见到顾长歌之后，脸上顿时浮现一抹甜甜的笑容。小兰，你来找大哥有什么事吗？顾长歌摸了摸顾安澜的脑袋，随后声音柔和地问道。顾安澜进入房间，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而后语气激动地道：大哥，你听说最近云雾山脉的事情了吗？顾长歌眼珠轻转，而后故作疑惑地问道。云雾山脉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对于顾长歌的反应，顾安澜一点也不奇怪，毕竟顾长歌每天都把自己锁在房间，几乎没有踏出过顾家。大哥，上次救我的那位黑袍强者，竟然在云雾山脉屠杀了无极宫11位长老，而且那周明也在其中，实在是太解气了。顾安澜面色激动地说道。敢屠杀无极宫的长老，那着实有点厉害。顾长歌一脸笑意地回道。肯定厉害啊，估计现在无极宫都要疯了吧。不过那位黑袍人的背影倒是挺像大哥的。顾安澜似是想到了什么，小声嘟囔道。闻言，顾长歌心里一惊，心想莫非自己暴露了。三妹，我摊牌了，其实那位黑袍人就是我。顾长歌直视顾安澜，一脸认真地说道。顾安澜先是一愣，随后笑着回道。大哥，我信你，在小兰心里，大哥比那黑袍人还要厉害。顾长歌淡淡一笑，奈何他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但是人家不信啊。青州无极宫大殿内，柳南杰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大长老，你不是说那黑袍人的修为不足挂齿吗？为何连周明在内的造化境都被击杀了呢？下方大长老司空庆脸色阴沉，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他也没有想到黑袍人竟然拥有击杀造化境的实力。要知道造化境强者即便是在一流势力也能成为内门长老，已经算得上一流势力的中流砥柱了。公主息怒，大长老也是一时误判，当下之急应该是将山脉内历练的弟子全部召回，以免再遭遇不测啊。二长老蔡雄拱手说道。召回弟子？哼，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说我无极宫怕了那黑袍人？那黑袍人杀了我无极宫上百名弟子，如今又杀了周明在内的11位长老，本公主岂会罢休？柳南杰冷哼一声，脸上挂着凌厉的杀机。大长老，你去安排10位内门长老，修为不得低于造化境圆满，让他们潜伏在云雾山脉，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取下黑袍人的头颅，那就别回无极宫了。柳南杰拂袖一挥，冷声命令道。剩下的肺之神藏、肾之神藏，顾长歌仅仅用了半个月便全部锤炼到位。4座神藏被锤炼好之后，顾长歌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大，尤其是体内的5脏6腑，此时也如钢铁一般坚硬，变得无坚不摧。至于肉身的话，顾长歌修炼了神象镇狱境，肉身力量可谓是爆炸，即便是正面对战造化境强者，也能死死碾压。虽然顾长歌的真实修为只有真魔境大成，但实际战力却已经达到了魔王境圆满，也就是5道修为的造化境圆满。只要飞升境强者不出，顾长歌便是无敌的存在，这个实力即便是在顾家也能排进前20。然而顾长歌恢复丹田也才短短半年时间，这个修炼速度简直有些天方夜谭。云雾山脉内，顾长歌依旧在猎杀妖兽，以此训练自己的实战能力。击杀完3头6级暗影狼之后，顾长歌准备炼化他们的兽核。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兽吼声传来，使得地面都在颤抖。顾长歌眉头一皱，目光循着兽吼声看去，好强的兽威，只怕是一头8级妖兽。顾长歌语气震惊地说道。8级妖兽堪比飞升境的大能，也就是魔道修为的魔皇境。吼！咣！然而下一秒又传来一道截然不同的兽吼声，还有激烈的打斗声。这是2头8级妖兽在干架。顾长歌吃惊地吞了吞口水，这动静来自山脉深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2头8级妖兽在生死肉搏。顾长歌顿时来了兴趣，随后身形一闪，向着山脉深处赶去。魔神系统为他遮蔽了气息，即便是感知敏锐的8级妖兽也发现不了他。如果2头8级妖兽在干架，并且打得死去活来，那么顾长歌兴许能够来个双杀。若是能够炼化8级兽核，那么顾长歌便有望直接突破到魔王境。山脉深处，密林之中，一头足足有着100米之高的黑色魔蛟愤怒咆哮，在他的对面乃是一头嗜血鬼虎。魔蛟周身燃烧着紫幽色的火焰，周遭的空间皆是扭曲变形，杀伤力极高。好家伙，竟然是8级9幽魔蛟！暗处，顾长歌倒吸一口冷气。这9幽魔蛟作为龙族旁系，血脉已经非常强大了，在8级妖兽中几乎难有敌手。
不过对面的嗜血鬼虎也不简单，这嗜血鬼虎不仅力量狂暴，而且速度奇快，如同鬼魅一般，一旦被他纠缠上，多半九死一生。这九幽魔蛟和嗜血鬼虎大战，究竟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而顾长歌当然希望他们都能打得半死不活，这样他才能趁机双杀。鬼虎小儿，你今天倘若再不离开，那就休怪本王不客气了。九幽魔蛟口吐人言，怒声威胁道。对面的嗜血黑虎非但不惧，反而还冷笑一声，哼，若是你全盛时期，那本王自然不敢招惹。但是你刚刚分娩完，本王又岂会怕你？只要吞了你产下的兽蛋，本王便可一举突破到9级，届时你这区区小泥鳅便不足挂齿了。你找死！九幽魔蛟听到嗜血黑虎打自己幼崽的主意，当即就暴跳如雷。去死吧！九幽魔蛟全身上下被紫幽火焰笼罩，而后猛地冲出，四周的空间瞬间破碎。紫幽火焰一出，树林皆是被焚烧殆尽。嗷吼！嗜血黑虎也不示弱，身形闪躲，而后与九幽魔蛟正面硬刚。轰隆隆，大地颤抖，虚空破碎，天昏地暗，如同末日降临。8级妖兽比肩飞升境强者，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可以调动天地大势，从而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暗处，顾长歌看的眼睛都直了，这8级妖兽果然恐怖如斯。如果顾长歌对战他们，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还是得尽快变强，只有突破到魔王境，才有能力与飞升境的强者一战。顾长歌在心里暗暗说道。飞升境强者在无极宫有着30多位，而随便走出一位顾长歌都不是对手。要想对战飞升境的强者，顾长歌的修为最少也要达到魔王境。叮，经系统检测，山洞内有一颗血脉返祖的兽蛋，今后有望成长为一头真龙，宿主若是得到之后，可以获得1000杀戮值。就在顾长歌沉思的时候，脑海中传来了系统的声音：血脉返祖的兽蛋，有望成长为一头真龙。顾长歌双眼放光，一头真龙在整个仙域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若是能够将其收为灵宠的话，那今后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助力啊！你们用点力啊，这样子是打不死对方的。顾长歌在心里暗暗说道。嗷吼！鬼狐老儿，今天本王就算死，也绝对拉你垫背。九幽魔蛟怒了，刚刚分娩完的他不惜消耗血力战斗。你个疯子，本王也不是好欺负的，今天你那幼崽本王吞定了。嗜血鬼虎同样不甘示弱，竟然也燃烧气血战斗。好样的！顾长歌心中窃喜，九幽魔蛟和嗜血鬼虎终于打得上头了，而且两头兽王打着打着就远离了山洞，这给了顾长歌一个良好的机会。看来等到这2个家伙弄死对方是不现实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潜入山洞吧。顾长歌咧嘴一笑，他瞅准时机，运转魔浪断魂步，整个人直接化为一道黑影掠去。九幽魔蛟和嗜血鬼狐打得正上头，根本就没有发现顾长歌进入了洞穴。洞穴深处有着一个灵池，而那枚兽蛋便悬浮在灵池之中。兽蛋足足有着1米之高，璀璨的神芒自兽蛋中绽放而出，而且隐隐有着一股龙威。好孩子，乖乖跟叔叔走吧。顾长歌舔了舔嘴唇，而后直接将兽蛋装进了空间戒指。这池中的灵液也是好东西，一并带走吧。顾长歌并没有贪心，他只是装走了9%的灵液，还剩下1/10，因为没有容器了。做完这一切之后，顾长歌便迅速离去，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出了洞穴之后，顾长歌不敢停留，全力施展魔浪断魂步离去。约莫10几分钟之后，顾长歌听到了九幽魔蛟愤怒的嘶吼：啊！谁？究竟是谁动了我的孩子？本王势必将你碎尸万段！九幽魔蛟口吐火莲，燃烧气血，不要命的冲向嗜血鬼虎。嗜血鬼虎被死死碾压，身形狼狈的后退。九幽泥鳅，你疯了吧？又不是本王动了你的孩子。嗜血鬼虎心里十分憋屈，他是觊觎九幽魔蛟的幼崽，但是一番血战过后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白白便宜了其他人。如今九幽魔蛟疯了一般向他进攻，嗜血鬼虎也明显吃不消。与此同时，顾长歌已经逃之夭夭，他找到了一处隐蔽的洞府，随后整个人进入其中。顾长歌盘膝而坐，那颗血脉返祖的蛟龙蛋被他拿了出来，隐隐的龙威让顾长歌都心有余悸。这小家伙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生，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把你放到我的丹田里面吧。顾长歌将兽蛋放进了自己的丹田，原本狂暴的魔力在顾长歌的驱使下变得温和，随后将兽蛋包裹在内，酝酿着兽蛋。兽蛋疯狂地汲取着魔力，用以壮大自己。顾长歌感觉自己和这兽蛋之间多了一层联系，只要将这兽蛋孵化出来，那么小家伙就绝对会对他唯命是从。顾长歌满意的笑了笑，随后又将这些天收集的兽核以及30多瓶灵液拿了出来。抢到兽蛋之后，
顾长歌也完成了系统派发的任务，成功的获得了1000杀戮值。如今顾长歌一共拥有3000杀戮值，只需要再凑够1000杀戮值，便可突破至真魔境圆满。那就开始吧。顾长歌咧嘴一笑，而后运转神魔涅槃诀，恐怖的魔气瞬间将整个洞穴笼罩。一头绝世大魔幻化而出，10几个兽核以及30多瓶灵液被直接吞噬。炼化13颗5级妖兽兽核，获得230杀戮值；炼化35瓶蛟龙灵液，获得3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真魔境大成，突破至真魔境圆满需要4000杀戮值，杀戮值6230。体质混沌剑体，功法神魔涅槃诀。信息面板浮现而出，顾长歌已经拥有足够的杀戮值来提升修为了。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真魔境圆满。顾长歌命令道。轰！顾长歌丹田内的魔力疯狂暴涨，直接冲破了门槛，达到了真魔境圆满。顾长歌双眼睁开，一抹血红快速闪过，周身的魔气肆虐，洞府内的虚空皆是炸开。真魔境圆满了，还差一个小境界便能突破到魔王境。顾长歌双眸微眯，眼中充满了期待。只要突破到魔王境，那么顾长歌便可越级屠杀飞升境的强者。飞升境强者在一流势力都是极为稀少的存在，整个无极宫也只有30多位。飞升境之上便是轮回境，一流势力的最高修为便是轮回境。我的复仇之日很快就要到来了。顾长歌戾气暴涨，体内的魔力几乎快要失控。他化为一道极影掠出洞府，前去寻找杀戮目标。唯有杀戮才能平息心中的怒火。顾长歌一路杀出，凡是遇到4大势力的弟子便直接杀无赦，除了无极宫之外，其他3大势力都没有派出内门长老，因此顾长歌屠杀得非常顺利。一处山林之中，顾长歌全身上下沾满了鲜血，他踏着残缺不全的尸体，脸上满是享受的表情。但是这还不够，既然踏入了魔道，那么他就要血洗整个青州。凡是4大势力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对敌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残忍。云雾山脉一处不知名的瀑布前，无极宫有着10几名弟子在这休息。师兄，你说那魔头还敢出现吗？我倒是希望那魔头能够出现，这样邓长老他们才好将那魔头击杀。小点声，若是走漏了风声，公主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们。为首的弟子对着几人呵斥道。顾长歌一路杀来，自然感知到了瀑布前的无极宫弟子。叮，发现10位内门长老级杀戮目标，最高修为达到了飞升境大成，最低修为达到了造化境圆满。宿主将他们击杀，可获得7000杀戮值。顾长歌并未贸然出手，他藏在暗处，而系统的声音果然响了起来。飞升境大成，呵，看来无极宫真的被我逼疯了啊。顾长歌双眸微眯，冷声一声道：飞升境大成，即便是在无极宫也是强者级别的存在了，修为实力仅次于10大核心长老。以顾长歌现在的战力，极限也只能抹杀造化境圆满的5修。至于飞升境，而且还是飞升境大成，顾长歌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是对手。还好有系统这个 bug 在，否则顾长歌一旦出手，那么就会成为飞升境强者的猎物。看来今天不适合动手，待我突破到魔王境再来取尔等狗命。顾长歌冷冷地说道。就在他转身的时候，却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这是九幽魔蛟。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啊！这下谁是猎物还真不好说了。顾长歌灵机一动，当即就有了主意。他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向着那九幽魔蛟掠去。卑鄙的人类，你在哪？把本王的孩儿还回来！九幽魔蛟疯了一般怒吼，所过之处皆是被九幽烈火所焚烧。突然间，九幽魔蛟双眼放光，而后直勾勾地向着前方看去，因为前方有他孩儿的气息。孩子，我的孩子！九幽魔蛟疯了一般冲出，一位黑袍人双眼血红地盯着他。就是你，把本王的孩儿还回来！九幽魔蛟口吐火莲，猛地向着顾长歌杀来。顾长歌也不理会九幽魔蛟，而是快速转身，魔浪断魂步被他施展到了极致。2道身影一前一后，速度极快地向着瀑布飞去。沿途所过，虚空皆是破碎，久久不能愈合。轰！轰隆隆！大地突然颤抖，瀑布前的无极宫弟子全部都被吓傻了。这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那个魔头杀过来了？不应该吧，那个魔头再厉害也不可能制造出那么大动静啊。无极宫弟子吓得背靠背，警惕地看着四周。嗖！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猛然袭来，更有魔气杀芒肆虐长空。不好，就是那个魔头！快跑！无极宫弟子见到顾长歌之后，无一例外全部都被吓得脸色苍白。毕竟这半年以来，死在顾长歌手中的无极宫弟子已经快超过200位了。他们再也不敢犹豫，转身就是逃跑。
你们跑得掉吗？顾长歌咧嘴一笑，魔浪断魂步被他催动到了极致，上百上千道残影浮现，顾长歌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去死吧！啊啊！魔气杀芒所过之处，无极宫弟子皆是化为残缺不全的尸体，鲜血挥洒而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顾长歌沐浴着鲜血，脸上挂着狰狞的笑意。孽障，你找死！无极宫的10大内门长老同时飞出，其中5位长老已经达到了飞升境，凭借天地大势，他们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但是依旧没能阻止顾长歌的屠杀。当然，牺牲几名弟子对于无极宫来说简直九牛一毛，他们的存在本就是为了引出顾长歌。快，布下无极通天大阵，一定不能让这孽障跑了！为首的邓峰大声喊道。邓峰体内飞出4座神藏，天地灵气被疯狂吸扯而来，竟然形成一道道灵海。而后，邓峰飞升境大成的修为气息爆发，天地大势被他借用，一草一木皆是成为杀人利器。顾长歌感到周身的空间被封锁，身法速度竟然慢了下来。孽障，你今天插翅难逃，敢在青州杀我无极宫弟子，那你便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10大内门长老以邓峰为首，而后竟然布下一道笼罩天地的阵法，方圆数十里竟然都被通天大阵封锁。邓峰黑袍下，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邓峰。邓峰身为飞升境大成的强者，在无极宫的地位仅次于10大核心长老。当初围攻顾家时，这邓峰可没少屠杀顾家子弟。好恐怖的眼神！被顾长歌盯着，邓峰感觉自己仿佛身临18层地狱，而且顾长歌体内散发出来的魔气让他都感到深深的恐惧。若是处于同等境界的话，邓峰自问不是面前这尊魔修的对手，而且他还会被死死的碾压。魔道中人嗜血成性，丧尽天良，人人得而诛之。你最好乖乖放下武器投降，兴许本长老还能留你个全尸。邓峰一双老眼微眯，而后泛着2道凌厉的杀芒。杀我！呵呵。顾长歌用戏谑的目光看向邓峰。孽障，无极通天大阵一出，即便是飞升境圆满的强者都难以脱身，而你不过是真魔境修为，竟然也敢妄想逃脱大阵。邓峰冷笑一声，而后催动大阵的力量向着顾长歌轰去。轰隆隆，无极通天大阵爆发恐怖神威，大地猛然崩塌，虚空皆是破碎。顾长歌全力催动神象镇狱境，与此同时混沌剑体爆发，干将莫邪2柄魔剑肆虐九霄。咣轰，混沌剑气爆发，更有恐怖魔威肆虐，2股力量在半空交锋，毁天灭地般的余威横扫而出。踏踏踏，顾长歌被余威波及，身形快速暴退。邓峰在内的10大长老凭借阵法成功化去这股余威。什么？这是已经绝迹的混沌剑体？你一头魔修竟然拥有混沌剑体？他的肉身也好恐怖，虽然只是真魔境，但是却有比肩魔王境的肉身力量。10位长老全部都被震惊到了，这尊魔头绝对不能留，动用全力将他诛杀。邓峰面露忌惮，刚才那一击就算是飞升境圆满也难以挡下，但是顾长歌却凭借变态的肉身扛了过去。嗷吼！无耻的人类，快把本王的孩儿还回来！就在10大长老准备使出全力一击的时候，九幽魔蛟终于杀了过来。九幽魔蛟见到前方被通天大阵封锁，当下就暴跳如雷，区区破阵也妄想拦下本王，毁灭吧！九幽魔蛟怒声咆哮，而后口吐火莲，漆黑如铁的蛟龙尾抽打而出。轰！轰隆隆！一尊8级九幽魔蛟，力量足以比肩飞升境巅峰。无极通天大阵遭受重创，当即就有破裂的迹象。噗嗤！这发生了什么？阵法破裂，邓峰在内的10位长老皆是受创，而后吐血倒退。结，你们慢慢玩。阵法破碎之后，顾长歌趁势掠去，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原地。又是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人类，都去死吧！九幽魔蛟冲杀而来，见到邓峰10人，顿时勃然大怒。卧槽，这是8级九幽魔蛟！完了，我们被下套了。邓峰语气都在颤抖。九幽魔蛟以肉身变态著称，而且周身的九幽烈火也能焚尽世间一切，一旦被九幽魔蛟盯上，即便是飞升境圆满的大能都得掉一层皮。轰！九幽魔蛟口吐火莲，随后猛地冲出，蛟龙之威势不可挡。10大长老刚被重创，现在又被九幽魔蛟盯上，简直苦不堪言。误会，这真的是一场误会。误会？呵呵呵，你们肯定是一伙的，本王要将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人类统统杀尽。九幽魔蛟暴跳如雷，根本不听邓峰的解释。10大长老使出浑身解数，但却依旧被死死碾压，口吐鲜血，狼狈的倒退。暗处，顾长歌并未离去，
他要等最佳时机出手，一举取下邓峰等人的性命。7000杀戮值可绝对不能错过。面对九幽魔蛟的追杀，10大长老把身上所有的底牌都施展了出来，而且不惜消耗气血战斗，最终才以身受重伤的代价摆脱了九幽魔蛟。一片密林之中，10位长老拖着重伤的身躯逃到了这里。嗨嗨，这卑鄙无耻的魔修竟然给我们下套！可恶啊！倘若再被本长老遇到那头魔修，那本长老势必将他千刀万剐。不想死就小点声，现在无论是那个魔修，亦或是九幽魔蛟，都能轻松要了我们的性命。邓峰面色铁青的瞪了几人一眼，这些家伙就知道事后嘴嗨。面对九幽魔蛟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吓得大呼小叫，狼狈逃窜。如今好不容易脱身，又开始马后炮了邓长老，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回宗门吗？其中一位长老试探性的问道。邓峰狠狠一咬牙，公主说了，如果我们不能杀了那头魔修的话，那么就别想回宫。闻言，其余9位长老皆是低声叹气。此次无极宫不惜派出飞升境大能，目的便是为了击杀那尊魔修。然而现在倒好，那尊魔修毫发无损，而他们却身受重伤。如果现在回去的话，无极宫绝对会被青州大小势力所耻笑。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便在山脉找出隐蔽的地方调理伤势，一旦实力恢复到巅峰，就再次追杀那头魔修。邓峰对着众人吩咐道。但是就在众人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一股恐怖的魔气肆虐而来，你们没机会活着了。顾长歌手执2柄魔剑，混沌剑气直冲云霄。与此同时，神象镇狱镜被顾长歌催动，元象之力彻底爆发，一剑定生死。顾长歌手握双剑从天而降，一道横贯天地的血红剑斩被他劈出。不好，是那头魔修，他竟然一直在暗处跟着我们，怎么可能？他是如何收敛自身魔气的？邓峰在内的10位长老顿时傻了眼。然而血红剑斩已经快速劈来，根本没有给他们丝毫防御的时间。可恶！邓峰面色恐惧，破口大骂：我不能死！以我的天赋，此生绝对能够突破到轮回境，我要活着！邓峰狠狠一咬牙，他身形快速暴退，并且一掌推出，前方的9位长老都被他推了出去。啊！邓峰，你不！9位长老被剑斩劈中，瞬间化为血雾。混沌剑气、元象之力，即便是飞升境的大能都难以抗下，更何况他们还身受重伤。轰！剑斩轰然落地，大地猛然裂开，血雾横飞，相当的凄惨。顾长歌沐浴着鲜血，全身上下都被魔气笼罩，复仇的滋味让他格外的享受。3年前他有多绝望，那么现在邓峰便有多么绝望。轰！邓峰被轰飞出去，约莫1分钟过后才砸落地面。噗！邓峰全身骨骼破碎，此时口吐鲜血，气息相当的虚弱。虽然他侥幸逃得一命，但是也已经丧失了战力，此时与废人无异。他。顾长歌手执干将莫邪，魔气滔天的走来，仿佛一尊肆虐天地的绝世大魔。哼，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名门正派人士，但是在死亡面前却果断的卖掉队友，真是让人不齿啊！顾长歌冷笑一声，对着邓峰讥讽道。与此同时，顾长歌体内的魔气也将邓峰彻底笼罩。窒息感传来，邓峰感觉自己好似身在18层地狱。不要！邓峰吓得面如土色，全身都在颤抖。姐，你现在知道怕了。3年前你屠杀顾家子弟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这么一天？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邓峰。闻言，邓峰一双瞳孔猛然骤缩，整个人如同遭受晴天霹雳。你是顾家人？邓峰如同见鬼了一般。顾家何时有过魔修？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很快就要死了。顾长歌冷笑一声，他脚步一动，身形便是出现在了邓峰身前。我要将你的血肉一片片削下来，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姐！顾长歌咬牙切齿地说道。随后魔剑挥出，凌厉的剑芒落在了邓峰身上。邓峰的血肉一片片飞落在地，而他则是发出最为凄惨的叫声。随着剑芒不断落下，邓峰很快变成了一具白骨，但是他却并未立即死去，而是残留着最后一口气。怎么样，很绝望吧？你不会孤单的，因为我很快就会把你们无极宫所有人屠杀殆尽。顾长歌发出刺耳的笑声，复仇之日很快就要到来了，而这邓峰只是一个开始罢了。你到底是谁？杀了我吧，求求你，杀了我！邓峰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地狱噩梦。姐，那我便成全你。顾长歌一剑刺出，邓峰的丹田顿时破碎。轰噗！紧接着魔气爆发，邓峰全身上下都被魔气肆虐，而后直接化为齑粉。叮！恭喜宿主完成内门长老及杀戮任务，
获得7000杀戮值额外奖励。百变冰残面具，百变冰残面具乃是神器级别的法宝，宿主若是戴上，可以随便易容，而且连对方的修为气息都能伪装出来。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真魔境圆满，突破至魔王境入门需要5000杀戮值，杀戮值9230。系统的声音响起，顾长歌不仅得到了7000杀戮值，而且还获得了神器级别的百变冰残面具。有了百变冰残面具，顾长歌便可随意易容，而且连对方的修为气息都能仿造出来，简直逆天好吧。收下奖励之后，顾长歌的双目变得火热，因为他现在的杀戮值已经足够突破到魔王境了。魔王境比肩武道修为的造化境，仅次于飞升境，但是顾长歌修炼了神象镇狱境，而且身怀混沌剑体，一旦突破到魔王境，便能和飞升境一战。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魔王境。顾长歌迫不及待地对着系统命令道：轰！突然天地变色，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此时却被魔气笼罩，瞬间昏暗了下来。一头绝世大魔肆虐9天10地，顾长歌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魔王境入门。现在就算没有九幽魔蛟，顾长歌也能击败飞升境大成修为的邓峰。无极宫10位内门长老被魔修屠杀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青州。自从3年前围攻顾家以后，4大势力几乎没有飞升境大能陨落过。然而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下来，无极宫便损失了5位飞升境长老，10几位造化境长老以及200多名弟子，这让青州大小势力全部震惊不已。飞升境强者仅次于轮回境，而轮回境大能乃是一流势力的天花板。如今潜藏在云雾山脉的魔修竟然已经有能力击杀飞升境的强者了，倘若再让那名魔修发展下去的话，后果绝对不堪设想。无极宫不敢再拖下去，于是召集另外3大势力的门主共同来到宫内商议。无极宫主殿内，首位上坐着的正是公主柳南杰，在下方摆放着3张气派的椅子，分别坐着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风清门的门主袁涛强、天涯阁的阁主薛红。正是他们4人在3年前提议围攻顾家，并在私底下买通圣灵学院，将正在学院内修炼的顾安澜给抓了起来。诸位，对于云雾山脉那名魔修的事情，你们应该也了解的不少吧？柳南杰看向3人，面无表情地问道。此次虽然他们无极宫伤亡最为惨重，但是其他3大势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门下弟子皆是被魔修屠杀了上百名。依老夫看来，那魔修明显是在针对我们4大势力。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语气冰冷地说道。潘兄所言不无道理，在云雾山脉历练的弟子来自各大势力，但是却偏偏只有我们4大势力的弟子遭了殃。那名魔修应该就是在报复我们4大势力。风清门的门主袁涛强面色阴沉地附和道。同时针对我们4大势力的话，难道会是顾家？薛红眉头一皱，大胆地猜测道。闻言，柳南杰3人都是愣了一下。薛老弟这般一说，倒还真有可能。只是这些年顾家一直在苟延残喘，他们哪来的精力报复我们4大势力？更何况顾家应该没有魔修才对啊。柳南杰面色疑惑地分析道。哼，他们顾家是没有魔修，但是他们却可以花血本请魔修来报复我们啊。别忘了，与我们相邻的大平州可到处都是魔修呢。潘明龙冷哼一声道。众人皆是点了点头，在他们眼中全都泛着冰冷的杀芒。原以为废掉顾长歌以后，顾家能够安分一点，但是现在看来，这小小的顾家还是不长记性啊。诸位打算怎么做？柳南杰面带杀气地问道。那头魔修必须除去，而且顾家也绝对不能留。但是神元秘境开启在即，不如等到秘境一事过去之后，我们4大势力再派强者杀去云雾山脉。薛红脸色阴翳地提议道。如此也好，那就按薛老弟说的来。众人纷纷点头道。与此同时，云雾山脉内，九幽魔蛟拖着重伤之躯，依旧在寻找自己的幼崽。早就蠢蠢欲动的嗜血鬼虎再次杀来。哈哈，九幽小泥鳅，你如今身受重伤，已经时日不多了。虽然本王吞不了你的幼崽，但是吞了你倒也是大补。嗜血鬼虎深褐色的瞳孔之中充满了贪婪。鬼狐小儿，又是你！当初若不是你，本王的孩儿又岂会被那人类盗走？嗷吼！九幽魔蛟仰天咆哮，随后猛地冲出，再次和嗜血鬼虎大战了起来。呵呵，九幽小泥鳅，你现在身受重伤，哪里会是本王的对手？乖乖成为本王的补品吧！嗜血鬼虎速度极快，上百道残影浮现，九幽魔蛟竟然完全伤不到他的本体。如果是巅峰时的九幽魔蛟，绝对可以碾压嗜血鬼虎。但是九幽魔蛟刚刚分娩完便身受重伤，此时只剩下不到70%的力量，哪里会是嗜血鬼虎的对手？咣！噗！鬼气滔天，嗜血鬼虎庞大的身躯如同鬼魅般出现，而后虎爪猛地杀出，九幽魔蛟直接被抽飞了出去。轰隆！九幽魔蛟重砸在地，
而嗜血鬼虎已经再次欺身而来，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咣！嗷嗷！又是一击重创，九幽魔蛟强悍的肉身直接被洞穿。此时奄奄一息，哈哈，九幽小泥鳅，只要吞了你，本王便可突破到9级。嗜血鬼虎目光贪婪，就在他刚刚准备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一股恐怖的魔威肆虐而来。这是人类之中的魔修。嗜血鬼虎瞳孔猛然骤缩，而后快速后退。轰！一道剑斩落下，混沌剑气恐怖如斯，嗜血鬼虎之前所在的地面直接被轰出一道100米深坑。好恐怖的剑气！嗜血鬼虎目光忌惮地望去，顾长歌手持2柄魔剑杀来，刚好拿你这头孽畜练练手。顾长歌嘴角浮现一抹狰狞笑意。踏入魔王境之后，顾长歌已经足以击杀8级妖兽了。8级嗜血鬼虎比肩武道修为的飞升境，而顾长歌现在的极限战力便是击杀飞升境的大能。人类，本王劝你最好不要。嗜血鬼虎话还没说完，然而顾长歌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什么？好快的身法！一向以身法著称的嗜血鬼虎，此时竟然连顾长歌的轨迹都看不清楚。吃！顾长歌催动魔浪断魂步袭来，恐怖的魔气杀芒肆虐，瞬间将嗜血鬼虎封锁在内。不好！轰！嗜血鬼虎想要后退，但是根本就来不及，他只能硬着头皮硬刚。鬼气与魔气相撞，发出惊天轰响声。噗嗤！你的力量怎么会那么恐怖？一击相撞，嗜血鬼虎直接就被震飞了出去，肉身之上有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杀痕。呵呵，这你就受不了了？我才刚开始呢。顾长歌冷笑一声，随后元相之力爆发，一头顶天立地的元相幻化而出，仿佛要撕裂这片天穹。这又是什么手段？人类，你不要欺虎太甚！嗜血鬼虎吓得面色大变，然而下一秒元相便是轰来，这一拳震碎天穹，猛然落下。轰！啊吼！恐怖的元相之力落在嗜血鬼虎身上，顿时便将他的肉身击溃，而后庞大的身躯倒飞了出去，沿途所过撞碎了一座巨大的山峰，简直不堪一击。顾长歌双目血红，他不再犹豫，直接将手中的2柄魔剑劈出，一剑定生死。混沌剑体被催动，混沌剑气肆虐9天10地，而后千丈血红剑斩飞出。不要，放了我，求求你放了我！嗜血鬼虎大声求饶，然而顾长歌根本没有理会他。轰噗！千丈剑斩落下，嗜血鬼虎直接被轰成了血雾。随后8级嗜血鬼虎的兽核飞出，被顾长歌握在了手中。这8级兽核之中弥漫着狂暴的虎威，若是炼化了之后必然受益无穷。一旁奄奄一息的九幽魔蛟被顾长歌的手段震撼到了，即便是他巅峰时期也绝对不可能是顾长歌的对手。他实在没有想到顾长歌竟然会成长得那么快。就在半个月前，顾长歌还被他追得到处跑，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顾长歌的对手了。人类，希望你能好好善待本王的孩儿。九幽魔蛟气息微弱地说道。顾长歌望去并没有言语。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有强者才有资格活下来。本王会化为一颗妖丹，等到本王的孩儿出生后，希望你能把妖丹交给他。九幽魔蛟运转全身的力量，随后将力量注入兽核之中，完美的化为一颗妖丹。妖丹飞向顾长歌，而后落入顾长歌的手中。这妖丹蕴含了九幽魔蛟毕生的功力，就算是等级再低，血脉再弱的妖兽炼化，修为都能突飞猛进。放心，我一定办到。顾长歌将妖丹收起，随后便转身离开。有了这妖丹的话，兽蛋里的小家伙出生以后，几乎不用怎么修炼，便可快速突破到8级。东水郡顾家房间内，顾长歌运转神魔涅槃诀，滚滚魔气爆发，将嗜血鬼虎兽核笼罩。嗷吼！兽核内传来愤怒的虎啸声，一头嗜血鬼虎虚影幻化而出，张牙舞爪，欲要轰散魔气。顾长歌双目一寒，不屑的道：连你本体都不是我的对手，更何况是区区一道残影。给我诛！顾长歌体内的魔气再次爆发，而后凝聚出一头灭世大魔。灭世大魔愤怒地轰出一拳，空间快速扭曲，而后砰的一声，嗜血鬼虎虚影便被直接轰散。随后灭世大魔一口吞下嗜血鬼虎兽核，狂暴的力量源源不断地融入到顾长歌的丹田。定！炼化8级嗜血鬼虎兽核，获得23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魔王境入门，突破至魔王境小城需要6000杀戮值。杀戮值6530。体质混沌剑体。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一剑定生死，神象镇狱境，魔浪断魂步，魔神掌。武器法宝干将莫邪仙器，百变冰蚕面具神器。
炼化完嗜血鬼虎的兽核后，顾长歌获得了2300杀戮值，而他现在一共拥有6530杀戮值，已经足以突破至魔王境小城。系统提升魔道修为，顾长歌对着系统命令道：轰！顾长歌丹田内的魔气开始暴涨，而后很是顺利地突破到了魔王境小城。魔威浩荡，挥手间可摧山岳，这种变强的感觉让顾长歌很是享受。叮！由于宿主魔道修为不断增强，干将莫邪两柄魔剑的品级提升至神器，神象镇域境修炼至玄象之力。轰！干将莫邪两柄魔剑掠出，整个房间都充斥着魔剑之威，在两柄魔剑之上衍生出一道道天地法则，恐怖的魔威让人望而生畏。顾长歌双拳一握，身后幻化出一头玄象，通体绽放神芒，体型庞大，顶天立地，散发着无尽神威。顾长歌的肉身之上发出噼里哗啦的声响，肉身力量再一次增强。以我现在的肉身力量，只要突破到魔王境大成，便可与飞升境强者一战。顾长歌双目火热，全身充满了战意。只要能够拥有比肩飞升境的力量，那么4大势力之中，除了宗主以及几位核心长老之外，其他人都将不是顾长歌的对手。大哥，你在吗？房间外传来了顾长青温文尔雅的声音。二弟。顾长歌收了气息，随后将房门打开。顾长青的目光落在了顾长歌身上，随后有些惊诧地说道：大哥，你这精神状态可比以前好很多啊，而且气血很是旺盛，给我一种强者的感觉。闻言，顾长歌心里一惊，有着系统的掩藏，就连父亲顾元宏都察觉不到他的气血，然而他这个书呆子二弟竟然一眼就看出来了。直觉告诉顾长歌，他这个二弟不简单。不过顾长歌也不担心，因为就算顾长青能够感受到他的气血，也绝对感知不到他的修为，因为系统将他的魔道修为完全隐藏了起来，就算是圣地大能也别想看出端倪。哼，也许是三妹上次给我的黄血先知起了作用吧。顾长歌笑着回道。闻言，顾长青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随后，顾长歌带着顾长青来到了房间，两兄弟如同以前那般碰杯饮酒。酒过3巡之后，两兄弟脸颊有些红润，顾长青很是享受的说道：大哥，我们好久没有这般痛快的喝过了吧？自从你喝醉抱着老母猪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确实没有这般痛快的喝过了。顾长歌笑着调侃道：大哥，你又揭我短。正如孔老夫子所说，不言人非，不揭人短，不究人错，智者可取之道也。顾长青脸色一黑，随后对着顾长歌摇头晃脑的说道。听到二弟吟诗，顾长歌就头疼，当即打断道：停，打住，让你扯下去估计得到天黑了。说吧，此次来找我有什么事？顾长青摇了摇头：大哥，这都是名言之理啊，你现在反正也无法修炼，不如跟我读读书，也好开阔下视野膜。说重点。顾长歌白了一眼顾长青道：嗨嗨，那好吧。顾长青无奈笑了笑，随后从袖口中取出一颗散发着紫色神芒的花朵，这是紫灵素体花。顾长歌的瞳孔猛然骤缩，语气震惊地说道：紫灵素体花同样是天地宝药，与黄血仙芝不相上下，而且紫灵素体花和黄血仙芝一样，都有极好的疗伤效果，就算是重伤顽疾都能轻易治疗。对，就是紫灵素体花。大哥有时间炼化一下，看看对丹田有没有效果。顾长青递出紫灵素体花，笑着说道。顾长歌心中一暖，但随之却是疑惑地问道：二弟，这紫灵素体花乃是有价无市的存在，你是从哪得到的？闻言，顾长青眼珠上浮，而后回道：那个，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黑市，一个不识货的老头刚好在卖，我就花了几十个灵石买下了。几十个灵石买下？顾长歌根本不相信顾长青在这鬼扯，他现在越来越相信自己这二弟不简单，绝对有天大的秘密瞒着他。青州大小势力都嘲讽顾家老大是个废人，老二是个没用的书呆子，全家就指望顾安澜一个小丫头。但是现在看来，顾长青绝对不是个无用书生。难道二弟走的是儒道？顾长歌突然想到了什么。仙域辽阔无边，分为9个大洲，而武道、魔道、剑道、儒道并存。只是儒道虚无缥缈，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并非所有人都能凭借读书成为一代大儒乃至儒圣。大哥，你在想什么呢？顾长青试探性地问道。顾长歌连忙笑着回道：没什么，只是感觉你捡了个大便宜，这紫灵素体花可是难得的宝药啊。哈哈，但愿对大哥的丹田有用。顾长青松了口气，随后大笑着说道。随后两兄弟又聊了会家常，将近傍晚的时候，顾长青才是离去。望着顾长青的背影，顾长歌意味深长的喃喃道：二弟，你到底有多少秘密瞒着为兄啊？顾长青走后，顾长歌便开始炼化紫灵素体花。这紫灵素体花乃是不可多得的宝药，据说可以肉白骨活死人。当然，
这里的死人指的是还有一口气在。嗡嗡，炼化了紫灵素体花之后，精纯的药力流淌在体内，随后被源源不断的转化为魔力。叮，炼化紫灵素体花获得28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魔王境小城，突破至魔王境大城需要7000杀戮值，杀戮值3330。望着信息面板，顾长歌感叹道：这魔道修为越往后越难突破，想要突破到魔王境大城竟然需要7000杀戮值，看来还是要不断完成杀戮任务啊。顾长歌眼中闪过一抹杀机，随后他盘膝而坐，开始争分夺秒的吐纳修炼。翌日，顾元宏将所有长老以及核心弟子召集到了大厅。每5年开启一次的神元秘境就要来了，顾元宏非常重视，准备亲自安排一下。神元秘境乃是青州的一大机缘，传闻是一位生死境大能所开辟，其中有着各种天才地宝以及强大的功法武技，并且神元秘境只针对年轻武修，只有年龄不超过25岁，修为在飞升境以下方能进入。大厅内核心弟子以顾安澜为首，整整100多位。这半年时间，顾安澜一直都在闭关修炼，为的就是能够在神元秘境中多得到一些机缘。如今他的修为突飞猛进，已经达到了神藏境小城。当然，顾家弟子中修为最高的并非是顾安澜，而是大长老的儿子顾晨，如今23岁，已经修炼到了造化境大成。其次是二长老的儿子顾冠成，21岁修炼到了造化境小成。他们二人因为修炼时间比顾安澜多了将近10年，修为境界超过顾安澜倒也正常。若是让顾安澜多修炼10年，只怕都能突破到飞升境了。诸位，10天后便是神元秘境开启的日子了。此次我们顾家有30个名额，只要排在顾家战力榜前30名的弟子，都可跟随本家主前往神元山。顾元宏对着上百名核心弟子说道。闻言，核心弟子中有人欢喜，有人愁。排在战力榜前30名的弟子，心里自然是高兴的。能够进入神元秘境，对他们来说乃是莫大的造化。若是得到天才地宝或者是强大的功法武技，那么他们的武道修为乃至天赋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元成，本家主前往神元山的这段时间，顾家便由你来打理。元昌、元明，你们二人随本家主一起前往神元山。顾元宏对着3位长老吩咐道。是，家主。大长老3人走出，拱手回道。顾安澜美眸坚定，他为了神元秘境已经准备了半年时间，此次去到秘境里面一定要多争取一些机缘。若是有治疗伤势的天才地宝，他一定会为大哥拿到手。大会结束之后，顾元宏来到了顾长歌的庭院。此次前往神元秘境，起码1个月时间回不来。顾元宏临走前准备来看一下顾长歌。房间内，顾长歌的双眸猛然睁开，因为他感知到了父亲的气息。长歌，你在休息吗？顾元宏厚重的声音传来。顾长歌将房门推开，随后笑着喊道：父亲。哈哈，长歌，为父感觉你气色很好啊。顾元宏拍了拍顾长歌肩膀，面露笑意的说道。以前的顾长歌脸色苍白，而且每天都无精打采，但是现在却如同换了一个人。父亲，先坐下吧，孩儿为您斟茶。顾长歌带着顾元宏进入房间，落座之后倒了一杯茶水。见到顾长歌状态不错，顾元宏嘴角浮现一抹满意的笑容。长歌就算不能修炼又如何？只要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顾元宏就知足了。至于家族的压力，他一个人扛便可。长歌，为父明日就要带领家族弟子前往神元山了，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找你母亲或者找大长老便可。顾元宏轻抿一口茶水，对着顾长歌嘱咐道。顾长歌点了点头。神元秘境举足轻重，而且必须有5位轮回境圆满的大能联手方能开启，所以顾元宏肯定要亲自去一趟。父亲便安心去吧，不用担心我与二弟。顾长歌笑着回道。顾家2位公子，一个丹田被废，一个是书呆子，都无法进入神元秘境。父子2人再次聊了一会，随后顾元宏便是离去。傍晚时，顾安澜也来了顾长歌的庭院。兄妹2人坐在庭院，如同小时候那般吹着夜风，听着蛐蛐的叫声，仿佛忘却了一切烦恼。没过多久，顾安澜便倒在顾长歌的肩膀上睡着了。大哥，我一定会为你找到治愈丹田的宝药。顾安澜睡着之后还紧握着小拳，喃喃道。见状，顾长歌很是心疼。傻丫头，大哥的丹田早就恢复了，等到大哥有绝对的实力灭掉4大势力时，便告诉你们。顾长歌抱起顾安澜，随后将他放到床上，为他盖好被子，自己则是出了房间，在庭院内修炼了一晚。第2天，顾元宏和2位长老便带着顾家30位核心弟子前往神元山。顾家的坐骑乃是一头极影大雕，速度极快，可以日行万里。从顾家出发，最多6天时间便可到达神元山。顾家所有人都来为他们送行，顾长歌和顾长青也在其中。定，进入神元秘境，
屠杀4大囚家天骄弟子，预计可获得8000杀戮值。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8000杀戮值。顾长歌的瞳孔猛然骤缩，随后眼中闪过2道冰冷的杀芒。神元秘境只许飞升境以下的年轻武修进入，并且与外界隔绝。顾长歌一旦能够混入神元秘境，那么就是乱杀。顾家队伍刚出发没多久，顾长歌便身穿一袭黑袍，同样前往了神元山。神元山下有一小镇，名为流风镇。此时4大势力纷纷赶到神元山，由于秘境还要5天时间才开启，所以各大势力的长老和弟子都住在了镇上的客栈。略显简陋的客栈里，4大势力的首领再次齐聚一堂，并且宗门内数一数二的天骄也在。在场之人的脸上都挂着阴森的杀意，似乎在密谋着什么。诸位，此次那顾家的3小姐顾安澜也来到了流风镇，届时会和顾家弟子一起进入神元秘境，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3年前我们废掉了顾长歌，而顾长青是个没用的书生，这2人已经不足为惧。顾元宏3个孩子，如今只剩下顾安澜这一个隐患了。若是能够除去顾安澜，那么顾元宏绝对会崩溃，而且整个顾家的信念也将再次备受打击。柳南杰的目光扫过所有人，而后面陆杀机的说道：顾家虽然已经半死不活，但4大势力依旧不放心，想要永绝后患。原本4大势力想要在3年前就灭掉顾家的，但顾元宏乃是轮回境圆满修为的大能，而顾家整体实力也不弱，如果选择硬刚的话，4大势力绝对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4大势力决定慢慢消磨顾家，反正顾长歌和顾长青已经形同废人，只需在私下不断蚕食顾家，那么迟早有一天顾家会走向毁灭。但是这段时间魔修屠杀4大势力的弟子乃至长老，这让4大势力怀疑顾家在背后操纵，目的便是为了报3年前的那场血仇。毕竟在青州，想要同时针对报复4大势力的也只有那顾家了。我同意柳公主的说法，顾家这个隐患绝对不能留，此次如果能在秘境中击杀顾安澜等人，那对顾家来说绝对就是毁灭性的打击。潘明龙当即附和道：我也赞同，此次不仅有顾安澜，而且还有顾晨、顾冠成，这3人天赋都不错，承载着顾家的希望，若能将他们击杀，那顾家后继就真的无人了。风清门的门主袁涛强面色阴冷地说道：那顾晨和顾冠成就是2个废物，都20多岁了才区造化境，简直不入流。天涯阁的神子薛广天冷声嘲讽道：此次天涯阁的年轻一辈便由薛广天带领进入神元秘境，顾家小辈之中能看的也就只有1个顾安澜了。不过父亲放心，孩儿保证不会让那顾安澜走出神元秘境。潘明龙身旁的一位少年开口说道：他是天剑宗的神子，也是潘明龙的儿子，名为潘子健，如今才17岁，却已经修炼到了造化境大成。好，你们进入秘境之后，第一任务便是联手击杀顾家小辈，1个都不要留活口。到时出了秘境，你们就一口咬定顾家小辈是被强大的妖兽所杀，反正死无对证，他们若是喋喋不休的话，我们就直接与顾家开战。潘明龙的嘴角扬起一抹阴险的笑容，柳南杰等人皆是会心一笑。而风清门的神子杜方雄、天涯阁的神子薛广天，以及天剑宗的神子潘子健，还有无极宫天骄榜排名第2的郑坤，此时皆是面带杀机，眼中充满了期待。只是众人不知道的是，在房门外有着一名店小二，众人的讲话全部都被店小二听入耳中。店小二眼中闪过2道凌厉的血红杀芒，他不是别人，正是易容而来的顾长歌。有着魔神系统收敛气息，房间中的柳南杰等人根本无法察觉。顾长歌下了楼，眼中的杀机更盛。3年前便是这群人围攻顾家，害得他丹田被毁，神体被夺。如今3年过去，这群人依旧在密谋着如何屠杀顾家弟子。柳南杰、潘明龙，此次你们一定会大跌眼球的。顾长歌在心里冷冷的道。夜深之后，4大势力的人方才各自离去。由于4大势力所有长老和弟子总共来了600多人，一间客栈根本住不下，因此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客栈。天涯阁所在的客栈，此时阁主薛红以及神子薛广天都赶了回来。天儿，接下来这5天时间也不要松懈，实力每强上1分，进入秘境后获得机缘的概率就越大。薛红对着薛广天嘱咐道：父亲放心，孩儿定然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薛广天自信地回道。闻言，薛红这才满意地回了自己房间，而薛广天也上了2楼，回到了自己房间。哒哒哒，薛广天刚坐到床上，门外便传来了敲门声。薛广天眉头一皱：谁啊？神子，是老奴啊。门外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原来是吴老啊。通过声音和气息，薛广天猜出了门外之人的身份。此次天涯阁除了阁主薛红之外，一同前来的还有4长老吴兴。咯吱，薛广天将门打开，正是面色苍老的吴兴。吴长老，那么晚了，你是有什么事要找本神子吗？
薛广天疑惑地问道。吴兴笑了笑，神子，阁主让老奴交给您一件东西，说是在神渊秘境中会有大用。哦，什么东西那么紧急？薛广天眼中浮现一抹期待。很重要的东西。吴兴淡淡一笑，随后将房门关了起来。吴老，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如此神秘。薛广天越发期待地问道。神子大人，您且看。吴兴伸出一个握着的拳头，薛广天聚精会神地看去。吃吃。突然一道凌厉的剑芒扫出，正是干将与莫邪。你！薛广天的头颅顿时飞出，鲜血溅洒，很快便没了气息。吴兴的嘴角浮现一抹阴森的笑容。薛广天，3年前你在我面前连狗都不是，3年后你依旧被我狠狠地踩在脚下。吴兴扯下脸上的冰蚕面具，露出一张清秀帅气的面庞，正是易容而来的顾长歌。顾长歌将吴兴的尸体焚烧殆尽，随后清理完血迹，转身化为他的模样，就连修为气息都一模一样。呵呵，这百变冰蚕面具真是好用啊！顾长歌打量着自己新的面容，很是满意的笑道。有了薛广天的这张脸，顾长歌便能轻松混进神渊秘境。神渊秘境与外界隔绝，顾长歌进入其中简直就是乱杀。而且进入神渊秘境的弟子都是4大势力的顶级天骄，一旦他们被屠杀，那么4大势力也将后继无人，就连根基都将被动摇。5天时间匆匆而过，4大势力以及顾家皆是出了流风阵，向着神渊山进发。神渊山高耸入云，海拔足足有着9万米，乃是青州极为有名的仙山。一处山清水秀、灵气充盈的山谷，4大势力率先赶到。顾元宏带着顾家弟子来到山谷，而后对着众人嘱咐道：你们进入神渊秘境之后，切记要小心，不要单独行动。顾元宏老眼之中闪过一抹担忧。4大势力对顾家虎视眈眈，谁也不确定在秘境之中他们会不会动手脚。但是神渊秘境顾家绝对不能缺席，因为这是不可多得的机缘。顾家这些年被4大势力打压，资源本就贫瘠，如今若是连神渊秘境也把握不住的话，那么和4大势力年轻一辈的差距将会更大。家主放心，我们进入神渊秘境之后一定会小心行事。顾晨、顾冠成等人郑重地回道。顾元宏点了点头，随后进入了山谷。呵呵，顾老弟来了。柳南杰笑中藏刀地问候道。其他3大势力的长老和弟子皆是用不屑的目光看向顾家子弟。3年前顾家还是青州第1大家族，综合实力与4大一流势力不相上下。然而经过这3年的苟延残喘，已经落后于4大一流实力太多了。就拿年轻一辈来说，无论是顾晨亦或是顾冠成，修为都不及4大势力的天骄。而顾晨和顾冠成还是年龄最大的，天赋根本就没法和4大势力的天骄比。当然，若是顾长歌修为没有被废的话，那么在场的所有天骄都会黯然失色。本家主若是不来，你们进得去神渊秘境吗？顾元宏冷哼一声道。呵呵，顾老弟还是这般强势啊。只是你们顾家已经不比3年前了，人要学着低头，只有听话的狗才有生存之地。柳南杰丝毫不加掩饰的嘲讽道。哈哈，其他3大势力皆是放声大笑。咯吱，顾元宏老脸阴沉，双拳紧握，轮回境大能的修为气息若隐若现，整个山谷的空气都是凝滞了下来。一些修为较弱的弟子此时脸色涨红，竟是感觉呼吸困难。顾元宏，你是想直接开战吗？潘明龙、薛红、袁涛强3人站了出来，与柳南杰一起将这股威压挡下。顾元宏狠狠一咬牙，只得作罢。顾家已经没有实力和4大势力同时开战了。顾家长老和弟子此时都是愤怒不已，脸上青筋暴露。这4大势力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顾家啊！天涯阁众弟子之首的薛广天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杀机。哈哈，今天真是好生热闹啊！氛围格外僵硬的时候，山谷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只见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身穿一袭白袍，身后跟着上百名弟子，全部都穿着统一服饰。圣灵学院。顾安澜的瞳孔猛然骤缩，当他目光落在为首的老者身上时，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滔天杀意。此人乃是圣灵学院的副院长穆伟明，当初正是他带着4大势力将顾安澜擒拿。圣灵学院怎么来了？4大势力同样也猛了。神渊秘境乃是4大势力以及顾家所拥有，可以说是属于他们一流势力的机缘。然而圣灵学院作为准超级势力，难道也要来分杯羹？诸位这是不欢迎圣灵学院吗？穆伟明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而后冷声问道。嗨嗨，怎么会？穆院长能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哈哈哈，对，欢迎各位圣灵学院的天骄们。柳南杰等人皆是笑着上前迎接。圣灵学院乃是青州的准超级势力，院长徐立安的修为达到了半不生死境，2位副院长皆是轮回境圆满，仅凭一个圣灵学院便可吊打4大势力，所以
柳南杰等人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哈哈，本院长就知道诸位不会介意。穆伟明咧嘴一笑，满意的说道。穆伟明身后有着2位天骄，一男一女，乃是道侣。男的名为陆松泉，女的名为景月月。这2人都是圣灵学院天骄榜上的人物，而且占据第2和第3。前者已经修炼到了造化境巅峰，后者乃是造化境圆满。仅凭这2人的天赋实力，就足以碾压在场的所有人。小兰，好久不见。陆松泉的目光落在顾安澜身上，略显贪婪与淫秽。当初在圣灵学院时，陆松泉曾追求过顾安澜，但是却被顾安澜狠狠地拒绝。后面顾安澜离开了学院，陆松泉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景月月当道侣。一旁，景月月脸上浮现一抹不悦，看向顾安澜时多了一丝杀机。3年过去了，陆松泉依旧对顾安澜念念不忘。顾安澜到底有什么好？除了长得好看一点，天赋好一点之外，哪里比他强？自从离开学院之后，顾安澜的修炼资源便少之又少，所以修为比之陆松泉2人落下了很多。面对陆松泉的招呼，顾安澜却是置之不理，这让陆松泉愤怒不已。昔日顾安澜看不起他，那是因为顾安澜高高在上，仅次于天骄榜第1的邓晨，但是现在顾安澜仅仅是神藏境修为，有什么资格这般高傲？臭婊子，等进入秘境之后，看本公子如何蹂躏你。陆松泉的嘴角浮现一抹贪婪的笑容。好了，一个女人而已，切莫影响了道心。穆伟明面无表情地说道。是，师尊。陆松泉点头回道。天涯阁，薛广天紧盯着陆松泉，此人已经被他放进了必杀名单。胆敢对小兰心生不轨，那么就算死上千次百次也不为过。原以为此次只有4大势力的天骄赶来，没想到连圣灵学院也来了。不过也好，这样顾长歌就能多屠杀一些了。诸位，神渊秘境是时候开启了吧？穆伟明对着众人说道。穆院长稍等，我们现在就开始。柳南杰点头哈腰的回道。顾元宏面色阴沉的盯着穆伟明，心里早已怒火燃烧。当初若是穆伟明没有将顾安澜交出去，那么他的儿子顾长歌也不会自废修为了。顾元宏，你还愣着干嘛？难道要老夫请你出手吗？穆伟明阴阳怪气的问道。顾元宏，你休要不知好歹，得罪了圣灵学院，你们顾家可吃不了兜着走，还不快一起出手打开秘境？柳南杰等人怒声呵斥道。顾元宏脸色冰冷到了极点，如果身后没有家族，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与这群龟儿子同归于尽。但是他的背后有数十万人的家族子弟，若是他不惜一切代价出手，那么顾家10几万人都将陪葬，迫不得已，顾元宏只能忍着屈辱，与柳南杰等人联手将神元秘境开启。5位轮回境修为的大能同时出手，恐怖的攻势瞬间覆压整片天境。在场的所有弟子都感到一股窒息感。轮回境大能掌握一丝轮回之力，只要留下一丝精魂，便可不死不灭，轮回众生。这也是所有武修都向往的一个境界。但是在这青州，想要修炼到轮回境并没有那么容易。只有4大势力圣灵学院、顾家以及3大超级势力拥有轮回境的强者。轰隆隆，在5位轮回境大能的联手下，山谷上空传来巨大的轰响声，一个独立的空间之门随之打开。修炼到生死境，便可徒手开辟一方空间。这神元秘境便是一位生死境大能所开辟，其中有着珍贵的天材地宝，以及生死境大能留下来的功法武学。神元秘境终于开启了。松金、月月，你们2人带领学院弟子进入秘境。穆伟明对着身后的2名弟子吩咐道。是，师尊。陆松金和景月月带着学院上百名弟子纵身一跃，进入了空间之门。圣灵学院的弟子没有进入之前，4大势力的弟子只能干看着，根本就不敢有所行动。等到圣灵学院的弟子进入秘境之后，4大势力的弟子也纷纷进入空间之门。小兰，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顾元宏再次郑重地嘱咐道。父亲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我们走。顾安澜美眸坚定，随后带领顾家子弟进入了神元秘境。秘境与外界隔绝，同样有着高山流水，让他们感觉仿佛还在神元山。嗷吼！秘境之中有着一道道兽吼，而且气息都非常狂暴，等级必然不低。顾安澜谨慎地望着四周，随后对着众人说道：大家紧跟队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是，三小姐。众人也知道4大势力一直在针对他们顾家，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松懈。顾安澜随意选了一个方向，随后便带着顾家弟子前去。约莫6个时辰过后，顾安澜等人来到了一处池塘前。三小姐，池塘里面火红的果子，莫非是火莲果？好浓郁的灵气，应该就是火莲果。天啊，足上百颗火莲果，哈哈，我们要发达了！顾家弟子目光火热地盯着池塘，
里面有着上百颗赤红色的果子，正是火莲果。顾安澜同样面色大喜，若是炼化了火莲果，那么他的修为也能随之突飞猛进。大家先别轻举妄动，难免四周会有强大的妖兽镇守。顾安澜抽出自己的玉剑，随后谨慎地环顾四周。顾晨和顾冠成紧随其后，三人走在最前面。嗷吼！突然，一头黑色豹子冲出，速度极快地向着众人扑来。是6级黑素豹，大家小心！排云斩。顾安澜美眸之中闪过一抹凌厉，随后一剑斩出，精准地落在了黑素豹身上。顾晨和顾冠成也同时轰出一拳，黑素豹发出凄惨的叫声，直接化为一片血雾。顾安澜将黑素豹的兽核收起来，随后便吩咐顾家弟子采摘火莲果。火莲果随便一颗都是有价无市的存在，然而现在却足足有着上百颗，每位顾家弟子都能分到3颗火莲果，炼化之后整体实力都能提升1到2个小境界。哼，你们顾家运气倒是好啊，竟然发现了一池子火莲果。只是很可惜，你们顾家没有那个命享受这些资源了，因为顾家弟子今天都要死。就在这时，4大势力的弟子竟然同时出现，似乎早有预谋一般。潘子健、杜方雄、郑坤4大势力的弟子竟然全来了，你们早就预谋好要对我顾家出手了。顾安澜眉头一皱，脸色顿时凝重了下来。如果是单独一个势力的弟子，那么顾家还有还手的余地，但是4大势力联手的话，顾家将会毫无胜算，而且会瞬间崩溃。你们顾家本就不该存在，只要杀了你，那顾元宏的道心绝对会崩塌，届时整个顾家也有不足为惧了。潘子健咧嘴一笑，手中出现一柄宝剑，品级达到了宝器，4大势力的弟子将顾家子弟包围了起来。可恶，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小人！顾晨紧咬牙齿，破口大骂。哼，顾晨，你修炼了15年之久，却仅仅只有造化境大成，难道不感觉丢人吗？潘子健一步跨出，同样是造化境大能，随后手中宝剑猛地向顾晨劈出。顾晨不敢含糊，当即使出全身力量与潘子健一战。给我上！杜方雄对着风清门的弟子吩咐道。杀！顾家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无极宫的弟子也是杀出。杜方雄和潘子健联手，共同对付顾晨。郑坤则是对付顾冠成。修为最高的薛广天只能对付顾安澜了。扑哧！被围攻的顾晨很快便败下阵来。顾冠成也被死死碾压。你们找死！顾安澜面色冰冷，当即就准备冲杀出去对付4大势力的人。薛兄，为何还不动手？难道你不忍心辣手摧花？哼哼，那交给潘某吧，我一定把他伺候好。潘子健脸上浮现一抹淫秽的笑容。就在这时，薛广天的双眼变得血红，一道血红剑芒飞出，吃吃！啊啊！潘子健的双手竟然直接被斩碎成了肉糜。神子大人，这发生了什么？薛广天，你在干嘛？4大势力的弟子全部都愣住了，此时停下来，疑惑地看向薛广天。他们不知道薛广天为什么要对潘子健下如此重的手。薛广天，你他妈找死吗？潘子健怒声咆哮，失去双手的人今后还如何握剑？这薛广天简直把他废了啊！顾家弟子同样愣住了。天涯阁的神子薛广天为什么要帮他们顾家？顾安澜美眸落在薛广天身上，俏脸之上满是疑惑。神子，你……天涯阁的弟子全部面色铁青，这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联合其余3大势力屠杀顾家弟子吗？这自家神子怎么突然变卦了？轰！噗！突然，干将莫邪2柄魔剑飞出，恐怖的魔威笼罩天地，而后万千剑芒落下，天涯阁上百名弟子瞬间化成血雾。死！薛广天，你疯了吗？连自己人都杀！潘子健等人吓得接连后退，用惊恐的目光看向薛广天。他们总感觉这个薛广天很陌生，而且实力为何能够如此恐怖？杀！薛广天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双手紧握2柄魔剑。轰隆！恐怖的魔威笼罩，其余3大势力的弟子全部匍匐在地。你是那个魔修？天涯阁的神子竟然就是那位魔修？薛广天，你疯了！放过我们，求求你放过我们！潘子健、杜方雄、郑坤此时吓得脸色苍白，眼中满是绝望。那位魔修可是连飞升境的大能都击杀过，更何况是他们这些区造化境的菜鸟呢？他竟然就是那位魔修！那天救我的就是他！顾安澜的瞳孔猛然骤缩，而后目光紧盯着薛广天。你们都得死！薛广天正是顾长歌，此时施展魔浪断魂步杀出，魔浪滚滚，所过之处血流成河。啊啊！噗！剩下的3大势力弟子发出最为凄惨的叫声。他们先是被魔剑斩得七零八碎，
而后又被魔气直接侵蚀，只剩下残缺不全的枯骨。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整整600多名弟子，只剩下天剑宗的神子潘子健还活着。这群连飞升境都没有的蝼蚁，顾长歌杀起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当然，之所以要留下潘子健，那是因为需要他来当证人。若是潘子健出了秘境，必然会指证薛广天就是那位杀人不眨眼的魔修，到时就可以栽赃给天涯阁了。叮！恭喜宿主屠杀4大势力仇家弟子，解锁10连超凡荣誉，获得8000杀戮值，额外奖励1滴原始真魔精血。原始真魔精血能让宿主的魔族血脉更加纯正，血脉碾压世间一切魔修，并且能够强化魔威，爆发出原始真魔之威。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王境小成，突破至魔王境大成需要7000杀戮值，杀戮值11330。原始真魔精血融入顾长歌体内，一股难以抑制的狂暴魔威诞生。嗷吼！顾长歌仰天咆哮，全身充斥着血红魔气。这一刻天地变色，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被血红色所取代。原始真魔之威爆发，顾家弟子全部都被吓得面色苍白。还好这个魔修没有对顾家出手，否则顾家弟子一个都别想活。这绝对是他们见过最为恐怖的一个魔修。拿着火莲果，你们走吧。顾长歌毫无感情地说道。多谢前辈救命之恩，小兰定会铭记在心。顾安澜对着薛广天道谢。顾家弟子采摘完火莲果之后，再次对着薛广天鞠躬，随后便是离去。三小姐，那位魔修前辈为何要帮我顾家？顾晨和顾冠成很是疑惑。顾安澜摇了摇头，不知道，但是我总感觉那个眼神好熟悉，虽然他全身充斥着魔气，但是那个眼神却有一丝柔和。世人都说魔修作恶多端，杀人不眨眼，但是我感觉魔修就挺好，敢说敢做，看谁不爽直接杀，但却不是滥杀无辜，这才是修炼之人应该有的品性。顾晨毫不掩饰地赞赏道。顾安澜等人走了之后，顾长歌便吩咐系统提升魔道修为。轰！原始真魔之威爆发，丹田内的魔气暴涨，顾长歌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魔王境大成。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魔王境大成，突破至魔王境圆满需要8000杀戮值，杀戮值4330。顾长歌嘴角微微上扬，突破到魔王境大成之后，凭借玄象之力、原始真魔之威，足以碾压一切飞升境强者。4大势力之中，除了轮回境的大能之外，已经没有人是顾长歌的对手了。顾长歌将重伤昏迷的潘子健收进空间戒指，随后化为一道极影掠去。下一个目标便是圣灵学院的弟子。3年前，圣灵学院收取4大势力的好处，不惜交出顾安澜，这笔账是时候先清算一下了。尤其是那陆松金竟敢对顾安澜起色心，那么今天顾长歌必然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神元秘境，一处灵气充盈的洞府内，哈哈，竟然是地心石乳，太好了！只要炼化了这些地心石乳，那么本公子便可一举突破到飞升境。陆松金面色大喜，双目火热地看着洞府内那晶莹剔透的石乳。一旁的景月月同样欣喜不已。地心石乳10万年才诞生一滴，这里足足有着上百滴，起码需要1000年甚至1年时间才能形成。吃吃！就在陆松金准备将地心石乳装起来的时候，洞府外突然有着一道黑影袭来。轰！恐怖的魔威直接爆发。啊啊！噗！圣灵学院上百名弟子瞬间被魔威搅碎，血肉与骨头粘糊在了一起，相当的血腥。这不好！逆天爆！陆松金不愧是圣灵学院排名第2的天骄，反应能力非常敏捷，当即转身使出一道武学。咣！陆松金的攻势爆发，欲要挡住那股魔威。噗！然而下一秒，陆松金的攻势竟然直接被湮灭，并且整个人吐血飞出。咣当！轰隆隆！陆松金撞在了石壁之上，整个洞穴开始剧烈颤抖，魔气侵入体内，使得陆松金全身都在颤抖，而且骨骼血肉开始收缩，相当的凄惨。松金！景月月吓得面色苍白，失声喊道：“啊啊！”陆松金在地上不断打滚，痛苦的惨叫。顾长歌手执魔剑，缓缓走出，那股原始真魔之威，使得景月月吓傻在了原地。他丝毫不怀疑面前这位魔修动一下手指头就可以弄死他。你，薛广天，你是魔修？陆松金紧咬牙齿，全身如同有着上亿只毒虫在噬咬。顾长歌根本没有理会陆松金，魔剑斩出，剑芒一扫而过。吃吃！血光剑洒，陆松金瞳孔猛然骤缩，而后捂着裆部失声惨叫：“啊，薛广天，你不得好死！”陆松金被废了，从今以后连男人都做不成。景月月面色苍白，跪倒在地捂着嘴，不敢哭出声。
然而顾长歌手中的魔剑并未停下，上千道剑芒落下，陆松金身上的血肉被一片片削下，凄惨的哀嚎声响彻在整个洞穴。陆松金和景月月眼中满是绝望。正如3年前的顾长歌一样，你可以去死了。将陆松金折磨得半死不活之后，顾长歌才将魔剑猛地轰出。轰噗，一剑落下，陆松金之声，骨头和器官的身躯直接化为齑粉。松金，景月月全身颤抖地喊道。顾长歌手握魔剑，缓缓转过身子，面对着景月月。这个女人也对顾安澜抱有强烈的杀意。放过我，我愿意一生一世伺候于您，要我做什么都行。景月月跪在地上祈求顾长歌。然而顾长歌手中的魔剑斩出，景月月的头颅瞬间飞出，鲜血溅洒在石壁上，直接一命呜呼。敢对小兰有杀心，那你就得死。顾长歌双目血红，冷声说道。叮，击杀圣灵学院136名弟子，获得3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魔王境大成，突破至魔王境圆满需要8000杀戮值。杀戮值7330。系统的声音响起，顾长歌听后有些吃惊，杀了几名造化境以及神藏境的弟子，竟然直接奖励了3000杀戮值。看来系统也比较恨圣灵学院。圣灵学院，给我等着吧，这只是开始。顾长歌双眸微眯，2道冰冷的沙芒随之射出。随后顾长歌看向晶莹剔透的地心石乳，这些可都是极为宝贵的天地神物啊！若是将这些地心石乳炼化，顾长歌便能直接突破到魔王境圆满。顾长歌来到地心石乳前，随后运转神魔涅槃诀进行炼化。轰隆隆，原始真魔血脉爆发，魔气浩荡，幻化出一头狰狞狂暴的灭世大魔。地心石乳被灭世大魔吞入腹中，随后化为源源不断的精纯力量。就在顾长歌吸收地心石乳力量的同时，丹田内那颗兽蛋也在疯狂吸取。嗡嗡，兽蛋被紫幽色火焰笼罩，而后有着一丝丝裂缝出现。九幽魔蛟幼崽竟然快要出生了。顾长歌眼中浮现一抹期待。血脉返祖的九幽魔蛟今后很有可能进化为一头真龙，即便在整个仙域，真龙也找不出来几条。若是顾长歌能够得到一头真龙灵宠，那战力必定大大增强。叮，炼化地心石乳，获得4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魔王境大成，突破至魔王境圆满需要8000杀戮值。杀戮值11330。炼化完地心石乳之后，顾长歌得到了4000杀戮值。魔王境圆满，给我破！顾长歌一声令下，丹田内的魔气猛然暴涨。轰！原始真魔之威笼罩天地，整片空间都在此时颤抖不已。一头绝世大魔幻化而出，挥手间天地崩塌。是那位魔修前辈。秘境某处，顾安澜神色恭敬地看向天穹之上的那头绝世大魔。好恐怖的魔威，只怕连飞升境强者在魔修前辈面前都不够看。还好我顾家没有得罪这位魔修前辈，否则就危险了。顾晨等人面色震撼地说道。洞穴早就化为了一片废墟，顾长歌的修为也顺利地突破到了魔王境圆满，距离魔皇境只有一步之遥了。只要突破到魔皇境，顾长歌便能和轮回境的大能一战。魔皇境比肩武道的飞升境，但是顾长歌拥有原始真魔血脉、混沌剑体以及修炼了神象镇狱境，只要突破到魔皇境，便能越级挑战轮回境。宿主顾长歌，魔道修为魔王境圆满，突破至魔皇境入门需要10000杀戮值。杀戮值3330。10000杀戮值吗？看来得多杀点人了。顾长歌眼中闪过2道冰冷的沙芒。咔嚓！就在这时，丹田内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顾长歌内视丹田，发现九幽魔蛟幼崽竟然出生了。小家伙生有4爪，全身漆黑，一双龙角格外的威武。这小家伙身上怎么会有魔气？顾长歌一怔，因为他在九幽魔蛟幼崽身上感受到了魔气。难道是因为经过魔气蕴养，所以体内也诞生了魔种？那我原始真魔血脉会不会也传给了他？顾长歌有些期待的喃喃道。若是九幽魔蛟幼崽继承了原始真魔血脉，那么今后的战力绝对会大大增强。嗷嗷！九幽魔蛟幼崽睁开了双眼，刚好和顾长歌对视。小家伙眼神柔和，吐着舌头，相当的可爱。顾长歌将他抱起来，小家伙伸出舌头舔顾长歌的脸。九幽魔蛟幼崽乃是顾长歌亲手孵化，而且体内还有魔种，一人一兽之间有着血脉联系，因此小家伙对顾长歌丝毫没有抗拒，并且还把顾长歌当成了亲人。让我想想，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呢？顾长歌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随后沉思道。突然顾长歌双眼放光，有了，以后就叫你小黑子吧。这小家伙通体漆黑，魔气环绕，
不叫小黑子都可惜了。嗷嗷！小黑子似乎听懂了顾长歌的话，当即高兴地叫出了声。顾长歌心里也是非常高兴。随后，顾长歌拿出了九幽魔蛟死前留下的那枚妖丹，嗅到妖丹的味道后，小黑子眼睛都看直了。不过一种熟悉的血脉让小黑子久久失神。这是你母亲生前给你所留，你好好炼化吸收，早日成长为一头强大的妖兽。顾长歌对着小黑子勉励道。小黑子人性化的点了点头，对这枚妖丹格外的珍惜。随后顾长歌退出了丹田，小黑子则留在丹田内修炼成长。接下来就等神元秘境结束了。顾长歌看向外面说道。随后顾长歌将昏迷的潘子健放了出来，而他自己则是易容为潘子健的跟班赵温。顾长歌伪装成重伤的样子，随后假装昏倒在地。数个时辰之后，潘子健被身上的疼痛惊醒。啊！我的双手，那竟然不是梦，我的双手没了。薛广天，你不得好死！潘子健道心崩溃，撕心裂肺的咆哮。薛广天，天涯阁，本神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潘子健忍着剧痛，咬牙切齿地说道。嗨，神子大人，我还没死吗？魔鬼，薛广天是个魔鬼。赵温醒了过来，如同受了惊吓一般，全身颤抖。其他人都死了。潘子健看向四周，眼中依旧有着恐惧。死了，都死了，薛广天把他们都杀了。赵温面色苍白地说道。本神子一定会让天涯阁付出代价的。赵温，我们走，只要出了秘境，我们就安全了。潘子健在赵温的搀扶下向着远处走去。神元秘境外，此时四大势力圣灵学院、顾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距离神元秘境开启已经过去了10天，想必该得到的机缘也都得到了。还有不到1天时间，秘境就要关闭了。柳南杰嘴角浮现一抹阴森的笑意。四大势力的弟子早就商议好了，进入秘境之后便屠杀顾家子弟。想必现在顾家已经无一生还了吧？柳南杰等人对视一笑，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顾元宏崩溃的样子了。一旦顾元宏崩溃，那么四大势力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吞下顾家了。小兰他们不会有事吧？顾元宏察觉到柳南杰等人嘴角的阴笑时，整个心顿时悬了起来。同时顾元宏也在心里发誓，若是小兰再遇害，那么他就算豁出这条老命，也绝对不会让四大势力好过。临近日落的时候，神元秘境的空间之门再次开启，顾安澜在内的30位顾家子弟率先被传送了出来。小兰，顾元宏紧绷着的心顿时放松了下来。父亲，我们平安出来了。顾安澜笑着回道。好，没事就好。小兰，你突破到造化进入门了。顾元宏双眼放光，一脸震惊地问道。顾安澜点了点头。哈哈，太好了，不愧是我的女儿。顾元宏面色大喜。顾安澜进入秘境前只有神藏境小城的修为，但是现在却连跨3个小境界突破到了造化境入门。顾晨，你突破到造化境圆满了，而且还有一丝飞升境的修为气息，难道你快突破飞升境了？还有冠城竟然也突破到了造化境圆满，哈哈，真是太好了。顾元宏和2位长老面色激动，大喜地说道。此次顾家子弟进入秘境之后可谓是实力大增。什么情况？然而柳南杰等人却是懵逼了。这算怎么回事？顾家子弟不仅还活着，并且一个个修为都突飞猛进。4大势力弟子联手杀了个寂寞。不对，方雄他们为何还没有出来？风清门的门主袁涛强眉头一皱，内心闪过一抹不安。圣灵学院的副院长穆伟明脸色也凝重了下来。松金和月月他们呢？怎么迟迟不见他们出来？进入神元秘境的130多位学员可都是圣灵学院的天骄，若是出了什么事，穆伟明可担待不起。顾家丫头，你可曾见到我无极宫的弟子？还有我风清门的弟子，为何迟迟没有出来？4大势力也炸开了锅。柳南杰等人惊慌失措地问道。这进入秘境的可都是宗内门的绝顶天骄啊，若是出了什么事，宗门可就后继无人了。毕竟4大势力为了培养他们，不知道耗费了多少资源。尤其是潘子健，那可是天剑宗宗主的独苗啊，若是出了事，那他潘家搞不好要绝后。毕竟潘明龙年事已高，想要再生个孩子可就难了。不知道。顾安澜却是冷冷地回道。安澜丫头，松金他们人呢？副院长穆伟明身形一闪，来到了顾安澜身前，而后气势威严，不容置疑地问道。顾安澜眼中闪过冰冷的杀芒，又是这个道貌岸然的穆伟明。他恨自己实力不够强大，否则定要亲手杀了穆伟明这个伪君子。穆伟明，你想干什么？顾元宏一步跨出，挡在了顾安澜身前。2位轮回境大能针锋相对，恐怖的威压使得方圆数十里的空气都是凝滞了下来。嗡嗡！就在这时，
空间之门中飞出2道身影，正是失去双臂的潘子健和赵温。剑儿见到潘子健出了秘境，潘明龙面色大喜，但是下一秒他就愣在了原地，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剑儿，你的双臂呢？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潘明龙勃然大怒，他们天剑宗世代修剑，潘子健没了双臂之后又如何握剑？见潘子健走出迷津，穆伟明等人也赶紧围拢上去。潘小友，我圣灵学院的弟子为何还没出来？穆伟明紧皱着眉头问道。远处顾安澜等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切，4大势力的弟子早就被魔修前辈屠杀了，只怕圣灵学院的弟子也不例外。穆伟明等人竟然还奢望能够等到门下弟子出神元秘境，真是可笑。死了，都死了。潘子健面色恐惧，回想起秘境中那残忍的一幕，他就后背发凉，那将成为他这辈子的噩梦，无论如何也别想走出来。什么？死了？这怎么可能？松金乃是造化境巅峰，谁能杀得了他？穆伟明如遭晴天霹雳，整整130名天骄学员竟然全都死了，而且还有天骄榜排名第2的陆松金，这让他穆伟明怎么回去和郑院长交代？轰！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天地瞬间昏暗了下来，恐怖的威压笼罩全场，所有人都感觉被大山压着，甚至想动弹一下都难。穆伟明怒了，原本他想着在神渊秘境中分一杯羹，可是现在却葬送了100多位天骄学员的性命，是谁？谁敢杀我圣灵学院弟子？说！穆伟明愤怒地问道。柳南杰等人同样暴怒不已，4大势力总共600多名弟子，竟然只有潘子健和赵温2人活了下来，这让4大势力同样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薛广天，这一切都是薛广天干的。薛广天便是那位杀人不眨眼的魔修，天涯阁都该死。潘子健突然看向天涯阁众人，双眼布满血丝的吼道。闻言，阁主薛红懵了，他儿子干的。他儿子是魔修，为什么他这个当父亲的从来都不知道？潘子健，你疯了吧？我儿怎么可能是魔修呢？而且我天涯阁的弟子也没有一名活着出来，我儿难道连同门也杀吗？薛红面色惨白，3大势力的怒火以及圣灵学院的怒火，天涯阁怎么可能承受得起？薛广天踏入了魔道，成为了一名杀人不眨眼的魔修，失控杀了自己同门，很奇怪吗？赵温，你来跟他们讲讲。见薛红辩解，潘子健气得咬牙切齿。赵温全身颤抖，脸色铁青，看起来非常恐惧。是薛广天，他全身散发着魔威，手握2柄魔剑，屠杀了3大势力的弟子，只怕圣灵学院的弟子也已经遇难了。赵温全身颤抖地说道。薛红整个人哑口无言。潘子健一个人作证可以认为他说谎，但是2个人作证，天涯阁就难辞其咎了。轰！薛红，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我圣灵学院130多位弟子全部被你儿子屠杀。好，很好，我圣灵学院130名弟子的性命就让你整个天涯阁的人来陪葬吧。穆伟明怒声咆哮，轮回圆满修为气息彻底爆发。薛广天是那位魔修？那岂不是说我无极宫惨死的200多位弟子，还有20多位长老，全部都是薛广天所杀？天涯阁，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在搞鬼！无极宫的公主柳南杰也是暴怒，恐怖的气息爆发，向着薛红笼罩而去。4位轮回境圆满修为的大能矛头直指天涯阁。薛红，你天涯阁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风清门的门主袁涛强，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此时同样勃然大怒。4名轮回境圆满的大能修为气息猛然爆发，将薛红在内的所有天涯阁强者笼罩。穆院长，这绝对是个误会啊！薛红面色僵硬，心态直接爆炸。这好好的自己儿子怎么就成了魔修呢？误会，呵呵。穆伟明冷哼一声，接着一掌抽出，有着掌风呼啸，破空声阵阵。轮回境圆满大能的一掌，牵引天地大势，震碎方圆数十里的虚空。啪！啊！一掌落下，薛红直接被抽飞了出去，沿途发出一声惨叫。虽然都是轮回境圆满修为，但是薛红却不敢还手，因为穆伟明可是圣灵学院的副院长，得罪了圣灵学院，天涯阁便只有走向毁灭了。阁主，一同前来的10几位长老面色大变，失声喊道：“还有你们这帮杂碎！”柳南杰面色凶狠，随后使出归元步，身形一闪，便是出现在了10几位长老身前。咣！一拳轰出，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彻底爆发。轰扑！啊啊！10几位天涯阁的长老同样倒飞出去，砸在了一座山峰之上，生死不知。柳南杰，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这件事绝对有误会。薛红半边脸肿成了猪头，此时愤怒地吼道：“圣灵学院他得罪不起，但是无极宫他还是足以对付的。
尤其是这段时间，无极宫损失了10位飞升境的强者，若是无极宫和天涯阁开战，谁胜谁负还真不一定。误会，呵呵，你儿子踏入魔道，成为魔修，屠杀了我无极宫20多位长老，300多名天骄弟子，你跟老夫说这是误会。柳南杰面色涨红，根本不给薛红喘息的机会，当即一掌拍了出去。无极掌，这一掌引起天地罡风，猛然轰向薛红。你欺人太甚！断浪龙印。薛红也忍无可忍，不甘示弱地使出了一道地阶武学。咣！轰！两位轮回境圆满修为的大能交手，顿时引得虚空崩塌，大地破碎。薛红，你竟然还有脸还手！穆伟明再次怒杀而出。此次圣灵学院损失了130名天骄，如果他不提着薛红的人头回去，那么就无法和郑院长交代。轰！扑哧！穆伟明和柳南杰联手，很快便将薛红碾压。薛红身受重伤，步步倒退，简直生不如死。他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未如此憋屈过。一旁顾元宏等人看懵了，这什么情况？那位魔修竟然就是薛广天。原本团结一致的4大势力，此时却不惜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出狗咬狗的好戏。不得不说，看着真爽。站在潘子健身旁的赵温嘴角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他要的便是这个结果，把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耍得团团转。咣！薛红被死死碾压，此时气息奄奄。穆院长，这真的是误会啊！若是我儿修炼魔道，我这个当父亲的又岂会不知？而且为什么偏偏顾家子弟没有事？这明显就是栽赃啊！薛红倒在血泊之中，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极力辩解道。闻言，穆伟明和柳南杰顿时停了手。对啊，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入了魔的薛红不对顾家子弟动手呢？薛红连自己天涯阁的人都全部杀光了，没道理不对顾家下手啊！你的意思是那名魔修是顾家的人，只不过易容成了你儿子？穆伟明老眼之中闪过2道冰冷的杀芒。肯定是这样，那魔修应该很善于伪装。如果穆院长不信的话，可以查看一下顾家子弟。一个人就算易容术再精通，也绝对不可能伪造出修为气息。薛红眼中闪过一抹希望，赶紧回道。闻言，顾元宏脸色顿时一黑，这薛红是准备祸水东引啊！薛红，你这是什么意思？真当我顾家好欺负不成？顾元宏咬牙切齿的道。是不是你顾家弟子所为，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吗？薛红忍着剧痛站了起来，气势汹汹的说道。一旁赵温眼中闪过一抹杀机，但很快便是消散，因为他根本就不在顾家队伍之中，薛红等人又怎么可能查得到？而且顾长歌一容之后，连对方的修为气息也能伪造出，薛红等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识别。顾元宏，本院长会对你顾家子弟一一搜索，若是你顾家所为，本院长定然不会轻饶了你们。穆伟明一步跨出，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将顾家弟子全部笼罩在内。啊！顾家弟子发出一声声惨叫，感觉全身快要被挤压成血水。穆伟明，你……顾元宏双拳紧握，此时的顾家简直如同待宰的羔羊，任由对方摆布，这简直就是耻辱啊！穆伟明却丝毫不理会顾元宏，随后来到顾家队伍中，将一丝气息打入他们体内进行探查。这种做法非常危险，穆伟明只需动一下念头，残留在顾家弟子体内的气息就会瞬间要了他们的命。穆伟明，若是查不出的话，你圣灵学院是不是要给我顾家一个说法？顾元宏双目血红，愤怒的道。说法？呵呵，我圣灵学院做事何须说法？穆伟明却是冷哼一声，丝毫不把顾元宏当回事。顾家所有人都愤怒不已，同时他们也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修炼，等强大起来，好让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付出代价。一番查探过后，穆伟明并未发现异常。薛红，本院长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你又该作何解释？穆伟明冷哼一声，随后猛地转身，强大的威压再次向着薛红笼罩而去。薛红全身动弹不得，此时他已经哑口无言。既然没什么好说的，那就跟本院长回一趟学院吧。刘老弟，还望你们3大势力将天涯阁牢牢封锁，在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不得放出天涯阁任何一个人。穆伟明将薛红捆绑好，随后带着他愤然离去。穆院长放心，我们一定会看好天涯阁。柳南杰3人躬声说道。此次天涯阁算是彻底完蛋了，就算不被灭门，也绝对好不到哪去。这笔耻辱，我顾家记下了。我们走。顾元宏带领顾家弟子愤怒离去。此次被穆伟明无故搜查，而且搜查无果之后，连个说法也没有，这让顾家愤怒不已。每个顾家弟子心里都憋着一股怒火，不过却很无力，因为现在的顾家处境很是堪忧，
并且后继无人。若是大公子顾长歌丹田没有被废，凭借他的天赋，只怕10年之内便可笑傲整个青州。但是天妒英才，大公子现在已经沦为了废人，顾家还能够再撑多久，谁也说不准。望着父亲愤怒的背影，顾长歌眼中闪过一抹坚定，他一定会早日突破到魔皇境，到那时便有能力对战轮回境的强者。届时4大势力、圣灵学院一个也别想活。神元秘境一事很快传遍了整个青州，4大势力以及圣灵学院的天骄弟子皆被入魔后的薛广天所屠杀，这让整个青州为之震动。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天涯阁的神子薛广天竟然堕入了魔道。此次天涯阁被4大势力控制，阁主薛洪更是被穆伟明押送去了圣灵学院，只怕也凶多吉少了。此次神元秘境一行最大的获利者便是顾家，虽然顾家受到了一些屈辱，但好在顾家子弟都获得了机缘，修为皆是有所提升。反观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门内的天骄弟子无一例外全部都被屠杀，只怕数百年内都难以恢复元气。天剑宗古雅的房间内，宗主潘明龙请来了有名的神医，并且将宗内所有的天才地宝都拿了出来，只为给儿子潘子健重塑双臂。潘子健服用了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宝，但是脸色依旧苍白，双眼之中充满了恐惧。李老，子健的伤势如何了？潘明龙神色紧张地问道。潘子健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以潘明龙现在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再生一个。若是潘子健出了什么事，那潘家可就真的绝后了。被称为李老的神医摇了摇头，宗主，神子外在的伤势可以痊愈，就连双臂也能重新生出，但到心破碎，只怕无力回天了。什么？潘明龙一双瞳孔猛然骤缩，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除非找出那位魔修，让神子亲手将他击杀，而且修复道心的概率还很低。老奴的建议是让神子早些成家立业。李老站了起来，对着潘明龙说道。闻言，潘明龙已经知道李老的意思了。潘子健算是彻底废了，每日每夜只能生活在恐惧之中，指不定哪天就歇菜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潘子健早些成家立业，生出1、2个子嗣，好为潘家传宗接代。唉，罢了，子健能够活着出来已经很好了。潘明龙也认命了，毕竟4大势力圣灵学院进入秘境将近800名弟子，只有他儿子潘子健活着走了出来，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赵温，你好好看着子健，若有什么事立即向本宗主汇报。潘明龙对着门外的赵温嘱咐道。是，宗主。赵温躬身回道。随后潘明龙和李老一同离去。望着两人的背影，赵温嘴角浮现一抹冷笑。这潘子健是潘家唯一的血脉，也是潘明龙最后的希望，而顾长歌便要让潘明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咯吱，顾长歌推门而入，随后向着床榻上的潘子健走去。这潘子健也真够惨的，先是双臂被废，道心破碎，现在又被顾长歌当成工具人。魔鬼，你是魔鬼！赵温，救我！潘子健回忆起神元秘境那一幕，便全身颤抖，失声大喊：神子别怕，我在呢。顾长歌意融成的赵温缓缓走来，对着潘子健安抚道。见到赵温之后，潘子健的脸色方才好转了一些。神子，我送你去见赵温如何？顾长歌突然邪魅一笑。闻言，潘子健眉头一皱，你不就是赵温吗？是吗？神子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是谁。顾长歌摘下冰蚕面具，露出自己的真容。顾啊！潘子健话还没说完，然而下一秒舌头便被剑芒斩断出去。潘子健疯狂摇头，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狂暴的魔气自顾长歌体内肆虐而出，那头让潘子健恐惧不已的绝世大魔再次出现。原来顾长歌就是那个魔修，薛广天和赵温都是顾长歌易容而成，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都被耍了，幕后黑手竟然是顾家废物顾长歌。顾长歌堕入了魔道，你是唯一知道我身份的人，但你很快就要死了。不过你不会孤单，因为很快我就会屠灭4大势力圣灵学院，让他们去和你作伴。顾长歌双目血红，嘴角挂着极为狰狞的笑意。潘子健吓得疯狂摇头，然而下一秒魔剑袭来，直接将他的头颅削飞出去，鲜血溅洒在墙壁之上，很是凄惨。顾长歌得意一笑，他将事先准备的赵温尸体拿了出来，放到了房间之中。随后顾长歌手执魔剑，在房间中留下一行血字：3大势力为我天涯阁，圣灵学院抓我父亲，这笔账我薛广天会100倍1000倍奉还。这潘子健只是一个开始。做完这一切之后，顾长歌方才满意的离去。反正薛广天都当了替罪羊，也不在乎这一点罪名了。相信潘明龙知道后肯定会愤怒的杀去天涯阁。天涯阁如今没有薛洪坐镇，随便一位轮回境圆满都足以将他覆灭。不知道借他人之手灭了天涯阁，我能不能获得杀戮值？天剑宗外的黑夜之中，顾长歌饶有趣味的喃喃道。翌日，
潘明龙带了一位容貌精致、身姿曼妙的女子来到了潘子健的庭院。你若是能为我潘家生个大胖小子的话，本宗主定然重重有赏。潘明龙对着曼妙女子嘱咐道：“宗主放心，小女一定会尽力的。”曼妙女子躬身回道：“好。”潘明龙满意的笑了笑，随后便推开了潘子健的房门。血红的大字映入眼帘，赵温的尸体，还有他亲生儿子潘子健残缺不全的尸体部，这不是真的，这绝对不是真的！苍天不公啊！为什么要断我潘家之后啊？天涯阁，本宗主与你势不两立！潘明龙勃然大怒，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猛然爆发。发生了什么事？宗主息怒，宗主息怒啊！天剑宗的长老、执事、核心弟子全部赶来，一个个战战兢兢的道：“把造化境以上的长老、弟子全部召集起来，随本宗主杀去天涯阁。若是不灭了天涯阁，本宗主誓不为人。”潘明龙面色狰狞，青筋暴怒，手握一柄神器宝剑，当即踏空杀去。是，宗主。天剑宗上万名长老、弟子紧随潘明龙向着天涯阁杀去。这一日，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率领宗内精英直接向天涯阁开战。天涯阁没有血红镇守，此时遭受潘明龙的屠杀，简直如同待宰的羔羊，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所有人都知道四大势力之一的天涯阁要完了，传承数万年之久的天涯阁最终毁在了薛广天身上，当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如今四大势力之中，天涯阁濒临灭门，其余三大势力年轻天骄被屠杀，元气大伤，一直被打压的顾家得以喘口气。顾安澜等人都在神元秘境中得到了不少机缘，因此回到家族后便开始闭关修炼。房间内，顾长歌刚刚吐纳完。自从融合了原始真魔精血之后，顾长歌的魔道修为便更加纯粹，而且魔威越发的恐怖。天涯阁应该很快就被灭门了吧？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阴笑，他现在很期待，那就是天涯阁被灭门之后，他能不能获得杀戮值。天涯阁作为围攻顾家的四大势力之一，若是被灭掉之后，想必杀戮值肯定不会少。嗷吼！就在顾长歌沉思的时候，丹田内却传来一声龙啸。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兽威爆发，正是小黑子突破了。这是5级了。顾长歌面色震惊，没想到小黑子在短短半个月竟然修炼到了5级妖兽。5级妖兽比肩武道的涅槃境，通常一位武修需要花费5到10年的时间才能修炼到涅槃境，但是小黑子却仅仅用了半个月。不过也正常，小黑子的血脉本就很高，尤其是存在返祖现象，这使得他修炼天赋出奇的高。而且九幽魔蛟去世前化为一枚妖丹，小黑子炼化后可以毫无瓶颈的突破。妖丹蕴含了九幽魔蛟毕生功力，起码可以让小黑子毫无瓶颈的修炼到7级。顾长歌将小黑子召唤了出来。小黑子虽然只出生半个月，但此时却足足有着2米高。蛟龙爪极为锋利，一双龙角散发着恐怖威力，全身都被九幽火焰笼罩。拜见主人。小黑子已经突破到了5级，可以口吐人言。顾长歌满意的笑了笑，随后上前摸了摸他的脑袋。小黑子，你现在已经是5级妖兽了，可以幻化人形了吧？小黑子点了点头，但却犹豫的说道：主人，我除了您之外没有见过其他人，想要幻化人形也没个参考物。没事，你就照着我来幻化就好。顾长歌丝毫不介意的说道。谢谢主人。小黑子伸出舌头舔了舔顾长歌，他原本还以为主人会怪他，但现在看来是他多虑了。嗡嗡，小黑子摇身一变，竟然化为一个英俊帅气的少年，那双眸、鼻子简直就是和顾长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若是外人看到，恐怕会以为是顾长歌的亲生兄弟。主人，这样可以吗？小黑子笑嘻嘻地问道。顾长歌轻咳一声，你这倒也无妨。小黑子，你身为一头妖兽，光修炼是不行的，还必须不断地进行实战，要培养自己的嗜血和狂暴。顾长歌对着小黑子嘱咐道。小黑子点了点头，愿听主人安排。好，那我们去云雾山脉。顾长歌带着小黑子溜出顾家，向着云雾山脉赶去。云雾山脉一处密林之中，一头6级小成的铁蜥兽狼狈逃窜，因为他被一名魔修盯上了。那名魔修有着魔王境圆满的修为，手执双剑，单单是威压便让他全身颤抖。因此铁蜥兽不顾3七21，掉头就是逃跑。孽畜，你往哪跑？突然铁蜥兽前方出现一道黑影，正是顾长歌。我又没有得罪你，为何你要这般为难我？铁蜥兽语气颤抖地问道。顾长歌并未理会他，而是面无表情地问道：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要不要？闻言铁蜥兽连忙点头，只要魔修前辈不杀我愿意为您当牛做马。不必了，你血脉太低。顾长歌却是冷声回道。铁蜥兽虽然被拒绝，但是却不敢多言。随后小黑子走了出来，
庞大的蛟龙之躯使得铁西兽吓了一跳。这是九幽魔蛟，为何会有如此恐怖的魔气傍身？铁西兽忌惮地说道：“你若能胜了他，那么今天便能饶你一命。”顾长歌对着铁西兽说道：“你确定？这九幽魔蛟虽然血脉强大，但却只有6级，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铁西兽眼中放光，有些轻蔑地说道。闻言，小黑子体内的血脉开始喷张，轰隆隆，九幽火焰熊熊燃烧，炽烈的高温使得周围的树木都是被焚烧殆尽。嗷吼！被铁西兽轻蔑，小黑子感到非常耻辱。他身怀九幽魔蛟血脉，而且体内还有着魔气，虽然只有6级，但是对战7级妖兽却不在话下。你会死得很惨。九幽魔蛟猛地掠出，以及摆尾扫出，罡风肆虐。这力量怎么会那么强？铁西兽吓了一跳，当即不敢犹豫，用最为坚硬的铁犀顶出。恐怖的攻势自铁犀中爆发，欲要挡下九幽魔蛟这一记摆尾。轰！嗷嗷！然而一击相撞，铁西兽直接被轰飞了出去，发出一道极为凄惨的叫声。吼！小黑子丝毫不给铁西兽喘息的机会，直接腾空而去，笼罩整片天穹。随后，小黑子口吐火莲，将铁西兽笼罩。不要！铁西兽面露绝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5级妖兽手上。轰！火莲落下，铁西兽直接被焚烧殆尽，连尸骨都不曾留下。铁西兽的兽核飞出，被小黑子一口吞下，而后转化为狂暴的力量。很不错，顾长歌满意的笑了笑。小黑子以6级实力轻松击杀7级妖兽，可以说力量已经非常变态了。叮！由于宿主的算计，天涯阁除了薛红之外皆被屠杀，宿主获得12000杀戮值。系统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响起，顾长歌身形一震，感到很是惊喜。天涯阁被灭了，而他竟然真的得到了杀戮值，整整12000杀戮值，他足以突破到魔皇境了。只要突破到魔皇境，顾长歌便有能力和轮回境大能一战。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王境圆满，突破至魔皇境入门需10000杀戮值。杀戮值12330。顾长歌看着信息面板，嘴角微微上扬。他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杀戮值提升魔道修为了，只要能够突破到魔皇境入门，顾长歌便有信心对付轮回境小城以下的任何武修。轮回境修为的4个小境界，每一境界都天差地别，而魔皇境只是比肩飞升境。顾长歌凭借各种手段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当然，想要碾压并且击杀轮回境圆满的大能，顾长歌的魔道修为最少也要达到魔皇境大成。系统开始提升魔道修为，顾长歌迫不及待地命令道：“轰！”顾长歌丹田内的魔气爆发，原始真魔之威笼罩天地，方圆数百里的天空皆是被魔气笼罩，昏暗不见五指。主人又要突破了。一旁小黑子面色大惊，当他感受到顾长歌体内散发出来的恐怖魔威时，竟然会有种窒息的感觉。只要主人动根手指，便能将他轻易抹杀，这便是强者，永远都只能被仰望。轰隆隆，魔气直冲九霄，幻化为一头绝世大魔，驰骋于天地之间。天穹崩碎，大地皲裂，云雾山脉7级、8级以上的妖兽都是落荒而逃。这股魔威实在是太恐怖了。呼！顾长歌呼出一口浊气，双眼血红，他身上有着一股狂暴的戾气，即便是这世间最为凶狠的妖兽见到都要落荒而逃。无极宫、天剑宗、风清门还有圣灵学院，你们给我好好等着，很快我就来灭掉你们。顾长歌眼中闪过2道冰冷的杀芒。如今他突破到了魔皇境入门，一流势力中已经没有几人是他的对手了。主人，我也会好好修炼，今后与您一起并肩作战，杀光那群正派伪君子。小黑子目光坚定地说道。顾长歌点了点头，继续积累实战经验吧。是，主人。一人一兽驰骋整个云雾山脉，匆匆3月转瞬即逝，青州的势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的一流势力天涯阁被灭门，门下所有的附属势力都被其余3大一流势力所吞并。至于阁主薛红，被迫种下奴印，成为了圣灵学院的一名奴仆，弥补儿子薛广天犯下的大错。圣灵学院虽然损失了上百名天骄，但是能够收获一位轮回境圆满的奴仆，倒也不算亏。只是薛红心里就很苦了，他始终不相信自己儿子会堕入魔道，绝对有人陷害他，但是他却无能为力。狗杂种，千万别让老夫知道你是谁，否则老夫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薛红双拳紧握，指甲插入到血肉之中，灭门之痛让他生不如死。当然，这种痛苦、绝望，顾长歌3年前早已经历过，如今只不过是让薛红也体验一下罢了。青州无极宫，
一处山清水秀、灵气充盈的山峰上，突然有着大荒之气爆发，顿时大道法则衍生而出，天降莲花，地涌甘泉，异象不断。大荒之气如同蛮荒古兽，恐怖的神威镇压万古，整个无极宫都被笼罩在内。这是大荒之气？难道神子已经将大荒神体彻底融合了？哈哈，真是天佑我无极宫啊！那顾长歌天赋再好又如何？到头来大荒神体还不是造福我无极宫？无极宫的长老、执事、弟子全部双目火热地看向神子峰，那里是神子柳平闭关的地方。3年半前，柳平夺了顾长歌的大荒神体之后，便宣布闭关。如今已经过去了3年半，神子柳平终于彻底融合了大荒神体。哈哈哈，我儿终于出关了，太好了！我儿融合了大荒神体，今后必定称霸一个时代。主峰之上，柳南杰大笑着飞出。虽然无极宫在神渊秘境之中损失了上百位天骄，但是只要柳平在，属于无极宫的时代就不会过去。轰！神子峰上，大荒之气席卷天地。一位头戴玉冠、身穿白服、容貌俊逸的少年飞出，体内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3年的积压，终于在大荒神体融合之后爆发了。轰！一声巨响发出，柳平的修为气息直接攀升到了飞升境小成，随后继续攀升，飞升境大成，飞升境圆满，距离轮回境只有一步之遥。年仅19岁的柳平，无论是天赋亦或是修为，都足以碾压同辈。就算是老一辈强者，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拥有大荒神体的柳平，即便是飞升境圆满修为，也能越级挑战轮回境入门的强者。神子威武，扬我无极宫神威！神子威武，扬我无极宫神威！所有长老、执事、弟子全部对着柳平朝拜。这一刻，整个青州都被天地异象所惊动。顾家大殿外，顾元宏望着天空上的异象，老脸越发阴沉。这是大荒之气，顾元宏如何能够不熟悉？当初他的儿子顾长歌出生之时，便是这般天地异象。只是无极宫卑鄙无耻的柳平剥夺了顾长歌的神体，从而自己进行融合。这一切本该属于他的儿子顾长歌，都怪父亲无能，否则又岂会让你白白丢了神体？顾元宏双拳紧握，老脸之上青筋暴露。他恨自己没用，当初不能护下自己的儿子。顾长歌原本在房间内修炼，但是感受到那股熟悉的大荒之气时，他的双眼顿时睁开，双目血红，嗜血之气吞噬天地。大荒神体，柳平出关了。顾长歌狠狠一咬牙，3年半前的那一幕在脑海中重放。柳平剥夺了他的神体，并对他各种蹂躏。轰！滔天魔威爆发，顾长歌恨不得将柳平撕碎。不是你的东西，你始终都别想得到。柳平，这一次我会把自己失去的一切都双倍、100倍的拿回来。顾长歌咬牙切齿地说道。叮！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响起。不出意外的话，系统要发布关于击杀柳平的任务了。叮！抢夺宿主大荒神体的柳平已出关，请宿主前往击杀。任务奖励9000杀戮值，天阶高级剑道武学上苍劫光，夺回的大荒神体将直接进化为大荒圣体。顾长歌看着杀戮任务，眼中闪过2道火热的光芒。击杀一个柳平，竟然直接奖励9000杀戮值，而且还奖励了一部天阶高级剑道武学。当然，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最后一道奖励，夺回的大荒神体竟然可以直接进化为大荒圣体。圣体比之神体要更加的强大与恐怖。传闻圣体出世，万千神体臣服。无论你拥有多么厉害的天生神体，在圣体面前都是九牛一毛。如果顾长歌能够再融合一道圣体的话，肉身力量将会变得极为恐怖。到时就算是轮回境的大能，肉身力量都将弱于顾长歌。那柳平身在无极宫内，我该如何前往将他击杀呢？易容成长老潜入无极宫，不行，那柳平可不是潘子健，一时半会估计难以击杀。若是因此惊动了柳南杰，只怕就危险了。顾长歌闭着双眼沉思，手指在桌子上有规律地敲打着。过了许久之后，顾长歌方才睁开双眼。有了，去天宝楼打听一下消息。我就不信那柳平出关后会一直待在无极宫。天宝楼乃是青州最大的商会，并且还是最大的情报机构。传闻天宝楼有10万影子卫分布在青州各地，青州几乎所有的消息都逃脱不了天宝楼的视线。天宝楼的综合实力比之圣灵学院还要强大，甚至已经快要比肩3大超级势力了。而且天宝楼在武道最为昌盛的中州还有着总部，影响力几乎遍布整个仙域。顾长歌此次便准备前往天宝楼打探一下柳平的消息。只要那柳平敢走出无极宫，那么顾长歌便有信心将他击杀。顾长歌身穿一袭黑袍，推门融入黑暗，悄悄地出了顾家。天宝楼位于赫赫有名的天宝城，天宝城占地上100万亩，城中商业繁茂，丹药、武器应有尽有，
几乎垄断了青州的所有商业。顾长歌身穿一袭黑袍，来到了天宝城下，队伍如龙，且身穿黑袍的午休还不少。顾长歌并不显得突兀。来到天宝城的午休，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购买宝物，所以会随身携带大量的钱财。为了不引人瞩目，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起来。进入天宝城者必须缴纳100灵石的治安费。城门前，天宝楼的10几名弟子逐一收取灵石，他们的修为竟然都达到了神藏境。神藏境的强者在天宝城竟然只是看门的顾长歌交了100颗灵石之后，便进入了天宝城。随后，顾长歌一路深入，直接来到了天宝楼前。天宝楼大厦林立，相当的繁荣。顾长歌进入大厅之后，当即便有一位曼妙少女走来，笑着问道：“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我想打听一些事情。”顾长歌用老成的语气回道。曼妙少女点了点头，随后做了个请的手势：“先生，请随我来。”顾长歌跟随曼妙少女来到了一处隔间。“先生，您想要咨询什么事情？进去按流程询问便可。”曼妙少女说完之后便是退下。“多谢。”顾长歌道谢完之后便推门进入了隔间。隔间内一位老者正在沏茶，见到顾长歌进来，抬起头笑着说道：“来者是客，道友请坐。”顾长歌也不客气，当即坐了下来。“老夫名为普文言，请问道友想要咨询什么事情？”普文言推来一杯茶，随后笑着问道。普文言，天宝楼的2位副楼主之一。顾长歌在心里暗暗说道。天宝楼的2位副楼主分别是孙涛和普文言，前者负责商业，后者负责情报。他们2人都是半不生死境的大能，与那圣灵学院的院长徐立安同等境界。在普文言周身有着若隐若现的生死之气，虽然他还没有正式踏入生死境，但却已经能够调动一丝生死之力。生死之力不仅可以置对手于死地，并且还能让自身损坏的器官快速恢复。普前辈，我想咨询关于无极宫神子柳平的一些事。顾长歌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闻言，正在饮茶的普文言愣了一下，道友，这无极宫可是一流势力，情报很难搞到，而且天宝楼轻易不会售卖一流势力的情报。普文言所说不假，一流势力都有轮回境的大能，天宝楼轻易也不敢得罪。但是只要好处给得多，天宝楼依旧会把知道的情报透露出去。天宝楼的规矩我懂。顾长歌拿出一枚空间戒指，其中有着3亿灵石。这大半年，顾长歌击杀了20多位无极宫的长老，还有数百名4大势力的弟子。他们死后，灵石自然被顾长歌所继承。3亿灵石买一个关于柳平的情报。顾长歌也不废话，直接道出了数目。普文言眉头微皱，3亿灵石已经不是小数目了。道友稍等，容老夫前去请示一番。普文言离去，留下顾长歌一人在房间内。没过多久，顾长歌耳边传来一阵阵高跟鞋的声音，一股淡雅的清香味扑鼻而来。顾长歌抬眸望去，发现是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子，那火辣的身材几乎可以勾起所有男人的欲望，尤其是那一双纤细的大白腿，仿佛一捏便会出水般。赵嫣然，天宝楼总部来的千金，据说是家族为了磨练她，才将她派遣到了青州。这赵嫣然的身份地位可比楼主张顺还要高啊！顾长歌一眼便认出了赵嫣然。赵嫣然有着一双紫色瞳孔，显得极为妖艳。那双紫色瞳孔落在顾长歌身上时，顾长歌感觉自己好像被看穿了一般。不过有着系统的遮蔽，赵嫣然应该看不出她的魔道修为吧。赵嫣然瞳孔猛然骤缩，闪过一抹惊讶，但很快便是消散。先生，让你久等了。赵嫣然抿嘴一笑，绝美的容颜好似能够勾魂一般。但是在顾长歌面前，这些都不值得一提。赵嫣然坐到了顾长歌的对面，那普文言竟然如同随从一般站在他的身后。看来传闻不假，这赵嫣然便是天宝楼总部的千金，来到青州乃是为了磨练自己。就是不知道赵嫣然会不会把柳平的情报告诉自己。天宝楼一旦把柳平的情报告诉给顾长歌，那就相当于得罪了无极宫。先生是要打听关于柳平的消息对吗？赵嫣然红唇轻启，用清脆悦耳的声音问道。顾长歌点了点头，不知天宝楼愿不愿意和我做这笔生意。赵嫣然并未回答，而是淡淡一笑，随后玉手伸出，竟然把空间戒指推给了顾长歌。见状，顾长歌眉头微皱，看来这天宝楼是不想得罪无极宫啊。既然天宝楼不愿做这笔生意，那在下就告辞了。顾长歌也不废话，收起空间戒指就准备离开。先生且慢。赵嫣然当即便是开口挽留。赵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顾长歌有些不耐烦的道。先生误会了，天宝楼愿意和您做这笔生意，只是这3亿灵石天宝楼便不要了，全当跟先生交个朋友如何？赵嫣然此话一出，顾长歌和普文言皆是愣住了。3亿灵石不要，只为交个朋友？这赵嫣然莫非看出了什么？赵嫣然身后，普文言心里很是惊讶，他几番感知下来，却丝毫察觉不到顾长歌的修为气息。
难道这个黑袍人真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在这青州能让小姐刮目相看的人应该没有几位才对。先生请坐。赵嫣然笑着说道。顾长歌压下心中的疑惑，再次坐回到了座位。不知先生想要知道关于柳平的什么消息呢？赵嫣然对着顾长歌询问道。柳平近段时间是否会出无极宫？如果出无极宫的话，目的地在哪？顾长歌言简意赅地问道。赵嫣然点了点头，随后对着蒲文言吩咐道：蒲老，你去查一下先生问的这2件事。是，小姐。蒲文言不敢犹豫，当即出了隔间。先生稍等片刻，待蒲老回来就知道答案了。赵嫣然亲自为顾长歌沏茶，期间一直在打量着顾长歌。每次打量顾长歌，赵嫣然双眸之中都会闪过一抹惊讶。约莫1刻钟之后，蒲文言赶了回来。小姐，先生，柳平的事查到了。蒲文言躬身回道。闻言，赵嫣然淡淡一笑，说说看。是。蒲文言点了点头，随后开口道。柳平融合了大荒神体后，准备前往剑谷历练，时间便在6天后。为了确保柳平的安全，柳南杰派出了2位护法长老在暗中保护，修为都在轮回境大成。闻言，顾长歌的眼中浮现2道冰冷的杀芒。只要柳平出了无极宫，顾长歌就有把握将他击杀。先生，请问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到您吗？赵嫣然语气恭敬地问道。这让蒲文言更加的震惊。赵嫣然可是总部楼主的千金，即便是中州的天骄，大多他都不放在眼中。然而面前这位黑衣人竟然让小姐这般恭敬对待，这黑衣人身上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多谢姑娘，这些消息对我很有用。我欠天宝楼一个人情，今后若有需要，必然尽力而为。顾长歌抱拳说道。随后，顾长歌便转身离开了隔间。望着顾长歌的背影，蒲文言久久失神。等到顾长歌出了天宝楼，蒲文言才是问道：小姐，此人真的值得天宝楼如此重视吗？值得，非常值得。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赵嫣然瞳孔泛着紫芒，很是妖艳。蒲文言顿时来了兴趣，随后目光落到了赵嫣然的身上。赵嫣然这双眸可不简单，此乃无妄神瞳，能够看透古今未来。小姐看到了什么？蒲文言迫不及待地问道。一道立于仙域之巅的傲然身影。赵嫣然语气激动地说道。他虽然没有看透顾长歌的修为，但是却看到了一道身影，那道身影持聘9天10地，立于仙域之巅，无人可敌。什么？立于仙域之巅？蒲文言长大了嘴巴，感觉自己好似在做梦。如果赵嫣然说的是立于青州之巅，那么蒲文言还会相信，但是立于仙域之巅，这就让人有些惊讶了。仙域有着9大洲，而中州武道最为昌盛，这青州根本没法跟中州比。但是现在小姐却说刚才那位黑衣人能够立于仙域之巅，这是何等疯狂啊！怎么，蒲老怀疑我的眼光吗？赵嫣然并没有怪罪蒲文言，而是笑着问道。蒲文言吞了吞口水，当即便是回道：小姐说笑了，您怀有无妄神瞳，能够通晓古今未来，既然您看到了，那就不会有错。能让一位立于仙域之巅的大能欠我天宝楼一个人情，那实在是明智之举。赵嫣然淡淡一笑，看吧，青州很快就会变天了。青州无极宫，柳平收拾好了行囊，准备前往剑谷历练。他闭关3年多，融合了大荒神体，修为实力突飞猛进。要想更好地发挥出神体的功效，就要不断地去战斗。柳平刚走出房间，公主柳南杰、大长老司空庆便是迎面走来。孩儿，此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如今青州并不安全，虽然天涯阁被灭门，但是魔修还未抓住，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柳南杰拍了拍柳平的肩膀，嘱咐道。如今柳平可是他无极宫的所有希望了。柳平脸上挂着高傲，他神情不屑地说道：区区一位魔修，何足挂齿？若是遇到孩儿，自会将他斩杀。在柳平看来，他就是气运之子。虽然出生时没有天地异象，但是后面却一路逆袭，融合了大荒神体，年纪轻轻便修炼到了飞升境圆满。这不是气运之子是什么？原本耀眼的顾长歌，只是他这位气运之子的踏脚石罢了。如今他闭关3年而出，若是能够斩杀魔修，必然一举成名。闻言，柳南杰眉头微皱，但却并未多说什么。以柳平现在的实力，即便是轮回境入门的大能，都不是他的对手。若是遇到魔修，谁胜谁负还真的说不定。父亲，你不用担心孩儿，那魔修遇到孩儿将会是他的不幸。柳平一脸自信，双眼之中闪过凌厉的杀芒。随后，柳平背着一把宝剑，化为一道流光掠去。等到神子归来，修为必然会再次大涨。我无极宫终于要强势崛起了，公主生了个好儿子啊！司空庆对着柳南杰恭维道。闻言，柳南杰眉开眼笑，心里很是高兴。他柳家出真龙了。剑谷乃是青州极为有名的炼剑之地，青州古往今来的剑道大能都曾在剑谷历练过，
因此谷内留有成千上万道剑气。柳平除了武道天赋强大之外，剑道天赋也丝毫不弱。因此柳平辅修剑道，手中的巨杀剑乃是神器品级，曾经有着不少强者都死在了他的剑下剑骨内。柳平背着巨杀剑，双眸紧闭，一道道剑气肆虐而来，欲要将他吞噬。然而柳平却丝毫不慌，等到剑气到来的时候，他的双眼猛地睁开，巨杀剑发出一声轰鸣，巨杀狂斩。柳平一剑斩出，剑气爆发，肆虐9天10地，并且大荒神体也被催动，大荒之气浩浩荡荡，整个剑骨都在震动。这一剑化为滔天巨杀，直接将上百道狂暴的剑气湮灭。柳平的嘴角微微上扬，这巨杀狂斩乃是一部地阶高级剑道武学，如今已经被他修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若是斩出这一剑，即便是轮回境入门的大能都扛不住。剑谷外，2位护法长老神色惊讶地看向谷内，神子这一剑好恐怖。是啊，若是神子突破到轮回境，只怕我们2个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大荒神体果然恐怖如斯，神子的力量简直碾压同境界武修啊！2位护法长老感叹道。在整个无极宫，除了公主和大长老之外，就属这2位护法长老的实力强大了。2位护法长老一般只负责保护公主柳南杰，但是柳南杰为了柳平的安全，因此将他们2人派了过来。剑谷外的一处虚空，顾长歌便隐匿在这里。他的修为气息被系统屏蔽之后，剑谷外的2位护法长老根本感知不到。轮回境大成，我现在还不是对手。顾长歌沉思道，他现在的魔道修为只是魔皇境入门，极限战力便是轮回境小成。要想击杀轮回境大成的强者，顾长歌的魔道修为最少也要突破到魔皇境小成。当然，虽然打不过这2位护法长老，但是顾长歌却有办法将他们支开。顾长歌戴上百变冰蚕面具，摇身一变化为无极宫大长老司空庆的模样，就连修为气息也和司空庆的一模一样。做完这一切之后，顾长歌方才出了虚空，向着剑谷走去。有人来了。2位护法长老警惕性很高，当即就发现了司空庆。大长老，2人眉头一皱，感到有些疑惑。公主既然派了他们2人前来，又为何让大长老也跟过来呢？这股修为气息确实是大长老无疑。见过大长老。2位护法长老躬身行礼。司空庆点了点头，随后对着2人吩咐道：公主有事找你们2人，你们速速返回无极宫，至于神子交给老夫来保护便可。闻言，2位护法长老并没迟疑，当即就是回道：是，大长老。2人根本没有怀疑，因为他们确信此人就是司空庆。大长老都发话了，那自然不会有假。2人快速离去，很快便不见了身影。司空庆咧嘴一笑，双眼变得血红。柳平，3年前的血仇是时候清算一下了。不是你的东西，你永远也别想得到。今天将会是你的噩梦。司空庆踏入剑谷，刚好看到了挥剑的柳平，一剑斩出，大荒之气爆发，肆虐9天10地。熟悉的气息让顾长歌拳头紧握。这大荒神体本就是他的，但是却被柳平强行剥夺。那血腥的一幕，顾长歌岂会忘记？柳平硬生生夺了他的神体，用脚踩在他血淋淋的身体上，一声又一声地骂他废物。怒意滔天，原始真魔血脉躁动无比，欲要吞噬9天10地。柳平很快便发现不对劲，他快速湮灭上百道剑气，随后转身看向司空庆。大长老。柳平有些疑惑，但是当他看到司空庆眼中的血红杀芒时，当即便反应了过来。你不是大长老。柳平手握巨杀宝剑，身上泛着凌厉的杀机。桀，不愧是气运之子，不像那群蠢货。顾长歌发出尖锐的笑声。你就是那个魔修。柳平非但不慌，反而眼中还迸射出火热的战意。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今天将会是你的死期。顾长歌咧嘴一笑，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血红杀芒冲天而起，2柄魔剑肆虐而出，天地间被魔剑之威所笼罩。神器级别的魔剑，你竟然也用剑？柳平越发的感兴趣，因为在他的感知中，这位魔修只有魔皇境入门的修为。魔皇境入门比肩武道的飞升境入门，这在柳平看来简直就是蝼蚁。你可真是大言不惭，今日本神子便削下你的人头，让这青州所有人都看看本神子的风姿。柳平咧嘴一笑，巨杀宝剑发出刺耳的轰鸣。柳平双眸一寒，而后猛然前踏，巨杀宝剑快速此处，沿途虚空皆是破碎。在我面前用剑，呵呵，你配吗？顾长歌冷笑一声，混沌剑体猛然爆发，轰隆隆，混沌剑气肆虐九霄，天穹瞬间崩塌，大地皲裂而开。在顾长歌的混沌剑气面前，柳平的剑气简直不值一提。咣，铿锵，啊！双剑相撞的那一刻，
混沌剑气如同猛虎一般冲出，巨杀宝剑的剑芒瞬间暗淡。柳平也被这股混沌剑气震得全身颤抖，若不是有着大荒神体的话，恐怕五脏六腑都会损坏。柳平发出一声惨叫，身形狼狈暴退。一击交锋，柳平直接落入了下风。踏踏踏踏，柳平倒退了上千步，握着巨杀宝剑的右手依旧在颤抖。混沌剑体，你怎么可能诞生混沌剑体？柳平自认为剑道天赋极佳，但是连普通的剑体都未诞生。然而面前这位魔修竟然拥有已经绝迹的混沌剑体，这是何等恐怖！混沌剑体多见于混沌时期，威力极为强大，即便是大荒神体都难以比肩。唰，一道黑影袭来，天地瞬间昏暗，恐怖的魔威从天而降，柳平感觉头皮发麻。一剑定生死，顾长歌一剑斩出，混沌剑气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好恐怖的一剑！这难道是天阶剑道武学？你到底是从哪蹦出来的妖孽？柳平心态有些爆炸。无极宫最高品级的剑道武学只有地阶高级，然而面前这位魔修随便一剑便是天阶剑道武学，而且还拥有混沌剑体，这他妈的还怎么打？简直妖孽啊！他堂堂气运之子，竟然什么都被压了一头。两柄魔剑散发出血红剑芒，恐怖的混沌剑气肆虐九霄，千丈血红剑斩横贯天际，随后猛地斩落。轰隆隆，虚空震碎，天穹似乎都要为之毁灭。血红剑斩袭来，柳平感觉头皮发麻，他不敢犹豫，因为这道血红剑斩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但凡有丝毫不慎，他都会因此丢掉性命。巨杀狂斩，柳平调动体内所有的灵力，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巨杀宝剑之中。轰！飞升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方圆数十里的地面皆是皲裂而开，剑斩劈出，幻化成一头足足有着数百米的嗜血狂鲨。然而嗜血狂鲨在千丈剑斩面前，渺小的就如同一只蚂蚁。咣！一击相撞，火花激射，铿锵，宝器碰撞的声音发出，恐怖的余威横扫，整个山谷都摇摇欲坠。轰扑！然而短短几秒钟，那头足足有着100米的嗜血狂鲨就被湮灭成了血雾。扑哧！血红剑斩落下，柳平的脸色顿时苍白，整个人吐血飞出。轰！轰隆隆，柳平将沿途的山峰皆是撞得粉碎，而后整个人轰然落地。嗨！柳平嘴角残留着血迹，衣衫褴褛，头发凌乱，哪里还有一丝神子的威风？可恶！我明明已经使出了最强的一剑，为什么还是秒败？柳平面色不甘，他堂堂气运之子，竟然被全面碾压。如果不是有大荒神体的话，你刚才已经被我轰得连渣渣都不剩了。而让人感到可笑的是，你这具大荒神体还不是自己所诞生，凭借抢来的一具神体侥幸逃的一命，你难道不会感到丢人吗？顾长歌手握两柄魔剑，嘴角挂着一抹冷笑。你噗！柳平被气得口吐鲜血。这大荒神体确实是他抢夺而来，因为他自己的天赋不够，根本诞生不出大荒神体。抢的又如何？只要能融合，那他就是我的。今天本神子就让你见识下大荒神体的厉害。柳平挣扎着站了起来，大荒神体被催动，大荒之气彻底爆发，荒古气息极为雄厚，如同洞穿万古而来。魔修，你接下来就会知道本神子的恐怖了。昔日那顾长歌何等耀眼，但最后还不是被神子踩在脚下。无论是你亦或是顾长歌，都只是本神子的踏脚石，我将踩着你们的尸体走向武道之巅。柳平的嘴角微微上扬，随着他的一呼一吸，天地大势快速汇聚而来。3年前，如果不是4大势力联手，你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黑袍下，顾长歌双目血红，如同一头的玉修罗般盯着柳平。什么？3年前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柳平的瞳孔猛然骤缩，他紧盯着黑袍魔修，竟然感觉格外的熟悉。3年了，昔日你夺我神体，辱我尊严，今日我势必100倍、1000倍奉还。顾长歌声音凄厉冰冷地说道。轰！这一刻，元始真魔精血彻底爆发，恐怖的魔气笼罩9天10地，一头灭世大魔笑傲九霄，仿佛他一拳便可毁灭整个世界。在灭世大魔面前，柳平即便施展出了大荒神体，也依旧感到一股压迫。你是顾长歌？怎么可能？你明明自废丹田，怎么可能踏入魔道？而且这股魔威原始真魔。柳平被吓得倒退2步，他从一开始的自信到现在的畏惧，竟然只在短短的10几分钟。姐，你还认得我啊？柳平，今天我一定会让你感受下何为绝望。顾长歌一步跨出，原始真魔之威猛地轰出。柳平狠狠一咬牙，
只得硬着头皮展出一剑。这一剑有着荒古气息，即便是轮回境入门的大能，他都有把握一剑毙命。然而遇到顾长歌那股魔威时，竟然凝滞在了半空。给我破！顾长歌怒喝一声，如同来自九幽地狱。轰扑！剑斩瞬间被湮灭，柳平身形狼狈的暴退，即便将大荒神体催动到了极致，也依旧挡不住顾长歌的一击。你是魔鬼？怎么可能？这究竟怎么可能？你明明丹田被废，为何还能踏入魔道？而且还是原始真魔血脉。柳平面色苍白，眼中浮现一抹绝望。他将顾长歌的神体剥夺之后，顾长歌竟然诞生出了混沌剑体，并且还踏入魔道，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那个魔修根本就不是薛广天，而是你顾长歌。四大势力被你耍得团团转，不惜自相残杀，好狠的手段啊！柳平感觉头皮发麻，他实在想不到一个10几岁的少年竟然会有如此深的城府。你所说不假，但是知道我身份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顾长歌施展魔浪断魂步，成千上万道残影浮现，柳平看得目瞪口呆。然而在顾长歌袭来的同时，魔气杀芒也是紧随而至。这身法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杀伤力！铿锵，咣咣咣！柳平催动大荒神体，疯狂地挥动巨杀宝剑，然而在一道道魔气杀芒面前，依旧接连倒退。柳平，你拥有了大荒神体又如何？你的起点太低了，天赋弱到掉渣，纵然有一身机缘，也依旧被我死死碾压。结！顾长歌一掌拍出，顿时天地轰鸣，原始真魔之威降下，柳平的巨杀宝剑暗淡，整个人再次吐血倒退。顾长歌，我要你死！柳平口吐鲜血，破口大骂，心态已经彻底爆炸。3年前顾长歌让他仰望，没想到3年后修为被废的顾长歌再次让他遥不可及。他讨厌这种感觉，只有他这个气运之子才能这般高高在上，顾长歌算什么？去死吧！巨杀狂斩，依旧是那一剑，不过催动大荒神体之后，剑气却增强了数十倍。还是不死心吗？那好，我便让你看看何为差距。顾长歌施展神象镇狱境，一头顶天立地的玄象出现在身后，绽放着睥睨9天之威。轰！顾长歌一拳轰出，虚空接连破碎，天地昏暗无比，好似末日降临。柳平愣在了原地，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力量。顾长歌明明只有魔皇境入门的修为，但是却拥有魔尊境的肉身力量，即便是轮回境小成的大能，都不一定是顾长歌的对手。柳平实在想不到顾长歌在这3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变得如此狂暴，如此恐怖。神象阵愈境催动到极致，顾长歌肉身之上有着极为狂暴的力量在流转，玄象之力达到了巅峰。巨杀剑斩袭来，顾长歌却用不屑的眼神望去。魔神掌！随后顾长歌一掌拍出，灭世大魔同样拍出一掌，玄象之力撼动9天10地。咣！一掌落下，爆发出惊天轰响声，那剑斩竟然直接被湮灭。这是柳平第2次被湮灭剑斩，而且仅仅是一掌。柳平，拿命来！顾长歌双目血红，体内的魔气几乎快要失控，他身形一闪，直接来到了柳平身前。柳平早就吓傻了，脸色苍白的愣在原地。顾长歌血红手爪袭来，直接抓住了柳平的脖颈，将他提了起来。恐怖的魔气侵入柳平体内，使得他全身发黑，血肉模糊。不要，放过我！柳平面色痛苦，他离死已经不远了。放过你？呵呵，3年前你羞辱我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天的绝望？我不惜踏入魔道，便是为了将你们赶尽杀绝。顾长歌冷声大笑，如同一尊绝世大魔。柳平眼中布满了绝望，大荒神体在此时竟然丝毫不起作用。顾长歌才是大荒神体真正的主人。感受到顾长歌的气息后，大荒神体便开始抗拒柳平了。不，我是气运之子，你区魔修怎么会杀得了我？我不能死！柳平体内的修为气息竟然开始疯狂攀升。战斗中突破修为，真是气运之子的标配啊！顾长歌眼中浮现一抹惊讶，不过这也正常，毕竟柳平身怀大气运，怎么会那么轻易便被击杀呢？轰隆隆，恐怖的气息爆发，柳平竟然脱身飞出，继而天穹之上雷霆滚滚，竟然有着狂暴的雷霆汇聚而来。突破轮回境需要渡过雷劫，从而掌握一丝轮回之力。拥有轮回之力的大能，即便只剩一滴血也能轮回重生。顾长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没有在3年前将你击杀，待我突破轮回境，必然亲手取下你的人头。柳平怒喝一声，雷霆猛然劈下，落在他的身上。这一刻，柳平沐浴着雷芒，
好似一尊神明，果真是气运之子。但是我最喜欢扼杀气运之子了。顾长歌丝毫不惧，嘴角微微上扬，而后原始真魔之威再次爆发，更有混沌剑气、玄象之力，轰隆隆，天穹仿佛被分成了两半，一半是神光熠熠，一半是魔威滚滚。轰！柳平的修为直接突破到了轮回境入门，以柳平现在的实力，足以对付轮回境小成修为的大能。顾长歌，你若再隐忍几年，那本神子兴许还真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现在，你必死无疑！柳平怒喝一声，而后手握巨杀宝剑杀来。姐，我最喜欢你们这群自负的家伙在这说大话。顾长歌不避不闪，手握干将莫邪混沌剑体猛然爆发，混沌剑气肆虐九天十地，玄象之力充斥天地之间，更有原始真魔之威独断万古，一剑定生死。这一剑蕴含了顾长歌的全部力量。轰！天地在颤抖，魔威不可阻挡。顾长歌，去死吧！柳平猛地冲进黑暗，轮回之力爆发，欲要将这魔威驱散。该死的人是你！我顾家数万子弟的性命，今天便用你的血肉来祭奠！顾长歌双目血红，周身魔气环绕，嗜血之气冲天起。咣！轰轰轰！天地都充斥在魔威之中。柳平即便突破到了轮回境入门，却依旧破不开顾长歌的魔威。原始真魔之威哪里这般容易被驱散？不，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突破到了轮回境，为何还是奈何不了顾长歌？我不干啊！黑暗之中传来柳平绝望的声音。姐，柳平，我会让你感受到绝望的。顾长歌发出刺耳尖锐的笑声，随后一拳轰出，天地颤抖。咣！噗！这一拳直接洞穿了柳平的身体，血洞触目惊心。柳平神色呆滞，整个人重砸在地。顾长歌欺身而来，双指猛地探出，两个眼珠子飞出，柳平捂着眼睛惨叫，身体被洞穿，眼珠被挖，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觉，让柳平感受到了何为绝望。顾长歌一脚踏下，恐怖的魔威落在柳平的身上，咔嚓！柳平体内每一处骨骼都在此时断裂破碎。杀了我！有种你杀了我！无极宫饶不了你，我父亲必然会为我报仇。你等着吧，顾长歌，我在下面等着你！哈哈哈！柳平如同疯了一般吼道。闻言，顾长歌嘴角浮现一抹玩味。无极宫，呵呵，他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他们呢。你只是一个开始罢了。柳南杰不是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你的身上吗？若你死后，那老东西应该也不好受吧？顾长歌脸上浮现一抹冰冷到极点的笑容。这些年，他的父亲顾元宏是如何度过的？每天沉浸在悲伤、无力之中，为当初不能保护顾长歌而愧疚自责。如果柳平死后，柳南杰也会尝到这种感觉。轰！魔气再次侵入柳平体内，他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是被腐蚀，就连鲜血也在被魔气吞噬。柳平发出最为凄惨的叫声。顾长歌要焚尽他的所有鲜血，让他永生永世不得轮回。顾长歌，你好狠的心，你会得到报应的。柳平彻底绝望了。报应？呵呵，待我身化太古狂魔之时，谁又能阻我？去死吧！滔天魔气爆发，直接将柳平吞噬在内。如同万虫啃食的疼痛传来。下一刻，柳平的血肉乃至尸骨都被吞噬得一干二净。即便他身怀轮回之力，也不可能轮回重生。世上将再无柳平。3年前神体被夺的血仇，顾长歌终于报了。嗡嗡，魔气消散之后，有着璀璨的神芒闪烁，照耀整个山谷。那柳平死后，大荒神体自动脱体而出。顾长歌看向大荒神体的那一刻，大荒神体受到了感应，竟然自动飞来。顾长歌才是他真正的主人。只要重新融合了大荒神体，顾长歌便可凭借系统将其升级至大荒圣体。届时圣体一出，万千神体皆要匍匐。我说过，不是你的东西，你永远也别想得到。顾长歌面无表情，双眼之中泛着冰冷的杀芒。3年前羞辱他的柳平，如今已经连渣渣都不剩了。但这只是开始，他想要的是屠灭剩下的3大势力以及圣灵学院，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来吧，让我们重新融为一体。顾长歌双拳一握，体内的魔气顿时将大荒神体笼罩。嗡嗡，大荒神体重新与顾长歌融合，璀璨的神芒照耀整个剑骨，荒古气息自顾长歌体内爆发，肉身力量再次大涨。此时的顾长歌已经拥有了双神体，分别是混沌剑体、大荒神体。当然，大荒神体很快就会进化为大荒圣体。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仇人，并夺回神体。奖励：
9000杀戮值，天阶高级剑道武学上苍劫光，大荒神体将进化为大荒圣体。轰！刚刚与顾长歌融合的大荒神体猛然增强，荒古气息越发的浑厚。轰隆隆，一股圣威爆发，天穹顿时雷霆滚滚。雷霆散去之后，天降金莲，地涌甘泉，大道法则衍生而出，整个青州为之轰动天啊！这股气息是圣威，难道有圣体诞生了？圣体？不可能吧？那不是已经绝迹了吗？是剑谷方向，究竟是哪位剑修大能诞生了圣体？青州大小势力皆是被惊动，在这股圣威面前，即便是轮回境修为的大能都感到一股窒息。天生神体已经很难得了，然而圣体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古往今来，青州只有超级势力以及顾家诞生了神体，其中属顾长歌诞生的大荒神体最为强大，但是却被柳平所剥夺。如今圣体出世，究竟是来自哪个势力呢？青州无极宫，正在处理宫内事务的柳南杰突然停了下来。这股气息是圣威。柳南杰不淡定了，当即出了宫殿，向着那处异象望去。荒古圣威，浩浩荡荡，覆压整片天穹。天穹下，一切生灵为之匍匐。这是剑谷方向？难道是我儿柳平将大荒神体进化到了大荒圣体？柳南杰全身激动的颤抖，此时倒咽一口口水。剑谷方向，荒古圣威，这不就是他儿子柳平吗？哈哈，公主，恭喜啊！这股圣威必然是出自神子，神子诞生出了圣体，这简直就是我们无极宫之幸啊！太好了，我无极宫将要强势崛起了，到时就算是超级势力，也将被我们狠狠地踩在脚下。司空庆、蔡雄、朱星3位长老以及上百名执事长老全部赶来，对着柳南杰恭贺道：“神子柳平刚去剑谷历练不到1个星期，然而剑谷便有圣威现世，这让他们理所当然的就联想到了神子柳平。哈哈，平儿诞生了圣体，这对整个无极宫来说都是好事啊！大长老，备好祭品，本公主现在就要去祠堂祭拜诸位老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我们柳家出真龙了！”柳南杰满脸欣慰与得意，此时意气风发的说道：“哈哈哈，好嘞，我现在就去准备。”司空庆也非常开心，神子诞生了圣体，他今后也能跟着沾光。嗖！就在司空庆准备离去的时候，远方天空却飞来2道身影。咦，这是2位护法长老，他们2人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难道是为了传达神子诞生圣体的喜讯？司空庆愣住了，心里疑惑的喃喃道。公主柳南杰眉头一皱，他可是派下严峰2人保护柳平，如今他们怎么先回来了？老夏，你们怎么丢下神子回来了？司空庆先开口问道。夏严峰和夏严雄2人见到司空庆时，顿时就懵了。大长老，你怎么在宫内啊？夏严峰懵逼地问道。司空庆更懵了，老夫不在宫内，又该在哪啊？在剑谷啊！夏严雄着急地回道。老夫为什么要去剑谷？因为是你亲自前往剑谷，说宗主有事找我们，让我们2人先回来的呀。3人越说越猛，一旁的柳南杰心里感觉有些不安，因为司空庆全程都在无极宫，这个他能作证。但是夏严峰2人却说司空庆去了剑谷，这分明就是有人冒充司空庆。不好，难道是那魔修？柳南杰的心顿时悬了起来，因为他知道魔修会易容，当初在神渊秘境就是这样让他跑掉的。快，跟我去剑谷！柳南杰脸色一黑，当即就准备遁入虚空而去。公主，出事了！就在这时，守魂殿的长老惶恐地跑来。守魂殿内有着诸多守魂石，只要在无极宫身份地位高的长老以及神子、公主等等，都会有对应的守魂石。一旦守魂石灭了，就代表守魂石的主人遇难了。见到守魂殿的长老，柳南杰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发生了什么事？柳南杰语气颤抖地问道。扑通！守魂殿的长老顿时跪倒在地，随后哭丧着喊道：“公主，神子大人的守魂石灭了！”此话一出，在场的上百位长老全部倒吸一口凉气。神子的守魂石灭了，那神子岂不是已经去世了？闻言，柳南杰整个人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柳平出事了，他最为在意的儿子竟然出事了。柳平融合了大荒神体，今后的武道之路必然浩浩荡荡，然而却出事了。柳南杰的所有寄托，所有希望直接破灭。公主，司空庆等人吓得赶紧上前。轰！突然，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整个无极宫都笼罩在恐怖的威压之下。谁干的？究竟是谁干的？夏严峰、夏严雄，你们该当何罪？柳南杰暴怒，整个人如同发了疯的蛮牛一般，2巴掌甩出，夏严峰和夏严雄直接被抽飞了出去。啊！
轰隆，两位护法长老重砸在地，发出一声声惨叫。公主饶命啊！确实是大长老前去见谷通知，我们才赶回来的。两位护法长老面色惶恐，但是他们心里委屈极了，因为那人和大长老的修为气息都一模一样，这让他们如何能防？夏言风、夏言雄，你们别血口喷人！老夫一直都在宫内，根本没有去过什么剑谷。司空庆同样跪倒在地，他吓得后背发凉。公主把绳子看得有多重要，他自然知道，若是惹怒了公主，即便是他司空庆也得死。够了！柳南杰勃然大怒，恐怖的威压落下。司空庆和两位护法长老面色一白，而后皆是口吐鲜血，匍匐在地。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司空庆三人语气颤抖的求饶。把平儿的守魂石拿过来。柳南杰一双老眼布满血丝，体内爆发出极为恐怖的气息。守魂殿长老跪着上前，将一枚暗淡的守魂石递出，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敢杀我。柳南杰双手结印，随后耗费大量的灵力，方才凝结出一道阵法。阵法落在守魂石上，一道身穿黑袍、手握两柄魔剑的身影浮现，正是他杀了柳平。这是一种秘术，可以查看是谁杀了守魂石的主人。当然，这个秘术很消耗灵力和气血，一般都不会使用。又是你，该死的魔修！我柳南杰与你势不两立，此生若不杀你，老夫誓不为人！哈哈！柳南杰仰天咆哮，原本一头黑发竟然直接化为白发，那张脸颊也瞬间苍老了很多。绝望、愤怒，3年前顾元宏经历的一切，柳南杰也经历了一遍，而且还更加的残忍与心痛。剑谷外成千上万道身影袭来，虚空为之破碎，天地皆是颤抖。为首的正是公主柳南杰，她全身散发着滔天怒意，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笼罩四海八荒。大长老司空庆、2位护法长老以及成百上千名执事长老、数万名核心弟子全部杀来，这一路杀气腾腾，引来青州大小势力的观望。而无极宫神子柳平被击杀的事情，也在第一时间传遍整个青州。青州再次轰动，关于那个魔修的传说越来越神，甚至成了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魔修，本宫主要你死！柳南杰疯了一般冲进剑谷，恐怖的修为气息将整个剑谷都给笼罩，空气为之凝滞，虚空寸寸破碎。然而那头魔修早已不见了踪影。可恶！魔修，你给本公主滚出来！柳南杰仰天咆哮，一头白发凌乱飞舞，体内的轮回境修为气息横扫而出。轰！噗！整个山谷瞬间化为齑粉。公主息怒！司空庆等人吓得匍匐在地，全身都在颤抖。息怒！我儿都被杀了，你们让我息怒！哈哈！柳南杰一双老眼流下了血泪，他最为看重的儿子身怀大荒神体，却被无情屠杀，连尸骨都未留下，都是你们2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东西！轰！啊！噗嗤！柳南杰一掌拍出，天地大势汇聚而来，轮回之力爆发，夏言风和夏言雄2人发出凄惨的叫声，随后吐血飞出，生死不知。所有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因为他们都害怕被殃及池鱼。司空庆，你去另外2大势力，将他们的宗主和门主都请到无极宫来。此次就算掘地3尺，本公主也要将那头魔修揪出来，然后为我报仇。柳南洁面带杀气的吩咐道：是，公主。司空庆领命离去，无极宫的人则是原路返回。顾家房间中，顾长歌打开了信息面板。宿主顾长歌，体质大荒圣体、混沌剑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皇境入门，突破至魔皇境小程需15000杀戮值，杀戮值933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魔神掌、魔浪断魂步、神象镇狱境、一剑定生死、上苍劫光。顾长歌望着自己的信息面板，如今他已经拥有了双体质，并且其中一道还是圣体。除了双体质外，顾长歌还拥有原始真魔血脉，这样的增幅下，顾长歌完全可以秒杀同境界5修，而且以比肩飞升境入门的修为，越级斩杀轮回境小城的强者，还差5000多杀戮值就可以突破到魔皇境小城了。一旦突破到魔皇境小城，那么轮回境大城的5修就不再是我的对手。顾长歌眼中闪过一抹火热与期待。在一流势力中，除了宗主是轮回境圆满修为之外，其他长老都是轮回境大成及以下修为。只要顾长歌突破到魔皇境小城，那么3大势力中除了柳南杰、潘明龙、袁涛强3人之外，将再也没有人是顾长歌的对手。若是顾长歌突破到魔皇境大成，那么就算是轮回境圆满的强者，也将不是他的对手。到时就是他屠灭剩下的3大势力的时候。柳平死后的第3天，无极宫、天剑宗、
风清门各自派出1万名强者，在整个青州范围内搜查那头魔修。然而10天10夜的彻查，却根本没有发现那头魔修的任何踪迹。柳南杰几乎快要抓狂，每天都活在愤怒之中。但无论他如何愤怒都好，那头魔修都找不到，就好似人间蒸发了一般。青州天宝楼，香烟袅袅的阁楼里，赵嫣然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挺拔的山峰若隐若现，让人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一旁，蒲文言汇报着半月以来青州发生的大事。听完之后，赵嫣然的嘴角微微上扬，精致的容颜让人沉醉。原来他是一位魔修。不过在这仙域，无论是武修亦或是魔修，都不能一概而论，武修也有坏的，魔修也不一定全部都滥杀无辜。赵嫣然缓缓说道，虽然整个仙域都歧视魔修，但是他却感觉再正常不过。不管过程如何，只要能够成为高高在上的强者，那就足够了。小姐果然没有看错人。半年前这位魔修还只能击杀神藏境武修，但是半年后已经可以击杀拥有大荒神体的柳平了。若是这般发展下去，只怕要不了1年，整个青州都将被他颠覆。蒲文言的双眼之中浮现一抹敬佩，此时对着赵嫣然恭维道。赵嫣然淡淡一笑，那柳平自以为夺得一具大荒神体便是气运之子，到头来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不过话说，剑骨那股圣威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位魔修融合神体之后进化成了圣体？赵嫣然一双美眸之中突然闪过锐利的金芒。什么？小姐，这怎么可能？刚刚融合神体就进化为圣体，这几乎不可能做到。中州洛家传承了100万年无垢神体，但是直到如今也无法进化为无垢圣体，那位魔修再强也不可能做到啊。蒲文言老脸动容，几乎不可置信地说道，我只是猜测，若他今后真能站在仙域之巅的话，诞生圣体也就解释得通了。指挥他究竟会是谁呢？赵嫣然闭上双眸，玉指敲打着桌面，陷入了沉思。顾家，顾长歌这半个月时间一直都在熟悉大荒圣体。经过半个月时间，顾长歌已经和这具大荒圣体完美融合。如今他全身都散发着荒古圣威，肉身已经达到了极为变态的地步。他踏踏，房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大公子，家主让你前往议事大厅。门外传来了福伯的声音。顾长歌收敛气息，双眼缓缓睁开。这半年时间，他为了掩人耳目，每天都假装把自己锁在房间中，实则本人已经不在顾家。但是顾家上下并未起疑心，因为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福伯，我知道了，现在我就赶过去。顾长歌推开房门，对着福伯笑着说道。随后顾长歌出了庭院，向着议事大厅走去。望着顾长歌的背影，福伯欣慰地笑道，大公子的状态真是越来越好了，不能修炼也没什么，只要能够活得开开心心，那就足够了。议事大厅，家主顾元宏坐于首位，顾元成、顾元昌、顾元明3位长老赫然也在，而二公子顾长青竟然也在大厅。5人面带笑意，好似在谈论着什么。他踏踏，大厅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顾长歌身着一袭白衣，黑发如瀑般垂落，相貌俊逸，乃是名副其实的美男子。大哥，顾长青面带笑意地喊道。顾长歌点了点头，心想今天这是什么日子？一向闭门读书的二弟竟然也来了。3妹顾安澜从秘境回来之后便一直闭关，到现在已经过去快有半年了。长哥，你来了。首位上顾元宏笑了笑，脸上的皱纹也随之凸显。望着父亲顾元宏脸上的皱纹和两鬓之间的白发，顾长歌心里很是心疼。见过父亲，见过3位叔叔。顾长歌对着4人躬身行礼。顾元成3人都是父亲顾元宏的亲弟弟，因此私底下顾长歌都喊他们为叔叔。哈哈，长哥，你现在的状态真是越来越好了。是啊，只要长哥能够开心平安就足够了。3位长老笑着说道。顾元宏脸上也浮现了一抹欣慰的笑意。长哥，最近青州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顾元宏对着顾长歌问道。闻言，顾长歌毫不犹豫地回道，父亲，孩儿这些时日连房间都未曾出过，哪里会知道青州的事情？哈哈，无妨，待为父告诉你。这半年以来，4大势力狗咬狗，天涯阁因此覆灭，薛红被迫成为圣灵学院的奴仆，简直生不如死。前不久那柳平出关，但是前往剑谷历练之后，竟然被那位魔修击杀，如今整个无极宫都快疯了。哈哈，说起来可真是解气啊，这大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吧。顾元宏眼中闪过一抹凌厉，而后大声笑道。顾长歌故作惊讶的道，什么？柳平竟然被杀了？好，好啊，那狗东西终于死了，不知道是哪个英雄好汉所为。若是有机会，我可一定要好好谢谢他。顾元宏点了点头，是啊，那位魔修可真是帮我们顾家太多太多了。原本的4大势力，如今天涯阁走向了灭亡，无极宫被重创，
天剑宗和风清门的年轻天骄被屠杀，今后注定也会走向衰落。这对我们顾家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大长老顾元成双目火热地说道。这些年顾家一直被欺压，他们心里都有着一团怒火。只是这样的话，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可能会加大反扑力度。二长老顾元昌担忧地说道。来就来吧，我顾家也并非好惹的，真走到最后一步，本家主不介意和他们来个鱼死网破。顾元宏面色阴沉的道。众人分析完青州的局势之后，顾长歌方才询问道：父亲，您喊我和二弟来是有什么事情吗？闻言，顾元宏点了点头。魏父想让你们两兄弟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到我顾家边境走访一下，今后顾家肯定要交到你们两兄弟手上，想要获得民心，就必须亲力亲为。如今三大势力受到重创，你们现在前去走访也相对安全一些。顾元宏对着两兄弟说道。闻言，顾长歌和顾长青对视一眼。顾家新任家主上位前，都要云游走访一番，好让顾家管辖的地域子民认可。只不过父亲顾元宏那么着急让他们走访，恐怕是担心哪一天自己会出事，毕竟三大势力受到重创，而顾家却完好无事，这很有可能会引来他们的反扑，所以顾元宏才要做好准备。真到了最后一步，顾元宏肯定会血战到底，而顾长歌这些小辈则是会进行大规模迁徙，他必须保住顾家的血脉。走访的这段时间，我会派大长老在暗中保护你们。顾元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随后走到两兄弟身前嘱咐道：父亲放心，我们一定会平安归来。顾长歌和顾长青拱手说道。顾元宏点了点头，随后对着三位长老说道：大长老，你们先下去吧，我跟长歌和长青唠唠家常。是，家主。三位长老躬身离去。长歌、长青，你们坐。顾元宏对着两兄弟说道。跟自己的父亲，两兄弟也不客气，直接就坐了下来。顾元宏神色有些复杂，好似在犹豫着什么。顾长歌总感觉父亲有些事瞒着他们。父亲，您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们吗？顾长歌试探地问道。顾长青也一脸好奇地望着顾元宏。唉，罢了，这件事迟早也藏不住。顾元宏叹了口气，而后看向顾长歌两人。长歌、长青，你们母亲其实已经不在顾家了。什么？顾长歌和顾长青猛地站了起来。父亲，那母亲去哪了？两兄弟紧张地问道。尹童回了中州骆家。顾元宏神色有些黯淡地说道。骆家，母亲所在的家族。母亲回家族干什么？那骆家30年前抽离了母亲的血脉，根本就不认母亲了。顾长歌着急地喊道。骆尹童并非青州之人，而是来自中州一个大家族，只不过骆尹童执行家族任务时路过青州，与顾元宏结识后相爱，但是骆家却反对这门亲事，甚至看不起顾家。骆家给了骆尹童2个选择，要么跟顾元宏断得干净回骆家，要么抽离血脉成为一名凡人。最后骆尹童选择被抽离血脉，经受血脉剥离之痛，成为一名毫无修为的凡人。母亲回家族是为了给我求药吧？顾长歌的瞳孔猛然骤缩，他突然反应了过来，如果没有什么急事，母亲绝对不可能回骆家。顾元宏并未回话，只是神色黯淡。顾长青也于心不忍，只是双眸之中泛着坚定的光芒。骆家那么绝情，又怎么可能会赐药给母亲？只怕那骆家会百般为难母亲。顾长歌双拳紧握，指甲插入血肉，鲜血滴落在地。只是那中州比之青州要强大无数倍，顾长歌连前往中州的资格都没有，还是要不断变强。待我化身太古狂魔之后，谁敢辱我，敢辱我家人，那就屠杀的片甲不留。顾长歌狠狠一咬牙，在心里暗暗说道。3日后，顾长歌和顾长青在大长老的护送下离开了顾家。3人乘坐极影大雕，向着顾家边境飞去。顾家虽然是一个家族，但是综合力量却不弱于一流势力。在4年前，顾家的疆域有着数千万公里，而依附于顾家的势力高达上千个。只是在4大势力围攻顾家之后，顾家割舍了将近1/3的土地，如今管辖的疆域只有1000万公里左右，依附于顾家的势力也从上千个锐减到几百个。顾长歌3人走访的第一站乃是天风城。天风城位于顾家和天剑宗的边界，这些年天风城的战火一直不断，城内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原因就是天剑宗想要吞下天风城，于是在私底下扶持城外的山匪，借山匪之手来烧杀抢掠。天风城从7000万人口锐减到现在的2000万不到，绝大多数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争都离开了天风城。为了不招摇，顾长歌3人在城外的树林里落下，随后步行前往天风城城门外，黄沙滚滚，狼藉一片，地面上甚至还有尸体和鲜血，战事太过频繁，他们甚至都来不及清扫。我苦命单啊，怎么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啊？一位老妇人扑在地上，此时哭得极为凄惨。还有刚刚完婚的女子，
因为丈夫战死在外，此时前来送行。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地面上爬动，渴望找到一些吃的。顾长歌和顾长青见到这一幕都愣住了，他们知道边境很惨，但是却没想到竟然惨到了这种地步。只是他们如果都离开了，那么天风城就会被天剑宗整个吞下。大家快回城吧，黑山帮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杀过来。城内走出上百名身穿战甲的将士，只不过他们个个面黄肌瘦，顾长歌都担心他们会被身上的战甲压死。面对将士的催促，老妇人、女子都不为所动。他们的亲人离世了，如果连最后一程都不能陪他们，那么他们此生都将留有遗憾。踏踏踏踏，嘶嘶。就在这时，地面一阵颤抖，马蹄声阵阵，黄沙飞溅。哈哈，给我杀，狠狠的杀！凡是抓到女的全部带回去，男得当场杀掉，一个都不能留下。城外山林此时有着上万人的队伍袭来，他们头上绑着黑布，个个身强力壮，手握大刀，骑着悍马而来，脸上有着嗜血的杀意。不好，是黑山帮的人！快关城门！城门上的2位将领大声喊道：如果不及时关上城门，那么黑山帮的人就会杀进来，所以城门外的人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了。黑山帮的土匪来了，快跑！几十名百姓吓得面色苍白，但是当他们想要进城的时候，城门却已经紧闭。顾长歌3人也在百姓的队伍中，黑山帮的人快速杀来，而后将他们团团包围。哈哈，7个女人，不错，今晚可以开荤了。兄弟们，那个身穿婚衣的娘们是我的了。一名悍匪猛地冲出，直接将身穿婚衣的女人抓到了马上。放开我，放开我！女子失声惨叫。杀，狠狠的杀！哈哈哈哈！悍匪们大声笑着，手握大刀杀出，几十名百姓慌乱逃窜。然而，一名头发凌乱的少年却逆流而上，在他手上握着一块石头。我要为姐姐报仇！我要为姐姐报仇！少年如同蛮牛一般冲出。呵呵，不自量力，滚！一名悍匪发出冷笑，随后一刀落下，刀势惊人。吃吃，噗！少年被劈中，身体上出现一道足足5厘米深的刀痕，整个人也倒飞了出去。一旁，大长老顾元成看不下去了，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轰！轰隆隆！这一刻，轮回境大成的修为气息笼罩天地，天地风云变幻，恐怖的威压横扫而出。噗！不好，有强者，快跑！噗！轮回境强者一怒之下，上万山匪全部化为血雾，一个活口都没有留。这些山匪最高也只是神藏境，在轮回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顾长歌面无表情，如果不是怕暴露身份的话，他早就出手了。身为读书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而我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屠杀。顾长青眼中有着一抹挣扎，好似有什么束缚般。扑通！多谢神人出手相救，神人来救我们了，肯定是上天知道了我们痛苦，所以派神人来救我们了。几十名百姓跪倒在地，对着顾元成3人磕头拜谢。城门上的士兵也看呆了，这等手段绝对是飞升境之上的高手，而他们的城主也不过才飞升境小城，为什么这位老者看着那么眼熟呢？不对，难道他是主家大长老？快去通禀城主，就说主家来人了，开城门迎接主家。城门上一位将领惊慌失措地喊道：主家来人！然而却被他们拒之门外。这要是惹怒了主家，他们可就全部完蛋了。城门打开，2位将领带着上千名士兵赶来，随后皆是单膝跪地拜见大长老，拜见2位公子，我等救驾来迟，望大长老赎罪。面对上千名士兵，顾元成并没有责怪，因为在刚才那个危机关头，如果不关上城门的话，情况只会更糟。他们的职责是守护城中数千万百姓的安危，如果因为几十名百姓而丢掉一座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顾长歌的目光则是落在了刚才那位逆流而上的少年身上，那个少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叮！发现魔童少年，宿主若将其收为魔奴，将获得4800杀戮值，并奖励1枚噬魔丹。噬魔丹可给魔奴服下，一旦服下之后，魔奴将会继承宿主的原始真魔血脉，宿主的修为突破后，魔奴的修为也会随之突破，原则上比宿主低一个小境界。魔童少年，顾长歌的瞳孔猛然骤缩，没想到在这天风城竟然遇到了一位魔童少年。顾长歌的目光落在魔童少年身上，很快他便发现了少年的不凡之处。这少年明明没有修为，但是受了重伤之后竟然没有立即毙命，而且仔细观察的话，还可以发现少年的伤口处有着一丝丝浓郁的魔气。少年紧咬牙齿，
仿佛有一种执念让他死死支撑着。当顾长歌和少年对视的时候，顿时便被惊讶到了。少年的瞳孔竟然是紫金色，这是紫金魔瞳，怪不得系统称呼他为魔瞳少年，原来是身怀紫金魔瞳啊！顾长歌内心大为震动。这紫金魔瞳他曾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凡是身怀紫金魔瞳之人，便是天生的魔修，从古至今，只要有身怀紫金魔瞳的魔修，最后的魔道修为都不会低。而且紫金魔瞳可以看透对手的一切弱点，达到预判的功效。若是和敌人交手，就好像开了透视一般，简直就是外挂级别的存在。顾长歌在万众瞩目下走向少年，少年也有些懵，因为他看得出来这三人的身份都不一般，但是这般高高在上之人为何会对他感兴趣呢？你叫什么？顾长歌开口问道。少年面无表情地回道：周一航。顾长歌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面对山匪时，大家都只顾着逃跑了，而你却偏偏选择冲出去，难道你不怕死吗？不怕，比死更难受的是无法报仇。那群山匪杀了我的父母，侮辱了我的姐姐，他们都该死。魔童少年紧咬牙齿，好似一头魔鬼。顾长歌心里颇为满意，他确实有资格成为自己的魔奴。等到收下这魔童少年之后，顾长歌再把得来的噬魔丹给他服下，到时少年的魔道修为便会突飞猛进，永远只比他低一个小境界。这样顾长歌就得到了一位得力干将。这是5品金创丹，你服下后伤势很快便会痊愈。顾长歌递出一枚丹药，周一航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接过丹药吞下，因为他不能死，他还要亲手报仇呢。服下金创丹之后，周一航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多谢公子出手相救，今后我的命便是你的了，只不过要在报完血仇之后。周一航面色坚定地说道。顾长歌笑了笑，这周一航倒是忠诚，只是他现在不能当众布下魔印，否则就会暴露身份。凭你现在的实力，想要报仇几乎是天方夜谭。你便跟着我吧，我保证你能亲手报仇。顾长歌对着周一航说道。闻言，周一航犹豫了片刻，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顾长歌说的对，凭他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报仇。一旁顾元成有些不解，大公子想要找随从的话，顾家很多强者都可以啊，为什么要找一位没有修为的凡人呢？不过既然大公子决定了，他也没必要干预。刷刷，就在这时，城门内有着几十道身影快速掠来，为首的便是城主李毅以及2位副城主。李毅接见来迟，还望2位公子大长老恕罪。身穿长袍的李毅单膝跪地，身后几十人同样单膝跪地，对着顾长歌3人赔罪道。顾长歌看向他们，淡淡的开口道：我们本就是微服走访，你们来不及接见很正常，都起来吧。是，大公子。李毅和2位副城主自然见过顾长歌。顾长歌原本可是青州第一天骄，就算修为被废，神体被夺，知名度也依然很高。只是有些可惜了，要是修为和神体还在的话，顾家又会被其他势力所打压。大公子，李某已经设下宴席，还望3位移驾。李毅拱手说道。顾长青上前一步，意气凛然地说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百姓们都苦不堪言，我们又岂能奢华享受？把宴席上的食物分给百姓们吧，我们饿上几天又能如何？闻言，李毅眼中闪过一抹惊讶，没想到二公子竟然能如此心怀天下。只是很可惜，二公子不习武道，自幼读书，也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就按二公子所说。顾元成吩咐道：是，大长老。李毅不敢迟疑，当即回道。闻言，四周的百姓皆是痛哭流泪，感谢二公子挂念，老奴受宠若惊啊！无论是城外亦或是城内，数万百姓跪倒在地，对着顾长青3人磕头。原本他们以为顾家抛弃了他们，但是顾家非但没有将他们抛弃，而且还派来大长老2位公子前来。二公子心怀百姓，不惜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食物分给百姓，此等大胸怀，当真是让人钦佩。顾长歌笑了笑，心想自己这二弟不愧是读书人，那么快便让百姓接纳了他们。但是光读书是不够的，还要会杀人，否则那群所谓的名门正派便会一直欺负他们。只有不断的杀戮，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方能一劳永逸。当晚，顾长歌3人被安排到了精致的阁楼之中。顾长歌把周一航喊到了自己房间。公子，您喊我有什么事吗？周一航恭敬地问道。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说道：一航，如果让你付出一些代价就能报仇的话，你愿意吗？闻言，周一航的双眼爆发紫金光芒，就算以死作为代价，我也愿意。周一航目光坚定地说道。好。顾长歌欣赏地点了点头，随后继续说道：接下来你不要抗拒，我会在你身上种下魔印，到时
你会成为一名魔修？魔修？周一航面色吃惊的道。怎么？你不愿意？顾长歌眉头一皱，询问道。但是周一航很快便是摇了摇头。我愿意。魔修又如何？那些名门正派不也暗地里扶持山匪屠杀我们平民百姓吗？若能报仇，就算成为魔修又有何不可？周一航双拳紧握，眼中浮现冰冷的杀芒，如同一头地狱魔鬼。顾长歌在周一航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顾长歌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凝聚魔印向着周一航推去。啊啊！周一航发出一声惨叫，魔印在他体内成型，他全身上下都被恐怖阴森的魔气所充斥。紫金魔瞳熠熠生辉，好似让他化身为一头狂魔。魔印种下，周一航则是成为了顾长歌的魔奴。拜见主人。周一航全身笼罩着魔气，此时恭敬地喊道。叮！恭喜宿主顺利收下魔奴，获得4800杀戮值，并奖励1枚噬魔丹。宿主顾长歌。体质：大荒圣体、混沌剑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皇境入门，突破至魔皇境小城需要15000杀戮值。杀戮值14130。14000多杀戮值了。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很快他就能突破到魔皇境小城修为了。顾长歌将系统奖励的噬魔丹拿了出来。周一航的紫金双眸顿时绽放光芒，他体内的魔气也在这一刻变得躁动了起来。小周，这是噬魔丹，你只要吞下它，便可获得无上的魔道力量。顾长歌对着周一航说道。扑通！周一航直接跪倒在地，随后对着顾长歌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因为他能感觉到这颗丹药的不俗，只要吞下这颗噬魔丹，他便能亲手去报仇。主人的大恩，小周没齿难忘。此生刀山火海，只要主人一句话，小周绝对义不容辞。周一航双手接过噬魔丹，而后不再犹豫，直接将噬魔丹吞下。轰！这一刻，魔气猛然爆发，原始真魔血脉也在周一航体内诞生。啊啊！周一航全身骨骼、五脏六腑都在生长，原始真魔之威爆发，使他看上去如同一尊绝世大魔。紫金魔瞳仿佛能够洞穿万骨一般，闪耀着刺眼的紫金光芒。顾长歌用自己的力量将整个房间封锁了起来，这才没有惊动其他人。轰！周一航的魔道修为开始疯狂攀升，入魔、人魔、真魔、魔王境圆满。短短片刻时间，周一航的魔道修为便突破到了魔王境圆满，比肩武道的造化境圆满。顾长歌的修为是魔皇境入门，而周一航服用了噬魔丹，魔道修为比顾长歌低一个小境界，因此才突破到了魔王境圆满。等到顾长歌突破魔皇境小城，那么周一航便可以顺利的突破到魔皇境入门。杀！杀！杀！恐怖的魔道力量充斥在周一航的体内，好似下一秒便会失控。极致的嗜血杀伐，眼中唯有杀戮。既然天下人负我，那我便屠尽天下人。周一航压下心中的杀意，此时单膝跪地道：多谢主人的恩赐。顾长歌满意的点了点头。周一航如今拥有原始真魔血脉，加上紫金魔瞳，虽然只有魔王境，但是却能秒杀一切飞升境的强者。顾长歌算是得到了一位得力干将，今后有什么事不至于全部都亲力亲为。小周，我再传你2道武学，一项是身法武学魔浪断魂步，一项是掌法武学魔神掌。顾长歌双指落在周一航的眉间，2道武学瞬间出现在了他的脑海。周一航拥有紫金魔瞳，魔道天赋极佳，当下学习的非常快。只见他双脚之上浮现道魔气杀芒，双掌之上同样泛着恐怖威力天阶武学。周一航神色动容，虽然他之前是凡人，但是对于武学神通的品级还是有所了解的。主人传授给他的2门武学，一门是地阶高级掌法，一门是天阶高级身法。这2道武学任何一道都足以让整个青州轰动。主人的背景到底有多么恐怖，周一航不禁在心里暗暗想到。可笑其余3大势力都以为顾家大公子是个废人，若是主人修为曝光，一定会把他们吓傻吧。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时。小周，主人带你去杀人。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阴笑。黑山帮的人暗中已经被天剑宗收买，这样的祸患必须除去。是，主人。周一航双眼放光，全身弥漫着恐怖的杀气。这一天他等了很久很久。顾长歌和周一航皆是穿上黑袍，随后施展魔浪断魂步，与黑夜融为了一体。天风城100公里外有一座通体黝黑的山峰，名为黑山。黑山帮的总部便位于这里。黑山帮一共有10万帮众，帮主曹狂乃是一名飞升境大成的武修，2位副帮主皆是飞升境小成的实力。原本黑山帮的综合实力和天风城旗鼓相当，双方都不敢轻易开战。但是自从天剑宗派了2名飞升境圆满的强者来到黑山帮后，
黑山帮便越发的肆无忌惮。黑山寨大厅内，此时灯火通明，酒香弥漫，3位帮主、2位天剑宗的强者以及众多执事全部汇聚一堂，不醉不归。哈哈，这小小天风城很快便能被我黑山帮吞入腹中，届时我整个黑山帮便能占据一座城池，想想就威风。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天剑宗的帮扶，等到我黑山帮占据天风城之后，便名正言顺地臣服于天剑宗。一名粗犷汉子赤裸上身，手捧酒杯一饮而尽，脸上有着1道10厘米的刀疤，看着触目惊心。2位副帮主也是一饮而尽，以表对2位天剑宗强者的敬意。守卫上2名天剑宗的强者面带笑意，对黑山帮的行为很是满意。踏踏踏，就在这时，寨子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帮主，不好了！一名帮众跪倒在地，神色慌张地说道，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没看到2位长老在吗？曹狂对着2人呵斥道：“帮主，是天风城那边出事了，我们派出去的1万号人全部被屠，无一生还啊！”那名帮众低声说道。什么？在场的所有人皆是愣住了。怎么可能？1万号人全部死了？天风城那点实力，怎么会杀得了我们1万号人？曹狂身上的肌肉开始躁动，此时怒声吼道。天剑宗的2位长老眉头一皱，难道是顾家来人了？2位老者对视一眼，很快便有了答案。顾家自己都已经苟延残喘了，难道还有精力顾及天风城？曹狂面色阴沉，体内爆发出一股冰冷的杀意。哼，本帮主就不信那顾家能够镇守天风城多久，一旦他们离开，本帮主便要屠城。与此同时，寨子外突然有着2道黑衣人袭来，他们周身泛着魔气杀芒，快速袭来，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是什么？啊！不要杀我！魔鬼啊！不！数万名山匪根本来不及防御，然而下一秒便被魔气杀芒肆虐的尸骨不剩。周一航徒手撕裂山匪，一拳又一拳轰出，将山匪轰得血肉模糊，骨骼粉碎，还我姐姐命来！周一航双眼泛着紫金光芒，魔气滔天，一记魔神掌拍出，数万名山匪化为血雾。冷冽的月光下，周一航全身溅满了鲜血，然而这嗜血的感觉却让他无比享受。是谁竟敢犯我黑山帮？大厅内，曹狂手握大刀，带着数百名执事杀来，2名天剑宗的强者也紧随而至。当曹狂等人来到寨子里时，顿时被吓傻了，地上血流成河，肢体残缺不全，极其的血腥。短短几分钟不到的时间，寨子内剩下的9万帮众竟然被杀得一个不剩。你们2个畜生，你们是谁？为何要屠我黑山帮？曹狂心痛如刀绞，他花了几十年才培养起来的黑山帮，此时竟然被这2人杀得片甲不留。曹狂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手握大刀，怒声喊道：“我们是谁？呵呵，取你们命的人！”黑袍下，周一航如同恶鬼般冷笑道：“今天他要大开杀戒，将这群人杀得连渣渣都不剩。”魔修，你是那个魔修？天剑宗的2位长老感受到周一航体内的魔气时，顿时就被吓得脸色苍白，身形狼狈后退。如果真是那位魔修的话，那么他们今天谁也别想活。毕竟连身怀大荒神体的柳平都死在了魔修手中，他们区区飞升境修为，如何是魔修的对手？什么？他就是那位魔修？曹狂同样被吓了一跳。屠杀4大势力年轻一辈的魔修，曹狂自然也有所耳闻。可是不对啊，为什么会有2个魔修？而且这个魔修只有魔王境修为，也就比监造花境罢了，我们为何要怕他？曹狂很快便发现了端倪，此时依旧面带杀气地说道。闻言，天剑宗的2位长老这才反应过来，这头魔修的修为确实只有魔王境，就算他手段再多，战力再恐怖都好，撑死也只能对付飞升境大成以下的武修。看来你不是那位魔修，真是虚惊一场啊！2位长老松了一口气，目光不屑地看向周一航。顾长歌的嘴角微微上扬，他的气息被系统屏蔽，天剑宗的长老自然感受不出来，而他们只能感受到周一航的气息，因此断定周一航和他不是黑山帮的对手。杀！周一航体内的魔气爆发，原始真魔血脉在这一刻被彻底释放了出来，滔天魔气笼罩天穹，一头血色大魔出现。什么？原始真魔血脉？你竟然拥有原始真魔血脉？什么鬼？青州什么时候出现那么多恐怖的魔修？天剑宗的2位长老顿时吓傻了，在这股原始真魔之威面前，他们竟然感到后背发凉。原始真魔血脉，那可是上古禁忌啊！杀！周一航化为一道黑影杀出，魔气杀芒肆虐9天10地，好恐怖的气息！一起上！曹狂吞了吞口水，他不敢轻敌，和2位副帮主
以及上百名执事一起杀出，狂刀斩，血杀3刀。以曹狂为首，众人纷纷使出武学神通，刀斩从天而降，虚空皆是被斩碎。然而周一航却不避不闪，体内的魔气汇聚被他猛地拍出，那头血色大魔同样拍出一掌。这一掌拍出，天地化为血色，魔气笼罩万古，四海八荒皆是为之震动。轰噗！一掌落下，万物寂灭，上百道刀斩竟然在一瞬间化为粉碎。轰！掌势滔天，魔气浩荡，修为低于飞升境的山匪直接化为了血雾。曹狂以及2位副帮主吐血飞出，眼中布满了恐惧。明明对方至于魔王境修为，但是却能轻易击败他们所有人。原始真魔血脉实在是恐怖如斯。杀！沐浴着鲜血，周一航再次杀出，他双爪伸出，如同利刃般穿过2位副帮主的胸膛。两人发出杀猪般的惨叫，胸口处浮现了2道血洞。死！周一航仰天咆哮，体内的魔气在这一刻猛然爆发。轰噗！2位副帮主瞬间化为了血雾，刺鼻的血腥味弥漫。老二，老三！曹狂撕心裂肺地喊道：“到你了！”周一航一发不可收拾，恐怖的魔威瞬间落在了曹狂身上。轰！扑通！曹狂双腿发软，一下子跪倒在地。当初就是曹狂侮辱了周一航的姐姐，并杀死了他的父母，你罪该万死！周一航的魔爪落下，从曹狂的头盖骨一直往下，血肉分离，白骨外露，5道触目惊心的爪痕从头一直到肚子，血淋淋的肠子都露在了外面。曹狂全身痛苦的抽搐，他此时的感觉便是生不如死。然而周一航并不想放过他，一拳轰出，曹狂的2腿之间瞬间爆炸。噗！曹狂面如土色，再次发出一声惨叫，随后便昏了过去。周一航如同凶兽般冲出，双手直接撕碎了曹狂，血雾弥漫。周一航沐浴着鲜血，如同一尊绝世大魔。定！宿主的魔奴击杀仇人，宿主获得3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大荒圣体，混沌剑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皇境入门，突破至魔皇境小成需15000杀戮值。杀戮值17130。顾长歌的脑海突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我的魔奴击杀仇人，我竟然也能获得杀戮值。顾长歌感到有些惊喜，不过他现在已经拥有了17000多杀戮值，随时都可以突破到魔皇境小成。一旦突破到魔皇境小成，那么轮回境圆满以下的所有武修都将不足为惧，届时他的魔奴周一航也能突破到魔皇境入门。咕噜，死了，都死了！好残忍的手段！你这天杀的魔修，你会遭到天谴的。天剑宗的2位长老看得傻眼了，短短几分钟，曹狂等人便被无情屠杀。这名只有魔王境修为的魔修，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到你们了！黑袍下，周一航舔了舔嘴唇，唯有杀戮能够一解心中之恨。唰！就在这时，山寨外竟然又掠来一位黑衣人。顾长歌和周一航疑惑地望去，对面的黑衣人同样也懵了。这是都死了。新来的那名黑衣人彻底懵了，他此行前来便是为了杀尽黑山帮之人，但是却不料被人捷足先登了。又来一位，快跑！天剑宗的2名长老吓得双腿发软，他们不敢再犹豫，当即转身使出吃奶的力气逃跑。飞升境圆满修为的他们遁入虚空，瞬息万里。哪里走？猪！然而新来的那名黑衣人一身浩然正气爆发，声音落下如同天地洪钟，轰隆隆，顿时天雷滚滚，天罚之力降下，直接落在了天剑宗2位长老身上。噗！2位飞升境圆满的武修连惨叫都未发出，竟然直接灰飞烟灭。一语成真，这是一名如修。顾长歌的瞳孔猛然骤缩，如修的手段他曾听闻过，可以沟通天地神力，从而达到一语成真的恐怖威力。没想到他今天竟然亲眼见到了一位如修杀人。那位如修击杀了天剑宗的2名长老之后，再次看了一眼顾长歌和周一航，随后便转身离去。这名如修黑衣人明显也不想暴露身份。纵地金光，只见如修口吐真言，随后竟然化为一道金光消失不见。这便是如修的手段吗？黑袍下，顾长歌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修出手。如修和武修一样，总共分为12个境界，分别是修心境、修身境、忍者境、儒生境、德行境、君子境、不惑境、立命境、天命境、大儒境、亚圣境、圣人境。想要轻易击杀2名飞升境圆满，
那么这名儒修必须达到天命境。儒道本来就虚无缥缈，并非所有读书人都能踏入儒道，然而刚才那名儒修最低修为便达到了天命境，可想而知他的儒道天赋有多么强大。天命境比肩武道的飞升境，仅次于轮回境大能。要是二弟能得到刚才那位儒修大能的指点就好了，兴许以二弟的资质也能踏入儒道呢。顾长歌沉思道。只可惜刚才那位儒修走得匆忙，丝毫不给顾长歌上前结识的机会。一旁大仇得报的周一航如释负重，他跪倒在地，对着苍穹喊道：爹娘姐姐，你们的仇一航给你们报了，你们可以安息了。周一航对着天穹磕了3个响头，望着周一航的背影，顾长歌面无表情。周一航的血仇已经报了，但是他顾长歌的血仇还没有报，他要尽快变强，只要突破到魔皇境大成，便可杀去3大势力，将剩下的3大势力屠灭。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小成。顾长歌对着系统命令道：实力才是一切之本，一定要尽快提升魔道修为。轰！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爆发，整个黑山寨都摇摇欲坠。感受到主人的魔气之后，周一航眼中闪过一抹恐惧。即便他现在非常强大，但是在主人面前，他依旧连蝼蚁都算不上。而且他能有今天，全部都多亏了主人的栽培。轰隆隆！原始真魔血脉爆发，整个天穹都被魔威笼罩，一头血色大魔肆虐9天10地，4海8荒皆是被轰穿。顾长歌双目血红，混沌剑体、大荒圣体皆是爆发，2柄魔剑肆虐9霄，大荒圣威镇压万古，一头绝世狂魔足以毁天灭地。咕噜，主人突破了！周一航吓得倒咽一口口水。在主人凝聚的这头血色大魔前，他感到瑟瑟发抖。轰！顾长歌刚刚突破没多久，周一航的修为也迎来了突破。这是魔皇境入门。周一航双拳一握，魔威浩荡，赫然突破到了魔皇境。以他魔皇境入门的实力，足以碾压飞升境一切武修，就算是遇上轮回境入门的强者，他都能一战。呼！顾长歌呼出一口浊气，眼中的杀芒渐渐褪去。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皇境小成，突破至魔皇境大成需2万杀戮值，杀戮值213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神象镇狱境、上苍劫光、一剑定生死、魔浪断魂步、魔神掌。法宝干将、莫邪、魔奴。周一航魔道修为魔皇境入门。望着信息面板，顾长歌的嘴角微微上扬，终于突破到魔皇境小成了。如今的他在剩下的3大势力面前，也只有柳南杰、潘明龙、袁涛强等人打不过，其余所有人皆是被他碾压。小周能报血仇，多亏了主人的栽培。从今往后，小周愿为主人上刀山下火海，就算主人让我去死，我也会毫不犹豫。小周单膝跪地，语气坚定地说道。顾长歌满意的点了点头。周一航体内有他种下的魔印，以后会绝对的忠诚，因此顾长歌根本不担心周一航会背叛他。起来吧！顾长歌对着周一航吩咐道。是，主人。周一航起身，恭敬地跟在顾长歌身后。随后主奴2人回到了天风城。翌日，黑风帮被灭的消息在整个天风城迅速传开。你们听说了吗？黑风帮被灭了，将近10万帮众全部被杀得片甲不留，据说鲜血都从山上一直流淌到了山脚呢。真的吗？哈哈哈，真是报应啊！太好了，苍天终于开眼了。娘子，黑山帮被灭了，你在天上看到了吗？我怎么感觉更像是主家那位大长老所为？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应该就是主家大长老亲自杀去了黑山，将那黑山帮的人全部屠杀。走，去城主府感谢主家大长老。城主府前人满为患，数以万计的百姓跪倒在府前，对着大长老顾元成道谢。顾元成人都懵了，这踏马一觉醒来，自己成了救世主，难道昨天梦游杀去了黑风帮？嗨，诸位乡亲父老，那黑山帮真不是老夫所灭啊！顾元成轻咳一声，他感觉这个不属于他的荣誉，他就是不该拿。一旁顾长歌和顾长青的嘴角都挂着一抹笑意。大长老，您就别谦虚了，在场之人能够灭黑山帮的也只有你了。大哥说的没错，大长老果真是心系天下，为民除害啊！顾长歌和顾长青一唱一和，百姓们更加深信不疑。顾长歌身后，周一航嘴角浮现了一抹笑意，他看破不说破，不愧是高人啊，不在乎名利，超然于世外。呜，请受我等一拜。城主李毅老泪纵横，这些年他没少受气，如今黑上帮被灭，他心里那叫一个激动啊！随着李毅跪下，全场所有人皆是拼了命的磕头。
咕噜，这算怎么回事？大长老顾元成倒咽一口口水，这越解释，大家反而越发相信是他所为。顾元成揉了揉眼角的眼屎，他确定昨天自己没有去那黑山帮啊？难道真的是老夫昨晚梦游杀去了黑山帮？奇哉怪哉啊！顾元成摇了摇头，感叹道：“卧槽，梦游杀去了黑山帮！大长老，您可真是神人啊！梦游都能屠灭整个黑山帮，无辈楷模啊！”闻言，李毅再次激动地磕头：“神人，真乃神人！”数以万计的百姓听到之后，同样卖力的磕头。大长老顾元成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那至高无上的神。顾元成灭了黑山帮之后，顾长歌一行3人便离开了天风城。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他们去到了边境江城、丹城，足足12个城池，但凡是边境城池，局势都不容乐观。这也敲响了顾家的警钟。如果顾家再不做出回应，那么边境城池迟早会被吞并。届时会有一座座顾家掌管的城池落入3大势力手中。顾长歌决定回去之后更加疯狂地完成屠戮任务，争取早点突破到魔皇境大城，然后就可以灭掉3大势力，化解顾家的危机。半月过后，顾长歌3人开始启程返回顾家。与此同时，武道昌盛的中州，这里是一处独立的空间，与外界隔绝。这片空间灵气浓郁，天材地宝遍地皆是，一座座空中楼阁、山峰，好似天上仙宫。巍峨的主殿前，一位美妇人面色苍白地跪在地上，她衣衫单薄，寒风吹来便会使她瑟瑟发抖。她便是顾长歌的母亲骆颖彤。骆颖彤为了治疗顾长歌的丹田，不惜回到骆家求药，只可惜骆家绝情，丝毫不理会她。无奈之下，骆颖彤只好跪在这里，这一跪便是半年。这半年时间，如果不是三哥骆方庆可怜她，每天给她送吃的，那么骆颖彤根本撑不过半个月。毕竟骆颖彤被剥夺了血脉，早已是凡人之躯。七妹，你这又是何苦呢？父亲他们是不可能把宝药给你的，你还是快些回去吧。一位头戴冠玉、身穿华服的男子走来，神色不忍地说道。他便是骆颖彤的三哥骆方庆。骆家家主骆永健一共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骆颖彤排行老七，因此被称为七妹。在27个兄弟姐妹中，也唯有三哥骆方庆还念及兄妹之情，其余的兄弟姐妹皆是看不起他，甚至嫌弃他丢了骆家的脸面。三哥长歌的天赋真的很好，他从小生有大荒神体，今后的武道之路将会走得很远，可惜丹田破碎，无法再修炼。若能得到治愈丹田的宝药，长歌一定可以重拾信心。还望三哥再帮我求求情。七妹给三哥磕头了。骆颖彤眼角挂着泪痕，此时语气坚定地说道：七妹使不得。骆方庆紧皱眉头，当即上前阻止骆颖彤磕头。也罢，我再去试试吧。骆方庆对着骆颖彤说道。多谢三哥。骆颖彤美眸之中浮现一抹希望之光，此时感激地说道。骆方庆进入了主殿，首位上家主骆永健丝毫不为所动，下方乃是2位副家主以及骆方庆的兄弟姐妹。三弟，那女人已经没了我骆家血脉，已经不配称之为骆家人了，你又何必同情于她？是啊，三哥，那女人真是丢了我们骆家的脸，亏我小时候还跟她玩的那般好，真是瞎了眼。一个小小青州的匹夫，竟然让她这般痴情，哎，真是愚昧啊。骆永健的20几个儿子和女儿，此时皆是挖苦道：哼，七妹的天赋当初何其耀人，你们当时巴不得和颖彤搞好关系，如今颖彤不复当年，你们便这般挖苦，良心不会痛吗？父亲，治愈丹田的宝药虽然珍贵，但是我们骆家还是能够拿出1、2株的，还望父亲成全七妹。庆儿愿意用今后所有的修炼资源来为七妹换1株宝药。骆方庆对着守卫上的骆永健躬身说道。骆永健一双老眼缓缓睁开，而后闪过一抹不悦。方庆，你的天赋很好，但唯一不足的便是妇人之仁，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是他宁可放弃骆家血脉，也要跟那个野男人厮混。我骆家没有灭了，那顾家已经是百般仁慈了，又怎么可能给他宝药？这件事休要再提，你下去吧。骆永健声音冰冷，毫无一丝感情。他有27个孩子，又岂会在乎区区一个没了修为、没了血脉的凡人？骆方庆紧皱眉头，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骆家乃是中州8大家族之一，在整个中州都是无比强大和耀眼的存在。正所谓帝王世家人情薄凉，这骆家也同样如此，在骆家亲情最为廉价。骆方庆一脸失望地出了主殿，见到骆方庆脸上的表情后，骆颖彤便已经知道了结果。七妹，对不起，三哥没能给你争取到。骆方庆有些愧疚地说道。然而骆颖彤却是摇了摇头，三哥，谢谢你，这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七妹，你还是听三哥的，早点回去吧，在这只能平白无故的受苦。骆方庆再次劝道。
但是骆颖彤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他一定要为长歌带回去一颗能够治愈丹田的宝药青州。顾家，顾安澜闭关的洞府内，此时却有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更有霞光万丈、金莲朵朵，引来天地异象。这是小兰引起的。大厅内，家主顾元宏、二长老顾元昌、三长老顾元明以及顾家所有长老子弟皆是震惊地望去。咕噜，天地异象，又是天地异象，和长歌出生时一模一样。难道三小姐也要诞生神体了吗？哈哈，真是天佑我顾家啊！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顾家正愁后继无人，若是三小姐诞生出神体，那么我顾家必然可以再次崛起。顾家上下此时齐声欢呼，这是太阴之气，难道小兰诞生出了太阴神体？顾元宏一双瞳孔猛然骤缩，老脸很是激动。什么？太阴神体？那也是10大神体之一的存在啊！哈哈，太好了！三小姐今后的武道之路绝对能够坦坦荡荡，只怕超越轮回，挣到生死都有可能。顾元昌和顾元明语气激动地说道，但顾元宏眼中却很快浮现一抹担忧。太阴神体虽然极为强大，但也是绝佳的炉鼎。若能和身怀太阴神体的女人双修，那么便可获得太阴之气，从而武道修为飞涨。顾安澜引起的天地异象，整个青州都能察觉到，只怕3大势力以及圣灵学院会起歹心。这一次不管是谁，只要胆敢觊觎我女儿，那老夫就算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鱼死网破。顾元宏狠狠一咬牙，紧握双拳说道：4年前他亲眼看着自己儿子被夺走神体，那种绝望和痛苦，他发誓不要再经历第2遍。洞府内霞光万丈，天地大势汇聚而来，一道倩影飞出，立于天穹之上。太阴神体璀璨夺目，太阴之气浩浩荡荡，浓郁的灵气源源不断地涌入到顾安澜的丹田之中。轰！一声巨响发出，顾安澜的修为气息开始暴涨。造化境小成，造化境大成，造化境圆满，飞升境入门。短短片刻时间，顾安澜的修为便跨越了一个大境界，突破到了飞升境入门。三小姐突破到飞升境了，13岁便突破到了飞升境，这在整个青州都闻所未闻啊！别说青州了，就算是武道昌盛的中州，也很难出几个这样的妖孽啊！太阴神体果然名不虚传，我们顾家终于迎来了希望啊！顾家上下全部都激动地望着那道倩影。此时顾安澜已经成为了顾家的希望。顾安澜缓缓落地，一双美眸泛着凌厉的金芒，他发誓要把大哥失去的东西双倍要回来。无极宫、天剑宗、风清门、圣灵学院，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顾安澜面带杀气地说道。觉醒了太阴神体之后，顾安澜的武道天赋也随之突飞猛进，最多10年他便有把握突破到轮回境，届时4大势力、圣灵学院全部都要承受他的怒火。青州无极宫，满头白发的柳南杰神色凝重地望向顾家，刚才的天地异象他全程目睹，那股至纯至净的太阴之气让他都感觉到了一丝畏惧。顾家，又是顾家，先是顾长歌诞生大荒神体，现在就连顾安澜也觉醒了太阴之体，顾家都是些什么妖孽？柳南杰一双老眼微眯，此时咬牙切齿地说道：什么都是顾家的，而他柳南杰最看重的儿子已经去世了，并且以顾家对无极宫的怨恨程度，一旦顾安澜突破到轮回境，第一个灭的就是他无极宫，绝对不能让顾家翻身，顾家必须灭亡。柳南杰一双老眼泛着阴翳之色。轰隆！就在这时，无极宫外的一处虚空破碎，紧接着一道苍老的身影走出，正是圣灵学院的副院长穆伟明。见过穆老，柳南杰眉宇之间泛着一抹惊讶，但还是上前恭敬的行礼。柳公主，我们院长有请，还望速速随老夫前往圣灵学院。穆伟明对着柳南杰说道。闻言，柳南杰大概已经猜出了圣灵学院的用意。顾家3小姐顾安澜觉醒太阴神体，圣灵学院岂能不怕？毕竟当初圣灵学院出卖了顾安澜，一旦顾安澜成长起来，圣灵学院绝对会遭受报复，所以圣灵学院一定会想办法将顾安澜这个后患除掉。有劳穆老跑一趟了，柳南杰躬身说道。随后柳南杰随穆伟明一起向着圣灵学院赶去。与此同时，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风清门的门主袁涛强同样向着圣灵学院赶去。圣灵学院位于圣灵城，占地100万余亩，可谓是辽阔无边。学院内有着108座山峰，以及修炼塔、宫殿不计其数。圣殿内108位峰主齐聚，以及10大核心长老、上百名核心执事。在诸多峰主、长老之中，还有一位少年，他面庞俊逸，身穿白服，如同9天之上的仙君。他便是圣灵学院第一天教邓晨。传闻生有至尊骨，年仅19岁便修炼到了轮回境小成。
如今邓晨已经被封为圣子，身份地位甚至可以和2位副院长平起平坐。没过多久，2位副院长便将3大势力的领袖带进了圣殿之中。院长、柳公主等人已经到了。穆伟明对着守卫上鹤发童颜的老者说道。老者正是院长徐立安，如今已是半不生死境的大能。闻言，老者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深邃的老眼仿佛历经了万古。拜见院长。柳南杰、潘明龙、袁涛强3人恭敬的行礼。这位可是半不生死境的大能，虽然还没有突破到真正的生死境，但是随便一掌也能把他们拍死。徐立安点了点头，随后开口道：顾安澜觉醒太阴神体的事情，你们应该都知道了吧？闻言，众人的神色皆是有些复杂。毕竟顾安澜当初也是圣灵学院的弟子，只不过圣灵学院最终抛弃了顾安澜，为了一些好处把他交给了4大势力。谁曾想顾安澜竟然觉醒了太阴神体，若是当初知道有那么一天，圣灵学院肯定不会为了那些好处便舍弃顾安澜。一尊太阴神体几乎是万中无一，今后的成就必然不凡，哪怕挣到生死都完全有可能。但越是这样有潜力的人，一旦得罪就必须斩草除根，否则就会后患无穷。听到太阴神体，邓晨的眼中顿时浮现一抹贪婪。他生有至尊骨，力量乃是至刚至阳，如果能够和顾安澜双修，获得太阴之气的话，武道修为将会一飞冲天。而且顾安澜长相也极为美丽，连平时对女人不感兴趣的邓晨心中都升起一抹贪婪。顾安澜对我圣灵学院积怨已久，如今他觉醒太阴神体，只怕不出10年便会突破到轮回境，到那时恐怕会报复圣灵学院。为了永绝后患，本院长决定讨伐顾家。徐立安并没有拐弯抹角，直接道出了心中的想法。在场之人哪一个不是顾家的敌人，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老奴赞成。就在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正是成为圣灵学院奴仆的薛红。当初因为魔修之事，天涯阁惨遭被灭，而他这个阁主也被种下奴印，成为圣灵学院的奴仆。这些年他过得生不如死，而且他坚信那个魔修绝对不是他的儿子薛广天，这一切都是有人栽赃陷害。顾家早就不该存在了，并且昔日在秘境屠杀学院天骄的魔修也很有可能出自顾家。请大家想一想，这1年多下来，我4大势力灭的灭，伤的伤，即便是圣灵学院也损失了一众天骄，唯有那顾家好好的，你们不感到奇怪吗？若是我儿真的是魔修，并且已经失控的话，怎么可能只对顾家留守呢？薛红的目光扫过所有人，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他要为自己，为整个天涯阁洗刷冤情。而顾家则是薛红一直怀疑的幕后黑手，因此一旦有机会，薛红一定不会让顾家好过。对于薛红的一番话，全场几乎没有人回应，无论是无极宫亦或是风清门，再者是圣灵学院，其实都怀疑过魔修之事与顾家脱不了干系，但是他们找不出证据，并且天涯阁已经被他们灭了，如果承认这件事和天涯阁无关，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他们全部都装傻充愣。见没有人回应，薛红气的脸色铁青，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不过是个阶下囚罢了。薛红，魔修之事暂且先不提，如今当下之急事解决掉顾安澜。当然，若那魔修真和顾家有关，想必我们对顾家出手后，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魔修到底是谁，相信很快就有定论了。徐立安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薛红，只是缓缓说道：要他圣灵学院承认错误，这几乎不可能。就算魔修出自顾家，天涯阁是被栽赃，圣灵学院既然都做了这件事，那么就不会承认自己有错。愿听院长安排。薛红只得压下心中的怨气，他现在只是圣灵学院的一个奴仆，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诸位，此次把你们召集起来，主要是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妙计对付顾家。徐立安开口问道。此次圣灵学院已经下定决心讨伐顾家，那么就绝对要将整个顾家斩草除根，永绝后患。闻言，天剑宗的宗主潘明龙当即走出。院长，潘某这里倒是有一条计策，若是进展顺利的话，可以让那顾元宏不战而败。听闻潘明龙此话，所有人皆是好奇的望去。整个顾家也就顾元宏威胁最大，轮回境圆满的大能若是拼死一战，无论是3大势力亦或是圣灵学院，多少都会受到损失。若是能将顾元宏制服，那么整个顾家也就不足为惧了，到时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攻下顾家。潘宗主，你所说的计策是？徐立安同样好奇地问道。院长，是这样的。潘明龙的嘴角浮现一抹阴笑，而后娓娓道来，哈哈哈，妙啊！众人听完皆是大声笑道，就连守卫之上的徐立安都是忍不住夸赞道：潘宗主，你这招可真是高啊！那便按你所说去做，一旦顾元宏失去战斗力，我们便派强者杀去顾家，将顾家连根拔起。青州、顾家
顾长歌三人结束了云游走访，再次回到了顾家。刚回到顾家，顾长歌便听闻三妹觉醒了太阴神体，这让顾长歌三人激动不已。三妹觉醒了太阴神体之后，今后的武道之路必然会一帆风顺。三兄妹齐聚一堂，顾安澜耐心地听着大哥和二哥这1月以来的经历。最后，顾安澜美眸坚定地说道：“大哥、二哥，我一定会好好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到轮回境，好保护我顾家子民。”闻言，顾长歌和顾长青都很心疼自己这三妹。这4年下来，顾安澜的肩上背负了太多。三妹，大哥会陪着你的。顾长歌笑容和煦地说道。顾长青同样笑着说道：“二哥也在。大哥、二哥，有你们真好。”顾安澜美眸有些湿润，这抹家族温情让他格外的享受。同时，顾安澜也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守护好顾家。4年前他没有保护好大哥，那么4年后他一定不要悲剧重演。一晃大半年过去了，母亲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顾长歌神色有些担忧地说道：“他倒是想去中州，但是现在根本没有那个实力和资格。”顾长歌和顾安澜心里也不好受，但现在这些并不是他们能够改变的。母亲，等我。顾长歌看向外面的月亮，眼中2道黑芒一闪而逝。翌日，顾家大门外有着一名弟子，全身沾满鲜血，此时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家主，不好了！罗云山脉开采灵矿的弟子出事了。那名弟子一路跑到大厅，随后跪在地上汇报道。家主顾元宏眉头一皱，在场的3位长老同样面色凝重。罗云山脉有着顾家的一处灵矿，顾家派出上千人在那开采灵矿，然而现在竟然出事了，究竟怎么回事？顾元宏神色焦急地问道。回家主，那二流势力逍遥谷突然杀到罗云山脉，声称我顾家的矿脉归他们所有，让我们顾家子弟滚蛋。我们奋起反抗，却因为实力相差悬殊而被他们无情屠杀。上千名弟子中，仅有我一人跑了出来。跪倒在地的弟子泣不成声地诉说道：“逍遥谷依附于天剑宗的二流势力，好啊，连区一个二流势力都敢这般欺负我顾家。我顾家这么多年不发威，恐怕已经被他们当成了软柿子，简直谁想捏便捏。”顾元宏狠狠一咬牙，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轰隆隆，轮回境圆满的恐怖威压席卷而出，整个大厅都是摇摇欲坠。顾元宏这次真的怒了，区一个二流势力如果都敢欺负顾家的话，那今后岂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欺负顾家？逍遥谷，本家主若不灭你，那便誓不为人。顾元宏面色冰冷，一字一顿地说道：“元成，你去清点1万号长老和弟子，修为都要在神藏境以上。此次我要将逍遥谷杀得片甲不留。”顾元宏面色阴沉地吩咐道：“是，家主。”大长老感受到了顾元宏的愤怒，于是领命离去。没过多久，顾家上万名长老和弟子聚集在了广场之上。顾元宏手握大荒神枪，轮回境修为气息直冲云霄，此时立于人群之首。逍遥谷乃是二流势力，谷主魏胜已是轮回境大成的强者，与大长老顾元成修为不相上下，所以顾元宏才想亲自杀去，以斩顾家雄风。顾安澜刚刚觉醒太阴神体，如今正是被人觊觎的时候，越是这个时候，顾家越是不能怂，一定要杀鸡儆猴，让青州大小势力知道他顾家不是软柿子。元成，本家主离开的这段时间，顾家便交由你打理。顾元宏对着大长老吩咐道：“是，家主。”顾元成郑重地回道。一旁，顾长歌、顾长青、顾安澜3人同样也赶来送行。这是顾家自4年前那场战事之后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发动战争。不过区一个二流势力逍遥谷，父亲出手应该很容易就能灭掉。顾长歌也没有多想，因为他感觉逍遥谷在顾家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家主，此次我随您一同前去吧。3长老顾元明站了出来，自告奋勇道。闻言，顾元宏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感觉区一个逍遥谷根本犯不着出动那么多轮回境的强者。毕竟现在顾安澜觉醒了太阴神体，保不准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会趁机出手，所以顾家多留点强者准没错。但是既然顾元明执意要去，顾元宏也没有拒绝，而是点头道：“那好，你随本家主一同前去。”是。顾元明当即回道：“顾家的好郎们，如今那逍遥谷犯我顾家，你们说该怎么做？”顾元宏的目光扫过所有人，面色凌厉地问道：“杀！杀！杀！”顾家上万人气势如虹地喊道：“好，有血性，不愧是我顾家郎，跟我走，杀去逍遥谷，灭了那群杂碎。”顾元宏纵身一跃上了极影大雕，其余人也纷纷飞了上去，随后大雕展翅，化为一道黑影消失不见。罗云山一处绵延数千里的灵脉，此时已经被逍遥谷的人占领。灵脉极为稀少，乃是一个势力极为重要的资源。如同顾家这样的大势力，
也不过只有8条灵脉，所以每一条灵脉顾家都格外的看重。逍遥谷整整5万多人，此时将灵脉从头到尾占领。为首的乃是谷主魏胜，如今已是轮回境大成修为金旭为和严浩正2位副谷主紧随其后，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打量整座灵脉。有了这座灵脉之后，逍遥谷的规模起码可以扩大1/3，到时在2流势力中都能成为翘楚。谷主，您说那顾元宏会来吗？金旭为面色凌厉地问道。魏胜的嘴角微微上扬，灵脉举足轻重，乃是一方势力的根基，顾家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只要顾家派兵前来，那么顾元宏就一定会跟着，因为整个顾家也就只有顾元宏能够击败我。闻言，金旭为和严浩正脸上皆是浮现一抹阴笑。他们逍遥谷之所以敢对顾家的灵脉出手，那是因为背后有天剑宗撑腰，否则以逍遥谷这等2流势力，怎么敢招惹顾家？刷刷，数个时辰之后，天穹之上有着罡风肆虐，一头体型庞大、足足有着数千米的大雕飞来。极影大雕背上，顾元宏手握大荒神枪，气势逼人。顾家来了！魏胜双眼微眯，向着天穹看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惧怕，而且还有些窃喜。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区逍遥谷也敢占我顾家灵脉？魏胜，你怕是活腻了吧？给我杀，一个活口都别留！极影大雕落在地上，顾家上万名子弟冲杀而出。轰！顾元宏首当其冲，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神枪挥舞，顿时上千名逍遥谷弟子化为血雾。这便是1流势力的强大所在。一位轮回境圆满的大能，足以碾压所有2流势力，并且顾家弟子的综合实力也远远高于逍遥谷，因此双方一开战，逍遥谷便节节败退。不过有着5万多名弟子，一时半会还不会败下阵来。魏胜，你可真是好大的狗胆！今天便用你的狗头祭我神枪！顾元宏双目一寒，如同猛虎般跃出，沿途虚空皆是破碎。大荒神枪乃是神器级别，此时被顾元宏挥出，顿时搅动天地风云。好恐怖的枪威！魏胜脸色凝重，如果和顾元宏正面交锋的话，他自问连3招都接不住。但是好戏还在后面。顾元宏，你们顾家苟延残喘了那么多年，迟早是要走向灭亡的，不如便将这罗云山的灵脉让给我逍遥谷如何？魏胜手握大刀，语气不屑地说道。你找死！轰隆隆，这一刻恐怖的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天地为之轰鸣。一枪轰出，如同蛟龙出海，恐怖的枪威让魏胜如同置身于茫茫宇宙，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魏胜紧握大刀，他还在等待时机，而顾元宏的神枪眼看就要落下。妈的，怎么还不动手？魏胜对着顾元明使了个眼色。顾元宏身后3长老顾元明面色挣扎，但他已经别无选择。大哥，对不起了。排山掌。顾元明凝聚全身灵力，而后猛地拍出一掌光，咔嚓，这一掌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顾元宏的后背之上，顿时肋骨断裂，鲜血挥洒。啊！顾元宏发出一声惨叫，他的脸色顿时绿了下来，因为这道攻击竟然是从身后袭来，他丝毫没有防备。面对顾家人，他一直都很放心，但是这次他经历了背叛。逍遥斩！魏胜早已等待多时，见顾元宏受伤，当即使出最强一击。轮回境大成最强一击，即便是轮回境圆满也要全力抵挡。但是顾元宏身受重伤，此时只能仓促防御。咣！扑哧！一刀落下，顾元宏手中的神枪被震飞，并且顾元宏整个人吐血飞出，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家主！顾家子弟失声喊道，他们全都懵了。3长老竟然偷袭家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3长老，你在干嘛？顾家只是快速跑来，将顾元宏护在身后，对着顾元明咆哮道。顾元明眼中复杂，但却闭上了双眼。哈哈哈，顾元宏被自己亲兄弟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魏胜坚扛大刀，冷声笑道。顾元宏先是遭受偷袭，而后又被他正面劈上一刀，此时已经不足5成灵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为什么？顾元明，给我个解释。顾元宏嘴角残留着血迹，一双老眼布满血丝，他做梦也想不到会被自己的亲兄弟背叛。大哥，对不起。顾元明闭上了双眼，挣扎着说道。别喊我大哥，你不配称之为顾家人。顾元宏双拳紧握，他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相信顾元明。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为什么顾元明要背叛他？为什么？哈哈，顾元宏，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魏胜走上前来，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30年前，当顾元明只有飞升境圆满修为的时候，天剑宗曾赐予了他一颗5品轮回丹，顾元明正是炼化了轮回丹，才顺利的突破到了轮回境。只不过天剑宗在轮回丹之中做了手脚，种下了一个绝命毒蛊，因此
顾元明要想活命，就只能乖乖听天剑宗的。魏胜扛着大刀，冷冷地讥笑道。顾元明紧握双拳，他眼中满是悔恨与不甘。只不过大错已经铸成，要想活命，他就只能任由天剑宗摆布。为了得到解药，为了自己活命，你竟然自私到背叛整个顾家！哈哈哈，我顾元宏竟有如此不堪的弟弟！顾元明，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顾家人，因为你再也不配了。顾元宏流下一行血泪，被亲兄弟背叛的感觉真的太痛苦了。哼，顾元宏，你都快要死了，还这般强硬！魏胜手握大刀，面带杀机地向着顾元宏走去。他今天的任务便是解决掉顾元宏，然后罗云山这座灵脉就彻底属于他逍遥谷了。保护家主。见魏胜杀来，顾家20几位执事长老、8000多名弟子全部将顾元宏挡在了身后。呵呵，你们顾家儿郎真是有情有义啊！魏胜冷笑一声：“你们上，当着顾元宏的面屠杀这些蝼蚁。”魏胜对着身后的2位副谷主吩咐道：“是，谷主。”金旭为和严浩正2位副谷主带着剩下的4万多名逍遥谷弟子冲杀出去。金旭为2人都是轮回进入门修为，而顾家这边20多位执事长老全部都是飞升境，根本就不是对手。因此，金旭为和严浩正在顾家弟子中简直就是乱杀。轰！噗嗤！顾家20多位执事长老短短几分钟便死伤过半，并且8000多名弟子死的只剩下不到5000名，鲜血汇聚成河，尸体残缺不全，惨叫声此起彼伏。但是顾家子弟始终没有退后半步，因为家主在他们身后。住手！都给我住手！顾元宏心痛如刀绞，他不惜燃烧气血，召唤回大荒神枪，再次杀出。蛟龙出海！顾元宏口吐鲜血，他宁可留下不可逆的伤势，也要取下金旭为和严浩正2人的性命。轰！顾元宏纵然身受重伤，但此时全力一击依旧不是金旭为和严浩正2人能够挡下。噗嗤！2人惨叫一声，随后口吐鲜血倒飞了出去。就在顾元宏准备下杀手的时候，魏胜却手握大刀从天而降，这一刀汇聚他全部的功力，引来天地大势，并伴有一丝轮回之力。不好，大哥！远处的顾元明紧握双拳，但最终还是选择视而不见。他已经犯下大错，此生都无法弥补。要想得到解药，要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听天剑宗的安排。他是懦弱的，无能的，他太怕死了，确实不配当顾家郎轰。一刀落下，大地都在颤抖。顾元宏虽然及时防御，但是身受重伤的他哪里挡得住？噗！啊！顾元宏的右手被斩落，整个人吐血飞出，气息萎靡，再没了一战之力。昔日威风凛凛的顾元宏，此时却要死在我的手上，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魏胜得意的大笑。家主，仅剩的5000名顾家子弟失声大喊：“放心，你们今天都得死！顾元宏，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他们死去！”魏胜眼中闪过冰冷的杀芒，唰！紧接着，魏胜冲杀出去，大刀所过之处，顾家弟子皆是化为血雾。不要！魏胜，你不得好死！倒在地上的顾元宏想要爬起来，但却无能为力。与此同时，顾家镇守魂石的长老神色慌张地跑了出来。不好了，出大事了！家主的守魂石忽明忽暗，好像遇到了致命的危险。整个顾家为之轰动，大长老顾元成赶紧组织队伍，准备前往罗云山支援。房间内，周一航慌忙跑来：“主人，家主出事了！”周一航扑倒在顾长歌身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闻言，顾长歌的双眸猛然睁开，恐怖的魔气肆虐，房间内的空气瞬间凝滞，好似下一秒就会炸开。主人，家主的守魂石忽明忽暗，好像是遇到了致命的危险。周一航吞了吞口水，赶紧说道。顾长歌面色一黑，双眼变得血红。他知道顾家肯定中计了，只是这太巧了，偏偏赶在这个敏感时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件事背后绝对有3大势力以及圣灵学院的参与，他们很有可能想要覆灭整个顾家。定，前往罗云山击杀叛徒顾元明，奖励8000杀戮值，干将莫邪提升至地气。前往罗云山屠杀逍遥谷所有人，奖励13000杀戮值，神象阵预计修炼至神象之力。就在这时，系统直接发布了2个任务，而且奖励格外的丰厚。3叔，顾长歌面无表情的脸上顿时浮现一抹杀机，阴森狂暴的魔气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的魔鬼。怪不得父亲会遇到危险，原来是顾家出了叛徒。只是这个叛徒让顾长歌感到非常意外，竟然是3叔顾元明。小周，你守护好顾家，尤其是保护好小兰。若是小兰出事，你就不用来见我了。顾长歌猛地起身，
他不敢犹豫，当即就准备前往罗云山。如果父亲出了什么事，那他这辈子都会寝食难安。是，主人。小周单膝跪地，眼中浮现一抹视死如归的坚定。顾长歌调动全身所有魔力，并且施展魔浪断魂步，速度比之极影大雕还要快了好几倍。幸好罗云山离顾家并不远，顾长歌以现在的速度赶过去，最多只要半个时辰。父亲，一定要撑住啊！顾元明、逍遥谷，你们给我等着！顾长歌双目血红，魔气肆虐九霄，如同化身为一头绝世狂魔。大长老顾元成并不知道顾长歌赶去了罗云山，他召集了顾家所有精锐，包括顾安澜在内，准备立即杀去罗云山。轰隆隆！然而就在这时，顾家外的虚空直接破碎，一尊尊强者自破碎的虚空中走出，为首的乃是圣灵学院的2位副院长，其次是3大势力的领袖，还有沦为学院奴仆的薛红，6位轮回境圆满大能，并且在他们身后还有数十万名强者，修为竟然都在神藏境以上。顾元成，你要去哪啊？穆伟明看着顾元成讥笑道。这一刻，顾家所有人才知道他们中计了。家主顾元宏被调虎离山，并且还不知为何身受重伤。顾家没有轮回境圆满的强者镇守，此时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你们这些个所谓的名门正派用如此卑鄙的手段，难道不感觉羞耻吗？顾元成气得老脸通红，但是他心里其实更怕，因为今天顾家很可能会走向灭亡。你们顾家与魔修脱不了关系，我们灭你顾家，难道不是名正言顺的为民除害吗？穆伟明却是冷笑道。你，顾元宏气的脸色铁青。大长老，不用跟他们多言，毕竟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了。若有机会，还望大长老杀出去救我父亲。顾安澜美眸冰冷，事已至此，他只有血拼到底。4年前，他们是为了大哥顾长歌而来，这一次，他们则是为了自己。他觉醒了太阴神体，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岂能让他活着？哼，安澜，我承认当初是学院看走了眼，但是你离开学院以后再觉醒天赋，那就只有死了。穆伟明嘴角微微上扬，他伪君子的面孔被扯下，取而代之的是奸诈与邪恶。把他交给我。邓晨一步跨出，至尊谷的恐怖威力爆发，使得天穹都是破碎。虽然邓晨只有轮回境小成实力，但是凭借至尊谷，他足以对付轮回境大成的强者。邓晨看向顾安澜时目光贪婪，他要将顾安澜作为修炼的炉鼎。你们这群无耻之徒，我顾家就算被杀尽杀光，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如愿。顾家的好狼们，面对强敌，你们怕不怕？顾元成挡在了顾安澜身前，老眼之中浮现出狠厉与坚定。不怕，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让他们知道我顾家狼的血性。我顾家没有一个是孬种。杀！杀！杀！顾家所有人同仇敌忾，虽然面临大敌，虽然有可能被覆灭，但他们依旧握紧武器，准备拼死一战，因为他们知道，就算束手投降，他们依旧会被无情屠杀。这群伪君子，怎么可能让他们顾家这个祸患存在？不自量力，给我杀光他们，一个不留！穆伟明冷哼一声，10万名强者闻声而动，恐怖的攻势爆发，杀气腾腾，天地好似在这一刻都要崩塌。罗云山灵脉前的空气已经成为了血红色，魏胜手握大刀，全身溅满了鲜血，在他身后有着成百上千道残缺不全的尸体，或是被削去头颅，或是断了4肢，或是千疮百孔，露出森森白骨。然而魏胜连眼皮子都不曾眨一下，甚至嘴角还挂着一些得意的笑容。20多位执事长老全部被魏胜斩杀，仅剩的5000多名顾家子弟也被斩杀殆尽，只剩下不到100人。魏胜，我要你死，要你死！顾元宏身形狼狈，眼角挂着一行血泪，双手死死地抓着地面。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生饮魏成的血，活吞他的肉。顾家一共来了上万名弟子，然而却被逍遥谷全部屠杀殆尽，仅仅是魏胜一人便杀了不下6000名顾家弟子。哈哈哈，顾元宏，你很愤怒是不是？但是有用吗？你还不是如同狗一样瘫在地上。魏胜发出一声大笑，随后手中的大刀再次劈出，轰！啊！一刀落下，恐怖的刀斩震碎虚空，当即就有10几名顾家弟子化为血雾。仅剩的70多位顾家弟子早已力竭，但却依旧视死如归地挡在顾元宏身前。走，你们走啊！顾元宏紧咬牙齿，对着顾家弟子吼道。然而没有一个人后退，敢动我们家主，那就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杀！70多位顾家弟子竟然冲杀出去，不自量力的狗东西，都给本谷主跪下！魏胜怒喝一声，体内的轮回境大成修为气息爆发，轰！啊！扑通！恐怖的威压笼罩天地，70多位顾家弟子遭受重创，双腿一软，
全部跪倒在地，即便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也丝毫动弹不得。呵呵，一个一个来。顾元宏，你可要看好了，因为他们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魏胜眼中浮现一抹戏谑，随后手中的大刀开始快速劈出。轰！啊！大刀从天而降，一位顾家弟子直接被劈成了2半。随后70多位顾家弟子被一分尸啊！不要不要！顾元宏心痛如刀绞，此时他发出凶兽一般的咆哮。然而魏胜根本不曾停下，在他眼里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血雾横飞，尸体遍地都是顾元宏握紧拳头，任由指甲插入血肉。魏胜，你会遭到报应的，你不得好死！顾元宏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道。报应？哈哈，在这仙域，谁的拳头硬，谁就是道理，谁就是王道，何来报应一说？顾元宏，你可以去死了！堂堂顾家家主，到最后竟然死在了本谷主的身上，想想就很刺激。魏胜手握大刀，嘴角泛着一抹玩味，眼中浮现冰冷的杀意。魏胜，能否留他一命？一旁顾元明双眼无神，此时声音低微地说道：畜生，收起你的怜悯，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同胞们，他们都因为你而死，你根本不配生在顾家。顾元宏如同凶兽般紧盯着顾元明，如果能够重来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弄死顾元明。顾元明脸色暗淡无光，此时闭上了双眼。顾元明，你看到了吧，一生要强的顾元宏根本不需要你的怜悯。魏胜笑着调侃道。随后魏胜来到了顾元宏身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顾元宏，这样吧，你跪下求饶，本谷主便让你死得顺利一点如何？顾元宏怒视着魏胜，将嘴里的鲜血狠狠吐出，刚好落在了魏胜的衣服上。向你求饶？呵呵，你配吗？魏胜，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等着吧。顾元宏虽然不是魔鬼，但此时却比魔鬼还要可怕。他一点也不怕死，唯一放不下的便是顾家，他的3个孩子，还有前往中州的洛影同长歌。这辈子为父没能保护好你，若有来生，为父就算豁出这条命，也会将你护下。顾元宏闭上了双眼。魏胜看着衣服上那坨鲜血，顿时怒火中烧。顾元宏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都不愿意向他下跪求饶，这让魏胜感到很失败。顾元宏，你会死得很惨，我一定会让你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滋味！哈哈哈哈！魏胜举起大刀，他准备把顾元宏仅剩的那只手臂也砍下来。大刀从天而降，眼看就要落在顾元宏的身上。唰！就在这时，数万里的虚空竟然瞬间炸裂，滔天魔气降临，一道愤怒的咆哮传来，如同地狱中的恶魔。老狗，若我父亲有事，我必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紧接着，原始真魔血脉爆发，真魔之威浩浩荡荡，笼罩了整个罗云山。这一刻，天地昏暗，日月无光。一头绝世凶魔幻化而出，那双如同大山般的血红杀眸紧盯着魏胜。在真魔之威面前，空气皆是凝滞，如同有着100万斤重压。魏胜的大刀硬生生地凝滞在了半空，即便他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无法动弹分毫。逍遥谷剩下的4万多名弟子，在这股魔威下瑟瑟发抖，竟然连腰板都直不起来。这是长歌。顾元宏原本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他不可置信地望去，发现破碎的虚空前有着一位少年。他一头黑发随风起舞，全身被魔气环绕，那双血红的眼睛好似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在他身后幻化出一头绝世凶魔，天地万物在他面前都暗淡无光。长歌，真的是你吗？顾元宏有些不敢确认，他还以为自己在死前出现了幻觉。顾长歌看向父亲，他的右臂竟然被砍断，全身千疮百孔，血肉模糊，白骨外露，顾家上万弟子全部被杀，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鲜血的腥味。如果他再晚来那么一会儿，就连他的父亲都会成为魏胜的刀下亡魂。杀！都得死，你们都得死！顾长歌的双眼从血红化为漆黑，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恐怖的魔威快要失控。他要让魏胜，让整个逍遥谷付出代价，他还要让叛徒顾元明生不如死。轰隆隆！这一刻，天穹直接破碎，大地龟裂而开，整个罗云山摇摇欲坠。扑通！逍遥谷4万多名弟子全部匍匐在地，在这股魔威面前，他们的骨骼一根根崩裂，全身溢出鲜血。死！顾长歌仰天怒吼，大荒圣体爆发，大荒圣威肆虐而出。轰轰轰！噗噗噗！爆炸声此起彼伏，逍遥谷4万多名弟子全部化为血雾，空气被染成了血红色，浓稠刺鼻的血雾让人想要作呕。顾长歌，你竟然就是那头魔修！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丹田破碎，神体被夺，又怎么可能踏入魔道？魏胜面如土色，全身都在颤抖。在原始真魔之威、大荒圣威面前，他渺小的竟然如同一只蝼蚁。顾家大公子顾长歌竟然藏得那么深。4年前他无比耀眼，4年后他同样让所有人为之仰望。长歌竟然就是那位魔修大能，这是真的，这一切竟然是真的。怪不得当初魔修大能要救下小兰，原来他就是长歌。顾元宏双眼放光，面色激动，他明白了，他一切都明白了。他的儿子哪里是废物，分明是让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都闻风丧胆的恐怖存在。恐怖的魔威笼罩整个罗云山，浓稠的血雾几乎遮蔽了所有人的双眼。逍遥谷4万多名弟子，包括2位副谷主在内，全部爆炸成了血雾，连渣渣都不剩长。长歌竟然就是那位魔修。顾元明脸色苍白，冷汗直流。透过血雾，他好似看到了顾长歌那双漆黑的沙眸，一头黑发随风舞动，全身散发着原始真魔之威以及大荒圣体之威。在魔气笼罩下，一头绝世大魔幻化而出，天地在他面前竟然都黯然失色。顾家的废物大公子不仅修复了丹田，而且还成为了一尊拥有原始真魔精血的魔修大能。扑通，顾元明双腿发软，猛地跪倒在地。在他的双眼之中充斥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大荒圣体，原来前些日子剑谷里传来的圣体异象是你引起，你杀了柳平，夺回了神体，而且还进化成了圣体，这究竟怎么可能？魏胜不可置信地望着顾长歌，眼中同样充满了恐惧。他逍遥谷剩下的4万多名弟子，竟然在短短几秒钟就全部爆炸成了血雾，死了，都死了。今天简直就是逍遥谷的噩梦。如果知道顾家有这么一尊魔修大能的话，魏胜说什么也不会答应天剑宗找顾家的麻烦。杀！杀！顾长歌体内的魔气异常狂暴，他现在只剩下了杀念。一声怒喝落下，天地竟然都在轰鸣。随后顾长歌一步跨出，大地瞬间皲裂而开，恐怖的威压袭来，魏胜全身开始扭曲变形，骨骼竟然也一根根断裂。住手！魏胜痛苦的大喊，在这股魔威面前，他堂堂轮回境大成修为竟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恐怖，相当的恐怖。不，我不能死！魏胜紧咬牙齿，眼中浮现一抹狠厉。轰！魏胜的气血开始燃烧，随后力量大涨，他不惜透支生命也要争取一线生机。霸刀诀！魏胜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随后大刀快速斩出，凌厉的刀芒足足有着上百道。死！顾长歌不避不闪，甚至连武学神通都没有施展，仅仅是凝聚一拳，而后和绝世大魔一起轰出。咣！轰隆隆！这一拳落下，魔气肆虐天地，空间被直接轰碎。轰扑！上百道刀斩，竟然连一点浪花都没能翻出，下一刻便被顾长歌这一拳所湮灭。什么？这怎么可能？魏胜双目圆睁，他燃烧气血，劈出最强的武学神通，就算是轮回境圆满都要全力接下。然而顾长歌只是轻描淡写的轰出一拳，便将所有刀斩湮灭，这简直太变态了。杀！顾长歌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魏胜双目无神，彻底愣在了原地。滚开！与顾长歌对视的瞬间，魏胜感觉自己好像身处18层地狱，他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向着顾长歌看去。咣！然而一刀落下，却发现顾长歌的身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根本撼动不了。什么？魏胜语气发颤，乃至于全身都在颤抖。杀！顾长歌直接抓住魏胜的2条手臂，而后用力一撕，噗！我的手！顾长歌，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啊！魏胜的双手竟然硬生生被顾长歌撕了下来，这血腥的一幕吓得顾元明瑟瑟发抖。然而这还没完，顾长歌又将魏胜的双腿猛然撕裂，吃了！噗噗！魏胜的2条腿也被顾长歌撕裂，如今他只剩下头颅和身体。魏胜砍断了顾元宏1条手臂，顾长歌定然要让他10倍、100倍奉还。杀了我！求求你杀了我！魏胜全身疼痛难忍，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死才是最好的归宿。然而顾长歌却根本不理会他。顾长歌右手成爪，向着魏胜的肚子猛然抓去。吃！魔爪落下，魏胜的腹部出现一个血洞，随后一团血淋淋的肠子被撕扯了出来。不远处，顾元明吓得失声大叫。这般血腥残忍的手段，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心底的恐惧使得顾元明脸色铁青，然而一旁的顾元宏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如果换作是他，
那么他也一定会这么做，因为这魏胜一个人便杀了顾家6000多名弟子，让他死，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仁慈。顾长歌的魔爪不断游走，魏胜的器官接连被挖出，到最后，魏胜已经喊得没有了力气，他面容痛苦，彻底感受到了什么是人间炼狱，去死吧！顾长歌也失去了兴趣，握住魏胜的心脏，猛然用力，轰！噗！魏胜的心脏化为血雾，而后恐怖的魔气爆发，魏胜直接连渣渣都不剩。叮！屠杀逍遥谷所有人，奖励13000杀戮值，神像阵预警修炼至神像之力。系统的声音响起，顾长歌感到自己的力量再一次迎来了暴涨，神像阵预境修炼到了神像之力。然而还不仅仅只是神像之力，而是10万神像之力。10万神像之力充斥全身，而后猛然爆发。轰！轰隆隆！一尊头顶天、双足立地的庞大神像浮现，整个罗云山瞬间化为了齑粉。在这恐怖的神像之力面前，即便是轮回境圆满修为的顾元宏都喘不过气。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顾元宏倒咽一口口水，心里充满了震惊。长歌究竟有多少秘密瞒着他？这些年长歌忍辱负重，竟然藏得那么深，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心性啊！顾元宏在这一刻越来越看不透自己的儿子了。叛徒，到你了！顾长歌转过身子，一双漆黑的沙眸紧盯着顾元明。啊啊！仅仅是被盯上，顾元明便吓得瘫倒在地。这双沙眸简直比地狱修罗还要可怕100万倍。放过我，长歌，放过我，我错了，三叔错了。顾元明亲眼目睹了魏胜被虐杀的全过程，此时吓得跪倒在地，对着顾长歌磕头求饶。他最怕的便是死亡，为了活命，他不惜背叛自己的大哥，出卖整个家族，可是到头来他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有些错，一辈子只能犯一次。你不配活着！杀！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爆发，绝世大魔仰天咆哮。这一刻，天地变色，日月无光。顾元明匍匐在这股魔威面前，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他的心里充满了无尽悔恨。但是一切都晚了。顾长歌一步步向着顾元明走去，四周寂静无声，针落可闻。顾长歌的脚步声此时便如同夺命钟声。不要！顾元明冷汗直流，脑海中浮现出顾长歌虐杀魏胜的画面，血腥残忍，使得顾元明这个轮回境的强者都不寒而栗。大哥，救我！救我大哥，我不想死，念在我们血脉相同的份上，求求你救我吧！死亡的恐惧面前，顾元明不断地对着顾元宏求饶。他知道以顾长歌的心狠手辣，绝对不会放过他，如今能救他的也只有大哥顾元宏了。然而顾元宏面色冰冷，一双老眼如同蛇蝎。你竟然还有脸向我求饶？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顾家上万郎全部因你而死，他们的尸骨还没有凉，你和他们流着相同的血，可是你干了什么？你把他们全部害死了。顾元宏体内涌现出无边杀意，他并非心慈手软之人，面对顾元明这种叛徒，即便是亲兄弟，他也依旧下得去手。长歌，别让他好过，否则为父没脸面对死去的上万子弟。顾元宏狠狠一咬牙，老眼之中闪过2道冰冷的杀芒。闻言，顾元明的身体一软，眼中满是绝望。你罪该万死！顾长歌漆黑的双眸紧盯着顾元明，父亲被他重伤，顾家上万郎因他而死，这样的叛徒，纵然死上千次万次也不为过。顾长歌魔爪探出，空间开始疯狂扭曲，沿途虚空皆是发生爆炸。不要！排山掌！顾元明垂死挣扎，凝聚全身灵力，猛地拍出一掌。不自量力！杀！顾长歌不避不闪，魔爪所过之处，一切攻势灰飞烟灭。顾长歌如今身怀10万神像之力，即便只有魔皇境小成修为，也依旧可以碾压轮回境圆满。这顾元明不过是轮回境小成，在顾长歌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噗！攻势被湮灭，恐怖的魔威瞬间将顾元明笼罩。恐怖的魔威肆虐全身，顾元明全身血肉绽开，森森白骨外露。顾长歌一爪探出，那一根根肋骨竟然被硬生生扯了出来。顾元明面色狰狞痛苦，这种疼痛简直比死还要难以承受。然而顾长歌丝毫没有手软，只见顾长歌的魔爪落在顾元明的脑袋上，随后微微用力，顾元明的脑袋瞬间变形，而后砰的一声化为血雾。顾元明连一声惨叫都没有发出，然而脑袋便是化为粉碎，并且顾元明没有及时死去，这才是最痛苦的。顾元明残缺不全的尸体在地上抽搐，如今他连肠子都毁清了。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他绝对不会收下天剑宗赐予的那颗丹药，更不会背叛顾家。就算死了之后，他也没有脸去面对顾家的列祖列宗。死！顾长歌一拳轰出，恐怖的魔威猛然爆发，
顾元明的身体瞬间被波及，而后直接化为血雾。定，击杀叛徒顾元明，获得8000杀戮值，干将莫邪2柄魔剑进化至地气。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皇境小城，突破至魔皇境大城需2万杀戮值，杀戮值23130。系统的声音响起，2个杀戮任务顾长歌已经全部完成。轰！突然，干将莫邪2柄魔剑飞出，天地在这一刻黯然失色。2柄魔剑晋升为地气，那恐怖的魔威如同2头绝世狂魔。轰隆隆，方圆数百里都被魔剑之威笼罩在内。这是地气。顾元宏眉头一皱，一双瞳孔猛然骤缩，紧盯着天穹之上的2柄魔剑。地气极为稀有珍贵，整个青州也只有3柄，全部都在3大超级势力。至于他们这些一流势力，根本没有地气。然而他的儿子顾长歌竟然拥有2柄地气。顾长歌拂袖一挥，2柄魔剑顿时飞回体内。干将和莫邪晋升到地气之后，威力将会更加强大。如果此时的顾长歌手握2柄魔剑，完全可以碾压一切轮回境午休。无论是魏胜，亦或是顾元明，都没有资格让顾长歌使出魔剑。系统把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大成。顾长歌当即命令道。如今他拥有2万多杀戮值，已经足以突破了。轰！顷刻间，顾长歌丹田内的魔气暴涨，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魔威肆虐天穹，横扫四海八荒。咕噜，好恐怖的魔威！顾元宏还没从震撼中走出，然而顾长歌便再次让他陷入了震撼。在这股魔威面前，顾元宏竟然感觉自己渺小的如同一颗沙粒。长歌现在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顾元宏语气震撼地喃喃道：4年了，这4年顾长歌被所有人嘲笑，一声声废物，让顾长歌脸面尽失。然而世人不知道，那搅动青州风云的魔修大能，正是他儿子顾长歌。顾元宏老眼湿润，这一刻他比顾长歌还要高兴。呼！顾长歌呼出一口浊气，他的魔道修为也稳固在了魔皇境大成。如今的他足以碾压任何轮回境，就连半步生死境，他都有把握一战。是时候让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除名了。顾长歌双眸之中浮现出阴翳的杀机，这一刻他等了很久很久，如今终于到来了。顾长歌收敛魔气，随后转过身子，向着顾元宏走去。长歌，顾元宏老眼湿润，此时嘴角挂着一抹欣慰的笑容。父亲，您会介意孩儿的魔修身份吗？顾长歌有些紧张地问道。毕竟在整个仙域，各大势力都对魔修抱有成见和歧视，在世人眼里，魔修滥杀无辜，嗜血无情，活该被诛杀。傻孩子，魏父怎么会介意呢？在这仙域，强者为尊，无论是所谓的正道人士，亦或是魔修，再者是剑修、儒修，他们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道，只要坚守本心，魔修又如何？比起那些明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伪君子，不知道要好了多少。顾元宏拍了拍顾长歌的肩膀说道。闻言，顾长歌心中一暖，谢谢父亲。顾长歌笑着回道。顾元宏点了点头，随后似是想到了，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长歌，3大势力不惜布下此局，为的便是牵制住为父。为父担心顾家会被3大势力围攻，毕竟他们此次的目标是小兰。闻言，顾长歌的脸色也瞬间冰冷，和4年前一样，只不过他们针对的目标换了。父亲，我们现在便回去。顾长歌施展魔浪断魂步，即便是带着顾元宏，速度也丝毫不减。他必须尽快赶回顾家。顾家，此时战火纷飞，惨叫声不绝于耳。4大势力的10万强者疯狂杀戮，顾家弟子根本挡不住，一道道身影倒下，化作冰冷的尸体。原本30万顾家儿郎，此时只剩下不到10万，呵呵，放弃无谓的反抗吧。你们的家主不出意外已经死了，而你们很快便能和他团聚。副院长穆伟明冷声笑道。大长老顾元成全身溅满了鲜血，此时冲杀在前，一双老眼如同猛虎。你们沙大哥，我跟你们拼了！顾元成愤怒咆哮，然而却被3名同等境界的强者围攻，很快便被死死碾压。噗！顾元成吐血倒退，但却始终没有倒下。就算死，他也要多拉几个垫背的。顾安澜手握利剑，每一剑落下都有数千名敌人被斩杀。太阴神体之威不可小觑。顾安澜，放下你的剑，乖乖做本圣子的炉鼎，那样你会死得舒服一点。邓晨迎面走来，他的目标便是顾安澜。顾安澜的太阴之气，他一定要得到。你找死！顾安澜一双美眸冰冷，此时向着邓晨杀去。他不能倒下，因为大哥和二哥还需要他保护。轰！突然，邓晨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轮回境小城更有至尊骨的恐怖威力。噗！恐怖威压袭来，两人之间的修为差距太大，
顾安澜直接吐血飞出。三小姐，顾家上下失声喊道。邓晨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眼眸之中满是火热的贪婪。本圣子想得到的女人，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说法。顾安澜，好好享受这份快乐吧，哈哈哈。邓晨目光淫秽，他欺身而上，欲要行苟且之事。保护三小姐！顾家数百名弟子快速杀来，欲要将邓晨拦下。不自量力！邓晨双眸一寒，恐怖的威压横扫。噗噗噗！上百名顾家弟子瞬间化为一道道血雾。不，走，都走！顾安澜面色痛苦，但是他身受重伤，根本就不是邓晨的对手。可恶！你们这群杂碎，老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二长老顾元昌怒声咆哮，他手握大斧，独占2名轮回境小城修为的强者，然而却被死死碾压。全场修为最高的顾元成、顾元昌皆是被牵制，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半空之中，穆伟明在内的轮回境圆满大能还未出手，一旦他们出手，顾家便会迎来彻底性的毁灭。圣子还望早点取下顾安澜的太阴之气。穆伟明对着邓晨催促道。一旦邓晨得到太阴之气后，他们便可以出手将顾安澜在内的所有人击杀。邓晨点了点头，随后面带淫笑的来到了顾安澜身前。顾安澜，能做本圣子的女人，那是你3辈子修来的福气。邓晨淡淡一笑，随后拂袖一挥，顿时便有灵气屏障出现，将他和顾安澜与外界隔绝。畜生，你休想得逞！顾安澜美眸坚定，他宁可去死，也不愿被侮辱。只是可惜了这具太阴神体，若是再修炼个10年，这区邓晨又有何惧？顾安澜体内的灵力开始躁动，竟然想要爆体而亡。想自杀吗？呵呵，很可惜，你办不到。邓晨一掌拍出，恐怖的威压落下，顾安澜如同被100万斤的大山压在身上，此时连动弹一下都难。哈哈哈，你是我的了。邓晨舔了舔嘴唇，当即就准备撕碎顾安澜的衣衫。畜生，你不得好死！哈哈！大长老和二长老愤怒咆哮，若是顾安澜出了事，他们有何脸面去见大哥？找死！人群之中，周一航面色冰冷，双眸呈现紫金色。他的任务便是保护三小姐，如今他已瞅准时机，可以将那邓晨一击毙命。邓晨，若是我三妹有事，我会让你生不如死。就在这时，一道雄厚的声音传来，引得天空雷霆滚滚。这是……无论是邓晨，亦或是半空之中的穆伟明等人，全部愣住了。仅仅一句话便引来天地异象，这是何等手段？他，一位身穿白衣的少年走出，一脸书卷气，但眉宇之间却有一丝杀机。他便是二公子顾长青。感受到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杀来之后，顾长青便下定决心突破修为。好在他赶上了。邓晨，你找死！顾长青体内有着浩然正气冲天而起，顿时天地昏暗，风起云涌，斩钉截铁。顾长青双指探出，凌厉的杀芒顿时落下，轰！咔嚓！邓晨所凝聚的灵力屏障竟然直接破碎。什么？这是浩然正气？你是如修？邓晨一双瞳孔猛然骤缩，脸上满是不可置信。那传说中的如修竟然出现在了青州。书呆子顾长青竟然是一名如修，而且随便一指便能破开邓晨的灵力屏障，只怕儒道修为还不低。咕噜，二公子竟然是一名如修！天啊，这是真的吗？大哥，你看到了吗？长青他是一名如修，我顾家本该大兴，奈何命运多舛，被尔等小人针对，老夫不甘啊！顾家上下全部都被震撼到了。大长老顾元成老泪纵横，原本以顾长歌、顾长青、顾安澜3人的天赋，绝对可以一路崛起，笑傲整个仙域。然而现在却被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围攻，只怕九死一生了。顾长青没有理会任何人，他身形一闪，当即出现在了顾安澜身前。三妹，让你受苦了。顾长青有些心疼地说道。二哥，你是如修？顾安澜同样大为震撼，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二哥竟然是一名如修。此事稍后再说。顾长青凝聚出一股柔和的灵力，将顾安澜包裹在内，随后向着后方飞去。邓晨，你可敢与我比试一番？顾长青双手附在背后，衣袍无风自动，一股无形的压迫感袭来，邓晨竟然感到一丝害怕。圣子，你退下，此人交给老夫。穆伟明一步踏出，轮回境圆满修为横扫，顿时便让顾家所有人匍匐在地。轮回境圆满修为的大能终于还是出手了。顾长青眉头一皱，他虽然儒道修为突破了，但是面对轮回境圆满的大能，他依旧不是对手。若是再有几年时间，顾长青便有把握灭掉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然后为顾家，为自己的大哥出一口恶气。
这是他10几年为之努力的目标。但是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来得太快了，打乱了他的计划，因此顾长青才不得已暴露如修身份。没想到小小一个顾家竟然诞生出了3个妖孽，一个是大荒神体，一个是太阴神体，如今又蹦出来一位如修。若是再等个几年，只怕我们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都会阴沟里翻船吧。穆伟明面色忌惮地说道。所有人都为之震惊，这一门三子竟然都是绝世妖孽。穆院长，此人本圣子会亲手拿下，便不劳你费心了。邓晨走了出来，他有属于自己的一份高傲。如果连同辈都不能战胜，那么他又岂能自称为天之骄子？圣子，此人儒道修为诡异莫测，还是交由老夫来对付吧。穆伟明眉头一皱，担心地说道。是啊，圣子大人，此人诡异，必须尽快诛杀。薛红等人同样开口劝阻。顾家越来越让他们看不透了，正因为如此，顾家必须尽快屠灭，否则他们寝食难安。呵呵，邓晨，你这圣子当的可真不咋地，一点信服力都没有。一个副院长看不起你也就罢了，现在连一个奴仆都认为你不是我的对手，哈哈，真是有意思。顾长青故意刺激道，如果对付轮回境圆满的大能，他肯定不是对手，但是对付邓晨，他还是有自信的。本圣子会用实力告诉你何为真正的天之骄子。邓晨狠狠一咬牙，体内的修为气息猛然爆发。圣子，不可！住嘴！你区一个奴仆也敢管本圣子，活得不耐烦了吗？不等薛红说完，邓晨便是怒声骂道。闻言，薛红老脸一红，最终还是咬牙忍了下来。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奴仆罢了。副院长眉头一皱，这邓晨乃都好，就是太争强好胜了，胜负欲太强，迟早会害了他。见状，顾长青嘴角浮现一抹不着痕迹的笑容，他准备活捉邓晨，以此威胁圣灵学院。纵然不能保下整个顾家，也要为大哥和三妹争取一线生机罢了。若是圣子不敌，老夫再迅速出手便是。穆伟明老眼之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杀芒。虽然这样做很不道德，但是他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邓晨出事，并且顾长青也必须死。一位如修成长起来，后果同样不堪设想。顾长青，你这些年倒是藏得挺深，4年前没有机会和你大哥一战，如今击败你也一样。邓晨高高在上地说道。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他邓晨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天骄。至于顾长青，则会成为他的垫脚石。你没有资格与我大哥相提并论。若我大哥修为还在，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顾长青双眸一寒，体内的浩然正气猛然爆发。好强的浩然正气，本圣子还是第一次对战如修，不过本圣子一定会赢。邓晨颇为自信地说道。轰！话刚落下，邓晨体内的修为气息便是爆发。轮回境小成配合至尊骨，足以对付轮回境大成的强者。这邓晨确实有些天赋。二哥，注意安全。后方，顾安澜面色虚弱地说道。顾长青点了点头，眼中充斥着极致的杀意。他们顾家原本拥有30万名子弟，但是现在却只剩下不到5万人，而且个个身受重伤，全靠意志在支撑着。目光所及之处，皆是残缺不全的尸体，鲜血流淌，汇聚成河，用尸山血海来形容再合适不过。这便是强者为尊，弱肉强食的世界。你们个个自诩为名门正派，但是却是人命如草芥，简直连畜生都不如。顾长青双拳紧握，浩然正气化为一柄利剑，悬在天穹之上。邓晨，受死！顾长青怒喝一声，顿时天雷滚滚，浩然正气化作的利剑向着邓晨轰去，轰隆隆。利剑速度极快，所过之处虚空皆是破碎。圣灵霹雳手！邓晨面色阴沉，至尊骨被他催动，一股如同凶兽般狂暴的力量横扫而出。吃吃，铿锵，两者交锋，轰响声不断，电光火石之间，二人难分难舍。只见天地昏暗，恐怖的攻势几乎要毁灭9天10地。这两个小辈之间的战斗却丝毫不弱于老一辈强者。好恐怖的浩然正气！顾长青莫非已经踏入了天命境？柳南杰一脸震撼地说道。如修一道分为12个境界，分别是修心境、修身境、忍者境、儒生境、德行境、君子境、不惑境、立命境、天命境、大儒境、亚圣境、圣人境。天命境便相当于5修的轮回境。儒道虚无缥缈，能够踏入儒道已经非常难得，但是顾长青竟然是一位天命境儒修，不到20岁的天命境儒修，这简直就是儒道奇才啊！若是被中州那些儒道宗门得知，恐怕老祖宗都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抢着收顾长青为徒。此子绝对不能活着。穆伟明老眼一眯，暗中已经在调动灵力。若是顾长青走出青州，那么后果绝对不堪设想。为了以绝后患，必须斩草除根。子曰：
打架用砖乎？照脸乎？不亦乱乎？顾长卿施展纵地金光，身形突然出现，接着一掌拍出，天地齐鸣。邓晨用尽全力躲闪，但却依旧没有躲开。啪！噗！一掌落下，邓晨竟然直接倒飞了出去。什么？这怎么可能？你的身法为何如此玄妙？我不服！啪！然而邓晨话还没说完，顾长卿又是一巴掌抽来。呼不死，再呼！顾长卿双目一寒，哪里还有半分读书人的儒雅？啊噗！邓晨根本来不及躲闪，整个人再次倒飞出去。死！这你跟我说是读书人？怪不得儒道那么难修炼，原来这么恐怖。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天命镜和轮回镜相同，而且邓晨还拥有至尊骨，但此时却被顾长卿耍得团团转。你找死！被全面碾压的邓晨破口大骂，如同一条疯狗般。逆天爆！至尊骨发出璀璨光芒，天地大势疯狂汇聚而来。只见邓晨一拳轰出，天地瞬间昏暗。这一拳使得空间扭曲，虚空破碎，仿佛末日来临。顾长卿被逼退，但却丝毫不惧。草木皆兵！顾长卿一声令下，草木竟然化为一个个威武的金甲战士，他们手执长枪，布下天罗地网，将邓晨笼罩在内。都去死！邓晨愤怒无比，眼中布满了血丝。他每一拳轰出，便有成千上万个金甲战士被湮灭，天地都在颤抖。然而草木金甲兵却源源不断地冲出，仿佛无穷无尽。顾长卿，你有种跟我一战，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手段！本圣子要杀了你！邓晨心态已经爆炸，此时抓狂的怒吼道。顾长卿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他要的便是这个结果，以草木之术来消耗邓晨，等到他精疲力竭之时，再发出致命一击。已经败了。穆伟明摇了摇头，圣子的武道之路太过于顺利，几乎没有受挫过，此次全当长个教训了。另一位副院长夏承泰说道。邓晨与草木之术战斗了数千个回合之后，终于累得满头大汗。他催动至尊骨，颇为消耗灵力，然而这草木之术却是无穷无尽一般。此消彼长下去，邓晨自然遭不住。就是现在，星火燎原！顾长卿眼中陡然一寒，只见一道道渺小的火芒出现，但是没过多久便化为滔天火海。邓晨，你败了！顾长卿立于火海之中，随后猛然推出，无尽火海轰然落下，更有数百头火龙向着邓晨噬咬而去。你为何能够这么强？邓晨的瞳孔猛然骤缩，他有些不敢置信。从战斗到现在，他甚至没有一拳落在顾长卿身上。顾长卿犹如一条泥鳅，滑的让他根本就抓不到。不，本圣子乃是第一天骄，岂会落败？给我破！邓晨愤怒咆哮，拳头如同暴雨般挥出，至尊骨的力量撼天动地。若是正面交锋的话，顾长卿讨不到半分好处，但是一番消耗下来，邓晨将会被死死碾压。轰！嗷吼！火海落下，火龙咆哮，扑哧！本圣子不甘！邓晨终于支撑不住，口吐鲜血，面色不甘的怒吼道：“胜了，二公子胜了！二公子胜了！”顾家上下齐声欢呼。即便摆在他们面前的依旧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能够看到自家公子碾压邓晨，他们依旧感到非常解气，非常的激动。就算死也无憾了。同一时间，穆伟明出手了。轮回镜圆满修为的大能，身形一闪便化作千百道残影，无尽的沙芒顿时笼罩了顾长卿。空间扭曲，顾长卿被直接封锁。顾长卿这一刻才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万万没有想到穆伟明这个老狗竟然如此无耻，竟然在他和邓晨决战的时候偷袭。不好，你个卑鄙无耻的狗东西！二哥！顾家上下全部失声喊道。顾安澜紧咬牙齿，想要冲出去阻止穆伟明，但是一切都太突然了，根本来不及。若是被一击命中，顾长卿九死一生。轮回镜圆满大能的全力一击，而且还是在顾长卿完全没有防御的情况下，这即便是半步生死境的大能都难以接下。顾长卿，你太妖孽了，所以不该活着。无尽的沙芒之中传来了穆伟明阴很毒辣的声音，又是这句话。4年前他们便是因为顾长歌的天赋太过于妖孽，因此才联合杀来。如今顾安澜、顾长卿两人崭露头角，他们同样不惜一切手段想要斩杀。他们就是见不得顾家好。不，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上天为什么要这般对我顾家？我顾家明明可以崛起，但为什么要遭受这等艰难险阻啊？大长老顾元成泪流满面，一双老眼之中满是绝望。大哥的3个孩子明明都这般有出息，但却生不逢时，
被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处处针对，如今大哥生死不知，难道刚刚崭露头角的二公子也要命丧黄泉吗？他恨自己为什么那么弱，要是再强大一些，他就能给顾家小辈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了。呵呵，顾家还想翻身？痴心妄想！顾长青，去下面陪你父亲吧。穆伟明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无尽的沙芒将顾长青所在的空间牢牢封锁。顾长青根本来不及反应，轰！穆伟明一掌拍出，天地在这一刻陡然变色。轮回镜圆满大能的一掌，足以将顾长青拍得粉身碎骨。邓晨蓬头垢面，嘴角还残留着血迹。虽然他不想穆伟明插手，但是仅凭他的力量，确实不是顾长青的对手。你死后，我会把愤怒好好发泄在你妹妹身上的。邓晨眼中浮现一抹狠厉。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顾长青在劫难逃的时候，一道黑影竟然凭空出现。只见他一双眼眸呈现紫金色，全身魔气滚滚。顾长歌的修为提升到魔皇境大成以后，周一航的魔道修为也随之提升，来到了魔皇境小成。原本他早就想要出手的，但是顾长青先走了出来，所以他便作罢。如今穆伟明暗中下杀手，周一航便趁机出手，欲要挡下这一击。魔神掌，原始真魔血脉爆发，魔气滔天，一尊绝世大魔浮现而出。紫金神芒射出，穆伟明全身上下的缺陷都暴露了出来。同样是一掌，但却有着无上魔威。咣！突然起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懵了。只见两道掌势相撞，爆发出毁天灭地的余威。你是那头魔修？原始真魔血脉，果然是你。顾家何时有你这号人物？穆伟明竟然在这股魔威面前倒退了2-3步。此时他面色惊讶，那暗中的魔修终于被逼出来了。只是这魔修并非顾家人。扛下穆伟明这一掌之后，周一航身形暴退，脸色浮现了一抹苍白。他不像顾长歌那般拥有双圣体，肉身力量也没有那么变态，根本不是轮回境圆满大能的对手。刚才那一击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小周，顾长青脱离危险之后，一脸震撼地望着周一航。他大哥随手收下的仆人，竟然是一尊魔修。难道屠杀4大势力天骄的那尊魔修就是周一航？小周是那位魔修大能？当初在山脉救下我的就是他。顾安澜也愣住了，显然没有想到周一航便是那位魔修。令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闻风丧胆的魔修，竟然只是顾长歌的仆人。好啊，顾家果然在暗地里勾结魔修。昔日你易容成我儿的模样，屠杀3大势力和学院的天骄弟子，害得我天涯阁惨遭灭门。今日老夫便来为天涯阁所有人出一口恶气。薛红面色狰狞，勃然大怒，当即飞了出去。轰！轮回境圆满修为气息爆发，断浪龙印。薛红体内的灵力汇聚，而后龙印形成，猛地轰出。嗷吼！神龙咆哮，欲要将周一航吞没。周一航面无表情，紫金双眸之中泛着坚定。他的任务便是保护顾家，保护三小姐，除非他身死道消，否则谁也别想动顾家。吃吃！紫金双眸绽放光彩，周一航很快便找出了薛红的缺陷。魔浪断魂步，道道残影浮现，魔气冲天而起，魔气沙芒不断落下，更有绝世大魔一掌拍出。咣！噗！这一掌落下，薛红的龙印竟然直接被湮灭。然而周一航也被余威波及，整个人吐血飞出。什么？你区魔皇境修为，竟然把老夫的龙印摧毁了！薛红眉头一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魔皇境仅仅比肩飞升境，而薛红可是轮回境圆满的大能啊，比之飞升境要高了一个大境界。但是面前的这尊魔修却好似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陷，从而以4两拔千斤之势将他的龙印湮灭。紫金魔瞳，天生的魔修，他绝对不能活着，杀了他！穆伟明似是想到了什么，此时一脸激动地说道。闻言，薛红也被吓了一跳。紫金魔瞳，传说中的紫金魔瞳竟然真的存在！死！薛红欺身而上，欲要给周一航致命一击。星火燎原，顾长青双手结印，口吐真言，顿时万千火芒落下，而后化为无尽火海。见状，周一航狠狠一咬牙，忍着剧痛再次拍出一掌。魔神掌，这一掌配合无尽火海，竟然有着诛杀轮回境圆满大能的威力。什么？薛红眉头紧皱，在这无尽火海之中，他竟然都感觉到了一丝无力感。然而魔神掌眼看就要袭来，是时候结束了。逆天爆！穆伟明再次出手，一拳轰出，天地神力爆发，直接便将火海湮灭。就是现在，去死吧！断浪龙印。见状，薛红再次凝聚出龙印，随后猛地轰出。咣！噗噗！2名轮回境圆满大能同时出手，
顾长青和周一航根本就不是对手。此时遭受重击，吐血飞出，轰隆隆，沿途撞毁了一排排建筑，而后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二哥，二公子，终究还是不敌嘛。我顾家难道真要被灭门了吗？顾家上下全部面色绝望，即便二公子和周一航半路杀出，依旧不能解决顾家的危机。血泊之中，顾长青和周一航皆是气息奄奄，他们已经没了一战之力。他们一个是儒修，一个是魔修，两人在彼此的道里面都是万古无一的天才，但是修炼时间太短，终究不是轮回境圆满大能的对手。薛红，他们的命交给你了。穆伟明面带杀气地吩咐道。闻言，薛红面色大喜，多谢穆院长，老奴定然不会让他们好过。薛红眼中浮现一抹阴翳的狠戾，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他要亲手洗刷天涯阁的耻辱，他要为自己的儿子，为整个天涯阁报仇雪恨。唰，薛红身形一闪，直接来到了顾长青和周一航身前。轰！恐怖的威压落下，顾长青和周一航两人皆是面色痛苦。咣！紧接着，薛红双脚落下，刚好踩在两人的胸口。啊！噗嗤！恐怖的力道落下，两人骨骼断裂，再次吐出鲜血，气息已经非常萎靡。二哥，顾安澜紧握手中的利剑，拖着重伤之躯，欲要杀出去。顾安澜，你要去哪啊？然而邓晨却一脸坏笑的将他拦了下来。乖乖当本圣子的玩物吧，只要夺得太阴之气，本圣子的修为便会突飞猛进，届时那顾长青也要败在本圣子的手上。邓晨双眸一寒，至尊骨的恐怖威力爆发，顾安澜顿时感到百万斤的巨力落在身上。啊！顾安澜本就有伤在身，此时直接匍匐在地。邓晨，你个畜生，我要杀了你！顾长青紧咬牙齿，此时怒声喊道。他真恨自己没能杀了邓晨。呵呵，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杀本圣子？刚才如果不是本圣子大意的话，你又岂能占据上风？邓晨双眸微眯，眼中满是不屑。他才不会承认自己是顾长青的手下败将呢。薛红，先别杀死他们，本圣子要让他们看着顾安澜被我羞辱致死的全过程。哈哈哈！顾长青，你刚才不是很威风吗？看好了，你带给本圣子的耻辱，本圣子会百倍用在你妹妹的身上。哈哈哈！邓晨目光淫秽地说道。你，邓晨，你不得好死！顾长青流下一行血泪，他此时如同一头凶兽般愤怒咆哮。周一航同样勃然大怒，恐怖的魔气爆发，绝世大魔再次汇聚。不自量力！薛红老眼一眯，而后猛然用力，轮回境圆满的恐怖威压爆发。轰隆！噗噗！顾长青和周一航本就是垂死挣扎，此时再次遭受重创，全身力量皆是散尽。邓晨嘴角微微上扬，他要的便是这个效果。刚才的耻辱，他要让顾长青百倍奉还。他邓晨何等身份？圣灵学院高高在上的圣子，岂能被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儒修压过风头？穆伟明和夏承泰两位副院长皆是摇了摇头。邓晨胜负心实在是太重了。其实无论是顾安澜亦或是顾长青，在天赋和道心上都完胜邓晨，只可惜他们不是学院的弟子。对于这样的妖孽，不能为所用，便只能击杀了。顾安澜，好好享受吧，本圣子会让你舒舒服服的死去。邓晨欺身而上，欲要撕扯顾安澜的衣衫。吃了！啊！滚开！顾安澜的衣裙被扯掉一块，肌肤如雪，引得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强者围观。顾安澜的美色在整个青州都能排进前3，此等美人，谁不想一睹为快呢？顾安澜如同受到惊吓的兔子般全身颤抖，此时捂着自己的身体，发出一声声惨叫：“畜生！老夫要你死！”大长老顾元成、二长老顾元昌以及顾家仅剩的6万名弟子全部愤怒杀来，给本圣子拦下他们。邓晨冷哼一声，对着身后的强者吩咐道：“轰隆隆！”这一刻，柳南杰、潘明龙2位轮回境大能率先杀出，10万强者紧随其后，空间开始扭曲变形，随后恐怖的攻势爆发，虚空为之破碎。啊啊！噗嗤！惨叫声不绝于耳，顾家6万子弟一个个倒下，尸体残缺不全，血雾弥漫，天空都染成了血红色。顾元成，你还是老老实实看着吧。轰！柳南杰一掌拍出，顾元成当即被掀翻在地，随后柳南杰一脚落下，狠狠地踩在了顾元成的脸上。二长老顾元昌同样被潘明龙制服，只能看着顾家弟子被无情屠杀。顾安澜，你很快便能体会到欲生欲死的感觉了。邓晨舔了舔嘴唇，他继续扯下顾安澜的衣衫。吃了！啊啊！滚啊！邓晨，你不得好死！
顾安澜双眼湿润，她不过是个14岁的女孩，哪里受过这等惊吓？她的所有坚强在这一刻土崩瓦解。你们这群畜生，老夫跟你们拼了！轰！就在这时，大长老顾元成体内的灵力被引燃，而后猛然爆炸。轰扑！轮回境大成强者自爆，恐怖的威力使得柳南杰吐血飞出。大长老顾家上下痛哭流涕，大长老竟然选择自爆了！嗨嗨，狗东西，本公主就该提前杀了你！柳南杰自废墟中爬了起来，嘴角残留着血迹，此时狼狈地骂道：“什么？”邓晨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有想到顾家大长老竟然会这般刚强。轰！就在下一秒，二长老顾元昌也选择了自爆。有了柳南杰的教训之后，潘明龙早就做好了准备，但依旧被轰飞了出去。二长老顾家二长老也自爆了，他们不忍心看着三小姐被侮辱，因此死之前也要让对方脱一层皮。啊啊！顾家二郎们，给我杀，狠狠地杀！顾家仅剩的3万多名弟子全部红了眼，此时以身体作为武器，和敌人同归于尽，真是悲壮啊！但依旧无法改变顾家被灭的结局。邓晨咧嘴一笑，而后淫秽的目光再次落在顾安澜的身上。顾安澜早已绝望，此时他用尽全身力量冲破威压，太阴神体绽放无尽神芒。不好，休想！邓晨眉头一皱，他使出全身力量想要阻止，但是来不及了。顾安澜在刚才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大哥，小兰无法保护你了，若有来生，小兰绝对不会再让大哥受欺负了。顾安澜看向大哥顾长歌所在的房间，含泪说道。轰隆隆，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惊天轰响声，嗷吼！紧接着一声愤怒的龙啸响彻9天10地。轰隆！在这古龙威面前，虚空开始快速崩塌破碎，一股恐怖的兽威笼罩整个天穹。这是九幽魔蛟，而且还有一丝真龙之威。8级圆满的九幽魔蛟身怀一丝真龙之威，这今后有望成长为一头真龙啊！穆伟明、薛红、柳南杰，包括邓晨在内的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他们向着天穹之上的那头庞然大物望去，一头九幽魔蛟全身燃烧着紫幽火焰，在那强悍的肉身之上，竟然有着一片片耀眼的龙鳞。这是一头变异的九幽魔蛟。不对，你们快看，九幽魔蛟身上有人。那是顾长歌，还有顾元宏。怎么回事？顾元宏竟然没死？这头九幽魔蛟难道是顾家的灵宠？所有人都懵了，此时眉头紧皱，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顾家只剩下不到2万人，当他们看到家主，看到大公子的时候，热泪顿时流淌了下来。家主，是家主，家主没有死，家主回来了。顾家弟子跪倒在地，泪流满面。30多万顾家子弟死的只剩下不到2万名，大长老、二长老全部自爆，二公子被重伤，三小姐被羞辱，顾家上下全部憋着一股怒火。然而仅凭他们的实力，根本不是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对手。元成、元昌，你们……顾元宏似是感受到了什么，心口隐隐作疼。而顾家死伤惨重，竟然只剩下不到2万子弟。顾长歌目光望去，二弟和周一航被薛红狠狠地踩在脚下，此时奄奄一息。三妹衣衫褴褛，肌肤外露，眼中满是绝望。邓晨眼中的淫秽还未散去，手中还残留着顾安澜破碎的衣衫死。你们都该死！顾长歌的双眼瞬间黑了下来，他从未如此愤怒过。下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的亲人死的死，伤的伤，4年前那血腥的一幕再次重现，并且这一次比之4年前还要悲惨。呵呵，以为带了一头九幽魔蛟回来便能改变局势了吗？顾元宏，你如今身受重伤，若是不回来，兴许还能逃得一命，但是现在你只有死了。穆伟明嘴角微微上扬，老眼之中闪过一抹阴翳的杀芒。虽然这头九幽魔蛟非常不俗，但是在他们这些轮回境圆满的大能面前，依旧不够看。穆伟明一道眼神落下，顿时便有30多位轮回境大成的强者掠出，将九幽魔蛟团团包围。大哥，父亲！顾安澜美眸紧盯着九幽魔蛟上的2道身影，他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父亲和大哥了，但很快顾安澜便是摇头说道：父亲，大哥，你们走，你们快走啊！顾安澜，你都自身难保了，还考虑别人？哼，你已经错过了自杀的最好时机，现在的你想自杀都办不到。邓晨嘴角浮现一抹邪笑。刚才如果顾安澜选择直接自杀，那么邓晨也无法阻止，但是顾安澜犹豫了，现在一切都由不得顾安澜了。轰！至尊骨的狂暴力量爆发，恐怖的威压瞬间落在了顾安澜的身上。噗！顾安澜面如土色，再次吐出鲜血。太阴神体光泽暗淡，此时再难发挥作用。顾长歌，你来得正好。
本圣子便要你亲眼看着自己亲妹妹被我玩弄的全过程。哈哈哈哈！邓晨仰天大笑，这对他来说好像更加的刺激。杀！杀！吼！这一刻，原始真魔之威爆发，恐怖的魔威肆虐而出，原本晴朗的天空竟然在顷刻间黑暗无光。死！这是原始真魔之威？怎么可能？为什么又出现一头魔修？顾长的丹田不是破碎了吗？他是如何踏入魔道的？而且他的魔道力量比刚才那个魔修要恐怖不知道多少倍。所有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在这股魔威面前，即便是穆伟明、夏承泰、柳南杰等轮回境圆满的大能都感觉无比的恐怖。他们好似一个蝼蚁，仰望着一位绝世大能。都去死！顾长歌仰天咆哮，一头血色大魔龙照9天10地。血色大魔挥舞着爪牙，顿时恐怖的魔威横扫而出，天地在这一刻开始颤抖，好似要崩碎一般。轰轰轰！噗噗噗噗！30多位轮回境大成的强者竟然在一息之间便被全部秒杀，甚至连一句惨叫都没有发出。在这股滔天魔威面前，他们渺小的连蝼蚁都算不上。血雾横飞，猩红刺鼻，所有人都被吓傻了。咕噜！发生了什么？死了！30多位轮回境大成的强者都死了，仅仅是一息之间。天啊，顾长歌的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好恐怖！这世间竟有如此恐怖的魔修。3大势力、圣灵学院的强者都被吓得面色苍白，顾长歌才是那头绝世魔修。刚才那头魔修不过是他的魔奴罢了。死！你们都得死！顾长歌一心只剩下了杀念，干将和莫邪2柄魔剑飞出，地气之威，魔剑之凶，肆虐天地，独断万古。地气还是2柄绝世凶器。天啊，顾长歌这些年究竟隐藏的有多深？魔剑之威笼罩天地，所有人都感觉喘气困难。那头血色大魔手握2柄魔剑，施展魔浪断魂步，恐怖的杀芒横扫而出。唰！噗噗噗！成千上百道残影浮现，凡是顾长歌所过之处，无论是飞升境的强者，亦或是轮回境的大能，全部化为冰冷的尸体，或者化为猩红的血雾。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屠杀，顾长歌不准备放过任何一个人，他们都该死。轰！突然，滔天魔威竟然毫无征兆地落在了邓晨周身。咔嚓！邓晨所在的空间快速扭曲，而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破碎。噗！邓晨毫无还手之力，面色瞬间煞白，喉间一甜，口吐鲜血。与此同时，邓晨全身骨骼也随之破碎。唰！顾长歌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不好，保护圣子！穆伟明、夏承泰2位副院长双眼猛地圆睁，他们没想到顾长歌竟然朝着邓晨杀去了，主要还是顾长歌的速度太快了，快到他们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刷刷！穆伟明和夏承泰2人洞穿虚空，欲要阻拦顾长歌。滚！顾长歌如同凶兽一般仰天咆哮，这一刻混沌剑体、大荒圣体猛然爆发，混沌剑气肆虐九霄，天穹快速崩塌，大荒圣威浩浩荡荡，如同穿越万古而来。轰！阿噗！穆伟明和夏承泰2人的攻势瞬间被湮灭，下一刻口吐鲜血被震飞了出去。什么？穆院长和夏院长竟然被直接轰飞了！天啊，这怎么可能？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双圣体，这世间真有如此变态的妖孽吗？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强者全部都如同石化，眼前发生的一幕让他们感到如梦似幻，这简直不可能啊！大荒圣体，你杀了我儿！柳南杰面色狰狞，全身都在发抖。那个杀了他儿子的魔修正是顾长歌。薛红同样面带杀气地看着顾长歌，如今真相已经大白，顾长歌便是那尊绝世魔修。秘境之中必然是顾长歌亦融成了薛广天，然后屠戮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天骄弟子，最后栽赃陷害给了天涯阁，导致天涯阁被灭。原来他们从头至尾都被顾长歌耍得团团转。虽然他们很愤怒，但是现在的顾长歌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对付的了。就连2位副院长同时出手，都被顾长歌的圣体之威给震飞，只怕半不生死境不出，顾长歌便是无敌死。都去死！顾长歌勃然大怒，手中的2柄魔剑被他猛地斩出，干将和莫邪从天而降，血色魔气笼罩天穹，独断万古。不，吾乃学院圣子顾长歌，你不能杀我！逆天爆！邓晨感觉头皮发麻，他急忙催动至尊骨，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挡下顾长歌这一击。咣！轰噗！然而双剑落下，邓晨当即口吐鲜血，
五脏六腑皆是遭到重创。扑通，邓晨双腿一软，直接跪倒在了顾长歌的身前。至尊骨的力量充斥在双手之间，用以抵挡两柄魔剑的威力。你挡得住吗？死！顾长歌微微用力，随后两柄魔剑再次轰下。咣！噗噗！双剑落下，魔气浩荡，仿佛世间一切在两柄魔剑面前都不值一提。哈哈！邓晨发出最为凄惨的叫声，他的身体被两柄魔剑一分为三。原本有着至尊骨的狂暴力量，邓晨的肉身足以比剑轮回境圆满大能，但是在顾长歌这两柄魔剑之下，竟然丝毫不堪一击。死！圣子！穆伟明和夏承泰瞳孔猛然骤缩，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完了，一切都完了。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不应该轻而易举便灭掉顾家吗？然而，先是半路杀出一个顾长青，再是周一航，如今又杀出一位绝世魔修顾长歌，战局瞬间便被扭转。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人心惶惶，在顾长歌面前，他们好似宇宙中的一粒沙尘。杀！顾长歌双眼血红，手中的两柄魔剑不断落下，如同剁馅子一般。邓晨的血肉、骨骼、肠子全部黏糊在了一起。顾长歌全身溅满了鲜血，但是他的双剑却根本不曾停下。敢动过安澜，这邓晨就算死上1000次、万次也不为过。顾安澜眉头微皱，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他胃里有些不适。但是顾安澜知道，如果今天大哥没有出现，那么他的遭遇只会更惨。弱肉强食的世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顾安澜知道大哥之所以这般愤怒，全部都是为了给他出气。大哥！顾安澜鼻尖发酸，美眸湿润。4年前便是大哥挺身而出，将他救了出来。4年后依旧是大哥愤怒杀来，将他救下。无论是练武亦或是修魔，大哥从未改变，一直都是他最大的依靠。魔头，你住手！穆伟明愤怒咆哮，但却不敢贸然再出手，因为这顾长歌的实力实在是太恐怖了。混沌剑体、大荒圣体、两柄地气魔剑，随便一样拿出来都足以轰动整个青州。果然，天才始终都是天才，即便跌落神坛也能重新爬起来。此时的顾长歌再次让所有人仰望。大公子！顾家上下全部激动的泪流满面，那个耀眼的大公子又回来了。他们顾家的仇恨，大公子会帮他们一一清算。约莫10几分钟之后，邓晨已经化为了一团肉泥，此时和泥土掺和在一起，实在是惨不忍睹。顾长歌身上的杀气丝毫不减。照顾好小兰。顾长歌转身毫无感情地吩咐道：是，大公子。顾家走出几位弟子，赶紧拿出衣衫披在了顾安澜身上。顾长歌冰冷漆黑的目光扫过柳南杰，扫过潘明龙，所有人被顾长歌看上一眼，心里都会感到无比恐怖，乃至后背都被冷汗所打湿。顾长歌不仅实力强大，而且手段还极其残忍，简直就是炼狱魔鬼、地狱修罗。若是落在顾长歌的手上，他们绝对会生不如死。心底的恐惧促使他们不断后退。跑，快跑！这是一头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跑，快跑啊！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10万强者全部吓得面色苍白，而后不约而同地掉头逃窜。你们都给本院长停下！滚回来，都滚回来！任凭2位副院长如何咆哮，10万强者都不理会，如今逃命最重要。那顾长歌实在是太恐怖了，死，都得死！顾长歌的目光猛然看向他们。轰！原始真魔之威再次爆发，顾长歌立于天穹之上，滔天魔威镇压而下，方圆数百里的空间开始扭曲停滞。所有人都停滞了下来，随后身体开始扭曲变形，蚀骨的疼痛传来，让他们生不如死。顾长歌要把他们全部斩尽杀绝，一个都不留。10万强者在这恐怖的魔威面前发出凄惨的叫声，随后他们的身形自高空坠落，狠狠地砸在了地面。轰隆轰隆隆，惊天轰响声传来，10万强者匍匐在地，竟然连头都抬不起来。即便是穆伟明、夏承泰等轮回境圆满的大能，此时都感到一股莫大的压力。死！顾长歌手握2柄魔剑，双目漆黑，声音冰冷地喝道。这一刻，天地开始震荡，恐怖的混沌剑气、大荒圣威、原始真魔之威彻底爆发。轰轰轰！噗噗噗噗！爆炸声此起彼伏，足足持续了10几分钟，血雾横飞，染红了整片天穹。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弟子面带绝望，他们想要反抗，但是却根本做不到，因此只能眼睁睁等死。今天是他们的噩梦，也是他们的死期。顾家刚才有多绝望，此时他们便有多么绝望。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屠杀，
杀一世为罪，屠万世为雄。顾长歌要以魔道之力埋葬一切来犯之地。最后10万强者全部被屠，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血流成河，让人惨不忍睹。顾长歌立于血雾之中，连眼皮子都不曾眨一下。这群人都该死！咕噜，死了，都死了。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整整10万强者都被这魔头屠杀了。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从此必将走下坡路。穆伟明等人目光呆滞，内心第一次感到恐惧。面对一尊血色大魔，他们很难不害怕。顾家剩下的不到2万名子弟，此时激动的泪水横流。大公子顾长歌给顾家死去的儿郎报仇了。顾长歌怒杀10万强者，让他们给顾家死去的儿郎陪葬。这些年的耻辱，顾长歌替他们一一洗刷了。刷刷，顾长歌身形一闪，下一秒直接出现在了薛红身前。什么？薛红双眼圆睁，一双瞳孔猛然骤缩。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顾长歌的下一个目标。薛红脚下，奄奄一息的顾长青和周一航睁开沉重的双眼。大哥，主人。顾长青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但是感受到大哥身上的那股狂暴的魔气时，他一下就反应了过来。原来自己大哥才是那尊魔修大能。当初在边境天风城，应该就是大哥和周一航2人去灭了黑山帮。他对大哥隐藏了自己的儒修身份，而大哥也对他隐藏了魔修的身份。死！顾长歌面色愤怒，手中的魔剑再次高高举起。轰隆隆，天地大势汇聚而来，无边的魔气肆虐四海八荒。这一刻，天地仿佛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不，断浪龙印！薛红面色恐惧，他不敢犹豫，当即使出最强的神通。龙印轰出，有着愤怒的龙啸声发出。咣！然而2柄魔剑落下，顿时便有恐怖的魔威爆发。轰扑！仅仅是片刻时间，龙印竟然直接被轰穿，随后更是被湮灭。什么？这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是魔皇境大成啊！薛红话还没说完，2柄魔剑便落在了他的身上。地气之威涌现，杀芒横生，薛红直接被一分为2。即便是轮回境圆满肉身，也丝毫不堪一击。然而顾长歌并未停下，手中的魔剑依旧不断挥出。吃吃，恐怖的魔气杀芒肆虐9天10地，薛红残缺不全的尸体被剑芒横扫，很快便化为肉泥。死！薛红也死了。快，一起出手镇压此魔头！穆伟明和夏承泰见局势不妙，于是赶紧大喝道：若是让顾长歌逐个击破，那么他们必死无疑。顾长歌的魔道力量太过于变态了，简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好，一起出手！杀！顾长歌，我要为平儿报仇！无极掌！柳南杰面色暴怒，他首当其冲，一掌拍出虚空，皆是震碎。万丈银！赤羽斩！圣灵霹雳手！逆天爆！4位轮回境圆满大能联手，并且各自施展最强神通，向着顾长歌轰杀而去。轰隆隆，天地都在颤抖，大地瞬间皲裂，恐怖的威压如同天罚一般。4位轮回境圆满大能同时出手，即便是一位半步生死境的大能都难以挡下。大哥，小心！顾长青忍着剧痛，紧咬牙齿说道。然而顾长歌却丝毫不惧，他冷冷地转过身子，漆黑的双眼之中射出2道冰冷的杀芒，有着睥睨四海八荒之威。轰！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真魔之威重现于世。血色大魔张牙舞爪，欲要屠戮整个诸天。嗷吼！紧接着，顾长歌催动神象镇狱境，一头顶天立地的神象汇聚而出，10万神象之力充斥在顾长歌的体内，使得顾长歌的肉身发出噼里哗啦的声响。狂暴到快要失控的力量被顾长歌灌输到2柄魔剑之中。嗡嗡，2柄魔剑绽放出刺眼的光芒，魔气浩荡，席卷天地万物。所有人眼前一黑，仿佛置身于无边的黑暗之中。好恐怖的力量！这究竟是什么神通手段？柳南杰、穆伟明等人后背发凉，他们心生恐惧，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此时除了硬着头皮杀出去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死！你们都该死！顾长歌怒声咆哮，血色大魔挥舞爪牙，天穹崩塌，久久难以愈合。4年的耻辱，他今天要一并偿还。顾家死去的20多万子弟，还有大长老、二长老，一切的血仇，今天一并清算。上苍劫光！顾长歌眼中射出2道冰冷的杀芒，仿佛能够洞穿这9天10地。干将和莫邪豹发出极为恐怖的杀芒，而后横贯天地的剑斩汇聚而出。在这滔天剑斩面前，天地万物都黯淡失色，仿佛一剑落下便能毁灭这片世界。上苍劫光乃是剑道武学，这也是顾长歌迄今为止修炼的最强一门剑道武学。面对4个轮回境圆满修为的大能，顾长歌劈出了这一剑。
轰！这一剑劈出之后，天地都被这恐怖的魔气剑斩所笼罩，巨大的轰响声响彻在九霄云外，所有人的耳朵都暂时失聪。然而恐怖的剑芒迸发之后，所有人的眼睛又短暂失明。这是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咣！滔天剑斩与四位轮回镜圆满大能的攻势相撞，铿锵！轰隆隆！电光火石之间，余威横扫方圆数千里。嗷吼！九幽魔交化为一道黑影掠出，随后用庞大强悍的蛟龙之躯将顾家所有人保护在内。轰扑！四位轮回镜圆满大能的攻势竟然在顷刻间土崩瓦解，被滔天剑斩劈成了粉碎。什么？这怎么可能？即便是半步生死境都挡不住的攻势，顾长歌竟然轻松毁灭了。跑，快跑！穆伟明等人不敢再犹豫，他们掉头就跑，要多狼狈有多狼狈。顾长歌的实力已经变态到让他们无法撼动的地步。死！都去死！然而顾长歌岂会轻易放过他们？滔天剑斩摧毁四道攻势之后，魔威不减，直接洞穿虚空，落在了穆伟明四人的身上。轰隆！噗！四人直接被剑斩击中，顿时所有防御全部土崩瓦解。哈哈！一声声惨叫发出，四人口吐鲜血，如同陨落的流星般砸在了地面上。如果不是顾长歌刻意收手的话，他们刚才就直接化为了血雾，让他们直接死去，简直就是便宜了他们。顾长歌要让他们生不如死。轰隆！一道道巨响发出，四人全部砸落在地，地面瞬间塌陷，恐怖的余威依旧让人感到心悸。四位轮回镜圆满，竟然被大公子一剑击败。顾家所有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大公子的实力一次次刷新他们的认知。这4年，原来大公子一直在忍辱负重，隐藏实力，这得需要多么强大的心性啊！刷刷，顾长歌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了地面，手握2柄魔剑，如同一尊不败的魔神。可，怎么可能？这究竟怎么可能？魔鬼，你是魔鬼！穆伟明、柳南杰、夏承泰、潘明龙4人皆是面色苍白。此时面色苍白，全身颤抖地看着顾长歌。顾长歌在他们眼中简直就是死神。谁杀的大长老和二长老？顾长歌双目漆黑，面无表情地问道。这一声质问落下，穆伟明4人皆是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因为此时的顾长歌只要动一下念头，便能轻松地要了他们小命。是柳南杰和潘明龙，他们制服了父亲和二叔，父亲他们不忍三小姐受到侮辱，于是便选择了自爆。大长老的儿子顾晨站了出来，他全身溅满了鲜血，到处都是伤痕，此时双眼布满血丝，凶狠地说道：柳南杰、潘明龙，原来是你们！顾长歌漆黑的双眼望去，杀芒顿时将2人锁定。咕噜，不要杀我，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潘明龙几乎快要崩溃，他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求饶。死亡面前，一切尊严都是狗屁。柳南杰虽然没有磕头求饶，但此时却吓得瑟瑟发抖。顾长歌一步跨出，狂暴的魔威瞬间落在了2人身上。轰！2人遭受重创，如同死狗一般瘫倒在地。下一刻，顾长歌手中的魔剑挥出，杀芒毕露。噗噗，2人的动脉被剑光挑断，顿时鲜血如同喷泉般激射而出。然而这才只是开始，剑芒每次落下，2人身体上的血管便会被挑断，鲜血流淌而出，2人的生机也在快速消散。我要让你们生不如死！顾长歌狠狠一咬牙，而后魔剑再次挥出，顿时凌厉的剑芒便将2人笼罩。吃啊！2人的血肉被一片片削下，森森白骨外露而后，顾长歌再将他们的骨骼一根根挑断。到了最后，2人残缺不全的器官散落一地，但是却残留着一口气，没有死去。你个魔鬼！穆伟明和夏承泰吓得大叫出声。他们活了那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残忍的手段。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打死他们也不敢再招惹顾家了。顾长歌不仅实力变态，手段也极其狠辣，一旦招惹了顾长歌，那么就只剩下死了。你们也去死！顾长歌双目一寒，手中的2柄魔剑猛然斩出。咣！轰隆！魔剑落下，分别横贯在2人的头顶。2人使出浑身解数去阻挡，然而恐怖的魔威却让他们的身体瞬间镶嵌进了大地之中。死！下一秒，顾长歌怒声咆哮，魔威肆虐，2人再也不堪重负。噗噗，2人被魔气侵入体内，下一秒便是爆体而亡。又有2名轮回境圆满的大能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你们也去死！顾长歌转身，魔剑再次斩下，柳南杰和潘明龙残缺不全的尸体瞬间被轰爆。
轰扑，4名轮回境圆满强者全部被顾长歌斩杀，一个不留。此次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一共派出10万名强者，6名轮回境圆满大能，然而无一幸存。咕噜，顾家所有人都用震撼的目光看着顾长歌，那道伟岸的身影仿佛是这世间永恒不败的魔神。叮，恭喜宿主屠灭来犯之敌，奖励5万杀戮值，地气灭日神功。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皇境大成，突破至魔皇境圆满需要3万杀戮值，杀戮值5313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魔神掌，魔浪断魂步，一剑定生死，上苍劫光，神像镇狱境。武器法宝干将莫邪灭日神功，百变冰蚕面具。屠杀来犯之敌后，顾长歌获得了系统的奖励，如今他拥有5万多杀戮值，已经足够突破到魔皇境圆满了。一旦突破到魔皇境圆满，那么他便拥有和生死境大能一战的实力，到时区区半步生死境在他面前便如同蝼蚁。大战过后，整个顾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虽然顾家获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35万名顾家子弟死的只剩下不到2万名，就连大长老和二长老也遇难了。顾元宏面无表情地看着战场，深邃的双眼之中泛着泪光，他两鬓发白，满脸皱纹，好似一下子苍老了很多。好在顾家没有被直接灭门，否则顾元宏即便死后也没脸面对顾家的列祖列宗。元成、元昌，你们看到了吗？长歌已经为你们报仇了，还有顾家30多万儿郎，你们可以好好安息了。顾元宏闭上双眼，2行浑浊的眼泪落下。顾长歌收敛魔气，双眼再次恢复了神色。顾家剩下的1万多名弟子全部跪倒在顾长歌身前，痛哭流涕的磕头。此次如果没有顾长歌，那么顾家将会被轻而易举的灭掉。顾长歌的目光扫过所有人，而后淡淡的开口道：大家都起来吧，如今30多万顾家子弟横尸遍野，还请你们把他们一一安葬。是，大公子。经过这次生死一战，顾家子弟更加的团结，眼中皆是泛着坚定的光芒。他们开始清理战场，安葬那些为了顾家而付出生命的子弟。顾长歌转身向着顾安澜走去，此时的顾安澜仍旧一脸震撼地望着顾长歌。顾长歌淡淡一笑：傻丫头，不认识大哥了。顾安澜一怔，而后连忙摇头：认识，就是感觉有点像是在做梦。顾长歌从一名废物到现在的魔修大能，转变的实在是太快，因此顾安澜等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尤其是顾长歌化魔之后，双眼漆黑，杀伐果断而又残忍，和此时满脸笑意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顾长歌摸了摸顾安澜的脑袋，随后安慰道：傻丫头，这一次让你受委屈了，大哥保证今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感受到顾长歌手掌的温度之后，顾安澜才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谢谢大哥。顾安澜眼中的惊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柔和。随后顾安澜、顾长青、周一航皆是被送下去休养。此次让顾长歌感到最为震撼的当属顾长青是如修这件事。顾长歌万万没想到，当初在天风城外遇到的那位如修竟然就是自己的二弟。顾长歌原本还想结识一下那位如修，然后好让他指点自己的二弟，但是现在想一想，实在是多此一举了。他们顾家3兄妹没有一个是简单的。顾长歌隐藏了魔道修为，顾长青隐藏了儒道修为，而顾安澜直接觉醒了太阴神体。看来母亲的血脉虽然被剥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遗传给了我们一些天赋。顾长歌在心里暗暗想到，母亲骆颖彤来自中州骆家，那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家族，而顾家3兄妹之所以那么不凡，很大程度上都是遗传了母亲的天赋。也不知道母亲现在怎么样了，我要尽快修炼到魔帝或者太古狂魔，然后赶去中州骆家。顾长歌目光坚定地说道。定，请宿主前往圣灵学院、无极宫、天剑宗、风清门，将他们彻底覆灭。奖励37000杀戮值，天阶高级武道神通4项镇杀术。就在这时，系统再次发布了任务。此次虽然击杀了3大势力以及圣灵学院的核心强者，但是在他们宗门里面还有一些实力稍弱的弟子和长老。当然，圣灵学院还有一位院长徐立安，修为已经达到了半步生死境，是时候让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在青州除名了。顾长歌双眸之中泛着杀芒，语气冰冷地说道。但是在前往圣灵学院之前，顾长歌准备先把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圆满。突破到魔皇境圆满需要3万杀戮值，而顾长歌现在拥有53000多杀戮值，完全够提升魔道修为。系统把修为提升至魔皇境圆满。顾长歌对着系统命令道。轰！这一刻，
丹田内的魔气开始暴涨，滔天魔威冲天而起，一头血色大魔驰骋于天地之间。那是大公子的修为又突破了，好恐怖的魔威！我感觉自己在这大魔面前简直连蝼蚁都不如。大公子这些年藏的可真够深啊！不过没有绝对的实力灭掉敌人之前，暴露底牌确实不是明智之举。顾家上下全部都用敬畏的目光看向顾长歌所在的房间。顾长歌拯救了顾家，改变了顾家的命运。在他们看来，什么魔修、武修根本没有好坏之分。在这强者为尊、弱肉强食的仙域，实力弱就会挨打。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一直自诩为名门正派，然而2次围攻顾家都使出卑鄙无耻的手段，反倒是他们的大公子因恨入魔，屠戮敌人，保护了顾家，让他们好生佩服。房间内，顾长歌呼出一口浊气，他的魔道修为顺利地突破到了魔皇境圆满，如今无论是力量亦或是肉身都是成倍暴增。顾长歌现在的战力足以对付生死境入门的大能，至于那半步生死境的徐离安根本就不值一提。顾长歌推开房门，随后面带杀意地看向圣灵学院所在的方位。小黑子何在？顾长歌运用魔力喊道。嗷吼！没过多久，一头全身漆黑的蛟龙腾跃而来，他身上的龙鳞很是耀眼。拜见主人。九幽魔蛟恭敬地问候道。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纵身一跃来到了九幽魔蛟的身上。小黑子，我们去圣灵学院。顾长歌面色凌厉地说道。4年前，圣灵学院为了一些利益将顾安澜交出，4年后圣灵学院又带头围攻顾家，这2笔血账是时候彻底清算了。是，主人。九幽魔蛟庞大的身躯一震，而后直接洞穿虚空，瞬息万里，消失不见。正在重新修建的主殿前，顾元宏望着那道消失的黑影，脸上浮现了一抹欣慰。以顾长歌现在的实力，青州只要超级势力不出手，那顾长歌便是无敌。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百般欺压顾家，今天终于要迎来报应了。他的儿子顾长歌将会再次名扬整个青州。圣灵城占地100万余亩，城中殿宇林立，有着修炼大广场、试炼山峰，乃是青州极为有名的城池。圣灵学院便位于城内。主峰圣灵殿。院长徐离安慵懒地靠在躺椅上，他的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算一算时间，顾家应该被灭掉了吧。徐离安睁开了双眼，一抹生死之气快速闪过。修炼到半步生死境之后，徐离安已经拥有了一丝生死之气，只要一滴鲜血存在于世，他便可以浴血重生，执掌生死。踏踏踏踏。院长，大事不好了！一位执事快速跑来，修为只有造化境、飞升境和轮回境的长老都杀去顾家了，如今整个圣灵学院留守的强者并不多。徐离安苍老的双眼之中闪过一抹疑惑，何事如此慌张？回院长，副院长他们的守魂石灭了。一同前去的轮回境长老守魂石也全部灭掉，无一幸存。那名执事跪倒在地，声音颤抖地说道。什么？闻言，徐离安的一双瞳孔猛然骤缩。怎么可能？2位副院长都是轮回境圆满修为，此行还有柳南杰、潘明龙、袁涛强、薛红4位轮回境圆满，足6位轮回境圆满，灭掉顾家难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徐离安猛地站了起来，半步生死境的修为气息脱体而出，整个大殿内的空间都是开始扭曲。那名执事被吓得后背发凉，在这股生死之力面前，只要院长随意动一下念头，他的小命就会不复存在。小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执事语气颤抖地回道。徐离安狠狠一咬牙，恐怖的生死之力爆发，整个大殿都在摇摇欲坠。2位轮回境圆满，30多位轮回境强者啊，死了，全死了。顾家，好一个顾家！徐离安面色狰狞，第一次感到如此愤怒。此次圣灵学院遭受重创，只怕不出100年便会没落。难道顾家隐藏了实力？无论你顾家有什么手段都好，本院长都是毙灭了你们。徐离安狠狠一咬牙，狠辣的声音自牙缝中挤了出来。轰！轰噗！啊！就在徐离安勃然大怒的时候，大殿外却传来一阵阵惊天轰响声，数以万计的弟子被九幽魔蛟吐出的火莲焚杀。九幽魔蛟庞大的龙躯甩出，将数百座宫殿砸成了粉碎，沿途的学院弟子全部化为了血雾。九幽魔蛟乃是8级圆满，比肩武道的飞升境圆满，但是以他的战力足以对付轮回境小城以下的任何武修。在九幽魔蛟面前，那些学院弟子包括长老、执事全部都不堪一击，直接被无情的屠杀。九幽魔蛟8级圆满，九幽魔蛟，快跑！不要杀我啊！嗷吼！九幽魔蛟大开杀戒，妖兽的嗜血展露无遗，这对圣灵学院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徐离安，滚出来受死！顾长歌位于九幽魔蛟身上，凌厉的双眸直视主峰，声音冰冷的喝道。
何人竟敢犯我圣灵学院？刷刷，徐立安本就处在愤怒之中，此时直接杀出，恐怖的半步生死境威压席卷而来。九幽魔蛟，还伴有一丝真龙之气，虽然不凡，但是你在本院长面前依旧是个蝼蚁。那是顾长歌。徐立安一双老眼顿时定格在了顾长歌身上，他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这头血脉高贵的九幽魔蛟为何会听顾长歌的驱使？顾长歌分明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废人啊！难道你就是顾家那个变数？徐立安似是想到了什么，老眼忌惮地说道：徐老狗，4年前你为了利益交出我妹，4年后你组织3大势力攻打我顾家，这2笔血账是时候清算了。顾长歌的双眸一寒，随后直接化为漆黑。与此同时，原始真魔血脉爆发，滔天魔威肆虐9天10地，一头血色大魔直接笼罩了整片天穹。原本晴朗的天空此时却暗淡无光，仿佛陷入了永恒的黑暗。魔修，你是那头魔修？难道就是你杀了穆伟明他们？徐立安吞了吞口水，感到极为震撼。顾长歌不是丹田被废，神体被夺吗？为何还能踏入魔道？而且这股魔威还如此纯粹和恐怖，好似一头原始真魔重现于世。杀，一个不留！顾长歌面色冰冷，如同一头炼狱魔鬼。嗷吼！九幽魔蛟再次肆虐而出，欲要将学院弟子全部屠杀。孽畜，你找死！徐立安拂袖一挥，生死之力顿时爆发，裹挟天地大势，如同能够执掌世间生死一般。老狗，你的对手是我！杀！顾长歌手握2柄魔剑，身形一闪，成千上万道残影浮现。咣！魔剑落下，地气之威浩浩荡荡，如同9天瀑布落下，威力极为狂暴强大。轰噗！徐立安的生死之力竟然直接被湮灭。什么？这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有魔皇境圆满修为，竟然可以跨一个大境界毁灭我的生死之力！徐立安如遭晴天霹雳，此时张大了嘴巴，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然而顾长歌的双剑已经轰来。不好，地气，这竟然是地气！顾长歌，你藏得好深啊！徐立安面色大变，当即不敢犹豫，直接轰出一道神通圣灵霹雳手。徐立安双手之上附着生死之力，此时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借着这股力量，徐立安欲要徒手接下2柄魔剑，自寻死路。顾长歌双目血红，语气不屑。咣！噗！双剑落下，地气之威爆发，原始真魔之威肆虐，更有10万神像之力涌出。徐立安的双手瞬间被砍下，竟然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接着徐立安被这股魔威轰飞了出去，直接将主峰都给撞得粉碎。院长，院长竟然连一招都没接下，这怎么可能？他的魔道力量为何能够如此恐怖？圣灵学院数10万弟子执事全部吓傻了，呆呆地愣在原地。他们的院长半步生死境修为的大能，竟然连顾长歌的一击都没能接下。他们知道今天将会是圣灵学院的噩梦。他们一向看不起骂为废物的顾长歌，竟然是一位隐藏修为和身份的魔修大能。当他们幡然醒悟时，一切都已经晚了。轰隆隆，徐立安身形狼狈，倒在了一片废墟之中。嗨！徐立安头发凌乱，嘴角残留着血迹，原本强悍的身躯此时却伤痕累累。怎么可能？这究竟怎么可能？本院长乃是半步生死境的大能，而你不过是区魔皇境，为何你的力量能够如此恐怖？徐立安一双老眼布满了惊讶，此时忌惮地看着顾长歌，如同见鬼了一般。他现在终于知道穆伟明等人为何会死在顾家了，因为这顾长歌的魔道力量实在是太过于变态，即便面对他这尊半步生死境，也依旧只强不弱。杀！顾长歌双目漆黑，手握2柄魔剑，施展魔浪断魂步，再次向着徐立安杀来。徐立安身为院长，却在私底下勾结4大势力，交出学院弟子。此等小人，今日必死！轰轰！魔浪断魂步施展之后，顾长歌画出上千道残影，并且还有着恐怖的魔气杀芒。噗噗噗！沿途所过，圣灵学院的弟子全部被轰杀成了血雾。魔皇境圆满修为的顾长歌，战力已经足以比监生死境入门。这些学院的弟子，只是在顾长歌面前简直不堪一击。魔头，你难道真想鱼死网破吗？徐立安擦掉嘴角的血迹，咬牙说道：鱼死网破，你配吗？唰！顾长歌的身形突然出现，滔天魔威镇压而来，血色大魔张牙舞爪，肆虐9天10地。咣！双剑被顾长歌猛地劈下，虚空瞬间崩塌破碎，恐怖的剑气剑势将徐立安彻底封锁。可恶！逆天爆！徐立安感到头皮发麻，
他不敢犹豫，当即使出最强神通。轰！霎时间，半不生死境的所有力量爆发，形成了负压天地的恐怖威势。给我灭！顾长歌狠狠一咬牙，混沌剑体、大荒圣体皆是爆发，双圣体之威仿佛可以摧毁天地一般。噗！徐立安的攻势瞬间被湮灭。什么？混沌剑体，还有大荒圣体？你拥有双圣体？噗！徐立安一双瞳孔猛然骤缩，而后整个人都被魔剑轰飞。轰隆隆！啊啊！徐立安发出一声惨叫，肩膀上出现了2道剑痕，伤口处有着魔气侵蚀，使得他痛不欲生。第二次交手，徐立安依旧被死死碾压。院长，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我圣灵学院这是招惹了什么妖孽啊？2位副院长陨落，30多位轮回境大能也随之陨落，如今连院长也不是这魔头的对手，难道我圣灵学院要就此覆灭了吗？造孽啊，实在是造孽啊！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把顾安澜交出去啊？如果不把顾安澜交出去，我们不仅可以多一位妖孽弟子，而且还能避免这场灾难啊！圣灵学院的执事、长老此时面色绝望地哭喊道：但这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有些错一旦犯了，就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嗷吼！九幽火莲！九幽魔蛟仰天咆哮，随后口吐火莲，将整个圣灵学院都给吞没在内。轰噗！啊啊！学院几十万名弟子全部葬身于火海，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到处充斥着烤肉的味道。顾长歌依旧面色阴冷，双目漆黑。这些人都该死，甚至让他们这么死去，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仁慈了。老狗，该你了！顾长歌一步跨出，恐怖的魔威再次降下。徐立安所在的空间开始扭曲，就连他的身体也随之扭曲变形。魔头，是你逼我的，本院长就算死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徐立安狠狠一咬牙，而后体内的修为气息开始躁动。为了对付顾长歌，他不惜燃烧气血，负隅顽抗。然而顾长歌的语气依旧不屑。逆天爆！燃烧气血之后，徐立安的力量大涨，再次使出这一招，天地都为之颤抖。然而顾长歌依旧不避不闪，手握双剑正面迎击。上苍劫光！顾长歌再次使出这一剑，其中充斥着混沌剑体、大荒圣体，依旧10万神像之力。即便是生死境入门的大能，在这一剑面前也必死无疑。什么？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力量之后，徐立安后背开始发凉，双眼布满绝望。他实在想不通顾长歌的魔道力量竟然会如此变态，简直不合常理。轰！2道攻势相撞，恐怖的余威横扫，波及9天10地。噗！然而下一秒，徐立安的攻势竟然直接被湮灭，连渣渣都没有留下。恐怖的攻势笼罩天地，向着徐立安吞没而去。不，你不能杀我！中州有我学院总部，若是我死了，总部定然不会。噗！徐立安话还没说完，恐怖的攻势便将他彻底吞没，骨骼血肉皆是被蒸发，连渣渣都不剩。徐立安死了，半不生死境的大能也依旧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当你4年前选择交出小兰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已经注定了。顾长歌面色冰冷，他缓缓收起2柄魔剑。徐立安的空间戒指飞了出来，被顾长歌一把抓在了手中。圣灵学院作为准超级势力，底蕴非常深厚，单是地阶功法和武技便有不下10部，更有数千亿灵石以及各类丹药、天才地宝功法和武技。顾长歌准备留给顾家的弟子，因为地阶武技他根本看不上。至于灵石、丹药、天才地宝，则全部给了小黑子。他体内有着一丝真龙血脉，想要彻底唤醒，就必须吞服大量的天才地宝。多谢主人。九幽魔蛟收下空间戒指，对着顾长歌感激地回道。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目光凌厉地说道：圣灵学院从今天开始便从青州除名，接下来我们去无极宫等3大势力，也是时候让他们消失了。是，主人。九幽魔蛟载着顾长歌向着无极宫3大势力杀去。同样血腥的一幕也在无极宫、天剑宗、风清门上演。顾长歌丝毫没有手软，只要是3大势力的人统统斩杀。当初顾家有多绝望，现在3大势力的弟子和长老就有多绝望。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屠杀。风清门修炼广场上，九幽火莲熊熊燃烧，一道道残缺不全的尸体铺满了整个广场。顾长歌手握魔剑，全身溅满了鲜血，双脚便踩在尸体之上。3大势力他已经全部屠灭，4年的耻辱终于一一偿还。定，恭喜宿主屠灭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完成屠杀任务。奖励37000杀戮值，天阶高级5道神通4项镇杀术。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
魔皇境圆满，突破至魔尊境入门需4万杀戮值，杀戮值60130。请宿主选择是否立即突破至魔尊境入门。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被灭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青州。青州大小势力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以为这是个谣言。毕竟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传承已久，底蕴深厚，除非超级势力出手，否则很难覆灭。而且还是在同一天被覆灭，这简直就不可能。但是当他们派出眼线后，却发现无论是3大势力亦或是圣灵学院，全部化为了一片废墟。数百万道冰冷的尸体躺在地上，鲜血汇聚成河，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他们很快便得知是顾家大公子顾长歌所为。顾长歌踏入魔道，成为魔修大能，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屠杀了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报了4年前的血仇。整个青州为之轰动，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最后覆灭的竟然是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顾长歌乃是这场战事最大的变数，而众人却恰好将他忽视，因此给了他宝贵的成长时间。从此青州势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除了3大超级势力和天宝楼外，顾家便是老大。青州天宝楼，香烟袅袅的房间中，赵嫣然一脸惊讶地望着副楼主蒲文言。蒲老，你确定那位魔修就是顾长歌？赵嫣然也是在第一时间得到了顾长歌覆灭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消息，只是他感到非常震惊。顾长歌明明丹田破碎，神体被夺，是如何踏上魔道的？况且还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当然，最让赵嫣然感到不可思议的，乃是他那双无妄神童所看到的，此子今后将会站在仙域之巅。小姐，这是影子卫亲自传回来的消息，不会有假。蒲文言恭敬地回道。赵嫣然依旧满脸惊讶，原来那道站在仙域之巅的身影便是顾长歌。蒲文言老脸同样震撼不已。仙域之巅啊，即便是中州的那些老怪物都比之不及的存在，这顾长歌今后真的会有那么妖孽吗？不过对于小姐的无妄神童，蒲文言还是不敢质疑的。对了，小姐，除了顾长歌是魔修之外，那顾家二公子顾长青乃是一位隐藏的儒修。蒲文言似是想到了什么，再次说道：儒修，这一家3子个个都是妖孽啊！老大顾长歌出生之日觉醒大荒神体，虽然后面被夺，但是却踏入魔道，成为举世无双的魔修。老二每天只读圣贤书，却成为了一名儒修。老三觉醒了太阴神体，真是不简单啊！赵嫣然一脸惊讶地感叹道。回小姐，顾长歌3兄妹能有如此妖孽的天赋，应该和他们的母亲有关系。他们的母亲骆颖彤，难道是中州骆家？赵嫣然眉头微皱，一双瞳孔猛然骤缩，突然联想到。蒲文言点了点头，是的，骆颖彤确实就是骆家千金。这一家人就没有一个简单的。赵嫣然倒吸一口凉气，即便是位于中州的天宝楼总部，也远远没有骆家强大。蒲老，接下来若顾家有需要，我天宝楼当全力相助。此次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覆灭，只怕那3个超级势力也会蠢蠢欲动。赵嫣然美眸之中泛过一抹凌厉，而后继续说道：3大超级势力才是真正的老狐狸。此次顾长歌一步步灭掉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3大超级势力竟然都没有过问，只怕私底下在打什么小算盘。蒲文言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其实3大超级势力一直都想吞并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只不过4大势力好解决，但是圣灵学院却颇为棘手，因为在中州圣灵学院还有总部，这让3大超级势力心怀忌惮，迟迟不敢动手。如今顾长歌灭掉了圣灵学院，这刚好合了3大超级势力的意愿，只怕下一步3大超级势力就要吞并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地盘，并且他们也绝对不会允许顾长歌这样的妖孽继续发展下去。青州傲剑山庄，这里剑气肆虐，整个山庄的弟子皆是修炼剑道。傲剑山庄乃是3大超级势力之一，庄主已经是生死境圆满的大能。据说山庄还有一位老祖在世，修为早已超脱了生死境，只怕已经无限接近于大地境。大地乃是一方巨擘，传闻可以调动天地伟力，从而独断万古。此时阁楼之中，庄主剑无边站在窗台，双手负在身后，嘴角微微上扬，颇为高兴地说道：顾长歌呀，顾长歌，本庄主还真要好好感谢你。如果不是你解决了圣灵学院这个棘手的存在，我傲剑山庄也没有一展身手的时候。剑无边身后站着3位长老，他们分别是大长老乔顺，修为已达生死境大成；二长老乔伟和3长老乔乐，皆是生死境小成。听到庄主的话后，大长老的嘴角同样浮现一抹阴翳的笑容。庄主，我们接下来需要怎么做？闻言，剑无边的手指在窗台上轻轻敲打，深邃的老眼之中很快便闪过一抹金光。那顾家3小姐乃是太阴神体对吧？剑无边似是想到了什么，转身询问道。
乔顺点了点头道：“回庄主，正是太阴神体。”哈哈，真是妙啊！我儿见凌天乃是天生混元剑胎，若是能够得到太阴神体的滋养，那么对剑道的领悟必然能够更进一步。刚好凌天也快要出关了，不如就赐婚给那顾安澜，让他做我剑家儿媳。至于顾长歌，若他愿意降服，便在他体内种下奴役；如若不愿臣服，那便杀无赦。剑无边眼中泛过一抹凌厉的杀芒。闻言，三位长老皆是连连点头。这一招真是妙啊！不仅可以拿下顾安澜的太阴之气，而且还能控制顾长歌乃至整个顾家。庄主，此事便交给我去办吧。三长老乔伟站了出来，主动请命道：“他倒是想要见识见识那所谓魔修有多妖孽。也好，不过莫要轻敌，那顾长歌能灭掉三大势力和圣灵学院，就说明他绝对不简单。多带上几位生死境的长老过去。”剑无边对着乔伟嘱咐道：“庄主放心，乔伟必然不辱使命。”乔伟躬身离去，而后挑选了5名生死境入门修为的长老，以及数百名轮回境圆满的执事，浩浩荡荡地赶去了顾家。青州顾家，此时顾家子弟正在忙于重建家园，而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势力范围，如今名义上也归顾家管辖，这让顾家一时有些忙不过来。顾长歌并没有选择在风清门突破修为，而是在第一时间返回了顾家。回到顾家之后，顾长歌将10几部地阶功法和武技全部交给了父亲顾元宏，同时还有大量的修炼资源。顾家想要有自保之力，自身就必须强大起来，而想要快速提升实力，就必须拥有海量的修炼资源。此次从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搜刮而来的资源数不胜数，九幽魔教拿走一半，还剩下一半则是留给了顾家。如今顾家只剩下不到2万名子弟，就算平均分配下去，每人也能分到不少资源，起码10年内的修炼资源不用愁了。将功法武技交到父亲手上之后，顾长歌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周一航紧随其后也进入了房间。如今周一航乃是魔皇境大成修为，永远只比顾长歌低一个小境界。主人，此次是我办事不力，没能保护好小姐。周一航直接跪倒在顾长歌身前，一脸愧疚地说道。然而顾长歌却是将周一航搀扶了起来，此次怪不得你，乃是敌人太强大了。好在小兰他们都没事，只是大叔和二叔可惜了。顾长歌眼中浮现一抹凌厉，他还是不够强大，否则早早的灭掉3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也就能够避免这场灾难了。还是要尽快提升魔道修为啊！顾长歌在心里暗暗说道。青州真正强大的并非圣灵学院，而是3大超级势力。3大超级势力从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表态，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不过顾长歌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小周，我这里有一柄地契要给你。顾长歌想了想，随后说道。他准备将系统奖励的灭日神功给周一航。周一航拥有紫金魔瞳，能够在战斗中直接看穿敌人弱点，若是配合灭日神功的话，杀伤力必然会成倍暴增。身边人强大起来，对顾长歌来说也是一种助力，尤其是他自己的魔奴，在这青州乃至整个仙域，单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他必须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到时一呼百应，谁又敢随意来犯？地气。周一航眉头一皱，双眼之中浮现一抹惊讶。顾长歌点了点头，而后将灭日神功拿了出来。弓身之上流动着高深的大道纹路，散发着璀璨金芒，弓弦如同威武的龙躯一般，散发着灭世之威。仅仅是看上一眼，周一航便知道这灭日神功不简单。顾长歌将灭日神功递给了周一航，随后嘱咐道：滴血认主吧，相信你有这柄神功相助，战力必然会大大提升。咕噜，周一航激动地吞了吞口水，而后双手接过神功，很是感激地说道：多谢主人。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周一航凝聚出一滴精血，滴落在灭日神功之上。嗡嗡，霎时间9头威严的金乌出现，金光熠熠，炽烈的高温好似要将周一航吞没蒸发。给我臣服！周一航双眸一寒，随后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爆发，一头绝世大魔出现，向着那9头金乌镇压而去。嗷吼！轰扑！9头金乌再强悍都吼，毕竟是死物，根本就不是周一航的对手，因此9头金乌很快就被湮灭，而灭日神功也臣服于周一航。周一航拉过弓弦，不用箭雨，直接射出一箭。嗷吼！这一箭直接化为一头金乌，而后咆哮而出，恐怖的威力好似能够灭日好强。周一航激动地看着灭日神功，眼中满是喜悦。有了这灭日神功，他想杀谁就容易很多了。顾长歌同样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又对着周一航说道：小周，我这还有几道武技传授于你，到时你且好好领悟。顾长歌的双指落在了周一航的天灵盖处，顿时神像阵欲尽
4项镇杀术的修炼要诀便出现在了周一航的识海。周一航乃是天生的魔修，天赋很是惊艳，这2道天阶高级武技，相信他很快便能习会。天阶高级武学，还是2道。多谢主人，小周必然好生修炼。周一航对顾长歌越发的尊敬，他这个主人实在神秘莫测，而且手段通天，好像无所不能一般。他很庆幸此生能够遇到顾长歌这个主人。好了，你下去好好修炼吧。顾长歌淡淡的开口道。是，主人。周一航躬身退去。主人，我也要闭关修炼了。丹田内传来了九幽魔蛟的声音。见识到了主人的强大之后，九幽魔蛟便越发觉得自己不能懒惰，他一定要刻苦修炼，这样才能与主人并肩作战，为主人分忧。此次九幽魔蛟吞噬了大量的天材地宝，想必再次出关必然会实力大涨。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盘膝坐到了床榻之上，他准备冲击魔尊境界了。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魔尊境入门。轰！原始真魔血脉爆发，恐怖的魔威化作一头血色大魔，好似要摧毁这9天10地。与此同时，顾家城门外的一处虚空毫无征兆的破碎，随后上百道身影自破碎的虚空中走出，为首的正是傲剑山庄的3长老乔乐。随着他的到来，四周的空间都是开始扭曲变形。顾元宏何在？还不速速出来迎接本长老！乔乐高高在上的喊道。生死境的恐怖威压顿时笼罩了整个顾家，镇守城门的上百名顾家弟子此时直接匍匐在地，脸色涨红，好似要窒息一般。顾元宏感受到这股威压之后，当即带着10几位长老赶来。乔乐！当看到乔乐的一瞬间，顾元宏心里便升起一抹不安。见过乔长老，顾元宏不敢失了礼仪，亲自上前迎接。傲剑山庄乃是超级势力，顾家可惹不起，更何况顾家刚刚经历过生死大战，如今元气大伤，轻易不能再发生战事了。见状，乔乐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顾元宏，本长老此次前来，乃是为了传达庄主的2个命令。闻言，顾元宏的心直接悬了起来。顾某愿洗耳恭听。我们庄主见你们顾家千金天赋异禀，知书达理，决定赐婚与他，不日便与我们山庄的神子剑灵天成婚。乔乐此话一出，顾家子弟的脸色顿时变得凌厉了起来。傲剑山庄果然还是要对顾家下手，只要剑灵天迎娶了顾安澜，那么不仅可以获得太阴之气，而且还能作为人质掌控整个顾家。哼，凭什么？我们3小姐凭什么要嫁给你们？噗！顾家一名执事不爽的开口，然而话还没说完，下一秒便直接化为一团血雾。即便是顾元宏都没有反应过来，生死境小城的大能远非轮回境所能比。本长老说了，这是命令，你们顾家只需要遵从便可。顾安澜能够嫁给我们神子，那是她的荣幸，更是你们整个顾家的荣幸。本长老希望你们不要不识好歹，否则你们的下场就和他一样。乔乐面色一寒，而后指向顾家那名已经化作血雾的长老，对着众人威胁道：你！顾家所有长老、执事、弟子皆是咬牙切齿，但是碍于乔乐的强大实力，他们都在压制着内心的愤怒。顾元宏面色阴沉，深邃的老眼之中泛着2道凌厉的金芒。如果同意这门婚事的话，就相当于把小兰往火坑里推。那傲剑山庄不过是想得到顾安澜的太阴之气，同时以此来要挟控制整个顾家。在他们眼里，顾安澜不过是个工具罢了。顾元宏又岂会想不到？因此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顾元宏都不会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顾元宏，本长老这里还有第2个命令呢。我们庄主说了，只要你们顾家的大公子顾长歌愿意被种下奴印，那么便可免去一死，否则以他魔修的身份，绝对不允许活在这个世上。乔乐此话一出，顾元宏的双眼猛地抬起，2道冰冷的杀芒随之浮现。乔乐，你们傲剑山庄是不是太过分了？顾元宏双拳紧握，此时咬着牙愤怒地说道：如果顾长歌被傲剑山庄种下奴印，那么就相当于成为傲剑山庄的奴隶，今后效命于傲剑山庄，这样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顾元宏怎么可能看着自己的儿子被硬生生种下奴印？顾元宏，你要摆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庄主是在命令你们，不是在和你们商量。今天你们要么交出顾长歌和顾安澜，要么整个顾家就被灭掉。乔乐声音冰冷，不容置疑地说道：欺人太甚，狗日的，老子跟你们拼了！顾家几名长老看不下去了，当即怒声骂道：大公子顾长歌现在乃是他们的信仰，而傲剑山庄却要在顾长歌体内种下奴印，他们怎么可能忍受得了？反正都是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生死早已看淡。乔乐老狗，受死！顾家4名长老齐齐杀出，向着乔乐轰去。哼，不自量力！乔乐冷哼一声，他身后的5位生死境入门的长老顿时出手，恐怖的威压爆发，空间开始扭曲变形。
顾家的4名长老顿时凝滞在了原地，随后血肉骨骼也开始扭曲变形驻守。顾元宏双眸一寒，而后果断出手，蛟龙出海。顾元宏手握神枪，一枪探出，有着蛟龙咆哮而出。顾元宏，你区区轮回境圆满修为也敢造次？傲剑山庄一名生死境入门的长老冷笑道。随后那名长老一掌拍出，生死之力爆发，天地为之颤抖，好似万物都被剥夺了生机。噗！顾元宏凝聚而出的蛟龙瞬间被湮灭，恐怖的掌威逼近。轰！噗！掌势爆发，顾元宏周身的防御瞬间被摧毁，而后整个人吐血飞出。轮回境和生死境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顾元宏根本就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家主，顾家数百名长老和执事掠出，都滚开！傲剑山庄的5名长老怒声道。轰！噗噗噗！恐怖的攻势横扫而出，最先出手的4名顾家长老顿时化成了血雾，其他长老、执事皆是重伤飞出，生死不知。在绝对的强者面前，数量的优势将会微乎其微。呵呵，顾元宏，你又何必如此呢？顾安兰能够嫁给我们神子，那是她的福气，更是你们顾家的荣幸。顾长歌能够效命于傲剑山庄，那是他3辈子修来的气运，你们竟然还不领情？乔乐的嘴角浮现一抹冷笑，此时对着顾元宏说道。顾元宏面色惨白，此时挣扎着站了起来，双眼狠毒地看向乔乐。谁敢伤我父亲？就在这时，顾长青和顾安兰火速赶来。哦，顾小姐来了。哈哈，顾小姐，还望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乔乐的目光瞬间落在了顾安兰身上，随后笑着说道。顾安兰眉头一皱，我凭什么跟你们走？你们身为名门正派，却无故打伤我父亲，真是让人不齿。闻言，乔乐也不怒，而是笑着回道。顾小姐，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庄主已经给你赐婚，不日便和我们神子成婚。赐婚？你们凭什么决定我的婚姻？顾安兰美眸之中闪烁着不甘，此时冷冷地反问道。什么狗屁傲剑山庄，原来也是和蛮横不讲理的山匪强盗无异。顾长青拂袖一挥，冷声骂道，同时浩然正气直冲云霄，竟然已是天命境圆满。你便是那位天命境的如修。浩然正气果然名不虚传，只是你不会以为仅凭天命境便可跟我傲剑山庄叫板吧？乔乐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但很快便是不屑地说道。聒噪！星火燎原。顾长青体内的浩然正气爆发，而后双指探出，无尽火芒从天而降，随后竟然化为滔天火海。呵呵，倒是有点东西。本长老突然有个很妙的想法，若是在你体内种下奴印，让你成为本长老的奴隶，倒也不错。乔乐目光火热地说道，而后他一步跨出，生死境小城的修为气息爆发，接着猛地轰出一拳。咣！噗！这一拳轰出，天穹的无尽火海竟然直接被湮灭。什么？噗嗤！火海被湮灭，顾长青脸色一白，而后直接口吐鲜血。然而乔乐趁势欺压而来，向着顾长青逼近。长青，小心！顾元宏忍着剧痛，整个人猛然冲出，欲要挡在顾长青身前。老东西，滚开！啪！啊噗！乔乐一掌抽出，顾元宏直接被抽飞了出去，脸上浮现一道触目惊心的掌印。轰隆！顾元宏重重砸地，整个人气息奄奄。父亲，二哥！顾安兰一双瞳孔猛然骤缩，失声喊道。但是他不过才飞升境修为，哪里能够拦下乔乐？呵呵，顾长青，本长老要你做我的奴隶。哈哈，从今往后你就效命于本长老吧。乔乐得意的大笑，手中已经凝聚出了奴印。只要顾长青被种下奴印，那么生死便掌控在乔乐手中。不要！老东西，你要是敢动我二哥，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顾安兰手握利剑，此时放在自己的脖颈前，对着乔乐威胁道。乔乐此行最大的目的便是将顾安兰带回傲剑山庄，若是顾安兰出了什么事，乔乐自然无法交差。乔乐眉头一皱，凝聚着奴印的手掌停滞在了半空。顾小姐，你先把剑放下来，咱们有事好商量。乔乐担心地劝说道。三妹，不可！顾长青嘴角残留着血迹，此时对着顾安兰说道。你先放了我二哥，只要你放了我二哥，那我便跟你们走。顾安兰美眸湿润，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二哥沦为乔乐的奴隶。闻言，乔乐眼珠子打转，随后点头道：那好，便依顾小姐所言。乔乐将手掌收回，同时威压散去，顾长青则是倒在了地上。顾小姐，跟我们走吧，你要是不好好配合的话，那本长老可就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活着了。乔乐向着顾安兰走去，并且威胁道。顾安兰紧咬牙齿，随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见状，乔乐的嘴角微微上扬，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乔乐拂袖一挥，顿时便将顾安兰手中的利剑击落在地。
同时一股威压落在顾安澜身上，将他体内的灵力给封锁。给本长老好看着顾小姐。乔乐对着身后的长老吩咐道。是。当即走出2名长老，将顾安澜束缚了起来。现在就算顾安澜想要自杀也做不到。顾小姐，本长老实在是太喜欢你这二哥了，所以今天必须给他种下奴役。乔乐脸上浮现了一抹阴险的笑容。你，老狗，你无耻！顾安澜面色狰狞，但是他现在被束缚着，根本无能为力。呵呵，你就骂吧，等你没了价值的时候，看老夫怎么玩弄你。乔乐眼中浮现一抹淫秽，平时他可没少摧残良家少女，这顾安澜的姿色当真是倾国倾城，若是能够一清芳泽，此生也就无憾了。老狗，我就算死也不会沦为你的奴隶。斩钉截铁。顾长青紧咬牙齿，双眼之中闪过2道杀芒，浩然正气冲天而起，化为滔天利剑，向着乔乐斩去。不愧是如修，一语成真的本领真是了得。不过你的儒道境界还是太低了。乔乐冷笑一声，随后凝聚灵力，更有生死之力爆发，猛地拍出一掌。咣！轰噗！滔天利剑瞬间被拍灭，而顾长青遭受重创，整个人再次吐血飞出。轰隆隆！顾长青砸在了城墙之上，而后倒在了一片废墟之中。乔乐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手中再次凝聚奴印。顾长青，本长老赏识你，那是你的荣幸，乖乖臣服于本长老吧。乔乐咧嘴大笑，好在庄主没有看上顾长青，否则也轮不到成为他的奴隶。轰！就在这时，一股阴森恐怖的魔气袭来，整个天空瞬间黑了下来。这是魔气。顾长哥，乔乐神色大变，因为这股魔气竟然直接笼罩天地，让他都感到了一丝威胁。根据山庄传来的消息，顾长哥只有魔皇境圆满修为，因为有着双圣体和原始真魔血脉，可以跨一个大境界战斗，最多击杀半步生死境。但是这股魔气为何感觉超过了魔皇境？轰隆隆！魔气刚刚笼罩，一道黑色身影便是出现在了城门外。他全身被魔气环绕，面容俊逸，一双好看的眸子却是血红色，整个人杀气腾腾，如同刚从地狱里爬出来。顾长哥突破到了魔尊境入门，当他突破完之后，便感受到了6道生死境气息，于是他立即赶了过来。周一航刚才在为顾长哥护法，此时紧随其后而来。父亲！顾长哥血红的双眼落在顾元宏身上，顾元宏倒在血泊中，脸上还残留着猩红的掌印，此时奄奄一息。顾安澜被2个生死境入门的长老控制着，面容痛苦。他的二弟顾长青全身鲜血淋漓，而乔乐凝聚奴印，欲要将他沦为奴隶。顾长哥，果然是你！你这个大魔头，终于肯现身了。乔越压下心中的畏惧，他乃是堂堂生死境入门，何必怕顾长哥？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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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长哥嘴里一遍遍念着，丹田内的魔道之力开始爆发。轰！原始真魔血脉猛然爆发，而后恐怖的原始真魔之威笼罩9天10地。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同样绽放神威，在场的所有人，即便是生死境修为的大能，竟然都感受到一股窒息感，这好恐怖的气息。乔乐吞了吞口水，再次被这股魔威震慑到。全杀了，一个不留。顾长哥毫无感情地命令道。是，主人。周一航双眸之中绽放紫金光芒，而后整个人飞升至天穹之上，手中出现了灭日神功。这是地气。乔乐一双老眼圆睁，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他们傲剑山庄作为超级势力，也才只有1柄地气，然而顾长哥的随从竟然便拥有1柄地气，这怎么可能？他们是从哪弄来的地气？灭！周一航运转魔力，随后拉动弓弦，上百道剑雨猛然射出。嗷吼！上百道剑雨瞬间化为一头头金乌，天地变得火热，金乌狰狞咆哮，欲要吞噬傲剑山庄的所有人。这究竟是什么地气？乔乐感觉头皮发麻，这神功也未免太变态了吧！出手，诛杀那魔童！乔乐不敢犹豫，当即命令道：是，3长老。傲剑诀！傲剑山庄空闲的3位生死境入门的长老顿时掠出，他们手握宝剑，挥出一道道凌厉的剑芒，剑芒肆虐，欲要拦下上百头金乌。咣！嗷吼！然而仅凭他们3人，却只能拦下80多头金乌，还有40-50头金乌，则是落在了傲剑山庄上百名弟子当中，顿时惨叫声不绝于耳。啊啊！不要！噗！傲剑山庄一同前来的弟子修为皆是不俗，全部达到了轮回境，但是在灭日神功面前，却如同蝼蚁般毫无还手之力。魔头，你找死！乔乐眉头一皱，当即就准备出手。该死的是你们！一剑定生死！
顾长歌猛然出手，滔天魔威肆虐天地，干将莫邪飞出，地气之威浩浩荡荡，魔剑之威镇压万古，混沌剑气大荒圣威，10万神象之力皆是爆发，被顾长歌灌输到2柄魔剑之中，而后狠狠地劈出。轰隆隆，血色剑斩横贯天地，整片天穹都被染成了血色红。混沌剑气大荒圣威，10万神象之力，3股灭世般的恐怖威力融合在一起，使得空间快速扭曲破碎。傲剑山庄的5位生死境入门的长老此时被吓得目瞪口呆，就连乔乐此时都被吓得面色惨白，整个人石化在了原地。魔尊境，你又突破了。乔乐整个人一怔，根据山庄的消息，顾长歌明明只有魔皇境圆满，然而这才过去了多久？不出3日，顾长歌竟然直接突破到了魔尊境，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真的没有修炼瓶颈吗？轰隆隆，血色剑斩从天而降，沿途虚空皆是破碎，音爆声快要将耳膜震穿。轰噗，仅仅是一个照面的功夫，5位生死境入门大能所凝聚出的攻势便被湮灭。什么？这怎么可能？怪物，你是怪物！跑，快跑！三长老，救我！阿噗！5位生死境入门级别的大能直接被血色剑斩击中，只听得惨叫声不断，而后便直接化为了渣渣，血雾横飞。5位生死境大能竟然就此陨落。咕噜，大哥又强了好多。顾长青吞了吞口水，有些不敢置信地感叹道：3日不见，没想到大哥的实力又突飞猛进了。他虽然在儒道上的天赋非凡，但是比起大哥在魔道上的天赋，简直小巫见大巫。顾安澜美眸之中同样泛着惊讶，好像大哥每次出场都能惊艳所有人。不，魔头，你要跟我傲剑山庄开战吗？得罪了我傲剑山庄，整个青州将再无你顾家立足之地。乔乐猛然一怔，他面色狰狞愤怒，仰天咆哮：5位生死境大能竟然全部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每一位生死境大能对于超级势力来说都是中流砥柱，然而今天傲剑山庄竟然直接损失了5位生死境长老。得罪你傲剑山庄又如何？你区傲剑山庄有什么资格插手我三妹的婚事？还想让我成为你们的奴隶？呵呵，真是该死！顾长歌血红的双眼之中怒火熊熊燃烧，傲剑山庄的心思他自然也能想到。他们想控制顾长歌，控制整个顾家，然后吞并4大势力以及圣灵学院所掌控的地界。顾长歌面带杀气地向着乔乐走去，滔天魔威汇聚天穹，凝聚出一头血色大魔。血色大魔张牙舞爪，恐怖的魔威让乔乐感到心悸。都去死！另外一边，周一航再次拉动灭日神功，上百支箭雨飞出，化为狰狞的金乌。嗷吼！噗噗噗！没有了5位生死境长老庇护，傲剑山庄仅剩的几10名弟子瞬间被吞没，化为了虚无。你们会被我傲剑山庄疯狂报复的！乔乐一双老眼阴翳，他手中出现一柄极寒宝剑，凌厉的剑气肆虐而出，竟然还有2股剑意。世间一共存在5种剑意，也称为5行剑意，分别是金之剑意、木之剑意、水之剑意、火之剑意、土之剑意。这乔乐已经领悟了金之剑意和水之剑意，前者浑厚，后者绵柔，可谓是刚柔并用。魔头，你虽然突破到了魔尊境，但是根据你以往的作战可以判断，你的最高战力只能对付生死境入门。本长老乃是生死境小成，你今天是奈何不得本长老的。你胆敢杀我傲剑山庄5位长老，那今日就别想活着。等到你死后，本长老还会把你炼成死士，让你永生不得轮回。乔乐面色狠毒，寒冰宝剑指出，顿时有着2股剑意爆发。2股剑意分别化为一头金龙，一头水龙，此时刚柔并举，威力十分强大。你分析得很好，但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所以去死吧！顾长歌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猛然爆发，血色大魔撕碎天穹，好似要毁灭整个世界。4项镇杀术，这一次顾长歌没有使用剑道武学，而是将系统奖励的4项镇杀术施展了出来。吼！嗷吼！4项乃是指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此时4大神兽幻化而出，恐怖的杀伐之力直冲云霄。这是天阶神通？你从哪学的天阶神通？见到这股异象，乔乐吓得后背发凉。顾长歌施展的这道神通，足以碾压傲剑山庄所有的神通武学。你这魔头诡异，去死！剑斩乾坤！乔乐不敢犹豫，当即劈出一剑。金龙和水龙咆哮而出，凌厉的剑意好似要将空间湮灭。不自量力！灭！顾长歌面无表情，血色杀眸一寒，4头神兽顿时掠出。嗷吼！4头神兽狰狞狂暴，好似刚刚解开封印一般，残暴的简直让人感到头皮发麻。死了！
噗噗，四大神兽用最原始的手段，硬生生将乔乐两股剑意凝聚而成的金龙和水龙似的稀巴烂。噗嗤，剑意被毁，乔乐当即吐血倒退。他头发凌乱，一双老眼之中布满了绝望。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的战力明明只能达到生死境入门，为何轻而易举便能将本长老的神通湮灭？乔乐全身都在颤抖，顾长歌简直如同一个无底深渊，让他根本看不透。刷刷，顾长歌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双手成爪，如同野兽般向着乔乐的心脏抓去。不，滚开！乔乐用剑去挡，然而接触到那股恐怖魔威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好似被封印了一般。咣当，寒冰宝剑直接被击飞，血色魔爪向着乔乐的心脏抓去。乔乐面色绝望，他知道今天栽了。山庄传回来的消息有误，顾长歌突破到魔尊后，战力足以灭杀生死境小城的大能。当初顾长歌以魔皇境圆满修为对付徐离安时，其实已经可以击杀生死境入门的大能，但是徐离安的修为只有半步生死境，因此傲剑山庄才认为顾长歌最多只能跨一个大境界作战。管你是谁，敢动我家人就得死！顾长歌黑发飘舞，魔气冲天，血色魔爪直接插入到了乔乐的心脏之中。乔乐面色一白，整个人无力地跪倒在地，锥心的疼痛使他发出极为凄惨的叫声。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他绝对不会选择来顾家，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噗嗤，魔爪插入乔乐的心脏后，猩红的鲜血喷射而出。顾长歌，你等着被我傲剑山庄报复吧！乔乐面色苍白，撕心裂肺地喊道：“报复？他们敢来，我便敢杀！”顾长歌的魔爪猛然用力，乔乐还在跳动的心脏直接被掏了出来，鲜血淋漓，滴落在地。乔乐并未立即死去，他看着自己的心脏被顾长歌抓在手中，一双老眼布满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老狗，我要让你看着自己的心脏被捏爆！顾长歌嘴角浮现一抹狰狞的笑意。不要！一旦心脏破碎，那么乔乐的生机便会直接消散。轰噗！然而顾长歌却是直接捏爆手中的心脏，心脏瞬间化为血雾，乔乐猛然一怔，而后向着地面倒去。顾长歌眼疾手快，魔爪再次探出，将乔乐的五脏六腑皆是掏了出来。众人看的那是触目惊心，后背发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残忍，因为如果今天败的是顾家，他们只会更惨。顾长歌，你不得好死！乔乐瞪大了眼睛，生机彻底消散，最终死不瞑目。为了不让乔乐有轮回众生的机会，顾长歌直接将他的血肉湮灭，连一丝渣渣都不留。定，屠杀来犯之敌，获得33600杀戮值，领悟五行剑意。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入门，突破至魔尊境小城需5万杀戮值，杀戮值53730。请宿主选择是否立即领悟五行剑意，请宿主选择是否立即突破到魔尊境小城。系统的声音响起，顾长歌获得了3万多杀戮值，并且还能直接领悟五行剑意。剑道之中一共有5种剑意，也称五行剑意。傲剑山庄的庄主剑无边修炼了几万年，也仅仅领悟了3种剑意。然而顾长歌现在却能将5种剑意全部领悟，若是剑无边等人得知后，恐怕会直接怀疑人生。顾长歌并未选择立即领悟和突破，因为此次杀了傲剑山庄的一众长老，只怕傲剑山庄的强者很快就会杀到。即便顾长歌突破到魔尊境小城，也最多只能对付生死境大城的强者。然而剑无边却是生死境圆满的大能，并且傲剑山庄还有在世老祖，只怕修为已经触碰到大帝门槛，顾长歌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够看。为了保住顾家仅剩的1万多名弟子，他们必须进行迁徙。大哥，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顾长青服用了一枚丹药之后，脸色好了很多，此时走上前来问道。众人的目光也纷纷落在了顾长歌的身上。如今顾长歌才是顾家的主心骨。顾长歌周身的魔气散去，而后双眸微眯道：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傲剑山庄的对手，因此只能暂避锋芒。我同意长歌的观点。在顾安澜的搀扶下，顾元宏虚弱地说道。顾元宏看向顾长歌的时候，眼中满是欣慰，同时也感到很惊讶，他的儿子每次出手总能惊艳到所有人，可是在这青州，我们又能躲到哪呢？顾长青眉头一皱，担忧地问道。闻言，众人的脸色也是阴沉了下来。在这整个青州，3大超级势力便是主宰一般的存在，躲到哪里只怕都会被傲剑山庄追杀。顾长歌想了想，而后目光看向了天宝楼的方向。如果在这青州真有3大超级势力不敢染指的地方，那也只有天宝楼了。顾长歌沉思道。
天宝楼？对啊，天宝楼在中州有着总部，3大超级势力肯定不敢动天宝楼。可是天宝楼向来讲究和气生财，真的会为了我们顾家而得罪3大超级势力吗？众人议论纷纷。天宝楼和3大超级势力有着很紧密的商业往来，他们之间缺了谁都是一种损失。所以天宝楼为什么要因为一个非亲非故的顾家而得罪3大超级势力呢？只能试一试了。你们下去组织，无论老弱妇孺，全部收拾一下，我们现在便走。顾长歌雷厉风行地说道。如果让傲剑山庄赶来，那么他们谁也走不掉。是，大公子。在场的长老、执事纷纷离去。顾元宏服用了丹药，开始调理伤势。没过多久，顾家1万多号人全部聚集过来，他们脸上满是不舍，但是为了活命，他们必须背井离乡。还是不够强大，不然也不用这样了。顾长歌眼中浮现一抹狠戾，他下定决心要快速提升实力，只有足够强大了，别人才不敢招惹自己。傲剑山庄，我们顾家还会回来的。顾长歌看了眼从小生活的家园后，便毅然地转过身子。我们走。顾长歌纵身一跃，带着顾家上万名子弟来到了极影大雕的身上。立！极影大雕发出一声长鸣，而后便化为一道黑影，向着天宝楼飞去。与此同时，傲剑山庄也得知3长老乔乐等人被全部击杀的消息。庄主剑无边勃然大怒，他们都低估了顾家，低估了顾长歌。一怒之下，剑无边亲自出征，带着庄内30多位生死境强者，杀气腾腾地赶去了顾家。超级势力出手，这让整个青州都人心惶惶。而另外2个超级势力太玄圣的和飞龙门也有强者出面，向着顾家赶去。此次顾家灭了4大势力，圣灵学院，整个青州的势力地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自然要跟着分一杯羹。毕竟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地盘，他们已经觊觎很久。如果不是圣灵学院在中州有总部的话，他们早就动手了。但是当3大超级势力赶到顾家的时候，却发现顾家已经人去楼空。人呢？顾家人呢？给我找！掘地3尺也要给本庄主找出顾家那群杂碎！剑无边怒不可遏，一剑挥下，生死境圆满修为爆发，生死之力湮灭天地，整个顾家瞬间化为一片废墟。天宝楼前，此时极影大雕快速掠来，感受到一众强大的气息后，天宝楼内隐秘的强者纷纷现身。天宝楼可不仅仅只是商业繁茂，作为遍布整个仙域的强大势力，他们楼内有着数之不尽的高手，因此即便是3大超级势力，在天宝楼面前也得毕恭毕敬。顾长歌，当普文言看到极影大雕上的身影时，一双老眼顿时闪过金芒。你们退下吧，来者不是敌人。普文言拂袖一挥，那些强者才重新隐匿于虚空。老普，难道此人便是小姐所说的那位绝世天骄？另一位副楼主孙涛紧盯着顾长歌，语气震撼地问道。普文言点了点头，正是他。走吧，我们去看看顾家遇到什么麻烦。普文言和孙涛2人出了楼门，准备迎接顾长歌。我们下去。来到天宝楼前，顾长歌出于尊重，便带着顾家所有人下了坐骑，来到了地面。顾元宏等人看向天宝楼，这里曾经是他们仰望的地方，只是不知道这次天宝楼愿不愿意收留他们。普老，好久不见了。顾长歌走上前来，对着普文言作揖道：大哥竟然还认识天宝楼的副楼主。顾安澜美眸惊讶，顾家其他人同样也感到非常震撼，没想到他们大公子竟然还认识普文言。哈哈哈，小友快别客气，这位乃是孙老，同样是天宝楼的副楼主。普文言笑呵呵地回道。想到小姐所说的那几句话，普文言就不敢怠慢了顾长歌。这位今后可是要站在仙域之巅的绝世强者啊，他们能不恭敬对待吗？见到普文言竟然对顾长歌那么客气，众人再次大吃一惊。顾元宏脸上浮现一抹欣慰，内心感叹道：长歌竟然和天宝楼还有如此交情。顾长歌面向孙涛作揖道：见过孙老。孙涛不敢怠慢，赶紧上前搀扶。小友，你可别折杀老夫啊。虽然顾长歌是魔修，但是在他们看来，在这仙域强者为尊，正派人士不一定是好人，魔修也不一定就是十恶不赦的魔头。细数顾长歌杀过的人，全部都是那些欺压过他、与他有仇恨的人，这样的人本身就该杀。魔修有仇必报，杀伐果断，这一点没什么不好。小友，不知你此行前来是要？普文言看向顾家众人，对着那顾元宏笑着点了点头，这让顾元宏有些受宠若惊。普文言乃是生死境的大能，以前顾元宏都接触不到，现在因为顾长歌的原因，普文言竟然对他这般和善。普老，实不相瞒，我把傲剑山庄的3长老乔乐杀了。顾长歌并未隐瞒，如实说道。什么？你把乔乐杀了？闻言，孙涛和普文言顿时愣在了原地。乔乐可是生死境小城的强者，
在这青州实力足以排进前20，然而顾长歌竟然将乔乐击杀了。几天前顾长歌不是才只能击杀半部生死境的午休吗？这才短短几天啊，竟然就能击杀生死境小城的大能了。看来小姐所说果然不假。蒲文言和孙涛对视一眼，在心里暗暗说道。同时蒲文言和孙涛也知道顾长歌的来意了。顾长歌杀了傲剑山庄的长老，那傲剑山庄肯定会报复。以顾长歌现在的实力，自然无法对付傲剑山庄，因此才来天宝楼寻求庇护。当然蒲文言和孙涛也知道其中的利弊，这种事情他们根本做不了主。蒲老、孙老，晚辈前来便是为了让天宝楼行个方便，让我顾家子弟能够在天宝楼居住一段时间。不知天宝楼可方便？顾长歌道出了此行的目的，只有安置好了父亲他们，顾长歌才能放手去屠杀。小友能否稍等片刻，带老夫前去请示下小姐？蒲文言开口问道。顾长歌当即回道：好，那我便在这里等蒲老的消息。轰轰隆隆，魔头顾长歌滚过来受死！就在这时，天宝楼外的虚空快速破碎，剑无边手执清风宝剑，整个人怒发冲冠，生死境圆满修为气息震慑全场。在剑无边身后跟随着大长老乔顺、二长老乔伟，他们和乔乐乃是亲生兄弟。魔头，还我弟弟命来！乔顺和乔伟面带杀气的怒吼道。刷刷！然而这还没完，天玄圣地的强者、飞龙门的强者竟然也是赶来。天玄圣地以大长老张胜为首，飞龙门以副门主程明为首。顾家所有人感到一股恐怖的威压落在身上，他们没想到连天玄圣的和飞龙门都一起赶过来了。顾长歌眉头一皱，他显然没有想到剑无边等人会来得那么快。周一行手握灭日神功，随时准备出手。一旦天宝楼不愿意接纳他们，那么只能死拼，就算死也绝对不能让对方好过。剑庄主，你们这是何意？蒲文言面色一板，而后冷冷地问道。孙涛同样冷哼一声，诸位真是好大的威风啊，竟然在我天宝楼前耀武扬威。见到两位副楼主动怒，剑无边眼中闪过一抹忌惮，而后收敛气息说道：蒲老弟、孙老弟，本庄主无意冒犯天宝楼，只是这魔头杀我山庄长老，本庄主前来报仇罢了。顾长歌这个魔头屠杀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数百万生灵，我天玄圣地作为正派大势力，自然要替天行道。我飞龙门同样前来铲除顾长歌这个嗜血的大魔头。天玄圣地的大长老张胜以及飞龙门的副门主程明义正言辞地说道。闻言，顾长歌面色阴沉，双目冰冷地看向他们。铲除魔头，替天行道？哼，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被灭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出现？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后准备来分一杯羹，只要杀了他顾长歌，那么天玄圣地和飞龙门便能打着铲除魔头有功的旗号，从而理所当然地分割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所属地界。一群伪君子，待我今后必然将你们碎尸万段。恐怖的魔气爆发，直冲云霄，笼罩了整个天穹，天地瞬间昏暗了下来。一头血色大魔怒声咆哮，好似要将整个世界覆灭。血色大魔笼罩天地的这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那股恐怖的魔威使得他们瞳孔紧缩，后背发凉。原始真魔之威，魔尊境修为，此子绝对不能留。剑无边眼中浮现一抹深深的忌惮，此时在心里暗暗说道：好恐怖的魔威！天玄圣地的大长老张胜，飞龙门的副门主程明，此时脸色皆是凝重了下来。顾长歌的恐怖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对于此等妖孽，要么成为他们的奴隶，为他们所用，要么就长眠于地下，永绝后患。咕噜，纵然是老夫在这股魔威面前都感到一丝恐惧，若是长歌小友再有所突破的话，只怕连老夫都不是他的对手。蒲文言望着顾长歌那坚毅魁梧的背影，一双老眼满是震撼。顾长歌现在仅仅是魔尊进入门，只能比肩武道的轮回进入门，然而顾长歌却拥有双圣体、原始真魔血脉，因此战力可以跨越一个大境界，击杀生死境小城的大能。若是同等境界的话，顾长歌将会直接碾压对方。蒲老、孙老，我等无意冒犯天宝楼，只是这魔头嗜血成性，若留他在世，只怕整个青州都将不得安宁。天宝楼向来保持中立，讲究和气生财，还望两位不要助纣为虐，伤了青州百姓的心。剑无边面色阴冷，此时3言2语便将自己说成了正义的一方，然后给顾长歌安上了一个滥杀无辜的头衔。咯吱，嗷吼！顾长歌双拳紧握，10万神像之力爆发，一头顶天立地的神像睥睨天地，恐怖的神威横扫而出。啊啊！踏踏踏踏！在这恐怖的神威面前，3大超级势力的弟子和长老竟然纷纷被逼退，而修为低于生死境的弟子更是口吐鲜血，气息萎靡。就连剑无边、张胜、程明3人在措不及防之下，都是倒退了数步。这又是何等神通
此子绝对不能活着。剑无边狠狠一咬牙，当即就准备出手。顾长歌体内的血脉爆发，准备殊死一战。周一航、顾长青、顾安澜、顾元宏等人同样严阵以待。如果最后只能血拼，那么他们也会让对手付出惨重的代价。哼，剑无边，你太猖狂了吧！真以为傲剑山庄便是天下无敌了吗？蒲文言和孙涛掠出，挡在顾家所有人身前。见状，剑无边眉头一皱，随后和张胜、程明两人对视，三人眼中皆是出现杀机。趁着楼主张顺和赵嫣然还没出现，他们准备先将顾长歌斩杀。此子若是活着，他们将会不得安生，并且很有可能步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后尘。两位，那便得罪了。张胜和程明两人的修为气息爆发，竟然都是生死境大成。他们和蒲文言、孙涛的修为一样，因此威压不相上下。咣，轰，四人大战在了一起，生死境大成的恐怖攻势肆虐而出，大地都在剧烈颤抖。魔头，拿命来！剑无边双指一凝，竟然有着恐怖的剑气凝聚，而后洞穿了虚空。生死境圆满修为爆发，所有人都感觉到一股无力。顾长歌面色阴沉，干将和莫邪被他紧紧地握在手中。剑无边，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天宝楼动武！就在这时，一道娇喝声传来，赵嫣然身披白袍走出，肌肤雪白，那婀娜的身姿简直就是魔鬼级别。在赵嫣然身后跟着一位老者，他鹤发童颜，周身泛着不输剑无边的恐怖气息，而他便是楼主张顺。张老，出手！赵嫣然玉手落下，张顺当即点头道：“是，小姐。”唰，张顺直接掠出，道道残影浮现，竟然出现在了顾长歌身前。紧接着，张顺一掌推出，直接拍碎了剑无边轰出的剑气。剑无边眉头一皱，而后身形快速暴退。张顺同样是生死境圆满修为，若是交起手来，谁也别想讨得半分好处。张胜、程明，你们很嚣张啊！张顺冷哼一声，随后拂袖一挥，恐怖的攻势瞬间将张胜两人锁定。轰隆！啊！噗嗤！两人的空间开始扭曲，而后发生爆炸。张胜和程明发出一声惨叫，两人皆是狼狈的倒飞出去。见状，顾长歌的目光顿时落在了张顺身上。此人修为深厚，绝对不容小觑。当然，他的出手也代表了天宝楼的态度。今天傲剑山庄三大超级势力是别想动他们顾家了。张楼主、赵小姐，你们这是要保下这个魔头吗？这魔头杀人不眨眼，你们保他可就是助纣为虐啊！剑无边面色凌厉地说道：“哼，天宝楼做什么？不需要你来评头论足。其次，顾公子乃是我天宝楼的朋友，在我天宝楼，谁也别想伤他。”赵嫣然冷哼一声，丝毫不给剑无边面子。剑无边算什么？他天宝楼根本就没把傲剑山庄当回事，穷乡僻壤的土大王罢了。与顾长歌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以顾长歌的天赋，今后可是要站在仙域之巅啊！他天宝楼一定要极力拉拢顾长歌。你，剑无边狠狠一咬牙，但是在天宝楼面前，他们傲剑山庄却是不敢怎么样。若是惹怒了天宝楼，到时总不敢来强者，分分钟灭掉他傲剑山庄。魔头，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呵呵，本庄主就不信你一辈子都缩在天宝楼内。只要你出了天宝楼，本庄主便有100种方法弄死你。剑无边气得牙痒痒，此时冷声威胁道。顾长歌与他对视，冰冷的杀眸泛着凶光。剑无边，今日这笔账我记下了。当我走出天宝楼的时候，不是你弄死我，而是我弄死你们。顾长歌面无表情，周身魔气滚滚，如同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魔鬼般。闻言，剑无边眉头一皱，而后咬牙切齿的道：“好，好，好，那我们便走着瞧。”我们走。剑无边面色狰狞，带着众人离去。天玄圣地和飞龙门也只得作罢。有天宝楼插手，他们根本动不了顾长歌。望着顾长歌坚毅的背影以及那滔天的魔威，赵嫣然的嘴角微微上扬，饶有趣味的道：“相信要不了多久，傲剑山庄便会抓狂吧。”三大超级势力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得罪的顾长歌究竟有多么变态和妖孽。当然，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三大超级势力离开以后，顾家所有人也松了一口气。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修炼。等到变强大以后，这些人哪里还敢再欺压顾家？顾长歌则是收敛魔气，随后转过身子，对着赵嫣然和张顺两人作揖道：“多谢赵小姐、张楼主出手解围。”赵嫣然淡淡一笑，随后缓缓上前，顿时一抹香气扑鼻而来。“顾公子客气了，你是我们天宝楼的朋友，天宝楼自然不允许那些阿猫阿狗动你们。”赵嫣然对着顾长歌抿嘴笑道，那精致的容颜，雪白的肌肤，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沉沦。
但是顾长歌道心坚定，根本不为所动。自从他踏入魔道之后，眼中便只剩下修炼和杀戮，这让赵嫣然很是惊讶。顾老弟，你们此行都辛苦了，还望跟老夫前来，老夫带你们前往住所。张顺笑着来到顾元宏身前，而后和蔼地说道，这让顾家所有人都是受宠若惊。张顺可是和剑无边齐名的存在，现在却对他们顾家如此客气，当然这都源于顾长歌。如果没有顾长歌的话，张顺根本不可能这般客气地对待顾家，那便有劳张楼主了。哈哈，小事一桩，顾老弟，我们走吧。张顺带着顾元宏等人进了天宝楼。大哥，那我也先下去了。顾长青和顾安澜离开时说道。就在这时，赵嫣然的目光落在了顾长青的身上，那一身浩然正气着实吸引到了赵嫣然。无望神通开启，赵嫣然好似看到了一位手握大道笔的书生，笑傲苍穹，指点古今如道。死！这是圣人大能转世。赵嫣然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早已是惊涛骇浪。他知道顾长歌的弟弟乃是一位儒修，只是没想到他的儒道造诣竟然会如此之高，怪不得在没有领路人的情况下还能修炼到天命境。顾长青的前生便是一位圣人，如今转世轮回，儒道天赋能不妖孽吗？赵小姐，舍弟有什么问题吗？顾长歌眉头一皱，疑惑地问道。嗨嗨，没什么，令弟仪表堂堂，一身浩然正气吸引了我罢了。赵嫣然平复一下内心回道，若是顾长青乃是圣人转世的消息传出去，必然会引来中州那群老怪物。闻言，顾长青有些许害羞，赵小姐言重了，身躯不过是一具臭皮囊罢了。哈哈，长青小兄弟倒是看得挺透彻。好了，你们也劳累一天了，早些下去休息吧。赵嫣然笑着回道。顾长歌眉头微皱，他总感觉赵嫣然看出了些什么，只能抽空询问一下了。随后，顾长歌三兄妹也步入了天宝楼。顾长歌被分到了一栋单独的雅楼，这里依山傍水，诗情画意，足以看出天宝楼的用心。房间内，顾长歌面色阴冷，眼中满是杀机。剑无边，你们等着吧，要不了多久，我便让你们下去地狱陪徐立安他们。顾长歌面无表情地说道。系统把魔道修为提升至魔尊境小成。顾长歌对着系统命令道。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实力，要想击杀生死境圆满的大能，修为就必须突破到魔尊境大成。轰！嗷吼！魔气猛然暴涨，横扫9天10地。血色大魔张牙舞爪，欲要撕碎天穹。咣！轰轰！恐怖的魔威肆虐而出，天宝楼的防御大阵瞬间被启动，魔威轰在大阵之上，使得整个大阵都是摇摇欲坠。顾公子这是突破了。精致的隔间内，赵嫣然美眸放光，语气激动地说道。张顺、蒲文言、孙涛等人全部震撼地望向顾长歌所在的雅楼。好家伙，小友这是没有修炼瓶颈吗？太打击人了吧！想突破便突破，大平洲的魔修也没见这么变态啊！只怕小友去了大平洲之后，那群魔修便无地自容了。张顺三人面色震撼，此时议论纷纷。约莫10几分钟之后，魔气方才减弱，而顾长歌的修为也稳固在了魔尊境小成。以他现在的实力，足以击杀生死境大成的强者。若是再遇到张胜、程明等人，顾长歌会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系统领悟五行剑意。顾长歌并未停下来，而是再次命令道：嗡嗡！就在这时，混沌剑体被触发，混沌剑气破体而出。与此同时，5种剑意竟然在同一时间迸发。金木水火土五行剑意生生相克，刚柔并举，若是同时施展，将会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威力。那剑无边修炼了几万年，也不过领悟了3种剑意，然而顾长歌竟然在短短几秒钟便将五行剑意全部领悟。这便是开挂和不开挂的区别。五行剑意凝，顾长歌手握2柄魔剑，随后五行剑意凝聚而出，天地瞬间被恐怖的剑意所充斥。金之剑意、木之剑意、水之剑意、火之剑意、土之剑意强悍、浑厚、绵柔，5种属性不同的剑意糅合在一起，被顾长歌猛地劈出一剑。轰！虽是普通的一剑，但是在劈出的一刹那，便爆发了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力。咣！咔嚓！天宝楼的防御大阵此时竟然出现了丝丝裂纹。雾草！这是五行剑意？什么鬼？小友竟然把5种剑意全部领悟了。传闻连傲剑山庄老祖剑无涯也才领悟了4种剑意，然而小友竟然在短短片刻就全部领悟了。妖孽，十足的妖孽啊！不好，大阵要破了！小友这是要灭了我天宝楼吗？张顺一双老眼圆睁，而后身形一闪，来到天穹之上，以生死境圆满力量强行镇压那5行剑意。饶是如此，张顺也费了9牛2虎之力。此时老脸苍白，
额头密布着汗水咕噜。好恐怖的建议，傲剑山庄的噩梦很快就要来了。张顺吞了吞口水，面色震撼的喃喃道。房间内，顾长歌双眼猛然睁开，一抹凌厉的剑芒快速闪过，屠杀正式开始。顾长歌双眸微眯，体内的魔气滚滚，杀气横生。三大超级势力绝对想不到顾长歌的报复会那么快到来吧。顾长歌推门而出，站在门外护法的周一航当即恭敬地问候道：拜见主人。周一航眼中泛着喜悦，因为顾长歌突破后，周一航的修为也迎来了突破，达到了魔尊进入门。他能有现在的修为实力，全部都多亏了顾长歌。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向着天穹望去，刚好看到了面色苍白的张顺。张楼主，你这是锻炼身体呢？顾长歌顿了顿，迟疑地问道。张顺在天穹之上满头大汗，使得顾长歌有些不解。闻言，张顺有些哭笑不得。神踏马锻炼身体，还不是你顾长歌凝聚的五行剑意威力太大，险些覆灭整个天宝楼吗？但是张顺却不敢表达心中的不满，毕竟这位今后可是要站在仙域之巅的男人，要是得罪了他，今后分分钟被弄死嗨嗨。年纪大了，活动活动筋骨。张顺轻咳一声，微笑着回道：看来仙域和地球一样，老年人都喜欢锻炼。顾长歌在心里想到。随后顾长歌向着赵嫣然所在的阁楼走去。赵嫣然目睹了全过程，此时看着一脸尴尬的张顺，嘴角不自禁的上扬。顾公子当真是有趣啊。赵嫣然掩嘴笑道。哒哒哒，敲门声传来，赵嫣然缓缓转过身子，轻声道：请进。顾长歌迎面走来，问候道：赵小姐。赵嫣然点了点头，随后做了个请的姿势：顾公子请坐。顾长歌也不客气，直接坐了下来。顾公子这修为突破的倒是快啊。赵嫣然脸色震撼地说道。她乃是天宝楼的千金，从小便享有无上的资源，然而23岁也才轮回进大成。顾长歌修复丹田，踏入魔道也才1年多吧，但是已经修炼到了魔尊境，并且还能跨越一个大境界，击杀生死境强者，这即便放在中州也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妖孽，比较幸运罢了。顾长歌淡淡一笑，他自然不会说出系统的存在。赵嫣然知道顾长歌在搪塞他，但是也并未拆穿，而是询问道：顾公子，你是有什么事情要询问我吗？顾长歌点了点头，在我闭关的这几天时间里，三大超级势力有什么行动吗？赵嫣然笑了笑，而后缓缓说道：我就知道顾公子要问这些，所以提前已经收集好了。当日傲剑山庄等势力虽然离去，但是却留了眼线在天宝楼外，只要顾公子走出天宝楼，他们便会出手。如果顾公子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派人将那几个眼线抹除。闻言，顾长歌的双眸之中浮现冰冷的杀芒。不必，他们交给我便好了。顾长歌毫无感情地回道。杀戮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顿丰盛的佳肴。赵嫣然点了点头，随后继续说道：三大超级势力还把青州地界重新划分了，你们顾家圣灵学院所拥有的地界归属傲剑山庄所有，天剑宗无极宫所在地界则是被天玄圣地吞并，风清门和天涯阁的地界被飞龙门吞并。听到这番话，顾长歌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果然，三大超级势力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他们就是借顾长歌的手屠灭四大势力和圣灵学院，然后再堂而皇之的吞并，到头来白白便宜了他们。那些归属我顾家的势力呢？傲剑山庄是怎么处理的？顾长歌抬眸问道。顾长歌双眸血红，杀气腾腾，即便是赵嫣然都被吓了一跳。但凡不服的全部被杀了。赵嫣然声音微弱的说道。咯吱，顾长歌的拳头紧握，果然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动起手来个个狠辣，他们会付出代价的。顾长歌狠狠一咬牙，而后凶狠地说道。青筋暴露，面色狰狞，阴森恐怖的魔气充斥整个房间，空间位置扭曲，虚空快速崩塌。刷刷，张顺、蒲文言、孙涛三人快速赶来，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恐怖的杀气。小姐，您没事吧？张顺脸色凝重地问道。赵嫣然却是笑了笑，摆手道：不必紧张，顾公子不会伤害我的。抱歉，失态了。顾长歌收敛魔气，对着赵嫣然抱拳说道。无妨，顾公子爱憎分明，有仇必报，这份快意凛然的性情很让嫣然钦佩。赵嫣然抿嘴笑道。多谢赵小姐，我要出去一段时间，我父亲他们就有牢天宝楼了。顾长歌抱拳说道。放心，只要有我天宝楼在，他们便不会有危险。赵嫣然自然知道顾长歌要去干嘛，因此对他保证道。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便转身离去，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小姐，需要老奴在暗中保护她吗？张顺询问道。赵嫣然却是摇了摇头，不必，如果他连这点危险都应付不了的话，那今后也不可能站在仙域之巅了。
天宝楼外，一道黑袍身影走出，他每一步跨出，都有成百上千道残影浮现，可谓是瞬息万里。顾长歌，那魔头出来了。二长老，那魔头出来了。不急，让他再走远一点，只要出了天宝楼地界，他就死定了。虚空之中传来激动的声音。顾长歌面无表情，径直地向前走去。约莫10分钟之后，顾长歌来到了一片密林之中。轰隆隆，突然四面八方的虚空皆是破碎。顾长歌，你终于肯出来了。傲剑山庄的二长老乔伟此时带领10几名生死境入门的强者将顾长歌团团包围。顾长歌抬眸望去，2道杀芒落在了乔伟身上。乔伟面色愤怒，他咬牙切齿地说道：顾长歌，你杀我3弟，今天我便让你为他偿命。今天该死的是你。顾长歌面无表情，杀气毕露。大言不惭的魔头，没有了天宝楼的庇佑，你必死无疑。乔伟却是扬天大笑，手中出现一柄宝剑，面色极为自信。他知道顾长歌的极限战力便是对付生死境小城，而他乔伟乃是生死境大城的强者，顾长歌哪里会是他的对手？因此他认定顾长歌今天必死无疑。顾长歌用戏谑的表情看着乔伟，乔伟分析得很好，只是他不知道顾长歌的修为已经突破了。其实这也不怪乔伟，因为顾长歌的修为才刚刚突破没有多久，然而现在仅仅过去了3天又迎来了突破，这几乎没有人能够办到。魔头，你笑什么？难道死到临头被吓傻了？哈哈哈哈！乔伟疑惑地看着顾长歌，而后大声笑道。与此同时，乔伟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生死境大城的恐怖威压席卷而出，使得整片树林都颤抖不止。乔伟手握宝剑，此时发出凌厉的剑芒，而且还凝聚了2股剑意。能够凝聚2股剑意，证明乔伟的剑道天赋已经不低了。能死在老夫的剑下，那是你的荣幸。我要用你的头颅祭奠我那惨死的3弟。魔头，死来！乔伟怒喝一声，整个人化为一道凌厉的剑芒，向着顾长歌轰去。轰隆隆，沿途所过，虚空皆是破碎，刺耳的轰鸣声响彻云霄。剑气凌厉，剑意狂暴，直接将顾长歌锁定，四周的空间皆是扭曲变形，如同形成了天罗地网。暗处，赵嫣然在张顺的陪同下前来观看张老。你说顾公子要杀乔伟需要几剑？赵嫣然饶有趣味地问道。可怜那乔伟一脸自信，但是却不知道顾长歌已经突破到了魔尊境小城，而且顾长歌还领悟了5行剑意。5行剑意啊，剑道的巅峰，整个青州也只有顾长歌一个人完整领悟，就连他们傲剑山庄的老祖剑无涯也仅仅领悟了4种剑意。若是乔伟得知后，不知道心里会作何感想。张顺想了想，而后说道：回小姐，老奴感觉只需1剑。1剑？赵嫣然有些惊讶。那乔伟再怎么说也是生死境大城的强者，然而顾长歌仅用1剑便能杀了他，赵嫣然有些质疑。但是张顺却坚信无比，因为顾长歌凝聚的5行剑意险些把整个天宝楼的防御大阵都给摧毁，可想而知力量有多么恐怖。魔头，你今天必死无疑。哈哈哈哈！剑气冲天而起，剑意肆虐九霄，乔伟执掌生死之力已经逼近顾长歌。顾长歌不避不闪，面无表情，双眸顿时变得漆黑。轰！原始真魔血脉猛然爆发，阴森恐怖的魔气肆虐而出，血色大魔持聘天地之间，遮蔽了光明，使得天地化为黑暗。永恒的黑暗之中，顾长歌黑发飘舞，衣袍挥动，魔尊境小城的修为气息爆发。虽然只有魔尊境小城修为，但是却达到了魔圣的战力。这魔尊境小城，你又突破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短短3天，你又突破了。乔伟的脸色顿时变得僵硬，一双老眼之中闪过忌惮。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顾长歌竟然能在短短3天便迎来了突破，这踏马还是人？就算是魔也不可能如此逆天啊！不，就算你突破之后，老夫也依然可以杀你。剑斩乾坤！乔伟紧咬牙齿，硬着头皮使出了一道天阶剑道神通。轰隆隆，剑斩肆虐而出，乾坤之力凝聚，融合生死之力，好似能够毁灭世间一切。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乔伟，手中的2柄魔剑在这一刻突然爆发。轰！混沌剑体绽放出璀璨的神芒，混沌剑气直冲云霄。5行剑意凝。下一刻，顾长歌直接将5行剑意凝聚了出来。金木水火土5行剑意齐出，天地大势疯狂汇聚而来，竟然形成灵海注入到顾长歌体内，灵力源源不断地化为魔力，5行剑意充斥天地之间。这是5行剑意？你竟然领悟了5行剑意？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乔伟整个人如遭晴天霹雳，
双眼圆睁，下巴都快惊落在地。一剑定生死。顾长歌面无表情地斩出一剑，吃吃，这一剑融合了五行剑意、混沌剑气，一剑斩出，天地好似都被分成了两半。剑斩快速轰来，乔伟吓得头皮发麻。完了，一切都完了，他还自不量力地以为可以斩杀顾长歌，然而到头来自己就是个小丑，在这五行剑意面前，好似任何剑道神通都黯然失色。咣，轰扑，两道剑斩相撞，巨大的轰响声响彻云霄。然而片刻时间，乔伟的剑斩便被湮灭，直接荡然无存。轰！啊！破！乔伟瞪大了眼睛，剑斩却直接落在了他的身上。他身穿仙气级别的宝甲，然而也瞬间被破开。恐怖的剑气在他身上爆开，狂暴的剑意将他肆虐。啊！乔伟倒飞出去，发出一道道凄惨的叫声。他眼中满是恐惧。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顾长歌竟然领悟了五行剑意。这不仅仅是个魔修鬼才，更是个剑道妖孽。噗！下一秒，乔伟直接被轰成了血雾。这一剑太过于恐怖，乔伟根本扛不住。二长老，十几名长老被吓得愣在原地。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乔伟已经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顾长歌仅仅斩出一剑，竟然直接要了二长老的性命。这才过去多久，顾长歌竟然已经变得如此恐怖。你们也得死！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十几名傲剑山庄的长老。傲剑山庄吞并了他们顾家的地界，残杀了不知道多少顾家的附属势力。顾长歌又岂会放过他们？不要杀我们！十几名长老吓得掉头就是逃窜。死！然而顾长歌一步跨出，魔威滚滚，剑气冲霄，剑意凛然，仅仅是挥出几剑，便使得天地颤抖。轰轰轰！噗噗噗！十几名傲剑山庄的长老连惨叫都没有发出，直接被轰得连渣渣都不剩。此时的顾长歌已经到了让他们仰望的地步。定！击杀傲剑山庄的仇敌，获得3万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小成，突破至魔尊境大成需7万杀戮值。杀戮值33730。顾长歌身上溅满了鲜血，但是他连眼皮子都不曾眨一下。这群正道伪君子，死上1000次万次都不足以解他心中之恨。定！请宿主前往顾家，击杀驻扎在顾家的傲剑山庄长老和弟子，奖励13000杀戮值。请宿主前往罗云山脉，击杀傲剑山庄长老及弟子，奖励9800杀戮值。请宿主前往圣灵学院，击杀傲剑山庄长老及弟子，奖励12000杀戮值。请宿主前往天剑宗旧址，击杀天玄圣地长老及弟子，奖励9000杀戮值。系统的声音接连响起，直接派发了5、6个任务。3大超级势力将顾家、圣灵学院这些地界吞并，如今系统发布任务，让顾长歌杀回去，将他们铲除。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如今顾长歌独身一人，杀了便走，3大超级势力根本拿他没辙，剑无边。你很快便知道什么是绝望了。顾长歌眼中浮现冰冷的杀机，随后化为一道黑影，疾掠而去。顾长歌离开之后，赵嫣然从虚空中走出，美眸之中还残留着一抹惊讶。一剑，竟然真的只用一剑便杀了乔伟。张老，真被你说中了。赵嫣然看着张顺笑着说道。张顺吞了吞口水，心想能不猜对吗？他可是亲身体会过那五行剑意的恐怖啊。傲剑山庄这是得罪了一个绝世妖孽啊！3大超级势力的噩梦很快就要到来了。张顺老眼之中浮现一抹期待，此时感叹道：顾家此时人声鼎沸。傲剑山庄接管了顾家之后，便派出5长老赵玄以及上百名执事驻扎到了这里。赵玄吩咐弟子将顾家的附属势力全部驯服，然后抓来当苦力，准备重新打造一座府邸，作为傲剑山庄的一个分部。望着拔地而起的楼宇，赵玄的嘴角微微上扬。等到这里成为傲剑山庄的分部后，那本长老便是这里的总负责人。昔日辉煌的顾家，到头来还不是被我傲剑山庄给吞并？真以为躲在天宝楼就万事大吉了吗？迟早有一天，我傲剑山庄会杀过去。赵玄脸上浮现一抹得意，脑海中已经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了。如今傲剑山庄吞并了顾家和圣灵学院，势力范围扩大了2倍，产业同样扩大了数倍，还有10几条新的灵脉等待开采。可想而知，10几年后傲剑山庄会强大到什么地步。想活命的都给本长老好好干，否则就等死吧。赵玄手握长鞭，趾高气扬地喊道。前方上百名执事监督，那些原本归属顾家的势力，此时全部被抓来当了苦力。天风城的城主李毅同样也被抓了过来，他上身赤裸，大汗淋漓，伤痕遍布，
鲜血和汗水混在一起，疼痛难忍。你们这群狗东西，老子受够你们了！李毅脸上青筋暴露，面色狰狞，他丢掉手中的砖瓦，转身向着赵玄冲去。赵玄老狗，你图我天风城，老子要弄死你！李毅双眼布满血丝，他双手握拳，如同蛮牛一般冲出。城主梁胜臣与贺旭山两位副城主吓得眼睛圆睁，但是也悍不畏死地冲了出去。几个狗东西，你们想死吗？傲剑山庄的执事破口大骂，当即就准备出手。慢着，区区几个奴隶何须出手？赵玄却是阻止了他们，而后冷声笑道：在李毅等人体内都被种下了奴印，只要赵玄动一下他们便会生不如死，迟早都要被这群家伙虐死，与其憋屈的死去，不如大干一场。狗东西，我要杀了你们，为我妻儿报仇，我要为了母亲报仇，杀！有了李毅带头，其他被奴役的午休也开始造反，顿时上万人冲杀而去。好，你们有种，那就都去死！赵玄面色一冷，他双手结印，随后奴印被触发。噗噗噗！顿时数以万计的午休瘫倒在地，体内似有火焰蒸腾，使得他们血肉绽开，鲜血横流，更有不少人直接爆体而亡，连渣渣都不曾留下。被种下奴印之后，主人可以随时剥夺他们的生命，在赵玄眼里，这群人的贱命不值一提。城主，活下去！噗噗！梁胜臣和贺旭山再也承受不住，当即爆体而亡。不，老二、老三，赵老狗，你不得好死！李毅双眼血红，他死死地盯着赵玄，欲要将他碎尸万段。身边的人一个个化为血雾，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置身于血海之中，李毅感到无比的绝望。李毅，你不是煽动造反吗？继续啊！赵玄走上前来，一脚踩在了李毅的身上，压得他根本喘不过气来。看吧，他们都死了，因为你的煽动，他们付出了生命。赵玄冷笑一声，对着李毅讥讽道：这群人死了便死了，顾家附属势力很多，再抓来一批便是，反正这群人只是奴隶罢了。我要你死！噗！李毅口吐鲜血，面色惨白。要我死？呵呵，就凭你！本长老要把你剁碎，然后喂狗。赵玄手中出现一柄利剑，当即就准备割下李毅的血肉。轰！就在这时，恐怖的魔威到来，天地瞬间黑夜，日月无光，仿佛末日降临。在这股魔威下，赵玄的动作开始停滞、僵硬，连喘气都是困难。魔威，顾长歌，是顾长歌？怎么可能？二长老不是守在天宝楼外吗？顾长歌那魔头怎么出得来？赵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不过是生死境小城，哪里会是顾长歌的对手？扑通！傲剑山庄的上百名执事在这魔威面前直接跪倒在地，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顾长歌的魔道修为又增强了，简直恐怖的离谱。踏，脚步声响起，顾长歌黑发飘舞，一身黑袍无风自动，那双血红的眼睛如同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你刚才的提议不错，我会把你的肉一片片割下来，然后喂狗。顾长歌面无表情，声音淡漠地说道：傲剑山庄这群畜生竟然如此对待他顾家的附属势力，全部种下奴印，然后奴役他们，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大公子！李毅面色激动，看到顾长歌的一瞬间便热泪盈眶。他以为顾家抛弃了他们，但是大公子回来了，来救他们了。你的死期到了！顾长歌一步跨出，恐怖的魔威瞬间落在了赵玄身上。轰卡！恐怖的魔威袭来，竟然直接将赵玄的骨骼击碎。魔尊境小城，你突破了！不，你不能杀我！傲剑诀！赵玄拼死挣扎，他不想死，即便只有一线生机，他也想试一试，但现实却是连一线生机都没有。突破到魔尊境小城修为之后，顾长歌想妖姬杀生死境小城午休，简直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般简单。赵玄将体内所有的灵力催动，生死之力爆发，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宝剑之中。然而在这股魔威面前，依旧显得弱小无力。无奈之下，赵玄只得燃烧气血，修为实力高涨，剑气横扫而出。魔头，今天你也别想好过！赵玄手执宝剑，整个人化为一道锋利的剑芒，洞穿虚空，向着顾长歌轰去。轰卡！轰轰！强大的剑气逼近，使得空间开始扭曲变形。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直视着赵玄，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爆发，神象震欲境。嗷吼！一头顶天立地的神象出现，恐怖的力量充斥在顾长歌的体内，好似要失控一般。顾长歌双拳轰出，如同山岳般砸下。咣！一拳下去，天地轰鸣，原始真魔之威爆发，魔气直冲云霄。
这一拳蕴含着10万神像之力，与赵玄的剑气轰在一起时，爆发出了恐怖的威力。轰扑！原本霸道凌厉的剑气，却在一瞬间被湮灭，直接荡然无存。轰卡！恐怖的力量落在赵玄身上，使得他全身骨骼破碎，整个身体都是扭曲变形。轰！狂暴的魔气将赵玄笼罩，不断地侵入他的体内。扑通！赵玄手中的剑被击飞，整个人无力地跪倒在地，蚀骨的疼痛让他发出极为凄惨的叫声。放过我，放过我，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赵玄全身抽搐，魔气正在将他吞噬，他全身的血肉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那种疼痛，即便是生死境大能都难以承受。魔鬼，你这个魔鬼，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完了，我们完了！傲剑山庄的执事全部吓得面色苍白，此时瑟瑟发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顾长歌的报复会来得那么快，明明才过去了3天，顾长歌的修为竟然就突飞猛进，简直太匪夷所思了。死！顾长歌声音冰冷，手掌落下的一瞬间，魔气变得极为狂暴，直接让赵玄化为了一团血雾。噗！血雾弥漫，又一位生死境强者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当然，这只是开始。咕噜！大公子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李毅睁大了眼睛，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但下一秒，李毅便老泪纵横。他天风城死去的数千万条生命，终于能够安息了。圣臣、旭山，大公子为我们报仇了，你们看到了吗？李毅闭上老眼，泪水划过苍老的脸颊。随着赵玄的死去，留在他们体内的奴印也随之消散。多谢大公子出手相救。李毅等人跪倒在顾长歌身前，面色激动的道谢。顾长歌手握2柄魔剑，转身看向傲剑山庄上百名执事。不要杀我们！我不想死！不要！上百名执事早已是惊弓之鸟，此时被顾长歌看上一眼，便吓得面如土色。但是顾长歌岂会让他们活着？多少城池被他们屠杀，这样的正道伪君子根本不配活着。杀！魔剑挥动，而后猛然落下。扑哧！噗噗噗！魔剑落下之处，人头滚落在地，上百位执事全部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魔剑之上鲜血淋漓，但是干将和莫邪却越发的兴奋，嗜血的滋味当真是酣畅淋漓。叮！击杀驻扎在顾家的傲剑山庄长老和弟子，奖励13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小成，突破至魔尊境大成需7万杀戮值，杀戮值46730。顾长歌收了魔剑，随后对着李毅等人说道：你们都起来吧，如今顾家还不是傲剑山庄的对手，虽然我救了你们，但是难保傲剑山庄再次对你们动手，你们赶紧离开，从此隐姓埋名，莫要再被抓去。闻言，李毅等人皆是磕头拜谢。多谢大公子，多谢顾家，他日顾家若有需要，我等必将万死不辞。李毅等人站了起来，随后转身离去。以他们现在的实力，留下来只会拖累顾长歌。顾长歌看向儿时生活的家园，此时却被傲剑山庄占领，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怒火。那牌匾之上竟然写着傲剑山庄4个大字，这让顾家的列祖列宗如何能够安息？顾长歌猛然轰出一拳，魔威滚滚，那牌匾瞬间被轰得稀巴烂。傲剑山庄，你们的噩梦到来了！顾长歌双眸之中泛着凌厉的杀芒，他转身离去，向着圣灵学院杀去。如今他要不断杀戮，然后积攒杀戮值，突破到魔尊境大成。只要突破到魔尊境大成，便能和生死境圆满一战，到时剑无边等人也就不足为惧了。圣灵学院早已重建好，而圣灵城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繁茂。只不过现在掌控圣灵城的却是傲剑山庄。傲剑山庄派出大长老乔顺亲自坐镇圣灵城，并且组织开采城内的5座灵脉。5座灵脉乃是圣灵学院极为宝贵的资源，现在却归傲剑山庄所有。主峰上古朴的大殿内，大长老乔顺坐于首位。在这圣灵城，他便如同土皇帝一般。如今傲剑山庄的势力范围扩大了2倍，他的权力也增大了不少。殿内有着上百名长老和执事，其中生死境修为就有不下5位。乔顺看向众人，询问道：5座灵脉开采的如何了？回大长老，基本的开采工作已经部署完成，接下来便能为山庄源源不断的提供灵石了。其中一位长老走出，对着乔顺汇报道。乔顺点了点头，随后眼珠轻转，暗示道：圣灵城的重修和发展也需要灵石，你们记得留一些。闻言，几名长老岂能不知道乔顺的意思，当即便是点头道：大长老放心，全都吩咐妥当了。哈哈，
如此甚好。乔顺心情极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轰，轰噗，啊啊，噗嗤！就在这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阵阵巨响，恐怖的魔威笼罩了天地，降下一道道毁灭般的恐怖攻势。圣灵城中，傲剑山庄的弟子全部被轰杀，根本无处躲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繁茂的圣灵城竟然在短短片刻时间便成为人间炼狱者。这股魔威，顾长歌那个魔头杀过来了。怎么可能？老二不是在天宝楼外镇守着吗？快，随本长老出去，将那魔头斩杀。乔顺眉头一皱，脸色凝重，他提剑杀出，身后跟随着几百名长老和执事。轰隆隆，乔顺等人刚刚走出大殿，下一秒大殿便被恐怖的攻势击中，直接化为了齑粉。顾长歌黑发飘舞，衣袍挥动，手执两柄魔剑，恐怖的威压独断万古。傲剑山庄的杂碎，滚来受死！顾长歌怒喝一声，天地都在颤抖。原本晴空万里，却在此时化为无尽的黑暗，魔气肆虐，黑暗永恒。在这强大的魔威面前，乔顺等人竟然感到无比的恐惧。你这魔头，竟然屠我傲剑山庄数万弟子，你死定了！老夫绝对会让你付出代价！乔顺气得面色惨白，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直冲云霄，欲要冲破这恐怖魔威。大长老，这魔头为何能够出天宝楼？二长老他们不是在镇守吗？对啊，以二长老的实力，抹杀这魔头不是轻而易举吗？太诡异了！众人面色疑惑，议论纷纷。他们还以为顾长歌的修为停留在魔尊进入门，所以认定二长老乔伟能够将顾长歌击杀。你们的二长老已经死在了我的剑下。顾长歌面无表情地说道。闻言，乔顺眉头一皱，当即暴喝道：魔头，休要大言不惭！我二弟乃是生死境大成修为，比老夫也弱不了多少，你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乔顺自然不相信顾长歌能够杀他二弟。呵呵，是吗？顾长歌冷笑一声，而后缓缓落地，手握魔剑向着乔顺等人走去。步万剑穿心大阵，诛杀这魔头！数百名长老和执事纷纷祭出自己的宝剑，更有无数剑气化为利剑，数以万计的利剑笼罩了天地。剑阵形成之后，5位生死境修为的长老来到阵脚，用以稳固大阵。其他长老、执事则是位于剑阵中央，使得剑阵爆发出极为霸道的杀芒。嗡嗡，魔头，受死！众人齐声怒喝，剑阵肆虐九霄，向着顾长歌镇压而去。乔顺嘴角噙着一抹得意的笑容，这剑阵一旦凝聚而出，即便是生死境大成的武修，一时半会都难以破阵。他倒要看看这顾长歌如何破阵，螳臂挡车罢了。顾长歌表情淡漠，双眼变得血红。螳臂当车，魔头，休要大言不惭！受死！5位生死境长老齐声怒喝，万剑穿心大阵猛然袭来，使得顾长歌所在的空间都是扭曲变形。轰！就在这时，顾长歌体内的混沌剑体绽放出璀璨的神芒。五行剑意聚，顾长歌手中的2柄魔剑高高举起，五行剑意汇聚而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相生相克，完美融合丝。这是五行剑意？怎么可能？你竟然领悟了五行剑意！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如同见鬼了一般。就连乔顺此时都愣在了原地，他穷其一生也因为剑道天赋有限，仅仅领悟了2种剑意。然而顾长歌竟然领悟了完整的五行剑意，这还是人？一剑定生死！顾长歌纵身一跃，血色大魔张牙舞爪，魔剑猛地斩出，血红剑斩横贯天穹，镇压万古。五行剑意融合在剑斩之中，爆发出灭世般的恐怖威力。这一剑让谁死，那便绝对不可能生还。咣！一剑落下，原本坚不可摧的剑阵，此时却开始剧烈颤抖，并且剑芒暗淡。啊啊！噗噗噗噗！位于阵脚的生死境强者，此时被剑斩轰得吐血不止。轰卡！不出1分钟，整个剑阵开始出现裂纹，而后直接破碎，化为乌有。轰噗！数百名长老、执事全部被轰成了渣渣，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这是彻彻底底的杀戮。就在几天前，傲剑山庄还趾高气扬，然而还没过去多久，顾长歌的报复就到来了。不，这不可能！你怎么会领悟完整的五行剑意？难道二弟真的死在了你的手中？乔顺面色大变，刚才那道剑斩，即便是他也很难接下。如果他的二弟乔伟正面承受那一剑，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他恨啊，他们一家3兄弟，2人都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魔头，我要你偿命！傲剑诀，乔顺如同疯了一般杀出，生死境大成修为隐隐到达了巅峰之势。如果不死的话，很快便能突破到生死境圆满。
但是顾长歌明显不会给他活命的机会。吃吃，凌厉的剑芒肆虐，其中蕴含着2股剑意。想杀我，你还不够格！顾长歌凝聚5行剑意，更有混沌剑气，大荒圣威，原始真魔之威爆发。轰！嗷吼！血色大魔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愤怒咆哮，魔剑轰出，地气之威浩浩荡荡。咣！轰扑！魔剑所过之处，乔顺的剑势剑气竟然全部都被摧毁，消失的荡然无存。这怎么会？5行剑意，这便是5行剑意的恐怖吗？乔顺感觉头皮发麻，如果不是修为深厚的话，他早已经被灭了。魔剑势如破竹，眼看就要落在乔顺的眉心。剑斩乾坤，魔头，老夫要与你同归于尽。乔顺使出最强剑道神通，生死之力爆发，手握宝剑，撼动乾坤，以视死如归的态度向着顾长歌轰去。轰隆隆，乾坤之威震动九霄。这一剑，乔顺发挥出了自己最强的水平，即便是生死境圆满的大能，在这一剑面前也要暂避锋芒死。然而顾长歌依旧面色淡漠，双目血红的他同样杀出，血芒滔天，魔气滚滚，好似无可匹敌一般。上苍劫光，剑芒肆虐而出，接着直接照耀整片天穹。刺眼的剑芒让人短暂失明。这剑芒蕴含着5行剑意、大荒圣威、原始真魔之威、混沌剑气以及10万神象之力，此等威力堪称灭世。这好恐怖！世间真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吗？乔顺感到头皮发麻，他已经很强了，但是顾长歌的力量却更加变态。他心里恐惧不已，他已经在后悔了。他们根本就不该招惹顾长歌，因为顾长歌将会是他们所有人的噩梦。茫茫天穹之上，突然降下一道剑光，这道剑光刺眼无比，即便是太阳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并且他的速度极快，沿途的虚空快速破碎，爆发出刺耳的轰鸣声。不要！乔顺整个人面色惨白，他瞪大了眼睛，那道剑光在他眼里越来越大。轰！最终剑光落下，好似一个星球坠落。轰隆隆，剑光与剑斩相撞，2股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惊天轰响。下一刻，剑斩竟然直接被剑光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你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乔顺整个人石化在了原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他的最强一击，即便是生死境圆满修为的大能都要暂避锋芒，然而却被顾长歌这一道剑光直接湮灭。顾长歌的力量根本就不是乔顺所能战胜，下去跟你那2位兄弟团圆吧。顾长歌面色冰冷，血红的双眼泛着凌厉的杀芒。轰！不要杀我！不！乔顺发出一声惨叫，而后整个人直接被剑光吞没，血雾弥漫，一位生死境大成的强者就此陨落。顾长歌沐浴着鲜血，这种嗜血的滋味让他百般享受。乔顺、乔伟、乔乐3兄弟全部死在了顾长歌手中。傲剑山庄这次的损失可谓是重大。丁，击杀傲剑山庄长老及弟子，奖励2万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小成，突破至魔尊境大成需7万杀戮值。杀戮值66730。系统的声音传来，顾长歌现在已经拥有了6万多杀戮值，只要积攒到7万杀戮值，便可突破到魔尊境大成。一旦突破到魔尊境大成，那么便可越级斩杀生死境圆满的强者。继续杀戮吧。下一站，风清门。顾长歌面色凌厉，双眸微眯，射出2道冰冷的杀芒。风清门旧址被飞龙门所吞并，飞龙门派出了副门主程明坐镇风清门，欲要将其打造成飞龙门的一个分部。当初在天宝楼外，程明和张胜2人分别代表飞龙门和天玄圣地，口口声声说要替天行道，铲除顾长歌这个魔头。在这之前，顾长歌从未得罪过飞龙门和天玄圣地，这2个无耻门派不过是想要吞并一些地界，从而打着正义的旗号对付顾长歌。事后堂而皇之的吞并了天剑宗、风清门等所在地界。顾长歌施展魔浪断魂步，直接遁入虚空，可谓是瞬息万里。风清门外，此时有着飞龙门的长老和弟子镇守。城墙之上，风清门3个大字也被改成了飞龙门。此次3大超级势力不费一兵一卒，便将昔日4大一流势力和圣灵学院的地界吞并，可谓是坐收渔翁之利。只是他们不知道灾难已经来临。轰隆隆，突然天空雷声滚滚，原本晴朗无云，却在此时被黑暗遮蔽。什么情况？怎么天突然就黑了？这气息有点诡异。不好，这是魔气！快看，那是魔头顾长歌！
城门外的长老和弟子看向天穹，那里出现一位黑袍少年，他身形魁梧，面容俊逸，但是双眼却血红无比，一头黑发随风舞动，一呼一吸都能牵引天地大势，宛如一尊灭世大魔。死！顾长歌如同命运之神，此时声音低沉的喝道：轰！声音刚刚落下，魔气便是爆发，原始真魔之威笼罩整个风清门，血色大魔张牙舞爪，向着众人撕去。嗷吼！噗噗噗！魔鬼，你这个魔鬼，不要杀我！噗嗤！城门外，城门中，血色大魔所过之处，遍地都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他们被一分为二，或者心脏被捏爆，亦或者是肠子都被扯出，实在是触目惊心。发生了什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能告诉本门主？正在修炼的副门主程明走了出来，然而他却看到尸横遍野，血雾弥漫，让他隐隐间有些想要作呕。他实在想不明白，在这青州究竟是谁竟然敢动他飞龙门的人？你不是要替天行道铲除我吗？现在机会摆在你面前，来吧！顾长歌如同鬼魅般出现，全身溅满鲜血，魔爪之上同样鲜血淋漓。死！顾长歌！程明被这一幕吓了一跳。是我，你心心念念想要杀的我！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程明，滔天魔威向着他笼罩而去。轰轰轰！魔威滚滚，如龙似虎，虚空竟然脆弱的如同玻璃般炸裂，好恐怖的气息！你突破了！程明眉头一皱，他不敢犹豫，当即召唤出自己的法器，乃是一柄足足有着万斤的大锤。开天！程明使出全身力量，砸出一锤。咣！这一锤落下，强大的攻势搅动的天地风云变幻。轰隆隆！踏踏踏踏！然而也仅仅只是轰散了魔威，并且他整个人还接连倒退，脸色有些许苍白。顾长歌的力量竟然变态到了这种地步！不，你的力量怎么会如此恐怖？程明目露恐惧，他也只是生死境大成修为，根本不是顾长歌的对手。程明不敢犹豫，掉头就跑。他又不傻，顾长歌在魔尊境入门便能击杀生死境小成的强者，如今突破到了魔尊境小成，自然能够击杀生死境大成。吃！程明用尽全身力量遁入虚空，想要快速逃离此地。这里简直就是地狱！想跑？你感觉可能吗？给我留下！顾长歌仰天怒吼，这一刻原始真魔之威、混沌剑气、大荒圣体、神象之力皆是爆发。轰隆隆！恐怖的力量震动四海八荒、九天十地，空间直接凝滞，就连时间好像都静止了一般。不！程明整个人也停滞在了虚空之中，死亡的恐惧涌上心头，使得他失声大喊。然而一切已经晚了。跑啊！你怎么不跑了？顾长歌用戏谑的目光打量着程明，在他眼里，程明不过是个待宰的羔羊罢了。恐怖的魔威肆虐天地，方圆数百里的空间皆是被封锁，程明根本无处可逃。可恶！短短几天时间，你怎么可能突破？程明后背发凉，如果顾长歌仅仅是魔尊境入门，那么他有把握将其击败。但是魔尊境小成修为的顾长歌，程明根本就不是对手。你不是要替天行道吗？来啊！顾长歌手中出现两柄魔剑，地气之威瞬间横扫而出。踏踏踏踏！程明被震退了数百步，此时一脸恐惧地望着顾长歌。地气？你竟然拥有地气？程明面色苍白，他内心充满了恐惧，但是在死亡面前，他不想坐以待毙。魔头，你确定要与我飞龙门不死不休吗？在这青州得罪了我飞龙门，就等同于死。程明手握神锤，对着顾长歌威胁道。他以为飞龙门能够震慑到顾长歌，不死不休。哼，飞龙门不是已经和我不死不休了吗？刷刷！顾长歌的双眼一寒，整个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成百上千道残影浮现，更有魔气杀芒轰出，好恐怖的身法！程明吓得身躯一震，随后不敢犹豫，当即轰出一锤。生死境大成修为气息爆发，吸引天地大势源源不断地灌输到神锤之中。咣！混蛋，给我停下来！程明疯了一般砸出神锤，欲要将顾长歌挡下。恐怖的攻势如同波浪一般席卷而出，若是同境界午休，只怕早已被逼退。然而顾长歌手执两柄魔剑，魔气滚滚，势如破竹。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五行剑意聚，金木水火土五行剑意齐出，刚柔并举，完美融合，化为恐怖的剑势，剑意冲天，遮蔽天穹。死！五行剑意，你领悟了完整的五行剑意？这怎么可能？程明双眼圆睁，整个人直接石化在了原地。一剑定生死。五行剑意达到鼎盛之时，
顾长歌劈出一剑，这一剑让你死，那你就不可能生还。死亡的气息笼罩而来，程明被吓得面如土色。不，我不能死！雷霆暴击，程明整个人暴走，如同雷神一般，手握神锤从天砸下，雷霆滚滚，神锤浩荡。咣！这一锤威力十分强大，然而在顾长歌这一剑面前，依旧不堪一击。噗！攻势直接被湮灭，程明瞬间皮开肉绽，剑斩从他身上劈过。嗤嗤！剑斩过后，鲜血飙射，后方的宫殿更是直接化为齑粉。程明站在原地，双目圆睁，下一秒身体直接一分为二。轰隆！接着程明身体发生了爆炸，化为漫天的血雾。死了，又一位生死境大成的强者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叮！击杀飞龙门长老及弟子，获得2万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小成，突破至魔尊境大成需7万杀戮值，杀戮值86730。顾长歌收敛魔气，踏着遍地的尸体向着城外走去。如今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那就是前往天剑宗旧址，击杀驻扎在那里的天玄圣地大长老张胜。而顾长歌的杀戮值已经足够突破到魔尊境大成了，但是他准备完成最后一个任务，回到天宝楼再进行突破。天剑宗旧址，此时一座座新的建筑同样拔地而起。顾长歌来到之后，滔天魔威直接降下，轰！轰隆隆，魔威滚滚，血魔怒吼，降下无尽的怒火。魔头顾长歌杀过来了，快跑！不要杀我啊！城内天玄圣地的长老和弟子全部难逃一死。顾长歌此行前来便是为了屠城，这群正道伪君子统统都得死。顾长歌，是顾长歌，你怎么来了？张胜目光恐惧地望着那道黑袍身影，他知道傲剑山庄派了强者在天宝楼外，顾长歌怎么可能出得了天宝楼？张胜！顾长歌血红的双眼紧盯着张胜，正是这家伙在数天前口口声声要将他击杀。顾长歌，你疯了！你会遭到我天玄圣地的疯狂报复。张胜目光恐惧，因为在顾长歌这股威压面前，他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只能说明顾长歌的修为再次突破了。死！上苍劫光！顾长歌早已使出了耐心，双手紧握魔剑，整个人立于天穹之上，这一剑劈出，剑光遮蔽了整个天穹。张胜双眼失明，他忍受着剧痛，使出最强一道神通万象佛杀。嗷吼！金光普照大地，圣象仰天咆哮，给我灭！顾长歌这一剑落下，剑光瞬间遮蔽了金光。嗷！那头圣象直接就被分尸，接着剑光将张胜吞没在内。魔头，你不好死！张胜凄惨的咆哮，下一秒便化为了乌有。死了，死得不能再死！顾长歌仅仅用了几分钟，便将一座城池屠灭。今天他整整屠了4座城池。叮！击杀天玄圣地长老及弟子，获得2万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小成，突破至魔尊境大成需7万杀戮值，杀戮值106730。顾长歌望着信息面板，眼中浮现一抹火热。他现在的杀戮值已经足够突破到魔尊境大成了，想必3大超级势力很快就会抓狂了。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随后顾长歌不再停留，当即遁入虚空，向着天宝楼飞去。青州傲剑山庄守魂殿内，一名长老正在打盹。轰卡！突然10几颗守魂石毫无征兆的破碎，正在打盹的长老猛然惊醒。发生了什么？这是大长老、2长老、7长老守魂石都破碎了。完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长老吓得面色惨白，他大气不敢喘一口，当即向着主殿跑去。庄主，出大事了！长老来到主殿，直接跪倒在地，整个人大汗淋漓，面色惨白。殿内的长老全部疑惑地望去，守卫之上，庄主见无边同样眉头一皱，发生了什么？让你如此大呼小叫？庄主，大！这名长老太过于激动，此时语气颤抖，根本说不出来。难道是大长老？见无边紧皱眉头，猜测道：对，大长老、2长老、7长老，他们的守魂石全部破碎了。闻言，殿内的长老、执事全部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大长老、2长老
守魂石全部破碎，他们都死了。这怎么可能？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对傲剑山庄的大长老下杀手？你说大长老死了？剑无边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狂暴的剑气罡风横扫而出，轰隆隆，整个大殿都是摇摇欲坠。谁干的？剑无边怒声喝道。守魂殿的长老吓得全身发抖，随后他消耗灵力凝聚出一道影像，正是手握魔剑的顾长歌。顾长歌，竟然是他！怎么可能？短短几天时间，他如何能够击杀生死境大成？剑无边怒不可遏，一名生死境大成，一名生死境小成，还有10几位生死境强者，全部死在了顾长歌的手中。顾长歌，本庄主若不杀你，此生誓不为人。剑无边双拳紧握，眼中凶光毕露，怒声喊道。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天玄圣地和飞龙门。顾长歌屠杀3大超级势力的长老及弟子，使得3大超级势力伤亡惨重。如今3大超级势力可谓是元气大伤，整个青州为之震动。又是顾长歌。虽然顾家被逼得全员迁徙，但是顾长歌依旧没忘记复仇。3大超级势力，这是要步圣灵学院的后尘啊！天宝楼外，一道全身沾满鲜血的身影走来，落日余晖洒下，将他魁梧的身影打在了地上。顾长歌又何尝不向往光明呢？但是那些所谓名门正派却根本不给他机会，他们只想弄死顾家，遏制顾家的崛起。顾长歌的心早已像树一样，树越是向往高处的光亮，他的根就越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的深处进发。杀戮只是为了更好的看到光明。顾长歌步入天宝楼，却感到一股大儒之气，这是二弟在突破大儒境界。顾长歌望去，发现那道大儒气息正是来自顾长青所在的房间。大儒境界相当于武道的生死境，没想到二弟已经在突破大儒境了，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漫长。另外一处，顾安澜也在突破，虽然只是冲击飞升境大成，但是以他14岁的年纪，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了。顾公子，你回来了。古雅的阁楼之上，赵嫣然笑着看向他。顾长歌对着他点了点头，这些日子有劳赵小姐了。哈哈，能够帮助到顾家，那是我们天宝楼的荣幸。赵嫣然笑靥如花，声音甜美。顾长歌对赵嫣然这个人还是充满了好感，日后若有需要，他也一定会对天宝楼鼎力相助。顾某还有些事，便先回去了。顾长歌拱手说道。顾公子先去忙吧。赵嫣然笑着回道。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便回了自己的房间。他如今杀戮值已经积累够，足以突破到魔尊境大成了。望着顾长歌的背影，赵嫣然的一双美眸有些迷离。这个少年虽然只有18岁，但是道心却非常的坚定与成熟，就好似一位前辈般。张老，他今天出去都干了什么？赵嫣然好奇地问道。张顺一双老眼布满震惊，他也是刚刚得知顾长歌这一天的行动轨迹。回小姐，顾公子将驻扎在顾家、圣灵学院、风清门的所有长老和弟子都杀了个遍，整整屠了4个城池。如今3大超级势力已经在抓狂了。张顺语气激动地回道。闻言，赵嫣然虽然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是依旧被吓了一跳。短短1天时间，屠了4座城池，那些长老之中不乏有着生死境大成的强者，他竟然全杀了。赵嫣然俏脸惊讶，语气震撼。这般战绩，即便是中州那群天骄也比之不过。小姐所说果然不假，这顾公子只要半路不夭折，今后必然能够站在仙域之巅。张顺现在对赵嫣然的话已经深信不疑，因为顾长歌无论是天赋亦或是实力，都让人感到震撼。他那二弟也是个恐怖存在。赵嫣然美眸微眯，目光落在了顾长青所在的房间。17岁的大儒实在是罕见啊！张顺同样震撼地说道。这一门三子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全部都是绝世妖孽。那骆家若是得知顾小友他们的天赋如此惊艳，不知道会不会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张顺眼珠轻转，八卦道。当时骆家可是极力排斥骆颖彤和顾元宏在一起，甚至看不起顾家，但是骆颖彤却执意要嫁给顾元宏，为此不惜舍弃一身高贵血脉。你错了，骆家一向心高气傲，就算顾公子他们的天赋再妖孽都好，骆家都不屑正眼看一下，甚至还会想要杀了顾公子他们。因此青州这边的事最好不要传到中州。骆家现在只是认为顾长歌是个废人，他的二弟是个书呆子，所以才没有计较罢了。赵嫣然语气郑重地吩咐道。是，小姐。张顺这才恍然大悟，同时他对小姐也更加高看了一眼。以小姐的心性，同样不符合20岁出头的年纪。轰！嗷吼！就在赵嫣然和张顺谈论的时候，顾长歌所在的房间魔气突然爆发，血色大魔撕碎天穹，恐怖的魔气竟然不断暴涨。赵嫣然和张顺都是被吓了一跳，
随后目光皆是望去，这是顾公子又突破了，昨天才突破，今天又迎来了突破，这是魔鬼吧？赵嫣然和张顺对视一眼，两人的表情都是凝固了下来。这在他们看来简直就不可能啊！完全没有修炼瓶颈的吗？恐怖的魔气笼罩整个天宝楼，纵然是楼主张顺，此时都感觉到了一股致命的威胁。魔尊境对应武道的轮回境，然而小友突破到魔尊境大成之后，战力竟然和生死境圆满不相上下。张顺一脸震撼，双眼之中满是不可置信。顾长歌的战力竟然能够跨越一个大境界，实在是变态。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还有五行剑意，顾公子随便拿出一张底牌，都足以震动整个青州，即便是在中州，也不输任何一位天骄了。赵嫣然有些失神地看向顾长歌所在的阁楼，没想到在这灵气贫瘠的青州，竟然会出现一尊如此妖孽的魔修。修为突破之后，顾长歌用了3天时间来稳固境界。天穹之上的血色大魔张嘴一吸，无穷无尽的魔气便归于顾长歌体内。呼，顾长歌呼出一口浊气，血红的双眼闪着凌厉的金芒。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大成，突破至魔尊境圆满需9万杀戮值，杀戮值3673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魔浪断魂步、神象镇狱境、一剑定生死、上苍劫光、4象镇杀术、五行剑意。武器法宝干将、莫邪、魔奴、周一航。顾长歌看着自己的信息面板，如今他已经顺利地突破到了魔尊境大成，体内充斥着狂暴的魔力，如同波涛汹涌的海面，随时都能爆发出恐怖的威力。剑无边，此时的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对手了。顾长歌双眸之中闪过2道冰冷的杀芒。数日之前，剑无边曾率领傲剑山庄的长老杀到天宝楼，如果不是张顺及时出手，他们顾家将会危在旦夕。如今也才过去不到10天，顾长歌已经拥有了击杀生死境圆满大能的实力。顾长歌推门而出，任由刺眼的光芒打在身上，这股暖意让他很舒服。他也向往光明，渴望温暖，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他的拳头必须足够硬，才能静谧地享受这抹温暖。顾长歌缓缓睁开双眼，随后向着父亲顾元宏所在的房间走去。房间内，顾元宏盘膝而坐，正在吐纳修炼。虽然他的天赋有限，但是他也想为顾长歌分担一些压力，因此每日每夜的修炼，渴望修为能够有所突破。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加上最近的资源丰厚，顾元宏已经隐隐触摸到了生死境的门槛。顾长歌敲了敲门，随后喊道：“父亲，您在吗？”闻言，顾元宏睁开了双眼。随后，顾元宏将房门打开，用慈祥的目光看向顾长歌：“长歌，你来了。”顾长歌笑着点了点头，很快他便感受到了顾元宏躁动的修为气息。“父亲，您这是快要突破了？”顾长歌有些吃惊地问道。以顾元宏的天赋，想要达到生死境可谓是非常艰难。顾元宏点了点头：“不错，为父这把老骨头还算争点气。如今整个顾家都靠你一人撑着，为父实在是于心不忍。而且你母亲前往中州已有大半年时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为父岂能坐以待毙？”顾元宏浑浊的老眼之中闪过一抹忧虑。闻言，顾长歌的拳头不经意间握紧。母亲前往中州，回到洛家之后，必然会被百般奚落与刁难。以洛家的高傲姿态，又岂会赐给母亲神药？顾长歌暗暗发誓，他一定要尽快变强，然后前往中州洛家，将自己的母亲带回来。父亲，这些资源给您，您将这些分配下去吧，好让家族子弟的实力有所精进。顾长歌将10几个储物戒指拿了出来，其中装满了灵石、丹药、法宝，是他这些天击杀仇人后所得，这些都是。顾元宏面色震撼，有些不敢置信。上次顾长歌拿出来的资源，足够顾家使用10年之久。如今顾长歌又拿出10几个储物戒指，其中竟然全是丹药和法宝。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将储物戒指送到了父亲手中。顾元宏接过之后，好生收了起来。这些资源足够顾家在短时间内培养一众强者。长歌，有你在，顾家何其有幸啊！顾元宏满脸欣慰，语气激动地说道。顾长歌虽然经历过修为被废，神体被挖，但是却依旧重新站了起来，而且还是这般的耀眼瞩目。父亲，我也是顾家的一份子，理应为顾家做些贡献。好了，孩儿就不打扰父亲修炼了。顾长歌淡淡一笑，而后转身离去。望着顾长歌的背影，顾元宏浑浊的老眼有些湿润。告别父亲之后，顾长歌来到了赵嫣然的房间。顾公子，你可真是神人啊，仿佛只要隔3天不见，你就能惊艳到我。赵嫣然打量着顾长歌，想到了3日前顾长歌突破所引来的异象，笑着调侃道。
赵小姐说笑了，不过是幸运罢了。顾长歌淡淡一笑，回道。闻言，赵嫣然已经习惯了顾长歌这种谦虚。幸运？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幸运的事？顾公子请坐。赵嫣然做了个请的姿势，随后倒上了茶水。两人品完茶之后，顾长歌方才直入话题。赵姑娘，不知这些天三大超级势力有没有什么行动？闻言，赵嫣然直接回道。自从你击杀了乔顺等人之后，三大超级势力便将在外的长老和弟子全部召回，然后紧闭大门。原本被三大超级势力吞并的地界，此时也荒废无人看守。如今整个青州的气氛都很诡异，大家都在传三大超级势力这是在憋大招。憋大招吗？顾长歌沉思道。以三大超级势力的脾性，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只是碍于天宝楼的实力不敢动手罢了。不过三大超级势力真正的底蕴乃是在世老祖，若是他们出手，就算是天宝楼也拦不住。他们忌惮的不过是天宝楼在中州的总部。对了，那傲剑山庄的天才剑修剑灵天好像出关了。这剑灵天可是真正的气运之子，传闻拥有混元剑胎，剑道天赋极佳，年仅20岁便领悟了3种剑意，并且修为达到了生死境小成。赵嫣然似是想到了什么，对着顾长歌补充道。闻言，顾长歌的双眸微眯，又一个气运之子吗？混元剑胎倒是不错。听到气运之子这4个字，顾长歌顿时便来了兴趣。如今他踏入魔道，可以称之为反派，而气运之子的韭菜怎么能不割呢？见状，赵嫣然眉头一挑，顾公子莫非又有大动作了？赵姑娘很快就知道了。顾长歌站了起来，随后转身向着门外走去。望着顾长歌离去的背影，赵嫣然越发感到好奇。如今那傲剑山庄已经紧闭大门，难不成顾长歌还能溜进去？这不就相当于羊入虎穴吗？出了天宝楼之后，顾长歌施展魔浪断魂步，直接遁入虚空，消失不见。青州傲剑山庄，此时城门紧闭，就连护庄大阵都是开启。虚空之中，顾长歌将百变冰蚕面具戴上，而后摇身一变，竟然化为剑无边的模样。不仅外貌一模一样，就连气息都是完美的复制出来。做完这一切之后，顾长歌从容淡定地向着傲剑山庄走去。庄主，拜见庄主。城门上数十位执事大吃一惊，而后赶紧打开城门迎接。由于修为气息和剑无边的一模一样，顾长歌并没有受到护庄大阵的排斥。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进入了傲剑山庄。灵天如今在哪呢？顾长歌对着几名执事问道。闻言，几名执事一愣，感到有些疑惑。神子见灵天出关以后，不是前往造化池醍醐灌顶了吗？这么重要的事，庄主难道也能忘？虽然心里很是疑惑，但是他们并不敢表现出来。回庄主，神子大人如今在造化池醍醐灌顶啊。一名执事恭敬地回道。造化池啊，看我这记性，竟然把这件事都给忘了。走吧，你随本庄主前往造化池看看。顾长歌轻咳一声，随后正色道。我……那名执事有些受宠若惊。对，就你。走吧，前往造化池。顾长歌点了点头回道。顾如。那名执事激动地吞了吞口水。高高在上的庄主竟然邀他一起前往造化池，看来他是要发达了。其他执事皆是羡慕的望来，心想自己怎么没有这运气啊？小的这就随庄主前往造化池。那名执事不敢犹豫，当即走了出来。嗨嗨，你走前面。顾长歌再次轻咳道。小的不敢。那名执事吓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有什么不敢？这老大不都应该走在后面吗？前面乃是一群保镖开路，你懂不懂规矩？顾长歌冷声呵斥道。闻言，那名执事吓得全身发抖。庄主教训的是，小的这就走前面。那名执事战战兢兢地走到前来，随后为顾长歌引路。等到两人离去，众人这才发出了羡慕的声音。我日，那可是庄主啊！铁林真是走了狗屎运，竟然被庄主看中了。还好我和铁林关系不错，等到他高升之后，我也能沾沾光。雾草兄弟，你看今晚还缺暖被窝的吗？滚犊子，老子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今晚记得洗干净一点再来。对于众人的议论，顾长歌和那名执事自然听不到了。造化池位于一座山谷内，其中乃是精纯的灵液，这些灵液都是傲剑山庄历代老祖陨落后所产生，可谓是弥足珍贵，同样是山庄的底蕴之一。庄主，造化池便在前面了。那名执事低头哈腰地说道。闻言，顾长歌点了点头。前方灵气浓郁，异象横生，确实是一处洞天宝地。你先回去吧，等到后面本庄主自然会提拔你。顾长歌拍了拍那名执事的肩膀说道。闻言，那名执事激动的嘴角上扬，恨不得整个人都要飞上天。多谢庄主。铁林愿为庄主上刀山下火海。噗！
然而铁林话还没说完，下一秒便化为了血雾。顾长歌面无冷峻，头也不转地向前走去。山谷前有着2名长老坐守，修为皆是达到了生死境小成。庄主，老奴拜见庄主。2人当即上前行礼。他们没想到庄主竟然亲自赶来了。顾长歌点了点头，你们下去吧，本庄主亲自来为凌天护法。闻言，2名长老也不犹豫，直接便是回道：是庄主。2人躬身退下，没过多久便消失不见。之所以不杀他们，那是因为这2个长老在傲剑山庄地位崇高，在守魂殿内留有灵碑，若是杀了他们，很可能会打草惊蛇。顾长歌向着山谷望去，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气运之子，他顾长歌又来割韭菜了。混元剑胎很快便要易主了，这才是反派应该干的事。顾长歌缓缓步入山谷，一方小池塘之中，一位面容清秀、长相帅气的青年正在修炼。四周的灵液疯狂地涌入到青年体内。青年身怀混元剑胎，此时熠熠生辉，霸道无匹的剑气横扫而出，更有3股剑意汇聚。这少年本身就像是一柄利剑，混元剑胎果真名不虚传。青年很是警觉，当即就发现了身后的动静。凌天莫要惊慌，是为父。顾长歌老气横秋地说道。见凌天双眸缓缓睁开，2道凌厉的剑光一闪而逝。父亲。见凌天转过身子，感到有些疑惑，自己父亲怎么有空来造化池了？凌天，还不快来拜见为父？顾长歌双手附在身后，一脸慈祥地笑道。见凌天确认过后，发现此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他也不再犹豫，当即上前行礼，见过父亲。父亲事务繁忙，怎么有空来造化池看孩儿修炼啊？见凌天疑惑地问道。最近剑无边因为魔修顾长歌的事情焦虑的都睡不着觉，没想到今天竟然会来造化池。傻孩子，你对父亲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为父前来亲自为你护法。顾长歌抚了抚胡须，开启了忽悠模式。闻言，见凌天一脸的感动，甚至双眸之中已是有些湿润。父亲如此繁忙，还要挂念着孩儿，孩儿心里很是愧疚。等到孩儿突破到生死境大成，到时提剑杀去天宝楼，与那顾长歌决一死战，扬我傲剑山庄威名。见凌天目光坚定，语气凌厉地说道。闻言，顾长歌在心里暗暗发笑，就你还决一死战？哈哈哈，不愧是为父的好儿子，为父深感欣慰啊。顾长歌开怀地笑道。但是下一秒，顾长歌便准备下杀手。如今见凌天对他彻底放松了警惕，想杀他简直轻而易举。父亲，我好像与这造化池中的神莲有了感应，相信要不了多久，神莲便会认主于我。神莲乃是我傲剑山庄先祖所留，如今过去了数万年，终于被孩儿感应到了。就在下一秒，顾长歌突然收了手。神莲认主，不愧是气运之子啊，这是有大机缘了。既然是来割韭菜，那自然要让韭菜长得旺盛了再割最好。哈哈哈，好，好啊，那为父便在这里为你护法，祝你成功收服神莲。顾长歌大声笑道，而一抹火热在他双眸之中快速闪过。多谢父亲，孩儿定当竭尽全力，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见到父亲留下来亲自为他护法，见凌天心里很是感动，他面色坚定，语气自信地说道。顾长歌欣慰地点了点头，自己这个好蛋儿可真是孝顺啊，搞得顾长歌都愧疚了。见凌天再次盘膝而坐，随后吐纳功法，继续吸收造化池中的灵液。约莫5-6个时辰之后，造化池中灵光闪闪，那些绿油油的荷叶之上竟然有着大道纹路流转，原本含苞待放的莲花此时竟然完美绽放，神光熠熠，照亮整个山谷。嗡嗡，神莲绽开，有着整整12瓣莲花，天地神力自莲花中弥漫而出，天空瑞霞皑皑，地面甘泉喷涌，引来仙鹤啼鸣。众宝出世，异象横生。正在闭关的剑无边猛然睁开双眼，他向着洞府外望去。这造化神莲重现于世了，哈哈，定然是凌天引得神莲重新现世，不愧是我儿啊。剑无边面色大喜，双目火热。造化青莲那可是极品地气啊，可攻可防，简直就是天地神物。只是先祖陨落之后，造化神莲便销声匿迹，只知道在那造化池之中，但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将其唤醒。但是见凌天不同，他身怀混元剑胎，见到天赋超绝，今后必然能够证到大地，因此才将造化神莲化形。祖地中一尊苍老的身影仿佛石像般静止不动，他全身布满了灰尘，没有一丝生命气息。而他便是傲剑山庄在世老祖剑无涯。剑无涯在1000年前证到大地失败，但却并未陨落，而是常年闭关。这是造化神莲的气息。剑无涯深邃的老眼睁开，凌厉的剑芒仿佛能够洞穿万骨。
没想到凌天竟然唤醒了造化神莲，哈哈，真乃我傲剑山庄之幸啊！剑无涯欣慰地笑道。有了造化神莲之后，我傲剑山庄便有两柄地器了。剑无涯看向身旁的那柄古剑，虽然剑身上面也布满了灰尘，但是却隐隐间散发着不俗的气息，使得周遭的空气都是凝滞。此乃乾元剑，剑无涯的本命法器。当初剑无涯用它驰聘整个青州，可谓是斩杀强者无数。如今造化神莲觉醒，他傲剑山庄便有两柄地器。假日时日，傲剑山庄必然能够超过另外两大超级势力，成为这青州的至尊。造化池中，顾长歌火热的目光落在了造化神莲之上。这造化神莲乃是极佳的宝物，若是得到，必然也是一张强大的底牌。成功了，我成功了，父亲，孩儿成功了！剑灵天面色大喜，此时激动地喊道：“哈哈，乖儿子，你干得很不错。”顾长歌纵身一跃，来到了造化神莲的前方。父亲，您这是？剑灵天有些疑惑地问道。顾长歌却是一本正经地回道：“你如今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期，切不可分心。这造化神莲，为父先帮你保管。等到你突破之后，为父再将造化神莲交给你。”顾长歌说完之后，直接将造化神莲收了起来。造化神莲威力不俗，好在还没有认主，此时乃是无主之物，因此并没有那么强的反抗性。闻言，剑灵天点了点头，还是父亲想的周到，是孩儿鲁莽了。这造化神莲由自己的父亲保管，剑灵天自然不担心。好啦，你快些吸收灵液，然后着手突破，有为父帮你护法，谁也干扰不到你。顾长歌对着剑灵天嘱咐道。是，父亲。剑灵天当即回道。而后剑灵天继续盘膝修炼，四周的灵液向着剑灵天快速汇聚，而后被他源源不断地吸入体内。顾长歌在寻找最佳的时机，等到剑灵天突破的时候，也就是他最虚弱的时候，当时直接给他来上致命一击。在这傲剑山庄不能发生太大规模的打斗，否则将那老祖剑无涯引来，顾长歌就完蛋了。剑无涯虽然渡劫大帝失败，但既然活了下来，那么就必然触摸到了大帝的门槛，就算是一名半帝，也绝对不是顾长歌所能应付。一切要最稳，以稳为主。约莫2天过后，剑灵天的修为气息达到了顶峰。他现在乃是生死境小成，修为气息却已达到巅峰，随时都能突破到大成境界。父亲，我要准备冲击生死境大成了。剑灵天面色自信地说道。他乃是气运之子，出生没多久便觉醒了混元剑胎，10几岁便领悟了第1种剑意，如今更是领悟了3种剑意。想要突破到生死境大成，对剑灵天来说并不难，甚至轻而易举。他的目标乃是大地境，完成老祖剑无涯所没有完成的事情。放心突破，万事都有为父在。顾长歌郑重地回道。一抹邪笑在顾长歌嘴角快速闪过，同时顾长歌已经在凝聚体内的魔力，丹田中的2柄魔剑已经蠢蠢欲动了。只要这剑灵天着手突破，那么他便可以将其一击毙命。区区生死境大成，给本神子破！剑灵天猛然喝道。轰！强大的修为气息冲天而起，混元剑胎被催动，一柄神剑横贯天地之间。好恐怖的剑气，这是神子要突破了。年仅20岁便突破到了生死境大成，哈哈哈！神子真是妖孽啊！以我们神子的天赋实力，恐怕都足以碾压那魔修顾长歌了吧？太好了，我傲剑山庄很快便能称霸整个青州了。傲剑山庄上下此时全部都激动了起来。洞府内，剑无边同样一脸欣慰。他的儿子剑灵天先是引得神莲出世，如今修为又迎来了突破，简直就是喜上加喜啊！顾元宏，你儿子虽然实力不俗，但却只是歪门邪道，与本庄主的儿子比起来，简直差远了。终有一日，我儿会提剑杀去，将那魔头顾长歌斩于剑下。剑无边咧嘴一笑，双眼之中泛着凌厉的杀芒。造化池中，天地大势汇聚而来，混元剑胎神芒绽放，凌厉漩涡成型，以剑灵天为中心席卷而出。3种剑意笼罩山谷，震碎了虚空，大地都在颤抖。正是现在，顾长歌双眼之中闪过2道凌厉的杀芒，他施展魔浪断魂步，道道残影浮现，顿时便出现在了剑灵天身后。正在突破的剑灵天眉头一皱，因为他感到背后传来一股森冷的凉意。父亲，破！突然冰凉之意传来，破开了他的攻势，将他的肉身洞穿。父亲，你！剑灵天双目圆睁，他不可思议地低头看去，发现乃是一柄魔剑穿过了他的心脏，剑身之上鲜血淋漓，他的生机正在快速消散。你不是父亲！剑灵天紧咬牙齿，他想反抗，但是一股滔天魔威突然降下，落在了他的身上。噗嗤！魔头，你是魔头！剑灵天吐出一口鲜血，眼中满是绝望。他被耍了，被耍得彻头彻尾。顾长歌已融成了他父亲的模样，
然后一直潜伏在他的身后。等到他突破的时候，也就是他最虚弱的时候，顾长歌趁机出手，取他性命。他恨，他不甘，他更加难以置信，这世间究竟有什么易容术，竟然连修为气息都能模拟出来。魔头，本神子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吾乃气运之子，你想杀我，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剑灵天面色狠毒，他怒声咆哮。气运之子，呵呵，我还天命大反派呢，多亏了你，否则我也不会得到造化神莲了。当然，你的混元剑胎也不错，我会替你好好善待他的。顾长歌咧嘴一笑，眼中浮现极致的杀意。你休想得到混元剑胎，我要与你同归于尽。剑灵天怒咬牙齿，他双眼布满血丝，体内的灵力如同化为燥热的火海，都快死了还不老实。轰扑！顾长歌一拳轰出，直接将剑灵天的丹田轰碎。丹田破碎，灵气快速逃散，剑灵天的身体直接垮了下来。啊！你这魔头，你不得好死！剑灵天紧咬牙关，灵力溃散，心脏被刺穿，死亡之意弥漫而来。之所以不立即杀了剑灵天，是因为顾长歌要将他的剑胎剥夺。混元剑胎，顾长歌得到之后，战力必然也会大涨。从今往后，你的混元剑胎归我了。结！顾长歌发出刺耳的笑声，他催动魔力，随后侵入剑灵天体内。啊！剑灵天发出凄惨的叫声，那混元剑胎在魔力的包裹下，向着顾长歌体内涌去。嗡嗡，神光熠熠，剑气超绝。这混元剑胎乃是得天地造化的神物，顾长歌明显感觉到了全身所有细胞活跃起来。叮！恭喜宿主剥夺气运之子的混元剑胎，奖励13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混元剑胎，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大成，突破至魔尊境圆满需9万杀戮值。杀戮值49730。顾长歌完美的融合了混元剑胎，如今他拥有3道神体，肉身力量可谓是达到了变态的地步，即便是肉身强大的龙族也不一定比得过顾长歌。你不得好死！魔头，你会遭天谴的！剑灵天面色绝望，他如同疯狗般怒吼道：剑胎被夺，丹田被废，他堂堂气运之子竟然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究竟怎么回事？他可是气运之子啊，不应该踩着这些魔头的尸体一步步登上武道之巅吗？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他不甘。现在你可以去死了！顾长歌邪魅一笑，而后手掌猛然落下，滔天魔气在剑灵天体内爆开。轰扑！剑灵天已是一名废人，在魔气的肆虐下直接化为一团血雾，甚至连一句惨叫都没有发出。叮！击杀气运之子剑灵天，获得15000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混元剑胎，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大成，突破至魔尊境圆满需9万杀戮值。杀戮值64730。顾长歌赶紧将造化池中的灵液打包，随后转身便是掠去。他不敢停留，因为剑灵天死后，他的灵碑很快便会破碎，到时惊动了傲剑山庄，那就麻烦了。顾长歌速度极快，向着傲剑山庄外赶去。洞府内，庄主剑无边眉头一皱，为何灵天突破的气息那么快便没了？就算顺利突破，气息也不会直接消散啊！剑无边感到有些不安，他起身向着山谷飞去守魂殿。那名长老突然被惊醒，神子剑灵天的灵碑竟然直接破碎了。这神子的灵碑碎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那名长老吓得面色惨白，他连滚带爬的向着殿外跑去。与此同时，剑无边已经来到了山谷外，他发现这里空无一人，连2位护法长老都不在。怎么回事？那2个家伙竟然没给灵天护法！剑无边的心瞬间悬了起来，他紧张的吞了吞口水，而后身形一闪，直接进入了山谷。造化池已经干涸，空气中弥漫着血雾，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魔气。这我儿在哪？剑无边如遭晴天霹雳，他双目无神，久久没有缓过神来。轰！恐怖的剑气自剑无边体内爆发，整个山谷瞬间化为齑粉。傲剑山庄所有人都被惊动，长老只是快速赶来，脸色苍白，慌张无比。庄主，发生什么事了？2位护法长老颤颤巍巍地问道。轰！突然，恐怖的剑气落下，2名护法长老直接被轰得吐血飞出。我儿呢？本庄主让你们为我儿护法，你们去哪了？剑无边面色阴沉，如同一尊煞神。
他儿子剑灵天很有可能已经死了。庄主，我们是得到您的吩咐才离去的啊。两位护法长老吓得扑倒在地，对视一眼之后，颤抖的回道：“得到我的命令。”这一刻，剑无边整个人都快崩溃了。魔头顾长歌精通易容术，昔日将4大势力耍得团团转，剑无边也是有所耳闻。这一刻，剑无边心里升起一抹不安，使得他全身都在颤抖。他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守魂殿长老的一句话，让他所有的希望破灭了。庄主，不好了，神子的守魂10岁了。守魂殿长老跪倒在地，全身颤抖地说道：“什么？我儿死了？”剑无边双眼绝望，原本硬朗的身体突然瘫软，而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所有的希望，傲剑山庄崛起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庄主见到剑无边坐倒在地，两位护法长老、其他的长老、执事全部吓得失声喊道：“庄主，保重身体啊！”两位护法长老跪着上前，语气颤抖地说道：“保重身体？我儿都死了，你让我保重身体？一群没用的东西，都给我滚！”剑无边面色狰狞，体内狂暴的剑气肆虐而出，顿时天旋地转，如同末日降临。轰！阿噗！狂暴的剑气扫出，两位护法长老直接吐血飞出。没有杀你们，已经是对你们最大的仁慈了。好好为我忏悔！剑无边站了起来，眼中闪过2道凌厉的杀芒。随后，剑无边纵身一跃，脚下出现一道凌厉的剑气，直接洞穿虚空而去。魔头，我要你死！为我偿命！剑无边愤怒的声音响彻9天10地，所有人都感到后背发凉。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庄主如此生气。祖祠内满身灰尘的老者再次睁开了双眼，因为他感受不到剑灵天的气息了，而且剑无边的气息也在远去。难道灵天出事了？剑无涯深邃的老眼闪着凶芒。他已经活了60多万年，由于没能证到大地，寿命也达到了极限，每一次出手都会消耗他的生命力。他如今乃是半地修为，在剩下的不到100年时间里，他准备再次冲击大地境界，所以轻易不能出关。那魔修不过是魔尊境修为，无边应该能够将他击杀。若是天宝楼为了护那魔修对无边动手的话，那本祖只好出关去一趟天宝楼了。见无边面无表情地说道。与此同时，天宝楼楼主张顺急匆匆地向着赵嫣然的房间走去。哒哒哒，张顺敲了敲门，神色有些着急。请进。赵嫣然慵懒地靠在躺椅上，紧身旗袍将那完美的曲线勾勒而出，几乎没有男人会不心动。长老，赵嫣然美眸看向张顺，俏脸上浮现一抹疑惑。她很少看到张顺会如此失态。小姐，顾公子将那剑灵天杀了。张顺躬身说道。赵嫣然眉毛轻挑，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惊讶。剑灵天身为傲剑山庄的神子，并且连山庄都未走出半步，顾长歌是如何将他击杀的？要知道，那傲剑山庄可是有着半地级别的大能坐镇。虽然天宝楼的总部很厉害，但是在这青州，天宝楼确实不是傲剑山庄的对手。只要和地沾边的境界都非常的恐怖，远非生死境所能比。若是半地大能出手，只怕青州都会陷入腥风血雨。顾公子还将剑灵天的道胎给剥夺了。除此之外，还有傲剑山庄先祖留下的造化神莲，同样被顾公子夺走。张顺用震撼的语气说道。这一下赵嫣然彻底不淡定了。这顾长歌简直就是强盗吧，杀了人家的神子，还夺了人家的神体以及地气造化神莲，这不妥妥的大反派魔。估计剑无涯也得知了这件事，如果剑无涯出关，即便是我们天宝楼也难以将其拦下。张顺面色担忧地说道。混元剑胎、造化神莲，傲剑山庄岂会拱手相让？先别管剑无涯，他轻易不会出关。如今是要看好剑无边，估计他已经抓狂了。我们走。赵嫣然站了起来，随后向着门外走去。张顺不敢犹豫，当即喊来卜文言、孙涛，而后带上一众强者，跟随赵嫣然出了天宝楼。一处不知名的虚空，此时突然破碎。顾长歌施展魔浪断魂步，速度非常快，只要他想走，剑无边根本拦不下他。不过顾长歌刻意减缓了速度，因为此时的剑无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既然剑无边急着来送死，顾长歌自然要成全他。定，击杀剑无边，奖励3万杀戮值，额外奖励天阶高级剑道神通燕分式浪尺。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混元剑胎、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大成，突破至魔尊境圆满需9万杀戮值，杀戮值64730。系统的声音响起，顾长歌的目光顿时变得火热。只要完成了这次的任务，顾长歌便能突破到魔尊境圆满。当然，
还有额外的奖励燕分是浪齿。这道神通顾长歌可谓是非常熟悉，那位姓萧的气运之子便是凭借此招越级杀敌。没想到系统竟然有这道奖励，这倒是让顾长歌感到有些震惊。轰隆隆，噗噗噗！突然，远处的虚空毫无征兆的破碎，一股恐怖的剑气直冲云霄，好似天罚降下。魔头，哪里跑？我要你死，要你死啊！剑无边此时白发乱舞，衣袍挥动，好似他才是一尊魔。自己的宝贝儿子被杀，造化神莲被夺，剑无边没有被直接气死已经很不错了。轰！突然，恐怖的剑气袭来，直接将顾长歌笼罩在内。一道魁梧的身影出现，他手握一柄蓝色宝剑，生死境圆满修为气息若隐若现，使得天地轰鸣。想跑？魔头，你今日必死无疑！你竟敢杀我儿，那就只有死了。凌天，你看好了，为父现在便为你报仇。剑无边怒视着顾长歌，手中的蓝色宝剑挥出，恐怖的剑气轰碎虚空，就连天空都好似被一分为二。顾长歌也不慌张，而是淡漠地望着剑无边。他如今乃是魔尊境大成，比肩武道的轮回境大成，但是凭借三道圣体以及原始真魔血脉，还有种种手段，顾长歌足以跨越一个大境界，击杀生死境圆满的大能。一抹邪魅的笑容出现在了顾长歌嘴角。见状，剑无边愣住了。魔头，你笑什么？剑无边怒不可遏，如同猛兽般咆哮道：结，剑无边，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故意放缓速度，为的便是将你引来？顾长歌发出尖锐的笑声，此时一脸戏谑地说道。闻言，剑无边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故意放缓速度，引他过来？哼，真是鬼扯，难道这不是在找死吗？魔头，你怕不是死到临头脑子坏掉了吧？吾乃生死境圆满修为，追上你难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你杀了凌天，夺我傲剑山庄先祖所留的造化神莲，今日本庄主必然将你碎尸万段。话刚落下，恐怖的剑气威压便是爆发。顾长歌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力，他周身的空间都被封锁，若是肉身不够强大，直接就会被挤压成血水。但是顾长歌拥有混沌剑体、大荒圣体以及刚刚融合的混元剑胎，肉身力量早已达到了变态的地步，根本不是剑无边所能撼动。结，真是愚蠢，和你那傻狗儿子一样愚蠢。你那傻狗儿子眼神不好使，见了我就喊父亲，喊得格外亲密，说起来我都不舍得杀了他。顾长歌咧嘴笑道，每一句话落到剑无边耳中都是极大的侮辱。轰！我要杀了你，魔头，受死！剑无边怒不可遏，心底的愤怒爆发，使得他全身都在颤抖。他提剑杀出，道道残影浮现，使得虚空为之破碎。嗤！轰！剑气肆虐，剑芒凌厉，更有3种剑意轰来，以生死境圆满修为作为基础，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力量。呵呵，来得好！顾长歌丝毫不惧，眼中反而还流露出了火热的战意。干将和莫邪2柄魔剑飞出，地气之威笼罩天地。剑无边的那把蓝色宝剑顿时便被遮蔽了锋芒，在这2柄地气面前，甚至都在颤抖。这是等级的压制，地气，只可惜你修为太弱，根本发挥不出它的真实力量。虽是魔气，但经过炼化之后，同样能够为我傲剑山庄所用。剑无边紧盯着2柄魔剑，在他看来，顾长歌今日必死，而干将和莫邪则由他来继承。你哪来的自信说这般猖狂的话语？轰！原始真魔之威爆发，一头绝世大魔持聘于天地之间。紧接着，混沌剑体和混元剑胎被催动。混沌剑体恐怖如斯，混元剑胎神光熠熠，顿时便汇聚出了天地间最为恐怖的剑威。混元剑胎，你夺了我儿的混元剑胎！剑无边双眼圆睁，他脑海中已经出现了剑灵天被剥离剑胎时的痛苦画面。这顾长歌简直十恶不赦啊！死！我要你死！剑无边怒声咆哮，恐怖的剑气剑势欲要将顾长歌轰成渣渣。5行剑意聚！顾长歌怒喝一声，紧接着5种剑意肆虐而出，在混沌剑体、混元剑胎的加持下，爆发出毁灭天地的威力。咣！2股剑威相撞，惊天轰响声传来，轰隆隆，恐怖的余威横扫，剑无边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他的3种剑意以及剑气全部都被湮灭。恐怖的威力横扫而来，他将宝剑挡在身前，然而直接就被轰飞了出去，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噗嗤！剑无边发出一道凄惨的叫声，整个人砸落在了一座山峰之上。轰噗！山峰化为齑粉，将剑无边深埋在了其中。当余威落在顾长歌身上时，竟然没有引起丝毫的动静，就好像落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洞一般。不是余威太弱，而是顾长歌的肉身着实恐怖到了极点，3道圣体
以及原始真魔血脉，半地境以下午休没有能够撼动顾长歌的。咳咳，废墟之中传来了剑无边的咳嗽声。轰隆，废墟炸开，剑无边浑身鲜血淋漓，气息微弱地爬了出来。他一双眼睛恐惧地看着顾长歌，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你的肉身力量怎么会如此恐怖？剑无边心态直接爆炸，他堂堂生死境圆满修为的大能，比拼力量竟然被顾长歌死死碾压。呵呵，说起来还要多谢你那宝贝儿子呢，若不是他的混元剑胎，我的肉身力量也不会如此强大了。顾长歌满脸戏谑地说道。闻言，剑无边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杀人诛心，这顾长歌无时无刻不在激怒着他。魔头，今天就算豁出这条命，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剑无边一步跨出，虽然受了伤，但是修为气息却丝毫不减。一位生死境圆满修为的大能，远非那么轻易便被击败。但是剑无边也意识到了，这顾长歌根本没有那么好对付。顾长歌冷漠一笑，而后主动向着剑无边走去。与此同时，原始真魔之威爆发，血色大魔向着剑无边撕咬而去。一时间鬼哭狼嚎，四周仿佛直接化为人间炼狱。魔头，我要杀了你！傲剑诀！剑无边怒声咆哮，他手中的蓝色宝剑挥出，顿时有着成千上万道凌厉的剑芒横扫。轰！噗噗噗！凌厉的剑芒每次落下，都能爆发出惊天威力，血色大魔根本进不得剑无边的身。魔浪断魂步！顾长歌手握两柄魔剑杀出，魔气杀芒顿时轰来。轰轰轰！两者交锋，方圆数百里都被波及，一道道恐怖的威力爆发，地面开始皲裂，天空瞬间暗淡，好似末日降临一般。咣咣咣！铿锵！四象镇杀术！顾长歌双目血红，黑发飘舞，恐怖的魔气爆发，两柄魔剑被他疯狂砍下。对面的剑无边脚步狼狈倒退，双手被震得颤抖，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四象神术催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杀出，极致的杀伐落下。剑无边口吐鲜血，全身伤痕累累。啊啊！魔头，你不得好死！剑无边一边吐血，一边破口大骂。他心态已经彻底爆炸，堂堂生死境圆满修为的他，竟然从头到尾都在被碾压。这顾长歌简直就是变态，是魔鬼。不远处的虚空之中，赵嫣然等人瞠目结舌地望着顾长歌，他们还担心顾长歌会不敌剑无边，然而事实却是顾长歌从头到尾都碾压剑无边。生死境圆满修为，领悟了三股剑意，这般强大的剑无边竟然也被顾长歌碾压，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小姐，看来我们的担心有些多余了。张顺依旧没从震撼中走出来，此时感叹到许久之后，赵嫣然的嘴角才微微上扬。我们还是小看了顾公子，不过一旦剑无边被击杀，那么剑无涯就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也不知道剑无涯有没有气魄与我天宝楼彻底撕破脸皮。话到最后，赵嫣然美眸之中闪过一抹担忧，半地强者若是出手，天宝楼根本拦不住，但是一旦剑无涯跟天宝楼撕破脸皮，那么就要承受来自天宝楼总部的怒火，到时整个傲剑山庄都会遭殃。想必剑无涯也知道其中的利弊。张顺等人也陷入了沉思，不过就算到了最后，天宝楼也不会退缩，既然选择护下顾长歌，那自然要保护到底。一旦顾长歌彻底成长起来，到时站在仙域之巅，他们天宝楼也将跟着沾光。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投资，没有胆魄的人根本不敢涉足。剑无边，你不是要杀我吗？怎么回事？你怎么如此狼狈不堪？结，就凭你还想让我成为傲剑山庄的奴隶，还想让我妹妹嫁给你儿子？呵呵呵，不自量力。顾长歌手握魔剑，每次砍下都能使得大地颤抖。四象杀伐术不断轰出，剑无边口吐鲜血，脸色极其惨白。啊啊！顾长歌，你噗！剑无边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被再次轰飞。你可以去死了！顾长歌欺身而来，如同鬼魅一般，丝毫不给剑无边喘息的机会。只要击杀了剑无边，他便能够将杀戮值积攒到9万以上，到时便可突破到魔尊境圆满。顾长歌，你也别想好过！轰！剑无边眼中浮现一抹视死如归的杀芒，他体内的灵力变得躁动无比，整个人如同猛兽一般，燃烧气血，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剑无边已经准备孤注一掷了，剑斩乾坤。这一剑轰出，天地为之轰鸣，魔气溃散，竟然被暂时遮蔽了锋芒。这一剑的威力已经达到了生死境的巅峰，即便是同等境界的午休，正面遇上也会被斩杀。杀我？你配吗？当你对我顾家期歹心的时候，你就注定要死。上苍劫光！顾长歌暴怒，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彻底爆发，魔威冲天而起。他纵身一跃，立于天穹之上，
整个人化身为血色狂魔，遮蔽了天地，使得日月无光。恐怖的魔威镇压万古，使得所有人后背发凉，连头都抬不起。双剑劈出，剑芒浩荡，比之太阳的光芒还耀眼。这股威力如同天罚一般。什么？这世间竟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剑无边一双老眼失了神，一双瞳孔被无边无际的剑芒所充斥。轰！噗！剑无边使出全身力量斩出的一剑，竟然被直接湮灭，而后消散于无形之中。下一秒，剑光直接将剑无边吞没在内，没有惨叫，一丝声响都没有，好似时间静止了一般。然而剑芒消失过后，剑无边已经荡然无存，那一剑根本不是剑无边所能承受。叮！击杀剑无边，获得3万杀戮值，额外奖励天阶高级剑道神通燕分式浪尺。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混元剑胎、大荒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大成，突破至魔尊境圆满需9万杀戮值，杀戮值9473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魔浪断魂步、神象镇狱境、上苍劫光、四象镇杀术、五行剑意、燕分式浪尺。法宝干将、莫邪、造化神莲、为刃主、魔奴、周一行、灵宠、九幽魔蛟、小黑子。系统的声音响起，顾长歌获得了3万杀戮值的奖励，而他现在已经足够突破到魔尊境圆满修为了。咕噜，死了，剑无边就这样死了，我都还没反应过来，剑无边就已经死了。张顺等人愣住了，如同石化在了原地。顾长歌那一剑的威力，即便是张顺都自认无法接下。此时的顾长歌实力已经远在他们之上。轰！突然，整个青州毫无征兆地开始震荡，一股地威冲天而起，直接遮蔽了天地。在这股地威面前，众人都如同蝼蚁般渺小。大胆魔修，杀了我傲剑山庄的神子之后，竟然又杀了我傲剑山庄的庄主，此仇若是不报，本祖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一道苍老而又愤怒的声音洞穿万古，响彻在了青州大地之上。这是傲剑山庄的老祖剑无涯。天啊，剑无涯竟然出关了！传闻剑无涯冲击大地失败，随后都在闭关准备第2次突破，如今修为最起码也有半地吧。半地虽然不是真正的大地境，但也不是生死境所能比肩。那顾长歌竟然如此大胆，杀了剑灵天之后又将剑无边斩杀，这不是诚心惹怒剑无涯吗？快将在外的长老和弟子全部召回，然后开启护宗大阵，任何人不得插手傲剑山庄和顾长歌之间的恩怨。青州大小势力皆是被惊动，半地大能出世，只怕整个青州都会卷入腥风血雨之中。想要明哲保身，就不能多管闲事，以免沾染上因果。顾长歌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地威之后，脸色也是微变。在这股地威面前，顾长歌的力量竟然被压制，有一种无力感。想要对付半地强者，只怕魔尊境圆满修为都不够，起码也要突破到魔圣境，才能与半地强者一战。大地强者经过天道雷劫的锤炼之后，无论是肉身力量，亦或是身法速度，都已超凡。即便是半地，那也是在雷劫面前存活下来的大能，根本不是其他境界的武修所能比肩。这便是无数修行者穷其一生也想证到大地的原因。因为大地强者几乎就代表着永恒不灭。傲剑山庄上空，此时有着一道剑光冲天而起，那把古朴的宝剑此时变得锋利无比，其上的纹路高深而又复杂，闪耀着刺眼的神芒。傲剑山庄唯一的地气，乾元剑。剑无涯曾手握乾元剑，纵横整个青州。如今乾元剑重现于世，注定将会有一场腥风血雨。魔头，老夫今日必要你血债血偿。剑无涯身着一袭紫色道袍，头发花白，脸色苍老，全身散发着一股死气。他纵身一跃，手握乾元剑，立于天穹之上，天地仿佛都被他镇压，整个青州都在剧烈颤抖。半地强者终于出世了，天玄圣地和飞龙门的老祖也纷纷停止修炼，把目光看向了傲剑山庄。果然，剑无涯选择出手了。此次若是剑无涯想杀顾长歌，纵然是天宝楼也拦不住。顾长歌死后，天玄圣地和飞龙门也能除掉心腹大患。最重要的是，傲剑山庄受到了重创，此次剑无涯动完手之后，想要正道大地就更不可能了。恭迎老祖出关！傲剑山庄上下全部跪倒在地，对着剑无涯磕头迎接。剑无涯苍老的双眼看向远方，射出2道冰冷到极致的杀芒。魔头，死来！剑无涯手握乾元剑，直接消失在了天际。轰！轰隆隆！凡是剑无涯所过之处，虚空快速崩塌，久久不能愈合。恐怖的威压席卷而来，顾长歌感到一阵心悸。在半地强者面前，
他感觉到了一股无力。纵然突破到了魔尊境圆满，也不会是半地强者的对手。半地强者绝非生死境午休所能比。顾公子，我们快赶回天宝楼。在天宝楼里，剑无涯多少会有所收敛。赵嫣然悄然出现，身后乃是张顺等一众强者。不过他们的脸色都是非常凝重。所有人里面，恕张顺的修为最为强大，不过也仅仅只是生死境圆满。甚至现在的张顺都不是顾长歌的对手。顾长歌点了点头，他也深知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赶紧跟随赵嫣然他们向着天宝楼赶去。轰！轰扑！剑无涯横扫而来，速度非常快，直接在天穹之上留下一道无边无际的光线。强大的威压紧随而至，即便是一向淡定自若的赵嫣然此时都慌了神。快，加快速度，天宝楼就在前方！赵嫣然急促地喊道。望着近在咫尺的天宝楼，纵然皆是松了一口气。魔头，哪里走？轰！恐怖的剑气猛然袭来，将方圆数百里的空间都是轰得粉碎。轰卡！啊啊！数百位天宝楼的强者吐血飞出，他们都被安排在后方负责阻拦剑无涯，并且他们都是生死境修为，然而在剑无涯面前却根本不堪一击轰。一股森冷而又恐怖的剑气袭来，顾长歌眉头一皱，双眸顿时变得漆黑阴冷，终究还是被剑无涯追上来了。既然走投无路，那就只好血拼了。顾长歌准备直接突破到魔尊境圆满，然后再与剑无涯殊死一战，就算不敌剑无涯，也绝对不能让他好过。不好！赵嫣然眉头微皱，他的脚步猛然停了下来，随后快速转身，连步轻移，挡在了顾长歌身前。小姐！张顺、蒲文言、孙涛等人吓得失声大喊。若是小姐赵嫣然出事，那么他们可担待不起。顾长歌也懵了，他没想到赵嫣然竟然会舍身救他。剑无涯，你若敢动我们小姐，天宝楼绝对会让你整个傲剑山庄为之陪葬。张顺一边施展身法，一边大声喊道。乾元剑原本势如破竹，但是却在距离赵嫣然2米时停了下来。凌厉的剑气掠过，赵嫣然有着一缕发丝落下，不过好在没有受伤。小姐，您没事吧？张顺吓得脸色苍白，此时担忧地问道。赵嫣然摆了摆手，只不过心里依旧感到些余悸。刚才他也不确定剑无涯会不会直接下杀手，但是他依旧果断地挡在了顾长歌身前。他在赌，拿自己的命赌。顾长歌望着赵嫣然的倩影，眼中浮现一抹感激。赵小姐，你……剑无涯脸色凝重，眼中满是挣扎。就算今天彻底闹掰，他也不敢动赵嫣然分毫，因为赵嫣然可是总部千金，若是他出了事，傲剑山庄绝对会被直接覆灭。他今天的目的是杀顾长歌，能不得罪天宝楼自然最好。剑无涯，你找死！惊吓过后，张顺气得直咬牙，他和蒲文言、孙涛3人直接向着剑无涯动手。吃吃！然而空气凝滞，一股地威散发，张顺3人竟然再难前进半步。即便是半地修为，也绝非生死境所能撼动。只要剑无涯动一下念头，张顺等人就会化为飞灰。嗡嗡！剑无涯身后此时幻化出5道神轮，这5道神轮牵引着天地灵气，汇聚天地大势，能够爆发出天地伟力。大地强者能够沟通天地，画出9道神轮，只要催动9道神轮，便能爆发天地伟力。剑无涯正道大地失败，仅仅只是半地，因此只诞生了5道神轮。然而有着5道神轮在，力量也极为恐怖。老夫此行前来，并非针对天宝楼，而是想要将顾长歌那个魔头铲除，还望天宝楼给老夫一个面子。剑无涯老眼微眯，而后缓缓说道：本小姐要是执意保下顾公子呢？赵嫣然面无表情地问道。闻言，剑无涯眉头一皱，脸色无比阴沉。赵姑娘，你是一个商人，应该最会算账才对。天宝楼因为一个魔修与傲剑山庄闹翻，这笔账怎么样算都是亏的吧？剑无涯企图能够将赵嫣然说服顾长歌再强，现在也无法与傲剑山庄相提并论，因此剑无涯才抱有希望，认为赵嫣然会动摇。不过赵嫣然却是冷笑一声，因为顾长歌和傲剑山庄闹翻不值，真是可笑。顾长歌今后可是要站在仙域之巅，区区一个傲剑山庄又算什么？要让你失望了，今天本小姐说什么也不会让步。赵嫣然面色坚定地回道。闻言，顾长歌心里一暖，这天宝楼是真的能出。好，很好，既然天宝楼执意如此，那就休怪老夫不讲情面了。剑无涯脸上青筋暴露，面色狰狞。5道神轮横贯天地，吸收天地灵力，化为天地大势，恐怖的威压笼罩整片天穹，仿佛下面的任何人都如同蝼蚁般渺小。这剑无涯竟然真的要与天宝楼撕破脸皮。剑无涯老脸阴沉，他双眸一寒，顿时有着恐怖的地威爆发。轰卡！恐怖的地威横扫而出，
四周的空间直接崩塌破碎。噗噗噗！张顺、蒲文言、孙涛三人被直接震飞了出去。这件无涯竟然真的有魄力和天宝楼闹翻。眼看乾元剑袭来，顾长歌双拳紧握，体内的魔力开始暴动。而感，突然赵嫣然却是冷声喝道：“剑无涯，你要想好，一旦伤了本小姐，不出半个月，你傲剑山庄必然会走向覆灭。而且鱼死网破的话，你也会元气大伤，根本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冲击大地境界的机会。只要你动手，傲剑山庄轻则没落，重则覆灭，这是必然的。”赵嫣然美眸微眯，她面不改色，只是语气凌厉地说道：“吃吃！”乾元剑再次凝滞，剑无涯一双眉头紧皱。赵嫣然所说句句属实，一旦剑无涯和天宝楼闹翻，那么不出半月，傲剑山庄便会被覆灭。天宝楼总部的实力，剑无涯深知有多么恐怖，他这是在拿整个傲剑山庄的命运做赌注。不如这样，你我各退一步，我天宝楼最多庇护顾长歌1年，等到1年之后，你再找顾长歌报仇，我天宝楼绝不过问，如何？赵嫣然眼珠轻转，随后用缓兵之计说道：“以顾长歌的成长速度，1年之内绝对可以拥有比肩半地强者的实力。但是剑无涯也不傻，如果换做其他人，1年时间他根本不会在意。但是顾长歌那简直就是个妖孽变态，1年时间只怕傲剑山庄都被他灭了，最多半年。”剑无涯咬着牙齿说道：“半年时间已经是他最大的底线了。如果天宝楼不同意，那他就彻底撕破脸皮。就算傲剑山庄覆灭，那也是半个月以后的事，起码顾长歌和天宝楼先被灭。”闻言，赵嫣然犹豫不决，因为半年时间着实有些仓促，毕竟顾长歌现在才只有魔尊境修为，比之半地强者差了2个大境界啊。好，就半年。赵嫣然犹豫不决的时候，顾长歌却是走了出来，他漆黑的双眸与剑无涯对视，有着2道血红纱芒射出，那股魔威不屈不挠，狂暴凶悍，好似炼狱魔鬼。剑无涯忌惮地看了一眼顾长歌，而后便转身离去。赵小姐，半年以后老夫来取顾长歌的性命，到时还望你能遵守诺言。赵嫣然心里有些担忧，但是见顾长歌答应了下来，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老狗，到时应该是我取下你的狗头才对。顾长歌不卑不亢，面无表情地说道。剑无涯的脚步停了下来，不过随后却是冷笑一声，呵，但愿你到时候不要继续躲在女人身后。说完之后，剑无涯便撕碎虚空而去。此次虽然没有击杀顾长歌，但却起到了威慑作用。天宝楼也做出了让步，半年之后剑无涯将会再次杀来。此事很快传遍了青州，大小势力都不太看好顾长歌，因为半年时间实在是太仓促了，半地强者绝非生死境午休所能比。顾长歌虽然战力逆天，可以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但想要对付半地强者依旧有些不现实。无论外界如何质疑，顾长歌都不去回应，他现在要做的便是好好修炼。顾长歌等人回到天宝楼之后，顾家众人皆是面色担忧的跑来。大公子，您没事吧？他们也听说了半地强者追杀顾长歌的事情，因此都被吓坏了。主人，大哥。周一航、顾安澜也走了过来。顾安澜眉头微皱，他走上前再三打量，确认大哥没有受伤之后，这才放下心来。此时的顾安澜修为已经突破到了飞升境大成，15岁便修炼到了飞升境，这天赋足以和中州的妖孽比肩。小兰，放心吧，大哥没事。顾长歌笑着安抚道。随后顾元宏也从修炼中退出，火急火燎地赶来。长哥，你怎么样了？顾元宏在冲击生死境，但过程却非常的艰难和漫长。听到顾长歌被半地强者追杀，顾元宏吓得赶紧退出了修炼。父亲别担心，孩儿没事。顾长歌对着父亲说道。顾元宏体内的修为气息很是躁动，已经有了一丝生死气息。顾家的整体实力在快速提升着，但在超级势力面前依旧不够看。他们咬紧牙关，发誓要好好修炼，以后好为大公子分担。父亲，这里乃是傲剑山庄的造化神液，你们若是在神液中修炼，修为绝对会突飞猛进。顾长歌将一枚空间戒指拿了出来，里面乃是整整上千升的造化神液，顾长歌全部打包带了回来。见状，赵嫣然美眸惊讶，心中感叹这顾长歌真是土匪。傲剑山庄一代又一代老祖陨落后化成的神液，竟然被他全部搜刮走了。造化神液，顾元宏激动地接过空间戒指，其中的灵力浓郁，仅仅是触碰到戒指的瞬间，便感受到了不俗顾元宏有自信，如果能在神液中修炼，他绝对可以在半年内突破到生死境。而顾家小辈，诸如顾安澜，也绝对可能轻松突破到轮回境。至于大长老之子顾晨，二长老之子顾冠成，也能突破到飞升圆满。大长老和二长老乃是为了顾家而牺牲，顾元宏自然不会亏待了他们。
顾元宏当场将神业分掉，其中顾安澜得到的最多，顾晨和顾冠成次之，其他天赋不错的顾家弟子也全部有分到。他们面色激动，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修炼，绝对不能辜负了家主和大公子的期望。多谢大公子。以顾晨、顾冠成二人为首，顾家弟子皆是对着顾长歌道谢，面色诚恳真挚。顾长歌上前搀扶，对着顾晨和顾冠成两人说道：堂兄，我们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就见外了，你们只管好好修炼，资源交给我来收集，等我们实力足够强大，不再惧怕三大超级势力的时候，我们就返回顾家，到时你们也好给大叔叔和二叔叔守孝。顾长歌拍了拍两人的肩膀，由于走得匆忙，顾晨、顾冠成都没有时间给两位长老守孝。大公子放心，我们定然会好好修炼。顾晨和顾冠成紧咬牙关，语气坚定地回道：他们身负血海深仇，岂会懒散？若有机会，他们也想手刃仇人，为父报仇。造化神业分完之后，众人便回了自己的住所，开始闭关修炼。顾长歌也回了自己房间，他准备冲击魔尊境圆满。现在他最需要的便是实力，半年时间，他要拥有比肩半地强者的战力。房间外，周一航为顾长歌护法。顾长歌盘膝而坐，体内的魔气肆虐而出，阴森诡异，幻化为一头血色大魔。血色大魔睥睨天地，张牙舞爪，推演魔道神力。顾长歌此次要冲击魔尊境圆满，魔尊境圆满比肩武道的轮回境圆满。顾元宏修炼了一生，也不过才轮回境圆满修为。然而顾长歌修复丹田才不到2年，已经从最初的入魔境修炼到了如今的魔尊境圆满。如果是普通魔修，起码需要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修炼到魔尊境界。但是顾长歌有着杀戮系统，只要杀戮值足够，便可轻松突破，根本就不存在修炼瓶颈。系统把修为提升至魔尊境圆满。顾长歌双眸微眯，对着系统命令道：轰！突然间，魔气大爆发，血色大魔仰天咆哮，魔威滚滚，震动四海八荒，9天10地。这顾公子又突破了。精致的阁楼里，赵嫣然本在小气，但是却被这滔天魔威所惊动。他莲步轻移，来到窗台，看着那头血色大魔，心底竟充满了恐惧。那道威武不屈、睥睨天下的背影，仿佛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仅仅几天时间，便从魔尊大成突破到了圆满境界。赵嫣然语气震撼的喃喃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他万万不敢相信顾长歌的魔道修为会突破的这般快。无论是魔道亦或是儒道，其实比之武道都更加的艰难。因为武道有着诸多大能开路，已经非常的成熟，只要天赋不差，修炼起来都不会很难。但是魔道和儒道却相当于独木桥，唯有大天赋者才能修炼到巅峰。顾家三兄妹各自代表了魔道、儒道、武道，并且以他们三兄妹的天赋，今后很可能会站在魔儒武三道之巅。想一想，当真是不可思议。若是骆家得知后，恐怕表情会很丰富吧。赵嫣然在心里暗暗想到。骆家身为8大古族之一，血脉极其强大，这也导致他们非常的高傲。当初骆颖彤要嫁给顾元宏的时候，骆家极力反对，甚至还想一举覆灭顾家。但是在骆颖彤的极力坚持下，骆家将他的血脉剥夺，使他沦为一名凡人。而骆颖彤宁可被剥夺血脉，也要嫁给顾元宏的行为，一度被整个中州的人嗤笑。但是当赵嫣然看到骆颖彤的3个孩子后，他知道今后所有人都会被打脸。当然，赵嫣然也只是在心里想想，他肯定不会把顾家三兄妹的事情传回中州，否则以骆家的脾性，绝对不会留3个隐患存活于世。在没有绝对的实力前，一定不能暴露所有底牌，否则将会输得很惨。轰！天穹之上，血色大魔的气息越发恐怖，四周的虚空皆是崩塌破碎。不知过了多久，阴森恐怖的魔气方才消散。房间中，顾长歌紧闭的双眸缓缓睁开，2道凌厉的杀芒闪过，使得整个房间的空气都是凝滞了下来。狂暴的魔威如同脱龙猛虎，此时仿佛要失控一般从顾长歌体内散发出来，整个天宝楼都笼罩在这股魔威之中。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混元剑胎、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圆满，突破至魔圣境入门需12万杀戮值，杀戮值4730。功法神魔涅槃诀。武学神通魔浪断魂步，一剑定生死，上苍劫光，五行剑意，神象镇狱境，4象镇杀术。法宝干将莫邪，造化神莲，为刃主魔奴，周一航，灵宠九幽魔蛟，小黑子。望着信息面板，顾长歌眼中充满了期待。只要突破到魔圣境入门，那么顾长歌便有把握击杀半地强者。不过想要突破到魔圣境可没有那么简单，需要整整12万杀戮值。
半年时间需要积攒12万杀戮值，足够了。顾长歌眼中闪过冰冷的杀芒，此时喃喃道。随后顾长歌直接将造化神莲召唤了出来。得到造化神莲之后，顾长歌还没来得及滴血认主，这可是一件地气，并且可攻可防，认主之后必然会是一大助力。嗡嗡，神莲现世，刺眼的神芒充斥在整个房间，并且有着一股强大的神威向着顾长歌轰来，明显想要摆脱顾长歌的掌控。造化神莲已经有了自己的灵智，而顾长歌并非他的主人，因此排斥很正常。只不过造化神莲看好的气运之子，此时已经死得连骨头都不剩了，就凭你也妄想逃脱我的手掌，给我臣服！顾长歌冷哼一声，他不惧神威，大步流星上前，绝对用最为暴力的手段来征服造化神莲。咣，铿锵，恐怖的威力轰在顾长歌身上时，却发出钢铁般碰撞的声音。顾长歌拥有3道圣体，还有原始真魔血脉，肉身早已非常恐怖，根本不是这造化神莲所动撼动。魔神掌，顾长歌一掌拍下，所有威势全部被湮灭。轰扑，接着造化神莲光芒暗淡，一下子蔫了下来。本尊是个有原则讲道理的人，凡事都讲究一个缘分，你与我有缘，可愿意归顺于我？顾长歌双目漆黑，恐怖的魔威镇压而下，只要造化神莲敢有半点反抗，直接让他半死不活。造化神莲哪里还敢反抗，只能乖乖听话。见状，顾长歌得意一笑，而后凝聚出一滴精血，滴入到了造化神莲之中。嗡嗡，造化神莲再次变得光彩夺目，并且与顾长歌之间建立了一道联系。顾长歌动了一下念头，造化神莲便来到了他的脚下，随后那股恐怖的神威笼罩在他的周身，为他所用。结，这才是好孩子魔。顾长歌邪魅一笑，心里很是满意。房间外，随着顾长歌突破之后，周一航的魔道修为也迎来了突破。周一航突破到了魔尊境大成，凭借紫金魔瞳和灭日神功，足以对付生死境圆满以下的所有武修。听到房间中的动静，周一航敲门而进。当感受到主人顾长歌那股恐怖的魔威时，他脸色震撼，眼中满是崇拜和敬仰。他此生最为幸运的事情，便是遇到了主人顾长歌，否则现在的他只怕是死是活都不确定。数日过后，天宝楼外来了2个不速之客，他们身穿黑袍，腰间系着红色颈带，身后背着黑色大刀，并且体内隐隐散发着魔气。2人面无表情，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更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只知道他们并非青州之人。感受到2位黑衣人的气息之后，天宝楼隐匿在虚空之中的强者快速现身，整整20多位武修，全部都是生死境修为。不过他们的修为普遍都是在生死境小成，其中1、2位达到了生死境大成，没有生死境圆满的强者。这是大平州的魔修，他们来青州做什么？众位强者的目光纷纷落在了2位黑衣人身上，很快便猜出了他们的身份。身穿黑袍，腰间系着红色颈带，背着一把黑色大刀，这不就是来自大平州的魔修吗？州与州之间都有着屏障，而大平州的魔修不辞万里来到青州，究竟是有什么目的呢？我们无意冒犯天宝楼，此行前来乃是为了寻一位名叫顾长歌的魔修，还望阁下行个方便。其中1位黑衣人拱手说道。对于天宝楼，他们自然也听过。天宝楼遍布整个仙域，几乎垄断了6到7成的商业贸易，他们天魔教可不敢得罪。找顾公子。闻言，众人的目光瞬间变得警惕，他们深知小姐对顾长歌的看重程度，如果这2位魔修对顾长歌怀有敌意的话，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诸位不要紧张，我们对顾长歌并无恶意，我们2人此行前来，乃是带着诚意，请顾长歌前往大平州加入我天魔教。另外1位黑衣人缓缓说道。请顾公子加入天魔教。众人眉头一皱，神色凝重了起来。以他们对顾长歌的了解，顾长歌可不喜欢为他人效命，而且顾长歌身怀原始真魔血脉，乃是魔修之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岂会加入天魔教为他们效命？这不是在侮辱顾长歌吗？呵呵，没想到连天魔教的人都找上门来了。天宝楼内，赵嫣然等人走来，顾长歌赫然也在其中，2位黑衣人的目光瞬间落在了顾长歌身上，因为他们在顾长歌身上感受到了熟悉的魔气。此人容貌俊逸，一身魔气若隐若现，竟然看不出真实境界。不过越是这样，就越是表明顾长歌不俗。他们可是听说顾长歌拥有原始真魔血脉，虽然他们不太相信，因为原始真魔血脉只存在于上古时期，乃是最为纯正的魔族血脉，几乎已经绝迹。顾长歌又怎么可能觉醒原始真魔血脉呢？2人此行前来便是为了一探究竟。如果顾长歌真的拥有原始真魔血脉，那么他们2人就请顾长歌加入天魔教，今后为天魔教效命。假如顾长歌没有觉醒原始真魔血脉，那么他们同样会邀请顾长歌加入天魔教，
只是给出的条件就没那么丰厚了。不论顾长歌有没有原始真魔血脉都好，他既然能搅动青州风云，那么就绝对不会差。反正天魔教怎么都不会吃亏。见过赵千金，我们2位乃是来自天魔教的使者，我叫魔鹏，我身边这位叫魔风。一位黑衣人恭敬地问候道。魔鹏、魔风，你们来我天宝楼作甚？赵嫣然警惕地问道。如今乃是多事之秋，而天魔教在大平州又是一家独大，实力比之傲剑山庄还要强大，所以在没有弄清楚天魔教的动机前，赵嫣然等人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回千金，我们此行前来乃是为了邀请顾长歌加入我天魔教。魔鹏和魔风的目光落在了顾长歌身上，闻言顾长歌也看向他们。这2人的修为都在魔圣境大成，魔道天赋也算是不错，只是在顾长歌面前却形同蝼蚁。顾长歌拥有原始真魔血脉，当镇压世间一切魔修，现在2人竟然想让顾长歌效命于天魔教，这不扯淡吗？加入天魔教，条件呢？顾长歌并未急着发怒，而是饶有趣味地问道。闻言2人对视一眼，随后回道，若是阁下真的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那么我们天魔教愿意奉您为尊老。天魔教目前只有10大尊老，他们个个都是魔圣境圆满的强者，而且地位仅次于教主。说出这番话的时候，2人嘴角竟然有些自豪，只是顾长歌听完之后却是不屑地笑了笑。魔圣境圆满很厉害吗？他一掌就能拍死一堆好吧？他身怀原始真魔血脉，竟然只去天魔教当个尊老，直接统治天魔教都不为过好吧？定，宿主身怀原始真魔血脉，拥有3道圣体，足以镇压世间一切魔修，然区天魔教竟敢让宿主效命，实在是猖狂至极。请宿主前往大平州收服天魔教，让他们效命于宿主，奖励3万杀戮值。请宿主前往大平州收天魔教圣子魔狼天为魔奴，奖励1万杀戮值。请宿主前往大平州进入魔地陵墓，抢夺极品魔道地气12颗混元魔珠，奖励2万杀戮值。系统的声音在顾长歌脑海中响起，如果系统有感情的话，那么此时一定是极度愤怒的，否则也不会一下子发布3个任务了。前往大平州收服天魔教，好家伙，还是系统够狠，直接反向操作将天魔教收了。不过这样也好，大平州全境上下都是魔修，顾长歌如果将天魔教收服，那么也就相当于有了一个自己的魔道势力。而且顾长歌也正烦恼上哪收集杀戮值呢，刚好天魔教来送杀戮值了，看来这大平州非去不可了。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见到这抹笑容之后，赵嫣然等人眉头一皱，而后皆是用同情的目光看向魔鹏和魔风。一旦顾长歌露出邪魅笑容，那么必有人要遭难。顾长歌，你是否真的拥有原始真魔血脉呢？如果有的话，还望展示出来。如果能够成为天魔教尊老的话，这无论是对你亦或是你的家人都是有莫大的好处。魔风见到顾长歌发笑，心里有些不解，于是再次开口说道，呵呵，本尊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从今往后你天魔教就臣服于本尊吧。顾长歌上前一步，而后咧嘴笑道。闻言，魔鹏和魔风眉头一皱，顿时愣住了。他们没有听错吧？顾长歌不但拒绝了天魔教的邀请，而且还想将他天魔教收服，这脑子确定没有坏掉吗？对于顾长歌此话，赵嫣然等人却丝毫不感到意外。以顾长歌的魔道天赋，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魔教虽然很强大，但是在中州那些势力面前，依旧只能称作蝼蚁。假以时日，顾长歌的实力便能超过天魔教的所有魔修，天魔教臣服于顾长歌，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当然，天魔教的人可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在没有见识过顾长歌实力的情况下，他们大平州只有一个势力，也就是天魔教，乃是真正的一家独大。因此天魔教的人都非常的高傲，认为自己才是魔道正统，其余魔修都得向他们靠拢。顾长歌，你未免太过于嚣张了吧？天魔教的强大远超你的想象，能加入天魔教成为一名尊老，那将是你此生最大的荣誉。魔鹏面色阴冷，对着顾长歌警告道。与此同时，魔鹏体内的修为气息爆发，乃是魔圣境大成，魔威笼罩，天宝楼的一众强者皆是打了个寒战，魔气比之灵气要更加的狂暴凌厉，因此同境界的情况下，魔修一般占据优势。放肆！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对我主人不敬？周一航一头黑发飞舞，体内的魔气同样爆发，并且还继承了原始真魔血脉，一头绝世大魔幻化而出，瞬间便将魔鹏散发而出的魔威给湮灭。原始真魔之威袭来，魔鹏感受到了血脉的压制，整个人竟然狼狈的倒退。原始真魔血脉，你竟然拥有原始真魔血脉？怎么可能？
不是传闻顾长歌才拥有原始真魔血脉吗？为何你也有？魔鹏和魔风对视一眼，两人皆是面色惊恐。哼，不给你们点教训，你们还真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周一航一步跨出，双眸闪耀着紫金光芒。顾长歌面色平淡，并未阻止周一航。区区2个魔圣境大成，还不值得他出手。没想到顾公子的仆人也有原始真魔血脉。赵嫣然俏脸惊讶地说道。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周一航出手。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周一航竟然也这般强大，而且还继承了顾长歌的原始真魔血脉。虽然周一航只有魔尊境大成，但是同样可以跨越一个大境界对付魔圣境大成。小友且慢，同为魔修，我们并不想和你起冲突。既然你身怀原始真魔血脉，还望能够加入天魔教，我天魔教绝对不会亏待于你。魔风赶紧说道。然而周一航却是冷笑一声，加入天魔教，为天魔教效命，这不脑袋有病吗？他跟着主人不比加入天魔教香10000倍，就凭你们也配？周一航手中出现一柄神弓，其上金光熠熠，更有神纹弥漫，弓弦一拉，顿时上百支箭雨出现。地气，又一柄地气，连顾公子的仆人都拥有地气。雾草，难道青州的地气都那么多吗？众人全部惊呆了，尤其是灭日神弓带来的压迫感，好似连天际的太阳都在颤抖。小友，你莫要蛮横不讲理，加入我天魔教，那是你的不好。魔鹏和魔风话还没说完，上百支箭雨便是袭来。轰，嗷吼，箭雨飞出，直接化为上百头金乌。上百头金乌张牙舞爪，比之天边的太阳还要炽热耀眼。你七魔太甚，魔浪3000。魔鹏和魔风咬牙切齿，见金乌箭雨袭来，他们不敢再犹豫，当即使出魔道神通。只见魔气大爆发，如同海浪一般拍打而出，形成一张魔网。雕虫小技，灭日。周一航双眸闪烁紫金光芒，顿时便将魔浪的弱点找了出来。上百只金乌直冲一个方位，顿时爆发巨大的炽热威力。咣，轰扑，一击命中，整个魔浪开始剧烈颤抖，而后被直接湮灭。这什么鬼？你竟然能看出魔浪的弱点？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紫金魔瞳？你是天生的魔修？魔鹏和魔风吓得面色铁青，然而下一秒金乌箭雨便将他们吞没。轰！两人瞬间置身于火海之中，肉身焦黑，即便是魔圣境界塑造的肉身也丝毫不堪一击。大人饶命，我们错了。在死亡面前，两人开始大声求饶。修炼到魔圣已经极为不易，他们也不想白白丢掉性命。小周，留他们性命。顾长歌开口说道。这两人都是魔圣境大成，今后还有望突破到魔帝，留着也是一大助力。况且顾长歌要前往大平州，人生地不熟的，让这两人带路就方便很多了。是，主人。周一航恭敬地回道。随后火海散去，两道焦黑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死！原来周公子的实力也如此恐怖，我算是看出来了，顾公子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众人倒吸一口凉气，纷纷感叹道：如果没有顾长歌这个妖孽在，那么周一航的魔道天赋绝对就是一骑绝尘。但是有顾长歌在，周一航在妖孽都只能屈居第二。顾长歌面无表情地向着魔鹏和魔风走去。两位，你们现在还想让本尊臣服于你们天魔教吗？顾长歌似笑非笑地问道。两人虽然奄奄一息，但是却拼命地摇头。连顾长歌的仆人都如此变态，那么顾长歌本人的实力就更不用说了。如果顾长歌没有强大的实力，那么周一航又怎么会甘愿做他的奴仆呢？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要不要？顾长歌咧嘴一笑，而后问道。要，我们要。两人再没了一丝脾气，只得点头道。他们哪里敢拒绝，只怕一摇头，下一秒就魂飞魄散了。好，你们的态度让本尊很满意，这样本尊在你们体内种下奴印，今后你们效忠于本尊，如何？顾长歌缓缓说道。口头的臣服哪里有种下奴印来的放心？顾长歌自然不会傻到相信他们的承诺，因此才要在他们体内种下奴印。一旦种下奴印，那么顾长歌便能轻易掌控他们的生死。种下奴印和喂下是魔丹虽然相似，但却有着本质区别。服用是魔丹后，魔奴的修为仅次于顾长歌一个小境界，但是奴印却没有丝毫的修为涨幅，仅仅是能够操纵对方的生死。并非顾长歌不想给他们喂下是魔丹，而是魔丹乃是系统所奖励，极其的珍贵，只有大天赋的魔修才值得让系统奖励是魔丹，从而成为魔奴。奴印。闻言，魔鹏和魔风眉头紧皱，一旦被种下奴印，那么他们的生死
就会被顾长歌掌控，到时连自由也没了。怎么？你们不愿意？那好，本尊也不强求你们。本尊一向是讲原则的，既然你们不愿意，那就18年后再当好汉吧。顾长歌嘴角露出了邪魅笑容，他伸出手掌，顿时魔气浩荡，仅仅是一掌便使得空间扭曲，大地颤抖。狂暴的魔气比之周一航动用全力还要恐怖数倍，这顾长歌绝对是个实力变态的妖孽。尊上且慢，我们愿意。两人连忙点头，再犹豫的话就真的要祭了。这才对魔。顾长歌满意的笑了笑，随后魔掌消散，取而代之的是2道奴印，奴印落在了魔鹏和魔风体内，两人丝毫不敢反抗。嗡嗡，奴印生效之后，顾长歌与两人多了一道联系。如今只要顾长歌动一下念头，两人便会瞬间爆体而亡。拜见尊上。被种下奴印之后，魔鹏和魔风再也不敢有二心。顾长歌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拿出2枚7品金创丹，向着两人递去。先把伤势恢复好。顾长歌对着两人嘱咐道。7品丹药。两人接过金创丹，面色震撼。丹药分为1到9品，而7品以上的丹药只有中州才有。顾长歌随手拿出1枚7品丹药，可以说已经是青州或者是大平州的最高级别丹药了。每一颗7品丹药都极其珍贵，更是有价无市的存在，几乎一流势力、超级势力都作为底蕴收藏。魔鹏和魔风没有想到顾长歌会对他们如此大方，好像跟着顾长歌也不错。其实这些丹药都是灭了4大势力和圣灵学院之后搜刮而来，尤其是击杀剑无边之后，顾长歌直接成为了大富豪。单是7品丹药都有不下100枚，更有10几把神器、数十亿灵石以及神符等等。多谢尊上。两人感激地接过丹药，对着顾长歌道谢。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众人回了天宝楼。与此同时，3大超级势力的眼线纷纷把这个消息传回宗门。傲剑山庄灵气浓郁的洞府内，老祖剑无涯闭目养神，乾元剑立在身旁，散发着凌厉的剑芒。拜见老祖。洞府外，一位长老走了进来。剑无涯一双老眼睁开，2道凌厉的杀芒快速闪过。发生什么事了？剑无涯开口问道。如今他只是在等时间，只要半年时间一到，他就杀去天宝楼，手刃顾长歌。在这期间，他要确保顾长歌不逃走，因此才派长老暗中监视。回老祖，来自大平州的2个魔修找上了天宝楼，说是要招安顾长歌。那名长老回道。闻言，剑无涯眉头一皱，大平州的魔修，那就是天魔教的人了。天魔教在大平州可是一家独大，传闻有3位老祖在世，实力很是强大。如果顾长歌加入了天魔教，那就糟了。老祖不必担心，那顾长歌拒绝了，而且还打伤了2位天魔教的使者。最后2位使者被顾长歌种下了奴印。那名长老补充道。哦，哼，这顾长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天魔教岂是他能够得罪的？就算我们不杀顾长歌，天魔教也不会再任由他活下去。只是在我青州，外人还是不要插手的好。剑无涯老脸阴沉，语气凌厉地说道。大平州的实力和青州相差无几，虽然天魔教强大，但是3大超级势力联手，未免不是他的对手。盯紧天宝楼，一有顾长歌的消息，随时向本祖汇报。剑无涯吩咐道。是，老祖。那名长老躬身退去。天魔教2位使者被顾长歌种下奴印的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青州。青州很多势力都认为顾长歌太过于嚣张和招摇。顾长歌已经得罪了傲剑山庄，此时竟然又和天魔教撕破脸皮。天魔教那群魔修一向狂暴嗜血，到时把他们惹急了，真有可能直接端了青州天宝楼分部。在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始作俑者顾长歌却没有一点担心。相反，顾长歌还在想等到魔峰2人恢复修为之后，直接赶去大平州将天魔教给收服。顾长歌将自己大胆的想法告诉给了赵嫣然。听完之后，赵嫣然不禁被顾长歌这个大胆的想法震撼到了。天魔教可是有3位老祖在世，据说已经拥有半步魔帝的实力，个个都和剑无涯一般恐怖。顾长歌现在的实力虽然强大，但是依旧不是半步魔帝的对手。顾公子，要不再缓一段时间？赵嫣然劝说道。顾长歌却是笑了笑。赵姑娘放心，我自有分寸。那天魔教是很强大，但他们只要是魔修，就会被我的血脉压制。顾长歌眼中闪烁自信的光芒。如果天魔教都是武修，那顾长歌确实没辙，但只要是魔修，那么在顾长歌这股原始真魔之威面前都会被压制。见顾长歌坚持，赵嫣然也没有再劝，而是说道。前往大平州需要跨越洲际屏障，最稳妥的方式便是动用传送阵，而且3大超级势力都在监视天宝楼，如果不动用传送阵的话，你一出去只怕就被盯上了。闻言，顾长歌赞同的点了点头。
这个问题他也考虑过，只不过传送阵太过于珍贵，而且需要极大数量的灵石来催动。约莫是看出了顾长歌的心思，赵嫣然笑着说道：“天宝楼内刚好有一道传送阵，可以借顾公子一用。”闻言，顾长歌面色大喜，随后拱手说道：“多谢赵姑娘，那倒是我自己出灵石。哥哥喽，跟我还客气什么？”赵嫣然对着顾长歌抛了个媚眼，那婀娜多姿的身段，玲珑光滑的玉腿，但凡心智不坚之人都会沦陷。嗨嗨，赵姑娘，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退下了。顾长歌轻咳一声，而后赶紧离去。见状，赵嫣然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家伙怎么就不吃这一套呢？5日之后，魔风和魔鹏的伤势完全恢复，顾长歌带着魔风2人以及周一航踏入了传送阵。传送阵乃是由高级神文所打造，需要耗费巨资，天宝楼在青州也只有这一座传送阵。等所有人都上了传送阵之后，顾长歌便拿出了30亿灵石。想要穿越洲际屏障传送到大平洲，最少也要耗费30亿灵石。如此大的消费，几乎断绝了人们乘坐传送阵的念头。顾公子，一路平安，我们等着你凯旋而归。赵嫣然笑着说道，她美眸之中浮现一抹期待。如果顾长歌真能收服天魔教的话，到时率领100万魔修杀回青州，那么傲剑山庄在内的3大超级势力绝对会傻眼。有了庞大的灵石作为驱动，整个传送阵快速运转，神文浩荡，如同万千星河。玄妙的力量将顾长歌4人笼罩，而后4人瞬间消失在了大阵之中。当4人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时空隧道。州与州之间跨越1万公里，而且还有着洲际屏障，即便是动用传送阵也得3到5天。第3天的时候，整个时空隧道开始剧烈颤抖，有着雷霆闪烁，好似要将顾长歌等人吞噬。尊上，我们已经来到了洲际屏障，请您小心。魔风和魔鹏一脸谨慎地说道。与此同时，他们调动体内的魔力，用以抵挡轰来的雷霆。顾长歌点了点头，并没有把这些雷霆当回事，因为他现在的肉身力量远非这些雷霆所能撼动。顾长歌非但不惧，反而一步跨出，挡在了3人身前。轰隆，雷霆肆虐，雷芒滚滚，瞬间向着顾长歌轰来。尊上！魔风和魔鹏眉头一皱，失声喊道。然而周一航却笑着对他们说道：“放心，这点威力根本伤不到主人。”周一航话刚落下，那滚滚雷霆便轰在了顾长歌身上。铮，轰扑，雷霆落下，闪电在顾长歌身上肆虐，发出刺耳的咆哮声。然而顾长歌却纹丝不动，3道圣体熠熠生辉，直接将这雷霆湮灭。死！尊上的肉身竟如此恐怖。魔风和魔鹏对视一眼，2人皆是面色震撼，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顾长歌的力量很强大，这个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顾长歌的肉身竟然也如此恐怖。刚才那道雷霆，即便是魔圣境圆满的大能都要暂避锋芒，然而顾长歌竟然用身体直接硬抗了下来，实在是恐怖如斯。这让魔风和魔鹏更加的敬佩顾长歌，打心底里感到敬畏。有了顾长歌开路，众人根本不惧路上的雷霆。又过了2天，雷霆散去，时空隧道也变得淡薄，众人模糊的视线里出现了一抹光亮。他们穿过了洲际屏障，来到了大平洲。这里天色昏暗，魔气浓郁，10万大山之中生长着数之不尽的暗黑色植物。轰咔，一处虚空毫无征兆的破碎，从中走出了4道身影。为首的黑衣男子面容冷峻，一头黑发随风飘扬，整个人不怒自威。尊上，此处乃是大平洲的边界，名为10万大山。魔风恭敬地说道。闻言，顾长歌点了点头，而后目光向着10万大山看去。这里的魔气让他感到非常的舒服。大平洲乃是魔修的天下，在整个仙域都在歧视魔修的时候，大平洲的魔修却团结在了一起，组建了天魔教。天魔教一家独大，教众有着数千万，这和其他州域大不一样。诸如青州、中州都有着数不胜数的势力相互制衡，而在大平洲，所有天赋不错的魔修都会进入天魔教，因此天魔教的实力很强，几乎代表了整个大平洲的战力。魔风、魔鹏，你们领路，我们直接去天魔教。顾长歌淡淡的开口道，他此行前来便是为了收服天魔教，自然不愿意拖下去。毕竟半年以后，那件无涯就会再次杀去天宝楼，因此顾长歌必须确保在半年内突破到魔圣境。是，尊上。魔风和魔鹏虽然心里面感到一丝畏惧，但依旧恭敬地回道。2人的畏惧并非没有道理，毕竟他们背叛了天魔教，跟随了顾长歌。天魔教有着3位老祖，皆是半步魔帝的实力，仅差一步便能证到魔帝的强大存在。顾长歌再厉害，也不可能是3位老祖的对手。如今前往天魔教，实在让他们心生惶恐。刷刷，就在顾长歌等人准备动身的时候，突然有着上百道黑影掠来。
他们速度极快，直接震碎了虚空，而后将顾长歌等人团团包围。一共100多号人，全部来自天魔教。为首的5人皆是魔圣境大成修为，其余多半在魔圣境入门和魔圣境小成。你们是谁？竟然能够穿越洲际屏障而来？其中一人谨慎地问道。魔棚使者，魔峰使者，你们怎么？很快众人便发现了魔棚和魔峰。尊上，他们乃是天魔教的州界护法。魔棚解释道。州界护法。闻言，顾长歌瞬间明白了过来。顾名思义，州界护法便是负责边界安全的存在，诸如青州也是有着州界强者镇守，为的便是防止其他州的强者贸然闯入。尊上，魔鹏、魔峰，你们背叛了天魔教。为首的5位护法此时面色大变，眼中顿时浮现出了冰冷的杀机。他们最恨的便是叛徒。魔修敢爱敢恨，有仇必报，岂能沦落为他人的奴仆？唉，你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魔鹏叹了一口气，对着众人说道。他们深知顾长歌的强大，仅凭上百号州界护法根本不足以拦下顾长歌。哼，你们2个叛徒，教主会审判你们的。所有人听令，将这几个侵略者就地抹杀。5位护法首当其冲，身后的上百名魔修纷纷出手。轰！魔气肆虐，冲天起，霎时地动山摇，恐怖的魔威向着顾长歌等人轰来。放肆！周一航双眸一寒，而后有着紫金光芒射出，顿时看破所有人的弱点。灭日神功出现，被他拉动弓弦，顿时上百支箭雨便是射出。嗷吼！上百支箭雨化为狰狞炽热的金乌，而后竟然直击上百名魔修的弱点去。轰！噗嗤！金乌爆发出恐怖的力量，上百名魔修顿时惨叫不断。他们竟然被一击制服，弱点好似暴露在了众人面前。噗！你怎么可能？你怎么能够看出我们的弱点？不对，难道这是紫金魔瞳？天生的魔修？你是天生的魔修？被逼退之后，5位护法面色大变，其中不乏有着认识紫金魔瞳的存在。当他喊出的时候，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身为魔修，岂能不知道紫金魔瞳？即便是圣子的至尊魔骨，都远远没有紫金魔瞳强大。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少年，竟然身怀紫金魔瞳，乃是天生的魔修。主人面前，岂容你们造次？周一航一步跨出，虽然只有魔尊境大成，但是魔威却不弱于魔圣境大成。天魔教的众人本就被重伤，此时在这股威压面前，竟然都匍匐在地。可恶！纵然你拥有紫金魔瞳又如何？区魔尊境，在我天魔教面前也只是蝼蚁。轰！5位护法怒声咆哮，他们将背后的魔刀抽出，不惜消耗气血，以此冲破周一航的威压。给我杀！将周一航的威压轰散之后，5位护法再次大声喊道：魔浪3000！轰！轰隆隆！魔气冲天而起，魔威滚滚，使得方圆数百里的虚空皆是破碎。小周，你且退下。一直沉默的顾长歌开口了，他面色冰冷，双眸紧盯着众人。是，主人。见主人要出手，周一航识趣的退下。他知道这群人要遭殃了。你算哪根葱，也敢来我大平州找事？去死！其中一位护法首当其冲，携带着魔道攻势轰向顾长歌而去。顾长歌面无表情，见到恐怖的魔威袭来，他仅仅是拂袖一挥，看似轻描淡写，却在与魔威相撞的瞬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力量。噗！众位魔修使出全力方才凝聚的魔道神通，竟然被顾长歌一个拂袖湮灭。什么？5位护法傻眼了，上百名魔修愣在了原地。下一刻，顾长歌一掌拍出，滔天巨掌瞬间遮蔽了整个天穹，滚滚魔威爆发，向着众人镇压而来。这魔威如同百万大山，压得众人喘不过气来。扑通！上百名魔修纷纷跪倒在地，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然而，这位冷峻的黑衣男子明显没有动用全力。可即便如此，他们已经没有了招架之力。今日不臣服，则死！顾长歌的目光扫过所有人，不容置疑地说道：臣服？你算什么东西还要？噗！其中一位护法刚开口，下一秒便直接化为血雾。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想要收服天魔教，岂能不见血？顾长歌并非心软之人，谁敢反抗，直接杀了便好。轰！下一刻，顾长歌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爆发，一头血色大魔顶天立地，大股真魔之威使得下方的所有魔修灵魂都在颤抖。这是原始真魔血脉！天啊，你竟然拥有原始真魔血脉！难道传闻是真的？你是青州的那位魔修顾长歌？上百名魔修面色惊恐地望去，而后全部震撼地说道：
最为纯正的魔族血脉，竟然真的还存在。你们该做选择了，是臣服，还是死？顾长歌双目血红，他望着所有人，再次不容置疑地问道。此话一出，好似天穹崩塌，恐怖的天罚落在众人身上。这是血脉上的压制，让他们根本难以反抗。原始真魔血脉面前，所有魔修都得匍匐颤抖。原始真魔便是万古第一魔，在这魔威面前，上百名魔修再也没了反抗之心。天魔教固然强大，但是原始真魔却是所有魔修之祖。我愿意臣服，我也愿意臣服，拜见尊上。众人纷纷对着顾长歌磕头。如果让他们臣服于武修或者是资质平平的魔修，那他们宁可死也不会屈服。但是顾长歌身怀原始真魔血脉，乃是真正的当世第一魔。如今整个仙域都在歧视魔修，魔修可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与那些武修大能比起来，魔修还是稍显逊色。若是顾长歌成长起来，兴许能够率领他们魔修闯出一片天，到时在这仙域，他们魔修也能光明正大的活着。见到众魔臣服，顾长歌这才收敛魔气。魔鹏、魔风，你们领路前往天魔教。顾长歌再次吩咐道。是，尊上。两人不再犹豫，当即在前面领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着天魔教飞去。天魔教，一座座黑色城堡悬浮在半空之中，大大小小的城堡足足有着上千座，浓郁的魔气环绕在城堡四周，平添了一份神秘。周界的动静太过于庞大，直接惊动了天魔教。主殿之中人满为患，全部身穿黑袍，腰间系着红色锦带，背后统一背着一柄魔刀。10大尊老站在最前面，而后乃是100多位核心长老。在首座之上，教主魔兵圣面无表情，他身形魁梧，一头银发如同清冷的月光。周界的动静你们应该也察觉到了吧？魔兵圣抬眸说道。那双深邃的瞳孔之中有着浓郁的魔气。回教主，老奴感知到来者同样乃是魔修，而且实力还非常恐怖。如果老奴所料不错的话，应该便是那青州的魔修顾长歌。顾长歌，那位传闻有着原始真魔血脉的魔修？不可能吧，原始真魔血脉早已绝迹，不可能还存在。魔鹏和魔风不是去了青州吗？他们还未回来，怎么顾长歌反倒先来了？不管如何，那顾长歌来到大平州便动手，只怕不是想要归顺我天魔教。10大尊老纷纷开口说道，在他们老眼之中泛着凌厉的杀芒，天魔教的威严不容触犯。好了，不管那顾长歌有何目的，只要来了我大平州，便由不得他叫嚣。何人愿意前去将顾长歌擒拿？魔兵圣面色威严地说道。父亲，孩儿愿意前往州界会一会那顾长歌。就在这时，大殿外传来一道凌厉的声音。一位身形魁梧的青年走了进来，他足足有着2.2米的身高，四肢发达，全身散发着狂暴的魔威。他生有一头银发，长相酷似教主魔兵圣。此人便是天魔教的圣子魔狼天，从小生有至尊魔骨，魔道天赋惊人，年仅28岁便已是魔圣境大成。凭借至尊魔骨，战力已经达到了魔圣境圆满。狼天来了。原本面无表情的魔兵圣此时露出了一抹笑容。父亲，此次便让孩儿去吧，我也想要看看那顾长歌究竟有没有传闻中那般厉害。魔狼天双眸变得火热，战意盎然。生有至尊魔骨的他，天生就有一股骄傲。听到同辈的顾长歌如此妖孽，他自然想要与其一战。见到魔狼天这般坚决，魔兵圣最终点了点头，而后对着10大尊老吩咐道：魔旭、志雄，你们10人与狼天一同前去，务必将那顾长歌制服。若他愿意加入天魔教，那便饶他一条性命；如果他不愿意，杀了便是。魔狼天面色毫无波澜。顾长歌就算魔道天赋不俗，但是敢来到大平州闹事，那么就得给他一些教训，否则天魔教的威严何在？就算今后顾长歌愿意加入天魔教，那么也很难管束，因此必须要让他知道什么是规矩。在这大平州，他们天魔教便是规矩。宫殿外，魔狼天身穿一袭黑色战甲，这战甲极为不俗，上面有着古老的神纹流动着，恐怖的血红杀芒闪耀，充满了戾气。在魔狼天身后分布着10位老者，他们便是天魔教赫赫有名的10大尊老，每一位都达到了魔圣境圆满的修为。魔狼天双眼看向州界的方向，充满了杀气。我们走。随着魔狼天一声令下，10余人全部消失在了原地，遁入了虚空之中。嗖嗖，他们速度极快，在天际留下一道道醒目的黑色划痕。众人望着魔狼天离去的方向，眼中充满了期待。魔狼天身怀至尊魔骨，战力已经能够比肩魔圣境圆满，如今更有10大尊老助阵，想来能够轻易将那顾长歌收服。顾长歌敢跑到大平州闹事，多少有些不识好歹。此次他若降服还好，若是再敢反抗，
只怕会惨死在魔狼天的手中。与此同时，顾长歌等人也在往天魔教进发，双方在一片荒漠之中相遇。顾长歌感知敏锐，当即就发现了前方的动静，都停下。闻言，魔风等人立即停了下来。刷刷，轰隆隆，没过多久，前方的虚空开始崩塌，十几道人影浮现而出。为首的正是魔狼天，他身穿黑色战甲，一头银发随风飘舞，全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顾长歌的目光很快落在了魔狼天的身上。魔狼天面色冰冷，满怀战意地打量着顾长歌。二人对视，针锋相对，空气竟然都变得凝滞了下来。你便是顾长歌？魔狼天率先打破了沉默，高高在上地问道。顾长歌淡淡一笑，正是。顾长歌一眼也认出了魔狼天，因为他胸口处的那节制尊魔骨实在是太好辨认了。叮，发现任务目标，请宿主将魔狼天收为魔奴，提前奖励一颗噬魔丹。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顾长歌的空间戒指中多出了一颗黑色魔丹，这正是当初周一航服用的噬魔丹。一旦给魔奴服下，魔奴便能继承顾长歌的原始真魔血脉，并且魔道修为永远只比顾长歌低一个小境界。如果知道好处之后，估计不会有魔修选择拒绝。不过这魔狼天心高气傲，如果不把他的骄傲彻底击溃的话，只怕收为魔奴之后也会不服管教。所以在将他收为魔奴之前，顾长歌必须先给他一些教训，让他经受些社会的毒打。魔鹏和魔风等人在见到魔狼天之后神色复杂。魔狼天乃是圣子，但他们已经臣服于顾长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魔鹏、魔风，你们还愣在那里干嘛？还不上前拜见圣子？魔续尊老冷声呵斥道。其余尊老也是把冰冷的目光望来，欲要质问魔风和魔鹏等人。天魔教宁死不屈，此乃第一教义。然而魔鹏等人竟然甘愿跟随顾长歌，此等叛徒实在是丢了天魔教的脸面。尊老大人，我们……魔鹏等人眉头紧皱，内心感到非常复杂。他们已经臣服于本尊，你没资格命令他们。顾长歌面无表情地说道。闻言，魔狼天的眉头微皱，体内有着阴森的杀气弥漫而出。魔鹏、魔风，你们身为天魔教的使者，以及州界护法，竟然臣服于此人，该当何罪？魔狼天眼中射出两道杀芒，此时冷声质问道。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魔威爆发，使得方圆数百里的空间开始扭曲。本尊说了，你没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顾长歌直接挡在了众人身前，那股魔威落在顾长歌的身上时，竟然没有发出一丝动静，如同石沉大海。魔狼天发出一声疑惑，他刚才爆发的魔威，即便是魔圣境大成都难承受，然而顾长歌竟然仅凭肉身挡了下来。什么？你竟然只凭借肉身力量便挡下了圣子的威压？此子的肉身太过于诡异。十大尊老同样吃惊不已，此时纷纷开口道。魔狼天想要立威却没有得逞，此时双眼微眯，射出两道寒芒。在这大平州，一切魔修都要听我天魔教的管辖，你若愿意归顺天魔教，本圣子便饶你一命，但你身后的这些叛徒必须死。魔狼天面色阴沉，不容置疑地吩咐道。虽然顾长歌挡下了他的威压，但是他相信只要动用全力，顾长歌必然不是他的对手。放肆！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家主人指手画脚？周一航手持灭日神功，破口大骂。哼，哪里来的小辈，竟敢在这叫嚣！魔续拂袖一挥，顿时魔气罡风形成，向着周一航轰去。老狗，给你脸了是吧？灭日！周一航双眼射出紫金光芒，而后拉动弓弦，猛地射出十几箭。嗷吼！剑羽化为金乌，无尽火海瞬间吞没了那股魔气罡风。什么？这是紫金魔瞳？魔续不愧是十大尊老之一，见识多广，当即便认出了紫金魔瞳。紫金魔瞳，天生的魔修，就连魔狼天都被震惊到了。他虽然身怀至尊魔骨，但是在紫金魔瞳面前依旧不够看。同时，魔狼天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连拥有紫金魔瞳的周一航都甘愿成为顾长歌的魔奴，那这顾长歌的实力又该多么变态？难道此人真如传闻那般拥有原始真魔血脉？魔狼天眉头紧锁，在心里暗暗说道。见周一航震慑了对方，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此次他准备亲自动手。周一航如今最强战力只有魔圣境大成，根本不是魔狼天等人的对手。而且想要收下魔狼天，就必须让他心服口服。只要拳头够硬，把他打得半死不活，让他那股与生俱来的骄傲荡然无存，那么顾长歌就能立威。据说你拥有至尊魔骨。顾长歌盯着魔狼天，饶有趣味地问道。魔狼天面色高冷地回道：是又如何？结，本尊就喜欢你这高高在上的骄傲性格。今天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臣服于我，要么至尊魔骨被我掰断。顾长歌发出刺耳的笑声，
对着魔狼天威胁道：“你说什么？”魔狼天面色呆滞，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他以为自己听错了，顾长歌竟然要让他臣服，否则的话就掰断他的至尊魔骨。原来天魔教的圣子是个聋子。顾长歌咧嘴一笑，毫不掩饰地讥讽道：“魔狼天如遭晴天霹雳，他乃堂堂天魔教圣子，受百万魔修朝拜，然而此时竟然被顾长歌说成聋子。”轰！魔狼天胸口处有着黑红色的气息爆发，那是至尊魔骨的力量。恐怖的魔威如同一尊绝世大魔现世，狂暴的力量充斥在魔狼天全身。小子，你会死得很惨。魔狼天双眼微眯，咬牙切齿地说道：“他何曾受过此等侮辱？今天必然要让顾长歌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圣子，老夫愿意出手教训下这个毛头小子。老夫也可以，还有我。”10大尊老也看不惯顾长歌的嚣张气焰，纷纷站了出来。然而魔狼天却是摆了摆手：“不必，此人的性命本圣子会亲手取下。”魔狼天面色阴沉，心里怒火燃烧。感受到魔狼天的愤怒，10大尊老皆是识相的后退。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顾长歌死后的惨状了。不可饶恕！魔狼天一步跨出，大平洲的魔气被疯狂吸扯而来。嗡嗡，魔气迅猛，全部灌入到了魔狼天的体内。紧接着，一柄血红色的长枪出现在了魔狼天的手中。自血色长枪被召唤出来以后，一股嗜血的狂暴气息笼罩全场。这柄血红长枪品级已经达到了地气，并且还是极品地气，威力足以和灭日神弓相比。是神枪，主人小心！魔鹏面色惊恐，对着顾长歌担忧地说道：“是神枪，名字倒是挺霸气。”顾长歌却丝毫不惧，而且还极其挑衅地对着魔狼天勾了勾手。不知死活！魔狼天怒不可遏，体内的魔力爆发，身形一闪，竟然直接出现在了顾长歌身前。受死！横扫千军，枪出如龙，血红枪芒爆发，天地化为诡异的血红色，凌厉的枪芒逼近，直接将顾长歌封锁在内。轰！轰卡！顾长歌四周的空间开始破碎，那股恐怖的力量足以灭杀数百位魔圣境大成。然而顾长歌却纹丝不动，任由那股恐怖的力量落在身上。噼里哗啦，3道圣体被催动，顾长歌身形庞大，如同一尊不败的战神。什么？这是圣体？还不止一道！魔狼天双眼圆睁，近乎不可置信地咆哮道：“魔浪断魂步！”眼见长枪扫来，顾长歌施展身法，成百上千道残影浮现，早已不见了本体。轰！噗噗噗噗！长枪扫过，一道道残影被湮灭，但却全部扑空，根本没有伤到顾长歌分毫。残影，又是残影！可恶！到底哪个才是真的？魔狼天气的咬牙切齿，他空有一身力量，却根本伤不到顾长歌，好比老鼠戏大象。魔狼天，这你就崩溃了！堂堂圣子，道心却如此脆弱不堪，一看从小就生活在温室中，没有经受过社会的毒打，这样的你，如何能够成大器？顾长歌突然出现，魔气杀芒劈天盖地的袭来。魔浪断魂步不仅仅是身法，更是一项进攻手段。闻言，魔狼天眉头一皱，那恐怖的魔气杀芒已经无限逼近于他。咣！铿锵！踏踏踏踏！猝不及防之下，魔狼天赶紧抽回长枪，而后挡在了身前，魔气杀芒落在长枪之上。原以为没有多大威力，但是却在接触的一瞬间猛然爆发，使得魔狼天双手颤抖，身形狼狈暴退。圣子！10大尊老吓傻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魔狼天一上去就被碾压，而且顾长歌明显没有动用全力。魔狼天也并非吃素的，他双脚猛然落地，地面塌陷，而后卸去了体内的力道。与此同时，至尊魔骨被他催动，血红魔威肆虐而出。顾长歌，你成功激怒了本圣子，本圣子会让你生不如死。魔狼天手直视神枪，一步跨出，至尊魔威横扫而出，在场的魔修皆是感到一阵战栗。天地昏暗无比，无尽的魔威笼罩而来，如同铺天盖地的海啸一般。你不是早就怒了吗？堂堂圣子心智如此脆弱，真是悲催。顾长歌不屑地笑道：“你，魔狼天快被顾长歌逼疯了。暗夜永恒，轰隆！天穹之上，魔雷滚滚，黑暗笼罩而来，其中还有着血色沙芒。这一次，魔狼天催动至尊魔骨，使出了最强一击。顾长歌这一刻才开始认真，他体内的魔气猛然爆发，原始真魔血脉喷张，狂暴的魔气幻化为血色大魔。这是原始真魔之威！天啊，他竟然真的诞生了原始真魔血脉！传闻是真的，他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10大尊老双腿颤抖，竟然忍不住想要匍匐在地。
原始真魔血脉乃是魔族最为纯正的血脉，一切魔修在原始真魔血脉面前都会受到压制。你，原始真魔血脉，你真的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魔狼天同样被震撼到了，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携带无尽魔威，向着顾长歌轰去。吃吃，干将和莫邪两柄魔剑飞出，血红剑气肆虐9天10地，好恐怖的魔剑！众人吃惊不已。顾长歌立于血色大魔之下，手握两柄魔剑，一头黑发飞舞，如同魔神一般。五行剑意，顾长歌双剑展出，混沌剑气爆发，更有5种剑意凝聚，刚柔并举，无坚不摧。什么？5种剑意？你还是一位剑修？10大尊老、魔狼天、魔鹏，所有人都被吓到了。五行剑意肆虐而出，更有原始真魔之威、混沌剑气、大荒圣威、混元剑胎以及10万神像之力。这一刻，整个大平洲开始颤动不止，原始真魔之威仿佛能够毁天灭地一般。五行剑意凌厉霸道，能够诛灭世间一切。这一刻，顾长歌仿佛便是这世间永恒不败的魔神。在顾长歌面前，魔狼天渺小的如同宇宙中的一粒沙尘，他的骄傲此时不堪一击。两股魔威充斥在天地之间。魔狼天催动至尊魔骨，手握是神枪，以暗夜永恒大神通遮蔽了天地然，而顾长歌双剑在手，五行剑意挥出，将这永恒的暗夜给打破。轰！轰卡！仅仅是一个照面的功夫，永恒暗夜便被击碎，仿佛天地都被捅穿。五行剑意肆虐而来，大荒圣威、10万神像之力、混沌剑气全部爆发。争！噗嗤！魔狼天手中的长枪被直接击飞，整个人吐血飞出。他的至尊魔骨在顾长歌的力量面前，简直就是螳臂当车。魔狼天很强，但是顾长歌更强。看来青州的传闻丝毫没有添油加醋，甚至顾长歌的实力比这传闻中的还要更加恐怖。这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有魔尊境圆满修为，为何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魔狼天面色惨白，他身上穿着的黑色战甲竟然都生出了一道道裂缝。这战甲乃是极品神器，然而也挡不住霸道凌厉的剑意。魔狼天败了，败得很彻底。圣子，10大尊老吓得失声喊道。然而顾长歌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前行，竟然不准备给魔狼天喘息的机会。顾长歌要将魔狼天的骄傲彻底摧毁。魔道之中，顾长歌敢自称第2，没人敢称第1。这魔狼天以前再骄傲，如今在他顾长歌面前也要毕恭毕敬。住手！不血河大阵，10大尊老睚眦欲裂，他们体内的魔气皆是爆发。轰轰轰！10位魔圣境圆满强者使出了全力，天地瞬间被魔威所笼罩，但是这股魔威却根本靠近不了顾长歌。嗡嗡，轰隆隆，10大尊老开始布阵，一道血红大阵出现，其中有着成千上万头鬼魅咆哮而出。10大尊老身形一闪，而后出现在了魔狼天身后。血河大阵凝聚10大尊老的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到魔狼天体内。轰！魔狼天原本气息萎靡，但是却在血河大阵之中恢复到了巅峰，并且他的修为猛然攀升，直接从魔圣境大成突破到了圆满，然后问鼎巅峰。魔狼天双目血红，银发飘舞，是神枪再次出现在了手中。顾长歌，虽然本圣子不屑于借助外物，但是今天只能破例一次了。本圣子乃是魔道第1人，岂会败在你的手上？魔狼天手中的是神枪，指着顾长歌，凌厉的枪芒化为无数头雷龙，狰狞咆哮，威力恐怖。闻言，顾长歌失望地摇了摇头，你还是没改掉骄傲自负的破毛病，就凭你也配指责本圣子？去死！魔狼天怒声咆哮，整个人化为一道黑影，万千鬼魅随他一同出征。这些只是外界的屏障，并非你的真正实力，而且就算你用这些歪门邪道，也不是本尊的对手。顾长歌双眸变得凌厉，而后化为漆黑一片。灭世大魔幻化而出，随后如同脱笼的猛虎，向着万千鬼魅扑去。嗷嗷！原始真魔血脉爆发，灭世大魔狰狞咆哮，魔爪挥出，万千鬼魅瞬间被撕裂。在这原始真魔之威面前，魔狼天感到一阵心悸，但是他依旧硬着头皮杀出，企图能够将顾长歌击败。这一次你会输得很彻底。顾长歌如同命运之神在宣判。不可能，本圣子绝对不会输给你。大吞噬术！魔狼天紧咬牙齿，血河大阵开始剧烈颤动，源源不断的魔力涌入到他的体内。他一枪刺出，一道道黑洞浮现，更有狰狞的异兽幻化，欲要将顾长歌吞没。顾长歌手握两柄魔剑，混沌剑体和混元剑胎被催动，5种剑意凝聚而出。等到剑气剑势达到巅峰的时候，顾长歌双眸一寒，剑气剑势竟然化为无尽的烈火。这烈火好似永恒存在一般，
不死不灭。焰分是浪尺，顾长歌猛地劈出一剑，滔天烈焰剑斩轰出，整个大平洲好似化为一个巨大的火球，水蒸气快速升腾，下方的魔修、妖兽全部发出哀嚎。远在天魔教的众魔此时也被天穹的烈焰剑斩所吸引，在这剑斩的威力下，所有魔修都感觉自己快要被蒸发。这是发生了什么？难道这是狼天所在的战场？不好！所有魔圣境以上的长老弟子全部随本教主出征。魔兵圣老眼微眯，而后内心升起一抹不安。天魔教数万长老弟子跟随魔兵圣杀去。茫茫荒漠之上，烈焰剑斩袭来，咣！烈焰剑斩直接劈碎一头头异兽，那些深不见底的黑洞竟然也被直接焚烧殆尽。轰噗！血河大阵被劈中，直接化为灰烬。10大尊老发出一声声惨叫，狼狈的倒飞了出去。魔狼天双眼圆睁，烈焰剑斩已然落下。不！魔狼天发出一声咆哮，纵然使出血河大阵，在魔圣境几乎无敌，然而依旧被顾长歌碾压。顾长歌的力量好似根本看不到底，你越强，他便越强。我说了，你的心智不太行，如果不跳脱温室，那这辈子也难有出息。顾长歌的声音传来，一向高傲自大的魔狼天竟然没有反驳。是啊，他从小到大一切都太顺利了，没有经历过失败，被万人追捧，好像他便是世界的中心。然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比他强的大有人在。咣！噗嗤！魔狼天被剑斩劈中，整个人淹没在了无尽的火海之中。他好似来到了地狱，真的要死了吗？魔狼天有些不甘，他还想证到魔地，乃至追寻那虚无缥缈的太古狂魔境界。然而这一切都没机会了。现在你可愿意臣服于本尊？就在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魔狼天猛地睁开双眼，却发现顾长歌出现在了面前。那无尽火海被他轻松挡下，顾长歌先把魔狼天打入地狱，然后再给他生的希望，这样才能让他心甘情愿的臣服。魔狼天没有拒绝，他双眼紧盯着顾长歌。顾长歌周身魔气浩荡，魔纹滚滚，原始真魔之威震天动地，本身就如同一尊原始真魔在世。也许只有这样的魔道妖孽才能带领他们魔修闯出一片天吧。跟着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魔狼天已经没有再自称圣子，他的骄傲已经被顾长歌彻底摧毁。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原来只有冰山一角，甚至他连顾长歌的魔奴周一行都不如。呵呵，你倒是挺现实啊。顾长歌有些吃惊，这魔狼天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知道讨要好处。那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魔狼天既然都选择臣服于顾长歌了，自然也没必要跟他客气。顾长歌一路逆袭，手里怎么可能没有些值钱的宝贝？单单是他施展的神通，每道都是天阶品级。本尊可以给你承诺，若你臣服于我，本尊便有方法让你继承原始真魔血脉。顾长歌淡淡一笑，他不相信魔狼天会不心动。当然，原始真魔血脉并非他所赋予，而是魔狼天服下噬魔丹后就能自动觉醒。顾长歌不过是把功劳揽到了自己身上。什么？你说我能继承原始真魔血脉？你为什么不早说？早说的话，我也不用挨打了。魔狼天双目圆睁，他几乎不可置信，此时语气激动地说道：若能继承原始真魔血脉，他丝毫不会犹豫。别说臣服于顾长歌，就算认顾长歌为父亲也完全没问题啊。那可是原始真魔血脉啊，哪个魔修会不心动？见到魔狼天反转得如此之快，众人皆是愣了一下。看来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圣子，也拒绝不了对于强大血脉的渴望。原始真魔血脉乃是魔族最为纯正的血脉，若是魔狼天继承之后，想要追寻太古狂魔境界就更加有把握了。这么说，你是愿意臣服于本尊了？顾长歌得意一笑，对着魔狼天询问道：愿意，我愿意。我也不是贪图那原始真魔血脉，主要还是感觉你为人不错，魔道天赋强大，魔修有你带领，必然可以闯出一片天。魔狼天擦掉嘴角的血迹，而后挣扎着站了起来，一脸正义地说道。闻言，众人脸上的笑容皆是凝固。没想到这魔狼天还是个戏精，不是贪图原始真魔血脉。呵呵，狗都不信。顾长歌也不介意，而是笑着说道：那你以后便成为本尊的魔奴吧。好，没问题。等下，魔奴不是随从吗？魔狼天愣了一下，这魔奴和随从可不一样，魔奴可是要被种下奴印的。魔风等人也是大吃一惊，他们只是天魔教的使者，身份低微，被种下奴印倒也罢了，但是魔狼天可是天魔教的圣子啊，若是也被种下奴印，那岂不是会被其他州的强者嗤笑？不可能，成为你的随从可以，但是魔奴绝对不行。魔狼天当即拒绝道。见状，顾长歌也不急，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堂堂魔教圣子，岂会甘心成为魔奴？
嗨嗨，这样啊，那没办法了，原始真魔血脉只有你成为本尊的魔奴方能继承。既然你不愿意，那本尊只好另找他人了。顾长歌面色惋惜地说道。而后，顾长歌看向周一航，小周，你后悔成为本尊的魔奴吗？闻言，周一航心领神会，当即回道：能成为主人的魔奴，实属小周的荣幸。如果没有主人的话，我这一身修为也不可能凭空得来，我这原始真魔血脉也更不可能诞生。话刚落下，周一航便将原始真魔血脉催动，轰！魔气爆发，原始真魔之威笼罩天地。一尊血色大魔睥睨四海八荒。你也拥有原始真魔血脉？魔狼天双眼圆睁，内心满是惊恐。这近乎绝迹的原始真魔血脉，什么时候如此泛滥了？在这原始真魔之威面前，魔狼天的至尊魔骨完全被压制，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魔狼天，你我终究无缘，罢了罢了。顾长歌拂袖一挥，而后转身惋惜道。见状，魔狼天急了，他可不想和原始真魔血脉失之交臂。他虽然身怀至尊魔骨，但远没有原始真魔血脉强大。如果能够得到原始真魔血脉的话，他在魔道一途将会走得更远。顾长歌，我们可以商量，凡事都能商量的，对不对？魔狼天着急地说道。算了，你堂堂天魔教圣子，岂能成为我的魔奴？太屈才了。顾长歌摇了摇头，但嘴角却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这魔狼天涉世未深，还不轻松被他拿捏啊！我不屈才，哪里会屈才啊？能跟着主人，那是我的荣幸啊！主人，求你一定要收我为魔奴！魔狼天直接扑倒在地，而后抱着顾长歌的大腿，动情地说道：原始真魔血脉，他一定不能错过。见到这奇葩的一幕，魔风等人看的眼睛都直了。周一航的嘴角微微上扬，他心里对主人更加的敬佩。主人只用3言2语便轻松拿捏了魔狼天，手段实在是高明。先是用武力击垮他的骄傲，再欲擒故纵，将他轻松拿捏，当真是了得。10位尊老面色苍白，他们全身鲜血淋漓，然而却看到了圣子紧抱顾长歌大腿的一幕。这发生了什么？圣子好像请求顾长歌收他为魔奴。10位尊老满脸不解，高高在上的圣子竟然会求着顾长歌收他为魔奴，怕不是脑袋刚才摔坏了吧？见到时机成熟，顾长歌这才转过身子，而后一脸为难地说道：你如此执着，本尊倒是也不好拒绝你了。见到有戏，魔狼天面色大喜，主人在上，请受狼天一拜。魔狼天卖力的磕头，一个接着一个，使得地面都在剧烈颤抖。可，好了，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本尊便给你一个机会吧。顾长歌将魔狼天搀扶了起来，随后拿出了那枚噬魔丹。见到噬魔丹，周一航格外的熟悉，正是服下了噬魔丹，周一航的命运才因此而改变。此乃噬魔丹，你若将之服下，便可当即觉醒原始真魔血脉。待本尊今后的修为超过你，那么只要本尊修为有所突破，你也会直接突破，只不过比本尊低一个小境界罢了。顾长歌缓缓说道。闻言，众魔皆是瞠目结舌，服下这枚丹药，便能继承原始真魔血脉。而且魔道修为永远只比顾长歌低一个小境界，这世间竟有如此逆天的丹药。要知道，顾长歌踏入魔道也才2年多，然而短短2年时间，他从魔道小白一跃成为了魔尊境。此等修炼速度，今后成就必然非凡。只怕要不了10年，顾长歌便能突破到太古狂魔，届时他魔狼天也能跟着突破到太古狂魔。咕噜，魔狼天激动地吞了吞口水，他双手颤抖地接过噬魔丹，对着顾长歌郑重地道谢：多谢主人恩赐。顾长歌点了点头，随后吩咐道：赶快服下吧。是，主人。魔狼天不再犹豫，直接将噬魔丹服下。轰！这一刻，精纯的魔力在魔狼天体内爆发，好似一颗魔道种子发芽生根。原始真魔血脉开始诞生，魔狼天双目变得血红，来自上古时期的恐怖魔道力量充斥全身。轰隆隆！魔狼天双拳一握，血色大魔幻化而出，撕裂虚空，睥睨9天10地。在这原始真魔之威面前，所有魔修皆是忍不住想要匍匐。这真的诞生了原始真魔血脉，至尊魔骨加原始真魔血脉，圣子今后的魔道之路将会格外辉煌啊！10大尊老面色激动，忍不住感叹道。魔狼天感受着全身恐怖的力量，眼中满是喜悦，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主人顾长歌。所有人听好，今后我魔狼天再也不是什么圣子，从今往后我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主人的魔奴。魔狼天扫视所有人，而后大声地宣布。他来到顾长歌身前，单膝跪地，恭敬地行礼。狼天拜见主人。顾长歌满意的点了点头，起来吧。是，主人。魔狼天这才起身，而后与周一航一起恭敬地站在了顾长歌身后。
顾长歌的第2位魔奴正式诞生。叮，恭喜宿主成功收下魔奴，奖励1万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混沌剑体、大荒圣体、混元剑胎、原始真魔血脉，魔道修为魔尊境圆满，突破至魔圣境入门需12万杀戮值，杀戮值14730。武道神通魔浪断魂步、神象镇狱境、一剑定生死、上苍劫光。武器法宝干将、莫邪、造化神莲。魔奴周一航，魔奴魔狼天、灵宠、九幽魔蛟、小黑子。这是第3更，明天继续3更，雄起，不能辜负各位读者大老爷们的期待。大家会推书荒的，帮忙推一下，有免费的礼物，还望打赏给3罪，多谢各位读者大老爷。宿主已成功收下2名魔奴，现在您可以选择将2名魔奴的特殊体质复制到自己身上，是否立即进行复制？顾长歌盯着信息面板的时候，系统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听完之后，顾长歌的双眼变得火热。复制2名魔奴的特殊体质，紫极魔瞳和至尊魔骨，还有这等好事，顾长歌面色大喜，这简直就是意外收获啊！如果拥有了紫极魔瞳和至尊魔骨，那么顾长歌的魔道天赋将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立即复制！顾长歌毫不犹豫地命令道。嗡嗡！这一刻，顾长歌胸口生出一块霸道的魔骨，魔骨之上流动着暗黑神纹，狂暴的魔气散发，好似幻化出一头盖世魔神。顾长歌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力量再次增强，一拳下去便可摧毁100座高山。这是至尊魔骨。魔狼天一愣，他不可置信地看着顾长歌的胸口，整个人瞠目结舌。他的至尊魔骨竟然出现在了主人身上。轰！突然，顾长歌双眼之中射出2道紫金光芒，与周一航的紫极魔瞳如出一辙。紫极魔瞳，主人这是把我们2个的体质都给复制了。周一航恍然大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至尊魔骨、紫极魔瞳，妙啊，真是好系统！哈哈！顾长歌大声笑道。众魔面色呆滞，他们根本想不通顾长歌为什么能够拥有至尊魔骨和紫极魔瞳。狼天已经选择臣服了，那你们呢？顾长歌的目光看向10大尊老，他们才是天魔教的中流砥柱，10位魔圣境圆满，战力已经非常恐怖。然而10位尊老面面相觑，一时犹豫不决。你们不臣服也行，本尊会吩咐狼天把你们一个个打残。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闻言，10大尊老皆是眉头紧皱，吩咐魔狼天打他们，那他们面对圣子也根本不敢还手啊！这招也太损了吧！狼天愿为主人代劳。魔狼天越发感觉主人深不可测，他甚至已经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跟随主人。圣子，你10大尊老面色为难，不过就算他们联手，此时恐怕也不是魔狼天的对手了。魔狼天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如今连魔圣境圆满都将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愿臣服于尊上。10大尊老没有办法，只得单膝跪地，对着顾长歌行礼。顾长歌的天赋他们看在眼里，在当世魔修之中，顾长歌的魔道天赋绝对能排到第一。3道圣体，刚才又得到了至尊魔骨和紫极魔瞳，并且拥有原始真魔血脉，这简直逆天了好吧。见状，顾长歌满意的笑了笑。都起来吧。顾长歌对着众魔吩咐道。谢尊上。众魔这才敢站起来。顾长歌的目光看向天魔教，连魔教圣子都臣服于自己，想必教主魔冰胜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儿子兵哥相见吧。轰轰！就在这时，远处的虚空快速崩塌，一股恐怖的魔威袭来，已然达到了魔圣境的巅峰，仅差一步便可冲击魔地。当然，冲击魔地如果失败，那么就会沦为半步魔地。青州小子，你胆敢在我大平洲闹事，难道是活腻了吗？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其中蕴含着浑厚的力道，使得大地都在急速颤抖。声音还未彻底落下，魔冰胜便是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他身穿战甲，披着黑色斗篷，头上戴着魔冠，整个人高大威猛，不怒自威。他便是天魔教的教主魔冰胜，在他身后乃是数万魔圣境的强者。数万魔圣强者负压而来，天地瞬间变得昏暗，充斥着强大的魔威。魔冰胜的老辣的目光扫去，发现自己的儿子魔狼天、10大尊老竟然都没有出事，虽然受了点伤，但双方却看似非常和谐，这让魔冰胜有些捉摸不透。不过魔狼天没有出事，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狼天，今日你随为父一起将这青州小子给拿下。魔冰胜手掌一握，顿时出现一柄魔刀，魔刀做工精致，其上魔纹流转，竟然也是一柄地器。听到魔冰胜此话，魔狼天面色挣扎，10大尊老更是眼珠打转，脸色复杂。这魔冰胜哪里知道，
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为了顾长歌的魔奴，就连他们10位尊老都已经臣服于顾长歌。可以说，天魔教的最强一批战力已经全部归顺于顾长歌，这魔兵圣已经如同光杆司令。魔教主，恐怕今天你会失望了。顾长歌戏谑地笑道。魔兵圣眉头一皱，而后气势威严地说道：小子，你此话是何意？你问问狼天便知道了。顾长歌并不准备跟魔兵圣死战，魔兵圣的力量不容小觑，顾长歌虽然能够战胜他，但是却不愿花费那力气，让魔兵圣的儿子对付他，岂不是绝妙？魔兵圣再狠，也不会对自己的儿子动手吧？父亲，孩儿已经归顺于主人，恕难从命。魔狼天低着头说道。闻言，魔兵圣如遭晴天霹雳。归顺于主人，什么意思？顾长歌成为了魔狼天的主人？难道魔狼天被顾长歌种下了奴印？轰！魔圣境巅峰修为气息爆发，方圆数百里的荒漠皆是炸裂，数万强者被逼退。这股魔威实在是太过于狂暴了，小子，你是不是强行在我体内种下了奴印？魔兵圣手中的大刀指向顾长歌，顿时沿途虚空破碎，出现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面对着强大的攻势，顾长歌丝毫不慌。父亲，住手！魔狼天眉头一皱，他身形一闪，竟然悍不畏死地挡在了顾长歌身前。是神枪探出，而后至尊魔骨和原始真魔血脉猛然爆发。咣！轰！踏踏踏踏！魔狼天倒退数步，脸色苍白，但好在挡下了这股威压。狼天，你……魔兵圣大惊失色，整个心都提了起来。看到魔狼天没事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虽然魔狼天被种下了奴印，但是只要将顾长歌击杀，奴印便会自动消散。魔兵圣时再想不到自己儿子为什么要拼死挡下这一击。不对，刚才那是原始真魔之威。狼天，你诞生了原始真魔血脉？缓过神之后，魔兵圣吃惊地问道。刚才只顾着担心了，倒是忽略了那股原始真魔之威。魔狼天点了点头，而后回道：父亲，孩儿是自愿成为主人魔奴的，主人并未强迫孩儿，相反是孩儿苦苦哀求主人，主人可怜我，这才给了我成为魔奴的机会。闻言，魔兵圣整个人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置信，自己儿子堂堂魔教圣子苦苦哀求成为顾长歌的魔奴，这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四周静得可怕，空气好像都停止了流动。魔兵圣体内狂暴的魔威此时渐渐的消散，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儿子魔狼天。狼天，你为什么要归顺于他？魔兵圣有些痛心地问道。从小到大，魔狼天都高高在上，魔兵圣时再想不出自己儿子会求着被顾长歌收为魔奴。父亲，孩儿很荣幸能够追随于主人，孩儿身上的原始真魔血脉便是主人所恩赐。魔狼天一脸自豪地回道。闻言，魔兵圣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下来。魔狼天身上的原始真魔血脉竟然跟顾长歌有关系。狼天，你确定？魔兵圣有些不敢置信。原始真魔血脉可是魔族最为纯正和强大的血脉，几乎已经绝迹。然而顾长歌竟然有办法让魔狼天诞生出原始真魔血脉，他们都能为孩儿作证，而且孩儿没理由欺骗父亲。魔狼天淡淡的回道。魔兵圣目光一转，落在了10大尊老的身上。教主，确实是尊上赐下丹药，圣子服用后诞生的原始真魔血脉。魔旭开口说道。这一下魔兵圣彻底不淡定了，世间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丹药，服用一枚便能诞生原始真魔血脉，这怎么可能？见到魔兵圣没有了怒意，顾长歌的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就在顾长歌想好了措辞，准备开口的时候，对面的魔兵圣反倒抢先说道：顾公子，不知您还缺魔奴吗？此言一出，全场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望着魔兵圣。什么鬼？这是一教之主该说出来的话吗？顾长歌显然也懵了，这魔兵圣和魔狼天不愧是亲父子啊，两人在血脉面前的反应竟然出奇的一致。嘿嘿，魔教主，不好意思，我这里仅剩的一枚是魔丹已经给了狼天。顾长歌轻咳一声回道。其实是魔丹是源源不断的，但是必须拥有大天赋的魔修才值得系统奖励。坦白的说，就是魔兵圣的天赋不够，而且年龄偏大，这辈子的成就几乎大差不差，系统看不上眼。当然如此扎心的话，顾长歌自然没有说出来。这样魔兵圣老脸之上浮现一抹失望。如果他也能够诞生原始真魔血脉的话，那么绝对有把握一举突破到魔帝境界。他们天魔教的3位在世老祖冲击了2次魔帝境界都没成功，如今全部都是半步魔帝，说白了就是天赋不够。如果真能得到原始真魔血脉的话，就算成为顾长歌的魔奴又如何？能够拿出如此逆天的丹药，这身份背景能简单吗？
魔兵圣身后的数万强者全部面色尴尬，他们都做好生死一战的准备了。然而看教主这样子，应该打不起来了。魔教主，我有一件事想与你商量一下。顾长歌注视着魔兵圣，准备道出目的。闻言，魔兵圣大概已经猜到了，但他依旧看向顾长歌。魔教主，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我此行前来便是为了收服天魔教。顾长歌双手负在身后，语气郑重地说道。闻言，魔兵圣的眉头一皱，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数万魔圣境强者心里皆是不爽，他们天魔教乃是魔道正统，而且有着数千万名魔修，实力强大，岂能臣服于顾长歌？顾长歌，你这恐怕有些大言不惭吧？魔兵圣语气变得凌厉了起来。如果顾长歌还有是魔丹的话，他兴许还能考虑一下，但现在顾长歌想要空手套白狼，他自然不愿意。见状，顾长歌也不急，而是笑着说道：魔教主，你退位之后，这教主之位准备传给谁？自然是狼天。话刚落地，魔兵圣便意识到了不对。如今魔狼天已经归顺于顾长歌，魔兵圣如果把教主之位传给魔狼天，那顾长歌不还是能够控制整个天魔教吗？既然如此，那天魔教早晚都要归于本尊名下。顾长歌一脸坏笑地说道。你！魔兵圣气得牙痒痒，这顾长歌也太贱了吧！顾长歌，我天魔教传承了100万年，岂能说给你便给你？魔兵圣手握大刀，气势凛然地说道。顾长歌身后，周一航一步跨出，体内同样爆发原始真魔血脉，并且催动了紫金魔瞳。又是原始真魔血脉，还有紫金魔瞳，天生的魔修。魔兵圣等人被吓了一跳。这名少年的魔道天赋比起魔狼天只强不弱，如此逆天之辈，竟然也是顾长歌的魔奴。父亲得罪了。魔狼天同样跨出一步，与周一航并肩作战。你！魔兵圣气的吹胡子瞪眼，他的好大儿可真是孝顺死了。顾长歌并未说什么，他只是当个吃瓜群众，准备看一场好戏。面对自己的好大儿，他就不信魔兵圣干下死手。这一步棋实在是妙，直接牵制住了魔兵圣。可恶！魔兵圣堂堂一教之主，何时如此窝囊过？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天魔教所在的方位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声，紧接着浓郁阴森的魔气弥漫而来，竟然遮蔽了整个大平洲的天穹。这股魔气之中蕴含着超越魔圣境的恐怖威压。老祖，是老祖出关了，我等恭迎老祖。魔兵圣在内的所有魔修全部对着天魔教的方向行礼。顾长歌眉头一皱，天魔教的真正底蕴终于出手了。3位半步魔帝境界的大能，以顾长歌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对手。但是顾长歌却并未慌张，此行前来本就是智取。作为21世纪的穿越者，他相信自己画大饼的能力。资本家惯用的画大饼手段，顾长歌已经掌握到了精髓。如今刚好拿着3位老祖是试手。顾长歌向着远处望去，那股恐怖的威压快速袭来，天地万物好似都在颤抖。3道苍老的身影浮现，皆是身穿紫袍，留着花白胡子，面色沧桑，一双老眼好似深不见底的魔渊。他们便是天魔教在世的3位老祖，分别是魔勇、魔彪、魔汉。3位老祖赶来之后，目光皆是落在了顾长歌的身上。只是这一看，3位老祖都是眉头紧皱，因为凭借他们半步魔帝境的修为实力，竟然没能看出顾长歌的境界。顾长歌周身好似有着一抹仙雾笼罩，将他们的双眼给遮蔽。你便是顾长歌？魔勇开口问道，声音如同惊雷，传遍整个荒漠。正是。顾长歌也不惧怕，声音淡定地回道。天魔教的圣子已经成为了顾长歌的魔奴，顾长歌只需动一下念头，便可让魔狼天生死道消。因此3位老祖不可能直接对顾长歌下杀手。见顾长歌面色淡然，3位老祖内心惊讶，他们可是半步魔帝修为，随便动根手指便能碾死无数魔圣境强者，就算是教主魔兵圣在他们面前都胆战心惊。然而顾长歌却跟个没事人一样，这份道心着实强大。你胆子倒是不小，但却动了不该动的念头。魔勇冷哼一声，声音中蕴含着杀机。想要让天魔教臣服于顾长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顾长歌也不急，而是笑着开口道：“3位前辈，晚辈能问你们一个问题吗？”闻言，3位老祖面色疑惑，对视之后方才点头道：“你问吧。”顾长歌也不慌忙，而是缓缓说道：“3位前辈的魔道天赋不凡，本该有着更加光明的前途，难道此生真的甘心偏于一隅吗？”顾长歌此话顿时让3位老祖陷入了沉思。他们的天赋比起绝大多数武修都要强大很多，但是在这大平洲，哪里比得上中州的资源？中州那些天之骄子从小便拥有无数的修炼资源，修炼之路早已被铺平。如果魔勇3位老祖也拥有同样的资源，那么早就证到魔帝成功了。他们之所以不去中州，
并非他们不想去，而是中州的势力都排斥魔修，甚至不惜赶尽杀绝，因此他们魔修才集中在大平州。见到3位老祖的反应，顾长歌心里得意一笑，忽悠起效果了。趁热打铁的道理，顾长歌自然知道，于是便继续说道：晚辈明白3位前辈的苦衷，如今不仅中州，就连其他州域的势力都排斥我们魔修。如果我们魔修不团结在一起，那么只会被欺负，并且永远都走不出大平州。王侯将相，您有种乎？凭什么我们魔修不能到中州修炼？凭什么我们要被他们排挤？大道3000，修炼魔道乃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只杀自己的仇人，快意恩仇有什么错？如果不改变现状，那么魔修永远走不出去，而走不出去便意味着魔修永远出不了强者，没有魔道强者，那么就无法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如此恶性循环，魔修永远都只能活在食物链的最低端。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爆发，原始真魔之威浩浩荡荡，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语使得所有魔修都憋着一股气，尤其是3位老祖，他们在这原始真魔之威面前竟然也忍不住臣服。顾长歌就宛如一尊原始真魔在世。对啊，如果走不出大平州，那么魔修便永远出不了强者，不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那就意味着永远处在食物链的最低端。3位老祖深有同感，此时神色忧伤。他们年轻时也曾尝试过前往中州，但是却被各大势力排挤，最后狼狈地退回大平州。中州仿佛便是武道圣地的代名词，至于魔修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难道3位前辈受过的苦，还想让天魔教的其他魔修再经历一遍吗？或者说，哪天武道强者心里不爽，直接下令诛杀世间魔修，那么天魔教又能够撑多久呢？顾长歌继续说道，这些话他发自肺腑。既然已经踏入魔道，那么他就必然要将魔道发扬光大。只要坚守本心，有仇必报，不干丧尽天良的事，就算一生修魔又如何？天魔教的所有魔修对顾长歌都不再有恨意，相反，他们还很敬重顾长歌。顾长歌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大道3000，凭什么魔修要处处被人针对呢？嗜血、残忍，这些标签并非魔修专属，所谓的正派人士也不乏有着奸诈小人。唉，3位老祖接连叹了口气。不得不说，顾长歌说到他们的心坎了，但是他们活了几十万年，自然没有那么冲动。顾长歌，你所说的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几万亿年，但是从来没有一位魔修可以改变现状，你又能有什么办法？魔勇的语气已经缓和了不少，此时反问道。顾长歌也知道魔勇3人没有那么好骗，所以早就有所准备。前辈，您了解过我的过去吗？顾长歌笑着问道。闻言，魔勇眉头微皱，他常年闭关，自然没有关注过顾长歌。晚辈5年前被废了丹田，就连神体也被剥夺，1年多前我才恢复了丹田，并且踏入魔道，而今我却已经修炼到了魔尊境。话刚落下，顾长歌体内的修为气息便是爆发，魔尊境圆满。见状，魔勇3位老祖以及在场的所有魔修皆是被震撼到了。顾长歌踏入魔道1年多，竟然便从入魔境修炼到了魔尊境圆满，此等修炼速度简直让所有魔修望尘莫及。魔狼天自认为天赋不错，但是在主人顾长歌面前简直弱爆了，短短2年不到，从入魔境修炼到魔尊境圆满，此等速度绝对是万古第一人。魔勇3位老祖对视一眼，皆是感叹道：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夺回了失去的大荒神体，并成功进化到了大荒圣体，觉醒了混沌剑体，融合了混元剑胎，还有紫金魔瞳、至尊魔骨以及原始真魔血脉。顾长歌双眼绽放紫金神芒，体内的圣体皆是爆发，恐怖的威力好似要将天穹轰穿。一尊血色大魔汇聚天地所有造化，万事万物在他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这尊血色大魔让所有魔修看到了魔道辉煌的未来，他们忍不住想要臣服。就连魔勇3位老祖此时都面色激动。顾长歌踏入魔道不到2年，然而却已经取得了如此惊艳的成就。如果再让他修炼个10年、100年，那么就算是武道顶级强者，只怕都不是顾长歌的对手了吧？如果说魔道有未来的话，那么只有顾长歌才能带领魔修开创美好未来。兄弟们，3更了，这段时间辛苦大家追更了，3最会尽量多写点，让大家看爽点。有免费礼物的读者大大们还望投给3最，感谢各位亲的支持。灭世大魔之下，顾长歌双目血红，黑发飘舞，体内的魔气肆虐而出，圣体之威、剑体之威、原始真魔之威，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顾长歌的魔道天赋几乎可以傲视所有魔修。虽然3位老祖修为实力比顾长歌高，但是在这股威压面前依旧感到战栗，隐隐间想要臣服。见到威慑起了作用，顾长歌的目光再次落到3位老祖身上，不卑不亢地说道：前辈，晚辈能够承诺，只要天魔教臣服于我，不出20年便能让大家在中州扎稳脚跟。
此话一出，全部魔修都心动了。不出20年，在中州扎稳脚跟，如果换做其他人说这句话，他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但是顾长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过多的质疑。顾长歌的天赋摆在那里，成为绝世强者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天魔教如果想走出大平洲，前往中州发展的话，跟着顾长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3位老祖并没有直接答应，但是他们也没有拒绝，而是互相对视，好似在交流。顾长歌也不着急，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大饼他已经画好了，实力也摆出来了，如今就看3位老祖如何选择了。3位老祖不说话，其他人更是鸦雀无声。教主魔兵圣双眼微眯，他看向顾长歌的时候，眼中满是敬畏。顾长歌的强大远超他的想象，还好刚才没有跟顾长歌动手，否则吃亏的只会是他。怪不得他骄傲的儿子会对顾长歌这般忠心，单单是被种下奴印的话，绝对不可能让魔狼天这般尊敬。只有魔狼天内心真正的认可顾长歌，对顾长歌发自肺腑的敬畏，才会这般忠心。约莫10几分钟过后，3位老祖好像讨论出了结果。只见魔勇老祖走了出来，随后对着顾长歌说道：“小友，你确实打动了我们，但是仅凭这些还不够。”闻言，顾长歌眉头微皱，这是拒绝了，还是有戏？小友也不要失望，我们只是想要对你进行最后的考验。如果小友能够通过最后的考验，那么今后天魔教便对你唯命是从，包括我们3个老家伙。魔勇语气郑重地说道。魔修虽然杀伐果断，手段残忍，但是只要给出了承诺，就绝对不会反悔。不知前辈所说的考验是？顾长歌疑惑地问道。魔勇也不拐弯抹角，直接便是回道：接下老夫一掌。此话一出，全场哗然。魔勇乃是半步魔帝修为，这一掌拍下，即便是上百个魔圣境圆满强者也遭不住啊。顾长歌虽然天赋强大，但是毕竟只有魔尊境圆满，比之半步魔帝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这周一航和魔狼天眉宇之间皆是有些担忧，这不摆明了为难人吗？顾长歌的手指在身后轻轻敲打，好似在思考，想要接下魔勇一掌自然不容易，但是除了这个方法，好像也别无他法了。以3位老祖的性格，如果不通过他们的考验，绝对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毕竟天魔教传承了100万年，如今突然要易主，他们自然要谨慎对待。小友，不知你意下如何？魔勇直视着顾长歌，而后再次问道。如果顾长歌接不住他一掌，那么证明他还没有资格接管天魔教。天赋再强大也是以后的事，当下拼的是实力。如果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那么又怎么可能成为强者呢？好，那晚辈便接下您一招。顾长歌抬眸，双眼之中闪过一抹坚定。主人，周一航有些担忧。顾长歌却是对他摆了摆手，不必担心，本尊心里有数。是，主人。见顾长歌这般说，周一航方才退下，众魔也是纷纷后退。半步魔帝的一掌威力何其强大，他们若是靠得近，恐怕瞬间就会化为齑粉。好，有气魄。魔勇的嘴角浮现一抹满意的笑容。成大事者怎么能够畏惧呢？如果顾长歌今天选择退缩，那么就算他的实力再强，3位老祖都不会认可他。前辈，您不会一掌把我拍死的吧？毕竟我死了，对魔道来说也是一种损失，您说对吧？顾长歌眼珠轻转，而后对着魔勇说道。闻言，魔勇眉头一皱，心想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之人？不过顾长歌此话确实不假，以顾长歌的魔道天赋，如果陨落的话，对于魔道来说确实是一种损失。放心，你若不能接下，老夫自会留你性命。魔勇毫无感情地回道。顾长歌得意一笑，什么脸面不脸面，能有小命重要吗？只要活着就有无限可能。傲剑山庄还等着他去灭，母亲还在中州等着他，因此他绝对不能出事。轰！下一刻，顾长歌体内的血脉爆发，原始真魔之威涌现天地，大荒圣体、混沌剑体、紫金魔瞳、至尊魔骨全部爆发，神芒万丈，笼罩亿万星辰。魔勇吞了吞口水，他还没有见过一个人竟然能够拥有如此多的造化，这小子怕不是把整个仙域的气运吸到自己身上了吧？不仅仅是魔勇，另外2位老祖同样震撼不已，真是大造化。如果他能接下老勇这一掌的话，对于我们天魔教来说也是一种机遇。魔彪一双老眼微眯，对着一旁的魔汉说道。魔汉赞同的点了点头，你小子可真是不藏着掖着啊。见顾长歌使出所有底牌，魔勇笑着摇了摇头。顾长歌自信一笑，下一刻2柄魔剑飞出，降下血红剑芒，五行剑意随之凝聚，霸道凌厉，似乎能够诛灭世间一切。这是完整的五行剑意，你小子还是剑修，而且还是一名剑修妖孽。3位老祖再次被顾长歌震撼到了，
大眼瞪小眼，如同见鬼了一般。顾长歌的魔道天赋已经万古无一，然而又领悟了五行剑意，即便是那些剑修老不死，也很难将完整的五行剑意领悟，而且那还是一辈子都修剑道的情况下，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就算不吃不喝不睡，哪怕是时间管理大师，也不可能同时兼顾魔道和剑道啊！关键两者还都能修炼得如此逆天，简直不敢想象。前辈，晚辈已经准备好了，您随时可以出手。将所有底牌施展出来以后，顾长歌对着魔勇说道。魔勇还没有从震撼中走出来，听到顾长歌的声音之后，他整个人一怔，随后点了点头。好。顾长歌表现出来的天赋手段已经获得了魔勇的认可，但最后的考验还是要继续。暗夜永恒。魔勇一双老眼微眯，体内的魔气如滔滔江水般喷涌而出，魔气滚滚，魔纹浩荡，天穹瞬间被黑暗所笼罩。一头头恶魔幻化而出，张牙舞爪地向着顾长歌撕咬而去。小友，你若能够接下老夫这一掌，那么今后天魔教便彻底臣服于你。魔勇调动黑暗之力，双手之上流动着极为高深恐怖的魔纹，四周的空气凝滞了下来，空间为之扭曲破碎。轰卡，天穹随之崩塌，仿佛末日降临。魔勇双手成掌，而后猛然拍出，铮，虚空瞬间爆炸，传来巨大的轰响。滔天魔掌负压天穹，向着顾长歌镇压而来。周一航眉头紧皱，脸色凝重，这一掌的威力极其恐怖，如果是他的话，绝对没有丝毫还手之力。主人能否接下呢？周一航紧握手中的神弓，心中担忧的道。魔狼天同样神色担忧，他已经彻底认可顾长歌，自然不希望顾长歌出事。在众人为顾长歌感到担忧的时候，他却双目火热，战意盎然。原始真魔之威浩浩荡荡，肆虐9天10地，体内的魔力好似要失控一般，极其的狂暴。杀！杀！杀！顾长歌双目突然变得漆黑，两柄魔剑快速飞来，两道血红剑忙斩尽世间一切。混沌剑气充斥天地之间，五行剑意霸道凌厉。等到剑气剑意达到巅峰之时，顾长歌猛地劈出一剑，上苍劫光。这一剑如同开天辟地之神斧，剑芒闪耀，速度极快，眨眼间便轰在了那滔天魔掌之上。铿锵，轰！剑芒与魔掌相撞，直接爆发刺眼的流光，恐怖的威力如同波纹般荡漾开来。不好！魔彪和魔汉两位老祖当即出手，各自使出强大神通，方才将这余威给控制住。所有人吓得愣在了原地，如果两位老祖不出手，那么他们顷刻间便会化为齑粉。给我破！顾长歌黑发飘舞，魔气肆虐，一声怒吼，如同来自九幽地狱。轰扑！剑斩猛然爆发，原本坚不可摧的滔天魔掌，此时竟然光芒暗淡，并且有着一道道裂痕。什么？魔勇双眼圆睁，一切都太快了，他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掌他虽然没有用尽全力，但是也有80%力道，然而都没有逼近顾长歌。主！魔勇不甘示弱，身后出现5道魔轮，魔轮与5道的神轮一样，都能借用天地伟力。由于是半步魔地，因此只诞生了5道魔轮。不过即便是5道魔轮，此时也绽放出了难以言表的恐怖威力。天地伟力被调动，魔勇猛地灌输到魔掌之中，而后再次拍下。轰！轰隆隆！滔天魔掌再次被加固，其上覆盖的魔纹越发的浑厚，如同脱龙猛虎，汹涌落下。轰扑！剑芒难以抵挡，开始不断消散。顾长歌眉头一皱，但却丝毫不惧。轰！顾长歌直接将造化神莲推出，12瓣莲花散发出柔和的神芒，而后竟然铸造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咣！滔天魔掌落下，轰在了坚固的城墙之上。12瓣炼化快速旋转，无穷无尽的力量抵挡着这股魔威。趁着这段时间，顾长歌调动10万神像之力，一头顶天立地的神像浮现而出，恐怖的力量好似要将顾长歌的身体撑爆。他感觉自己已经失控，此时竟然如同蛮牛一般冲出，悍不畏死地撞向那滔天魔掌。小友，你干嘛？魔勇老眼猛地放大，他想要阻止，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所有人都傻了眼，顾长歌竟然以肉身相撞，这与找死有什么区别？主人！周一航和魔狼天失声喊道。轰扑！然而顾长歌已经扑进了魔掌之中，恐怖的魔威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冲天而起，所有人的视线都被遮蔽，在这股余威面前，他们感到战栗。咕噜！尊上！魔风、魔鹏、10大尊老皆是面色凝重，魔勇同样一脸愧疚。顾长歌的魔道天赋乃是万古无一，如果顾长歌陨落，那么将会是魔道的巨大损失。他也没有料到顾长歌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主人还活着！周一航双眼猛然睁开，他通过那道联系感知到了主人的气息。什么？
还活着。闻言，众魔皆是向着那滚滚魔威望去。轰！嗷吼！只见一头血色大魔浮现而出，它撕裂虚空，将一道又一道攻势湮灭。在血色大魔面前，万事万物都显得极其渺小。约莫5分钟过后，魔掌之威彻底消散，一道魁梧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他衣衫褴褛，血肉焦黑，森森白骨外露，好似一具干尸。不过那双漆黑的眼睛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凌厉杀芒。前辈，这一掌我接下来了。顾长歌缓缓地开口，嘴角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疼痛，残忍，这对顾长歌来说都没什么。通往强者的道路上，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咕噜，魔俑3位老祖在场的所有魔修此时都被顾长歌吓了一跳。顾长歌真是个狠人，敢对自己狠，敢拼命的人是最为可怕的。好，魔俑激动地点了点头。也许只有顾长歌这般完美的存在，才能带领魔修走向辉煌的未来吧。魔俑拜见尊上，魔彪拜见尊上，魔汉拜见尊上，我等拜见尊上。3位老祖，所有魔修全部匍匐在地，对着顾长歌磕头行礼。整个天魔教彻底臣服于顾长歌，这是顾长歌拿命争取来的。哈哈哈哈！好，都起来吧。顾长歌仰天大笑，笑声酣畅淋漓。有了天魔教助阵，那傲剑山庄又算得了什么？届时100万魔修杀回去，定然屠灭傲剑山庄在内的3大超级势力。定，恭喜宿主成功收服天魔教，获得3万杀戮值。宿主顾长歌，体质原始真魔血脉，混沌剑体，大荒圣体，混元剑胎，至尊魔骨，紫极魔瞳。魔道修为魔尊境圆满，突破至魔圣境入门需12万杀戮值。杀戮值44730。武学神通魔浪断魂步，上苍劫光，一剑定生死，五行剑意，焰分式浪尺，4项镇杀术。武器法宝干将莫邪，造化神莲。灵宠九幽魔蛟，小黑子。修为9级圆满。状态突破中。魔奴周一航，魔奴魔狼天。天魔教臣服之后，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顾长歌看着信息面板，眼中浮现一抹惊讶。短短几个月时间，九幽魔蛟竟然已经突破到了9级圆满。9级圆满比肩魔尊境圆满，然而九幽魔蛟还在继续突破，看来这是要冲击10级妖兽啊！顾长歌嘴角浮现一抹满意的笑容。如今他拥有2个魔奴，一个灵宠，还有天魔教这等强大的势力。即便不突破到魔圣境，顾长歌现在也能和傲剑山庄叫板。但是外在的力量实在不是自己的，顾长歌必须要让自己尽快强大起来。此次系统一共发布了3个任务，顾长歌完成了其中2个任务，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那便是前往魔地陵抢夺12颗混元魔珠。尊上，您现在有伤在身，还请随我们返回天魔教休养。魔俑对着顾长歌恭敬地说道。顾长歌淡淡一笑，小伤而已，不足挂齿。闻言，众人皆是眉头一皱。血肉焦黑，白骨外露，这叫小伤。然而顾长歌却根本不在乎，只见他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流转，强大的生机在他体内快速绽放。嗡嗡，血肉再次生出，就连修为气息也在快速恢复。死，这便是原始真魔血脉的强大吗？魔俑3位老祖倒吸一口凉气，老脸之上满是惊讶。在上古时期魔修也有强者，当时乃是能够和武道强者叫板的存在，但是发展到现在，魔修渐渐没落，一代不如一代。恢复之后，顾长歌直接对着魔俑问道：俑老，在这大平洲可有一处名为魔地陵的地方？如今天魔教已经臣服，顾长歌自然没有了顾忌。魔地陵，3位老祖对视一眼，老脸之上满是震惊。这魔地陵乃是他们大平洲的重要隐秘，尊上顾长歌怎么会得知？这个隐秘只有天魔教知道，其他州域根本不可能得知。顾名思义，魔地陵便是一位魔帝大能陨落之后的坟墓。魔帝在这大平洲几乎就是魔道战力的天花板。魔帝陨落之后，留下无数珍宝在陵墓之中，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12颗混元魔珠，据说每一颗魔珠单独拿出来都是地气，而12颗魔珠合在一起便是超越地气的存在。地气之上还有道气，只不过道气只存在于中州大地，其他州域几乎没有。道气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而12颗混元魔珠乃是中品道气。任何一柄中品道气都能轻易摧毁数百万公里的山脉，以及成千上万个城池，杀伤力非常恐怖。3位老祖惊讶过后，并未细问顾长歌如何得知魔地陵，而是点头回道：尊上，大平洲确实有魔地陵的存在，而且算一算时间，魔地陵还有不到1个月便会开启。闻言，
顾长歌的眼中浮现一抹火热。好，那我们便先回天魔教。随后，顾长歌带领众魔向着天魔教进发。这一日，天魔教迎来了新的教主，那便是顾长歌。数千万名魔修对顾长歌顶礼膜拜，就连3位老祖都对顾长歌唯命是从，更何况是其他教众了。顾长歌来到了主殿之中，高不见顶的宫殿，辉煌而又大气。高台之上有着一个宝座，乃是宝石打造，上面有着珍贵的玛瑙点缀，闪闪发光，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尊上，请。3位老祖弓着身子，对顾长歌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顾长歌点了点头，而后直接坐到了宝座之上。下方3位老祖为首，依次是上任教主魔兵圣、圣子魔狼天、周一航、10大尊老以及上百位核心长老。天魔教的整体实力远超傲剑山庄，即便是青州3大超级势力联手，也仅仅只能和天魔教五五开。一眼扫过，顾长歌很是满意。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顾长歌都在天魔教静静地等待魔帝灵的开启。根据魔勇介绍，这魔帝灵之中除了12颗混元魔珠之外，还有魔帝陨落后留下的无尽魔元。魔元乃是魔修毕生功力所凝结而成，一位魔帝的魔元，其中的魔力可想而知有多么丰厚。顾长歌当真是越来越期待魔帝灵了。不过魔帝灵也被称为死亡之渊，但凡进去的魔道天骄，无论天赋和实力多么强大，都会陨落在其中，再难走出。就连天魔教上任圣子，拥有鬼王体的魔广峰都死在了魔帝灵之中。刚发现魔帝灵的时候，天魔教每次都会派数万名天骄弟子进入，但却无一生还。自此以后，魔帝灵便成为了天魔教的禁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每一次魔帝灵开启，还是会有不要命的魔修进入，但人数不多，几乎都在100名以内。魔狼天也曾提出过要进入魔帝灵，但是却被魔兵圣果断拒绝，连3位老祖也不同意。毕竟有了魔广峰的教训，天魔教已经不敢再冒险了。尊上，您不会想要进入魔帝灵吧？魔勇脸色凝重地问道。魔彪、魔汉、魔兵圣以及上百位核心长老全部都屏气凝神，等着顾长歌回答。顾长歌一直在询问关于魔帝灵的事情，只怕对魔帝灵抱有想法，但这个想法也很危险。顾长歌并没有掩饰，而是直接点了点头。不错，本尊确实想要进入魔帝灵。众魔倒吸一口凉气，果然被他们猜中了。尊上，这恐怕有些不妥啊。那魔帝灵凶险万分，尊上若是进去，只怕会遇到危险，还请尊上三思啊。3位老祖、上百名长老皆是劝说道。顾长歌已经获得了他们的认可，甚至成为了他们的希望，他们肯定不希望顾长歌进入魔帝灵冒险。面对众魔的劝阻，顾长歌却不为所动。那魔帝灵他是非去不可。魔帝灵之中有着12颗混元魔珠，品级已经达到了道器，乃是不可多得的至宝，而且还有魔帝陨落后留下的魔元。顾长歌若是得到了魔元，可以直接进行炼化，以此来冲击魔圣境界魔道一途，越往后修炼所需要的杀戮值就越多。这魔元顾长歌一定不能错过，否则半年内想要突破到魔圣境会有不小的压力。勇老、彪老、汉老，你们3位的良苦用心本尊自然知道，但是魔帝灵乃是天大的机缘，本尊不想错过。况且仙域任何一处机缘之地都充满了危机，这是不可避免的，想要快速成长就不能畏畏缩缩的。顾长歌双眸凌厉，用坚定的语气对着3位老祖说道。闻言，魔勇3位老祖虽然心里还是有些担忧，但却并未继续劝阻顾长歌，因为顾长歌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已经非常坚决，而且顾长歌所说也确实在理。机遇往往伴随着危机，想要快速成长就不能畏畏缩缩，即便面临生死危险也要大胆去尝试。与众人的担忧不同，魔狼天嘴角浮现一抹笑意，眼中更是充斥着火热。魔狼天早就想要进入魔帝灵了，奈何父亲和3位老祖都不同意。如今有主人带头，魔狼天也能如愿以偿地进入到魔帝灵。虽然魔帝灵凶险万分，但是魔帝传承也是非常诱人，此生如果不进去一次，将会是一辈子的遗憾。1月时间匆匆而过，天魔教为了进入魔帝灵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3位老祖为了保障顾长歌的安全，派遣魔兵圣以及10大尊老一同前往魔帝灵。此外，还有上百名魔圣境大成的长老以及上千名魔圣境弟子，所有人汇聚到了天魔大广场之上，等待顾长歌的命令。此行前往魔帝灵可以说九死一生，但是有教主顾长歌带队，所有人便也视死如归。想要走出大平洲，想要不再被排挤，他们就必须成为至高无上的强者，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则。魔帝传承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不可多得的机缘，若是能够得到，将会少走许多弯路。唰，没过多久，顾长歌的身影出现在了广场最前方。顾长歌身穿一袭黑袍，面庞冷峻，双眸之中泛着凌厉的光芒，整个人不怒自威。拜见教主。
以魔兵圣为首，所有长老弟子皆是对着顾长歌行礼。顾长歌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的目光扫过所有人。虽然此行凶险万分，但是所有人的脸上都没有惧意，反而视死如归。顾长歌的那句话时刻回荡在他们的脑海：想要快速变强，就不能畏畏缩缩。一直以来，天魔教偏于一隅，魔修更是被名门正派追杀排挤，这样的生活他们早就受够了。为了变强，他们愿意赌上性命。好，我们出发。顾长歌大声宣布道。一行上千人向着魔帝陵飞去，魔勇、魔彪、魔汉三人则是留守天魔教。魔帝陵他们进不去，就算跟着前去也无事于补。魔勇望着顾长歌离去的方向，眼中闪过一抹担忧：你们说尊上能成功吗？魔彪和魔汉两人眉头一皱，眼中浮现一抹复杂的神色。也许尊上能够创造奇迹呢，毕竟尊上不能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待。魔彪沉思了片刻，而后说道。对于魔彪这句话，魔勇和魔汉也表示赞同。毕竟顾长歌5年前丹田被废，神体被夺，然而却能奇迹般的恢复了，并且从武道转成魔道，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便修炼到了魔尊境，还有一道圣体原始真魔血脉，随便一项都不是常人所能比。但愿尊上能够创造奇迹吧，魔修的未来可全靠尊上了。魔勇在心里默默祈祷。与此同时，顾长歌等人正在向魔帝陵快速进发。魔帝陵位于一处独立的空间之中，自成一方小世界，与外界隔绝。顾长歌等人飞行了整整5天时间，方才到达了魔帝陵。这里魔气格外浓郁，如同大雾一般，甚至达到了遮挡视线的地步。每5年，魔帝陵的魔气便会散发而出，而这个时候也是魔帝陵开启的日子。天穹之上衍生出一道道魔纹，还有浓郁的魔气翻滚。一座足足有着30米高的大门在魔纹和魔气的环绕下成型。透过大门还能看到其中的楼宇、宫殿以及一株株宝药，它们极具诱惑力，吸引着所有人。不过有着血的教训，天魔教的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冲动。他们知道这只是表现，魔帝陵之中危机四伏，一旦进去就很可能丧命。顾长歌的目光落在大门之上，他双眸微眯，许久之后才是说道：走吧，我们进去。本尊倒要看看这魔帝陵之中有什么妖魔鬼怪。顾长歌一马当先，施展魔浪断魂步，直接化为一道黑影掠去。魔兵圣、10大尊老、周一航、魔狼天等人紧随其后，1000人队伍直接进入了魔纹大门。嗡嗡，魔纹大门似乎有着吸力，众人仅仅是靠近大门，便被直接吸了进来。进入魔帝陵之后，天地景象瞬间大变。轰隆隆，天穹之上魔雷滚滚，一眼望去，竟然全是血色浓雾，血腥、杀机，让众人感到非常不适。这血雾有很强的吞噬力。魔兵圣眉头一皱，对着众人大声喊道。众人也感觉到了，这血雾竟然想要进入他们体内。众人纷纷调动魔力抵挡，但是却显得有些吃力。雕虫小技，顾长歌双眸一寒，他体内的原始真魔血脉直接爆发。轰，原始真魔之威横扫而出，那些血雾竟然快速溃散，1000米之内血雾不敢靠近。在原始真魔之威面前，所有魔物都会被镇压。轰，整个空间为之一震，好似受到了惊吓一般。在血雾最浓郁之处有着一座山谷，这里生长着各种天材地宝，诸如血灵芝、九尾龙葵花、赤血神龙草。山谷之中悬浮着一个水晶冰棺，而一道大阵以冰棺为中心，连接整个空间。空间内的所有魔气全部顺着大阵涌向冰棺，好似在滋养着什么。刚才整个空间的颤动，便是由于冰棺触动了阵法。见到血雾被逼退之后，众魔都是用崇拜的目光看着顾长歌。如果不是有顾长歌开路的话，单单是这些血雾都足够他们头疼的。虽然我也觉醒了原始真魔血脉，但是在主人的血脉面前，依旧被死死镇压。魔狼天望着顾长歌坚毅的背影，双眸微眯，意味深长地感叹道。周一航同样有这种感觉，纵然血脉一样，但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却能爆发出不一样的威力。逼退血雾之后，顾长歌的双眼向着深处望去，紫金魔瞳被催动，2抹紫金流光穿过了血雾，落在了那处魔气最为浓郁的山谷之中。好浓郁的魔气，更有浩瀚的魔纹环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混元魔珠便在山谷之中。顾长歌眼中浮现一抹火热，而后跃跃欲试地说道：走吧，我们赶去那处山谷。顾长歌对着众魔吩咐道：是，尊上。众魔紧跟顾长歌向着血雾深处飞去。凡是顾长歌所到之处，血雾皆是快速溃散，如同老鼠见到猫一般，根本不敢逼近。就这样，众魔一路畅通无阻，前进了2-3个时辰。这可比预想的要容易很多啊。魔帝陵之所以被称为死亡之渊，那是因为凡是进去的魔修，没有一个能够活着走出来。然而现在，
众魔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危险，实在是诡异。当然，众魔都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相反，他们所有人的精神都高度紧绷着，做好了随时应对危险的准备。轰！就在这时，前方的血雾突然发生了爆炸。保护尊上！魔兵圣反应迅速，当即抽出魔刀，带着10大尊老挡在了最前方。刷刷！前方破碎的虚空之中，竟然凭空出现了一道道身影。他们血肉已经腐烂，惨白的骨头暴露在了空气中，双目漆黑，好似充满了杀机。嗷嗷嗷！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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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滔天的魔气自他们体内爆发，他们如同只知道杀戮的机器，伸出魔爪，向着顾长歌等人轰杀而来。魔道傀儡！顾长歌双眸一寒，喃喃道：“这些人明显已经死了，只剩下一具白骨，很有可能被血雾侵入体内，变成了魔道傀儡。给我杀！”魔兵圣一马当先，手中的魔刀横扫而出，魔圣境巅峰的修为气息爆发，一记魔气刀斩从天而降。咣！轰扑！一刀落下，数千头魔道傀儡直接被轰成了齑粉。10大尊老紧随其后，同样使出了强大神通，转眼间上万头魔道傀儡便被抹杀。嗷嗷！杀！杀！就在众人以为要平息的时候，四周的血雾竟然全部炸开，一头头魔道傀儡浮现而出，一眼望不到边际，只怕有着100万头。什么？魔兵圣眉头一皱，脸色变得极为浓重。虽然这些魔道傀儡力量不强，但是数量如此之多，一时半会根本解决不完，并且还极其消耗魔气。四周有着血雾封锁，魔气根本不能得到及时补充。若是魔气耗尽，那就真的危险了。尊上，我们该怎么办？魔兵圣看着顾长歌询问道。顾长歌也在思考破解之法，他若出手，确实可以诛灭100万魔道傀儡，但是诛灭100万魔道傀儡之后，谁又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魔道傀儡呢？小周、狼天，你们都出手。顾长歌吩咐道。是，主人。周一航和魔狼天不再犹豫，当即出手。上千名长老和弟子也纷纷出手。灭日！周一航手执灭日神弓，弓弦拉开之后，上百支箭雨飞出，化为一头头狰狞的金乌。嗷吼！轰扑！金乌张开血盆大口，直接将成千上万头魔道傀儡吞入腹中。随后，金乌化为无尽的火海，葬灭数以万计的傀儡。魔狼天催动至尊魔骨，手中的是神枪横扫，枪芒凌厉霸道，使得魔道傀儡根本不敢靠近。然而这样下去，他们体内的魔力迟早会被耗尽。顾长歌一直在观察，他发现每死1万头左右的傀儡，就会有新的魔道傀儡出现。看来他的猜想是对的，这些魔道傀儡根本杀之不尽。主人，这些傀儡好像越杀越多。周一航也感到有些不对劲，此时皱着眉头说道。顾长歌双眸微眯，而后说道：这些傀儡早已没了神智，如果没有人控制他们的话，他们应该不会来攻击我们才对。难道暗中有人在操纵？这般想着，顾长歌直接飞到半空，而后手中出现了2柄魔剑。上苍劫光！顾长歌体内的魔气爆发，更有原始真魔之威镇压而下。轰！轰隆隆！这一刻苍穹破碎，一道剑光从天而降，速度极快，如同天罚一般。吭！噗噗噗！剑芒落下，数十万魔道傀儡直接化为粉碎。有着原始真魔之威镇压，100万魔道傀儡竟然发出痛苦的哀嚎声。给本尊滚出来！顾长歌看向无尽的血雾，怒吼一声。这道声音传遍整个魔地陵，好似上苍的审问。轰隆！整片空间再次为之一震，如同受到了惊吓。血雾竟然快速散去，在数以万计的傀儡后方出现了一道黑衣少年。他与其他魔道傀儡不同，他的双眼呈现血红色，一头黑发如同瀑布般垂落。所有魔道傀儡里面，只有他的血肉完好，如果不是全身散发着死气的话，众人都相信他还活着了。魔广风、魔兵圣、魔狼天以及10大尊老等人吃惊地看着那道黑衣少年。此人他们实在是太过于熟悉了，他便是天魔教上一任圣子，拥有鬼王体的魔广风，连魔广风都成为了魔道傀儡。魔兵圣眉头一皱，心里感慨万千，就连死了之后也不得安生，还要成为杀戮的机器。杀！魔广风抬眸，嘴中发出一道沙哑的声音。嗷嗷嗷！100万魔道傀儡大军竟然悍不畏死地杀出，虽然有着原始真魔之威，但是也挡不住无穷无尽的魔道傀儡。看来就是你在操纵这些傀儡。如果本尊所料不假的话，只要解决了你，这些魔道傀儡便会消散。顾长歌猜测道。定！击杀魔道傀儡魔广风，奖励2万杀戮值。额外奖励鬼王体。系统再次派发了任务。鬼王体！顾长歌眼中浮现一抹火热，看来只要击杀了魔广风，便能将他生前所拥有的鬼王体融合。
本尊今天便发发善心，好让你早点去轮回转世。轰！顾长歌体内的魔气彻底爆发，狂暴的魔力几乎快要失控。在这股魔威面前，百万魔道傀儡都显得极为渺小。